被校花当众污蔑偷看女澡堂洗澡，都他妈重生了，我还能被你们给欺负了？大傻春，你要干什么？都他妈重生了，我还能被你们给欺负了？给我站那！所有人都是头一次见到有高3的学生敢在周一升旗仪式被要求做检讨的时候追着教导主任咒，太刺激了。黄旭东更是压根没想到自己有一天竟然会被学生追得如此狼狈，拼命的尝试着想要找回自己身为老师的威严，可感受到背后的杀气，擦肩飞过的板砖。李云春，你小小年纪就学会了偷看女同学洗澡，你个小流氓，还想打老师啊？你开除，必须开除！话音刚落，背后一块板砖嗖的一下擦着边飞了过去，重重砸在国旗台上，瞬间吓得黄旭东更是哀嚎不止，发了疯的秦王绕柱都快急哭了。看什么？快去请校长出来！这小流氓要造反啊！他立刻好似一只发了疯的豹子一样扑了上去，捡起板砖对着黄旭东的脑袋就砸了过去。我去你波波鸡的，这既陷害我，污蔑我偷看女澡堂，老子一辈子都被你毁了！大傻春，你敢打老师？开除！一定要开除你个小流氓！可看着上一世毁了自己人生的狗东西，终于被自己按在地上，他咬牙切齿的恨意瞬间爆发了出来，两个拳头抡圆了，好似雨点一样跟着他的脑袋砸下去。让你猪狗的污蔑我，明明是你偷看女澡堂的学生洗澡，我把你人赃并获，你猪狗污蔑我，你自己裤裆不干净，乱扔裤衩子，给老子死！校长。不亏狂、变态、流氓，所有的帽子和标签都被扣在头上，到哪里都被人嫌弃，父母也跟着他抬不起头来，一辈子唾弃他。原本有希望考上大学的他，却只能早早混社会做苦力，还要被人戳脊梁骨，不管走到哪，偷窥女澡堂这个罪名都会莫名其妙的不出3个月就被传播开来，紧接着就被开除，被所有人咒骂。才40多岁就抑郁而死，直到死之前的最后几天，他才意外从当年某个女同学嘴里得知事情真相。这一切竟然都是被某个他最信任的人设计的。黄旭东也只是个棋子，其他所有证人也都是被提前买通了的，就是为了毁了他一辈子，让他被学校开除，重活一世，有仇当场就报，绝对不忍气吞声。黄老狗，你毁了我一辈子，你给我去下地狱！杀红了眼的模样，直接吓得一群没见过世面的高中学生脸色煞白，战战兢兢。住手！你要干什么？张老师、李老师，你们上去拉住他！此言一出，周围早就被吓傻了的一群老师这才反应过来，急忙上前拉扯发了疯的李迎春。黄旭东脸上鲜血弥漫，鼻涕眼泪混作一团，模糊中见到校长，瞬间一嗓子嚎了出来。校长，你得替我做主啊！开除这个小流氓！撒开我，黄旭东，老子嘎了你！开除我，我也要嘎了你！校长算个屁，是非不分的老猪狗！来呀，老子被你们冤枉，就没打算忍气吞声，老猪狗！校长王德禄一听这话，瞬间被气得血压飙升，差点直接一头栽倒在地，气得双手颤抖，气急败坏的指着发了疯的李迎春：“你是哪个班的？你敢打老师？不管谁对谁错，尊师重道，你都不能顶撞老师，更不要说你还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老师施暴，你怎么对得起老师教育你的恩情？”话音刚落，被揍成了猪头，血肉模糊的黄旭东直接嚎啕大哭，扑倒在校长脚下，一把抱住他的大腿。校长，这小流氓无法无天啊！他去女澡堂后巷偷看女同学洗澡，被我当场擒获，还有很多女学生可以作证呢。李林春，这小流氓必须开除，一定要开除！黄老师，你放心，校规校纪森严，他敢这么做，就一定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现在这些年轻的孩子太不知道顾忌后果了。突然，李林春直接毫不留情的破口大骂，压根没打算顾及后果。老猪狗，你也配当个校长了？是非不分，真相不明，随随便便决定一个学生一辈子的大事，就是让你们这么随口污蔑的。来呀，你校规森严，老子的巴掌未尝不厉害。撒开我，我给你一巴掌，让你清醒清醒！乍一听到这话，在场几个老师也都是脸色大变，实在不敢相信，纷纷向李迎春投去了惊恐的目光。这学生怕不是疯了吧？一直被教育尊师重道，被冤枉也不能发声的学生们，此时此刻反倒是感觉兴奋了起来。没人在乎李迎春是不是真的偷看女同学洗澡，反倒是都有些敬佩他这么大胆，还敢骂校长，学生还能反抗老师了，简直是闻所未闻，见都没见过啊！好，黄老师把你人赃并获，你还不承认是吧？报警，那就报警。校长，这也犯不上报警啊，要不直接开除就算了。还没等他说完，一个面容较好的女生从人堆里冲了出来，直接哭着跑到了校长面前。校长，我哥他肯定是一时糊涂了，求求学校再给他一次机会吧。我哥他知错了，他真的知错了。马上就要高考了，我哥能考上大学的，他还有前途的，不能被开除啊！这又是谁啊？怎么回事？校长，他们是兄妹俩，表兄妹。李林春的爸爸入赘到赵家，和赵玲玲的姑妈结了婚，姑表亲。赵玲玲是优秀学生，稳定年级前30名。李林春他学习也很好，更是年级前10的好苗子，还代替学校参加了不少竞赛，拿了不少荣誉。这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不能太草率啊，都是好孩子，成绩一直很好的。赵玲玲哭得梨花带雨，十分伤心，好似真的在担心自己哥哥的前途一样。此刻也是哭着连连点头，向校长求情。校长，我哥他应该只是第一次偷看女同学洗澡而已，求求学校再给他一个机会吧。我哥认错了，他真的认错了，还有3个月就高考了，他不能被开除啊。年级前10名的好苗子，要是就这么开除，的确会让学校丧失一个出风头的好机会。
能多一个985重点大学的录取生，那就是明年招生宣传的一张金字招牌。可李林春这嚣张的态度，毫无悔过之心啊！不仅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暴揍教导主任，还骂我这个校长是非不分，是个老猪狗。这要是还不开除，那以后怎么管教其他学生？一时间怎么处理这件事，反倒是让他左右为难了起来。正当此时，人群中突然又走出来几个女生，围住了赵玲玲，全都气愤地看向被老师架住的李林春，咬牙切齿。玲玲，你不要替那个流氓说话，他不是第一次趴在澡堂后窗偷看了。就是为了我们其他女同学的安全着想，他必须被开除，他也配考大学。高2的时候我就总感觉女澡堂后巷窗户那里有人偷看，李林春他就是个变态，色狼，必须开除。玲玲，他一个入赘女婿生的孩子都不算你们一家人，你也别叫他哥了，别替他求情。赵玲玲此刻却是哭着摇头，苦苦哀求众人当着全校师生的面前各种给几人鞠躬道歉，态度诚恳至极，看得人心里都大为感动。对不起，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大家，我替我哥给你们道歉，他以后绝对不会偷看你们洗澡了，求求你们，求求老师和学校再给我哥一次机会吧，千万不要开除我哥，他还要高考的，要考上大学的，不能因为这点小事毁了一辈子啊，求求你们了。眼见他哭得恳切，人见人怜，不仅那些老师面面相觑，心生犹豫，就连号称自己被偷看了的那些女生也都是纷纷面露为难，心软了起来。那行吧，玲玲你这么善良，我们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不追究了。行吗？玲玲，你让你哥当着所有人的面给我们道歉，发誓以后都不偷看了，那我们就放过他。就是他必须认错，必须道歉。赵玲玲一听这话，瞬间喜极而泣，又是一个劲儿的给众人鞠躬道谢，半刻不敢犹豫，急忙跑到了李林春的面前，神色恳切：“哥，你就认错吧，给大家道个歉，你以后就别去女澡堂后窗偷看女同学洗澡了，大家会原谅你的，你就承认了吧。”所有人都期待着李林春能被感化，承认错误，主动道歉，说不定还有回旋的余地。李林春被几个老师松开，脸上的怒气却分毫未减，又看了一眼不远处抱团的几个受害者女生和一群吃瓜的同学，做了几个深呼吸，活动手脚，走到赵玲玲的面前。自己这个表妹真是长得一副楚楚可怜的莲花圣体模样，还被那群学生当作校花一样捧着，真是讽刺。谁能想到自己最信任的表妹才是一切的幕后黑手？始作俑者怒气瞬间冲上头，没有丝毫犹豫，跳起来使出全身力气，一巴掌甩在赵玲玲那带着哀愁的俏脸上，直接打得赵玲玲花容失色，一头栽倒地，现场瞬间乱成一锅粥，尖叫声四起。李林春却是根本不管不顾，压根不搭理其他人，直接扑上去，狠狠一脚猛踹赵玲玲。去你的白莲花，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都是你算计的，老子上辈子还感谢了你20多年，打的就是你，你个白莲花还自己送上门来了。一脚下去，直接踢在了赵玲玲的下巴上，噗！赵玲玲直接被踢掉了2颗牙，一口鲜血带着牙齿喷了出来，疼得她原地惨叫，眼神里满是惊恐，面无血色，连滚带爬的后退，惊慌大喊：“啊！拦住他！拦住这个诈种！开除他！”眼瞅着李林春还要动手，周围一群被吓得头皮发麻的老师急忙冲上去拦住了他，整个国际广场瞬间乱成一团。李林春被7手8脚的按在地上，咬牙切齿的发疯大喊：“撒开我！老子被开除了，也要弄死你们几个做假证的！”畜生啊！你打老师就算了，还动手打你妹妹，简直就是个畜生啊！赵玲玲口齿不清，不停地吐着鲜血，目光极尽惊恐，一张俏脸彻底破相，豁牙露齿，面目狰狞地冲着被按在地上的李林春尖叫撒泼，气得跳脚，压根没有了半点乖乖女的形象。开除他！你个入赘生的诈种，你敢打我啊！开除他！他偷看女澡堂洗澡，还敢打老师，还打我，必须开除他啊！校长王德禄被气得脑瓜子嗡嗡的，看一眼被揍得面目全非、血肉模糊的教导主任黄旭东，又看一眼被踹飞了2颗牙、嘴唇子都被干飞鞭子了的乖乖女校花，一时间感觉血压都在雷谷，天旋地转，处理不好，自己这校长就干到头了。抓他去办公室，给我锁起来！叫家长，一定要叫家长！老猪狗，你是非不分！赵玲玲，好你个绿茶白莲花，害了我20年了，我还对你感恩戴德，假意惺惺让老子承认，好像是给老子求情，其实就是你个绿茶，变相污蔑老子，还让老子记你的情！黄老狗，让我出去，干死你们！有能耐就开除我啊！离开这学校，我也照样回来干死你们！咣当，伴着怒吼声，又传来一声重物砸门的声音：“李林春的家长呢？快叫来啊！这小畜生疯了！”1楼教务处办公室里，李林春双手板住教导主任红木大办公桌的桌角，拼尽全身力气，青筋暴起，脸面涨红。一声压抑了20多年的怒吼，怪力乱神巨响一阵，整个办公楼都跟着轻轻晃动，重达几百斤的红木大办公桌直接被原地掀翻，宛若在所有老师心头重重砸了一锤。发泄完上一世20多年的怨气，李林春也喘着粗气靠在被掀翻的红木办公桌上，胸口高高起伏，咬牙切齿，还不解气。才2颗门牙，便宜他了。回想起上一世的诸多细节，这时候他才反应过来，为什么自己每一次换新工作之后，赵玲玲都会去看自己，而只要他来过，没过多久，自己曾经被诬陷的偷窥狂的罪名就会在新工作地点被传播开来，再度丢了工作。原来当真全都是自己这个表妹一手策划的，自己还傻呵呵的觉得妹妹当年在学校替自己求情，考上大学之后也不忘了回来关心自己，经常找自己玩，请自己吃饭。
这些都是对他好嘛。结果全都是阴险算计。当年污蔑自己的整个计划都是赵玲玲一手安排的，所有证人都有把柄被赵玲玲捏住，都被他安排来污蔑李林春。原因仅仅只是因为他爸爸是入赘到赵家的，被赵家人看不起。可偏偏他的成绩远比赵玲玲优秀得多，他嫉妒着急，所以才想出了这么个毁了他一辈子的歹毒诡计。重生一回，必须把这口气出了。这一世自己有未来20年的记忆优势，知道所有发财的行业机会。就算被开除，就算同样不能考大学，那也一定能出人头地，抓住未来20年的风口。自己就算做不成首富，也绝对能成为一方富豪，大发特发，绝对能让他们所有人都抬头仰望，悔恨终生。但是在那之前，我不能高考，赵玲玲也别想高考，一辈子的仇就要用一辈子来还，谁也别想化解。校门口被揍得血呲呼啦的2个人纷纷被送上了出租车，直奔医院。乍一见到这一幕，李林春瞬间气不打一处来。妈的，还想去医院治病？我答应了吗？咔嚓一声巨响，玻璃碎裂，李林春直接从窗户跳了出去，撒腿就往大门外跑，直追去医院的出租车，半刻都不准备饶了那2个狗东西。追啊！打电话让李林春和赵玲玲的家长不用来学校了，直接去医院啊！造孽啊！好，他也没打算就这么放弃掉报仇的机会，都重生了，要是咽下去这口气，那可就太憋屈了。他认准了，为了学校的名声考虑，校长和那些老师肯定不敢报警，就算不杀人，也要给他们留下终生难忘的阴影。思考片刻，趁着那群老师还没追上来，他直接一头扎进了学校旁边的小巷子里，飞速穿梭，就已经把身后追赶他的老师全都甩得干干净净了。立刻寻找方向，直奔医院。为了走捷径，李林春直接踩着煤堆跳上一个厂房的院墙，随即翻进了厂子的生活区。这厂子他上一世也进来打过工，是个成衣厂，女工多，他进来也是扛包的。说来也巧，正好就是他被污蔑偷看女澡堂洗澡之后被学校开除，自己那个舅舅，也就是赵玲玲的爸爸，假意惺惺找人安排他来的地方，硬生生被赵玲玲父女俩陷害，安排成了女工成衣厂里面扛大包的苦力窝脖，一辈子浑浑噩噩。现在看来，早就是他们父女俩设计好的。这破国营厂早就和市场脱轨了，再顶多过2年就改制解散，所有员工强制下岗了，安排他进这里，纯粹的居心不良。所以再度来到这个厂里，李林春嘴上不免骂骂咧咧。姓赵的这一家没一个好人，包括我那个不分是非的伏地魔妈，还有那个当了一辈子入赘女婿的窝囊爹。自己亲儿子被人冤枉，他们不信我也就算了，还帮着赵玲玲父女俩一个劲儿的打骂我、贬低我，亲手毁了我一辈子的，我一个都原谅不了。这地方是女工宿舍生活区，男工人是不让来的。上一世偷窥女同学洗澡的罪名又被赵玲玲私下里来炸散播开了，女工们都怕她，嫌弃她，突然顿下了脚步，瞬间心就提到了嗓子眼。自己不会这么倒霉，正好撞见有修班的女工在这儿洗澡吧，假偷窥狂不会误打误撞变成真的了，可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真的撞见女工洗澡啊！好不容易重生一回，虽然没能摆脱学校里被污蔑偷看女同学洗澡的罪名，但也不要来个家暴啊！农4哪个瘪3，小赤佬偷看老娘洗头，农有本事不要跑了，老娘扒了农的皮了，辛苦了。上铺是第3人民医院，就是这了，这是距离学校最近也是最大的医院了，那2个东西指定是被送到了这里。他四下里打量了一圈，想找个趁手的兵器，捡起木棍冲进了医院急诊部。他前脚刚走，看着空空如也的椅子，瞬间傻眼了。啊，拐棍呢？李林春已经手持棍子冲进了诊疗区，可找了一圈，愣是没发现。妈的，人呐！我走的是小道，不应该慢这么多啊！难道是甩掉那些老师的时候浪费时间了？护士小姐，我闺女在哪个病房啊？她叫赵玲玲，刚从第1中学送过来的，她怎么样了？让你们医院领导出来见我，我闺女要是有个3长2短，我跟你们没完。知不知道我是哪个部门的？护士倒也没被这场面吓唬住，毕竟在医院干的时间长了，什么样的奇葩医闹家属都见识过了，也不差这1-2个有钱有势的了。当即无奈的开口：你们是说从第1中学送来的那个老师和学生是吧？外伤已经消毒止血了，现在在3楼308病房，给那个女生办住院了，掉了2颗牙，嘴唇撕裂，需要安排手术缝合。护士话音刚落，面前的贵妇人就直接被吓得脸色煞白，脚跟一软，当场向后跌倒，立刻嚎啕大哭。我的玲玲啊，好好的一张脸破了相了，这让她以后还怎么出门啊？姓李的，你那个小杂种儿子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我姑娘有个3长2短的，我跟他没完我。你们那个畜生儿子干的好事。咣当，不锈钢的垃圾箱不知道被什么人撞翻在地，紧接着李林春手握拐棍飞奔楼梯，直冲308的彪悍身影就落到了楼下4人的眼里。仅仅一闪而逝，赵刚却是惊慌大喊：那小畜生上3楼了，他不是被关在学校吗？随即一边搀扶着自己老婆，一边冲身后2人声嘶力竭的破口大骂：愣着干什么？追呀！一声呵斥，略显卑微站在那里的夫妻2人这才反应过来，急忙撒腿就往楼上追。护士见状，顿时按到一声不好，急忙跑出楼外叫人：保卫科，保卫科，有人上3楼闹事了，赶紧来人啊！另一边，黄老师，好疼啊！我的牙，我的牙，让他们把我的牙捡起来，捡起来！
赵玲玲说话漏风，猩红的伤口仍旧透过纱布向外渗血，整个下巴肿成了猪头。她是万万没想到，原本都是自己安排好了的计划，只要李林春承认了自己偷看女生洗澡，就一定会被开除，而且李林春还会记他的恩情一辈子，自己就能永远把他踩在脚底下了。可到底是哪一步出差错了？畜生，这个小畜生还敢反咬我一口！赵玲玲同学，等着，等你们家长到了，会替咱们做主的。你直接当场指认他偷看你们几个女生洗澡，一定要开除他。黄旭东脑袋上更是被缠满了纱布，滑稽的只露出2个乌青的眼眶，被追了好几圈，还被按在地上揍，真把他揍饿了。开除，一定要开除他！我会让所有证人都来作证，他一辈子也别想摘下偷窥狂、死变态的帽子。我要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听到赵玲玲只用漏风的嘴说出来的狠话，也是下意识的脊背一凉，鸡皮疙瘩起来了，有些惊恐的看向此刻不好掩饰的赵玲玲，一时间反倒是认不清眼前这还是不是自己看到在澡堂里嬉笑打闹的青春少女了。这心肠怎么比那毒妇都要阴险几分？这个，玲玲同学，要不你先吃点垫补垫补。见到黄旭东递过来的烤猪蹄，更是嚎啕大哭。我没牙。看到病房里的俩人，顿时气笑了。咣当，一边回手将病房门关上，直接拉来椅子将门锁别住，一边咬牙切齿的点头。黄老狗，你也被吃上猪蹄子了，我能让你活到年底都算喜丧了。赵莲花，你也给我死，这棍子就他妈给你准备的。话音刚落，病房里瞬间传出2道杀猪一般的惨叫，响彻整个医院。啊，他怎么在这儿？我去你买皮的！砰！李林春一个大脚飞踹，照着黄旭东那没反应过来的大人结结实实踹了下去，疼得他是眼冒金星，温热的鼻血溢出满脸，让他根本分不清方向。赵玲玲乍一见到这惊悚的一幕，顿时被吓得抱头惨叫。突然被旁边这一招女妖呐喊给震得耳朵嗡鸣，瞬间气不打一处来，抬起棍子毫不犹豫地直奔那冒血的大嘴捅了进去。闭上你的臭嘴！一棍干到底，瞬间给赵玲玲嘴巴干开像样，好不容易止住的鲜血再度猫样了，噗噗喷血沫子，整个人仰头朝天摔倒在地，一阵阵干呕。李林春怒气直点满，看到上一世2个仇人又落到自己手里，自然是兴奋异常。妈呀妈呀，别打我了，我不敢了不敢了。万没想到会遇到李林春这么一个瘟神啊！他只是污蔑这小子偷看女澡堂洗澡而已，这小子要他命啊！上一世20多年的苦，他可是眼睁睁看着黄旭东这个老狗拿的是特级教师的名头光荣退休，退休金都1个月1万8，还成了返聘专家了。自己能饶了他，这一世不仅要干死他，还要让他彻底当不成老师。正当此时，李林春的老爹李强更是首当其冲，惊恐的透过病房门玻璃看着儿子拿着那么粗的棍子施暴。开门，开门！见到门里女儿赵玲玲那满嘴鲜血、哭喊着向门口跑过来的惊悚模样，也是被吓得瞬间窒息。赵刚红了眼的疯狂撞门。开门，小杂种，你敢再动你妹妹一下试试，我饶不了你！我让你们姓李的爷俩都滚出赵家！开门，把门给我打开！赵玲玲已经被吓傻了，她顶多也只不过是个心肠歹毒的女学生而已，耍点阴谋诡计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哪里见识过李林春这么癫狂的复仇方式，被吓得压根忘了怎么开门了。爸妈，救我！救我啊！一见到闺女满嘴是血，又哭又喊，一家3口隔着门上的窗玻璃惨叫对哭。李林春把黄旭东那肥头大耳扔到一边，咬牙切齿的转身直奔门口，的赵玲玲走了过去。哭，没吃饭了，他妈的哭大声点！20年，一辈子，老子今天就让你先偿还点利息！这强大的压迫感，顿时吓得赵玲玲蹦起来拍门，惊恐的连连回头，尖叫哭喊：啊，爸妈，救我！救我！大傻春，你要干什么？你爹是入赘的废物，玲玲是我们赵家的女儿，你敢动她一个试试？你废了！我警告你，不要再靠近了。玲玲，开门啊！玲玲，开门！然而已经被吓傻了的赵玲玲，此刻根本腾不出脑子来思考，只会一个劲儿的拍门哭喊，根本想不到卡住了门把手的影子。妈，救我啊！20年的仇恨追到医院也要接着报。接上集，李林春已经走到了赵玲玲背后，毫不留情的一把拽住她那头长发，直接用力一甩，屁股下面直接淌尿了，湿了一大片地板。哥，我错了，哥，我错了，我不敢了。住手啊！算我求你了，大外甥，饶了你妹妹吧，我他妈给你跪下了！赵强眼瞅着闺女要被爆头，瞬间被吓得2腿发软，一路上都牛逼哄哄的他，此刻早就站都站不住了。一个大老爷们哭得哗哗的，趴在门上一个劲儿的求饶。他当然知道闺女的计划，这根本就是他们父女俩算计好的。但是结果不应该是这样啊！明明应该是让那个李林春认下偷看女澡堂的罪名，被学校开除，一辈子抬不起头来。按道理这会儿功夫，应该是他们父女俩已经开香槟庆祝了，入赘的窝囊废爹也被扫地出门了。可现在是他妈什么情况？姓赵的，你别特么假惺惺的哭，究竟怎么回事？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既然你们要毁了我一辈子，我就不会放过你们。说，污蔑我这件事是谁决定的？不说我可捅了。爸爸，救我！这一声爸爸，赵刚直接双腿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对着咣咣磕头。李哥、继儿父、强哥，我求求你了，算我求你了，让你儿子放了我闺女吧，都是我的错，算是我的错，我认了，还不行吗？李强见到一向强势、对自己颐指气使的小舅子突然给自己跪下来了，顿时也是受宠若惊，急忙扑通一声给小舅子跪了，咣咣磕头。
小舅子可不能这么说啊，都是我家那个小畜生犯的错，他脑子发疯了，是我对不住你啊，我给你跪下赔罪了，我一定打死那个小畜生，给玲玲赔罪。他俩这一跪下，咣咣磕头，俩老婆也是傻眼了。李林春的亲妈赵兰也是哭着拍打自己家的窝囊废老公。看看你们老李家的烂根儿，把我侄女打出个好歹来，我跟你离婚。正当此时，小护士已经领着保卫科的几个壮汉冲上了3楼，一见到门口这场，夫妻对拜了，护士和保安也看傻眼了，顿时急得护士连连拍打大叫：“你俩怎么还拜上了？赶紧开门救人啊！求求你们了，赶紧把门打开吧，我闺女快被那小畜生折腾死了。”索性放弃棍子，直接上脚对着赵玲玲那引以为傲的标志校花脸蛋猛踹，大为解气，毁容那也是一辈子。一边踹一边对着门口恨铁不成钢的怒吼：“李强，你个窝囊废，你给他跪什么？我他妈是你亲儿子，你不信我？从我出生起，赵家这些人有谁对咱们有过好脸色？你他妈就不能应急一回，非要当一辈子窝囊废吗？不帮你儿子，你还算个爹了？死龟男！”李强听到门里传出来儿子的骂声，顿时被气得血压上来。小畜生，敢对你舅舅这么说话，你妈也是赵家人，一定是你在学校里惹是生非。学校老师都说了，你偷看人家女学生洗澡，被当场抓获。你敢打老师啊你小畜生，赶紧放开你表妹！李林春听到这话，顿时心如死灰，气得连连点头。这个窝囊废上门女婿爹，还真如上一辈子一样，死都不肯承认自己儿子是被冤枉的，一个劲儿护着人家闺女。念及如此，他毫不留情，一脚踏上赵玲玲高高的车上，瞬间干干跷跷。他们父女俩计划要毁了我一辈子，那我也要毁了他一辈子。我妈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她是姓赵，她从始至终看得起你这个上门女婿了吗？看得起我这个亲生儿子了吗？从小到大发了工资就给赵玲玲买吃的买穿的，家里的存款都给了他弟弟赵刚了。我妈给我买过一身衣服了吗？没有我奶，我他妈都得光着屁股担子长大。我呸！怪不得我爷爷奶奶跟你这个窝囊废儿子断绝关系，你们夫妻俩也配生孩子了？我他妈是你们亲儿子，现在被赵玲玲父女俩污蔑，你们问都不问就直接认定是我干的。从小到大，我干过哪怕一件坏事吗？赵兰听着自己儿子这大逆不道的骂声，顿时气得鼻子都歪了，跳脚大骂：“你个小畜生，你是哥哥，跟你妹妹计较什么？我赚的钱凭什么给你们2个外人花？你爹就是个入赘的上门女婿，玲玲才是赵家的孩子，比我亲生的都亲。我将来死了，遗产也都是你妹妹的，你们别想要1分钱。你个畜生，玲玲那么乖巧懂事，怎么可能污蔑你？看我进去不扒了你的皮，我要你跪着给你舅舅道歉。”赵玲玲此刻脸上来了不知道多少角了，哭得嗓子都劈了，嘶哑难听。爸妈救我啊！李林春听着自己爸妈这和上一世如出一辙的窝囊废发言，也是彻底对他们放弃了希望，咬牙切齿的冷哼一声，看着脚下的赵玲玲：“那就别怪我了，一辈子就要用一辈子来还，差1天都不行。”当即猛地抬起脚，又要再度踹下去，病房大门突然被2个人撞破，人从瞬间一股脑地向他身上射过，直接将他撞飞出去，按在地上。李林春的手脚瞬间就被控制了，任凭他发了狂的挣扎也无济于事。按住了，按住了，玲玲啊！爸妈，我要让这小畜生付出代价，开除，一定要让学校开除他。李强，看看你那畜生儿子，都是你们老李家的劣根。李林春被按在地上，不甘心的大喊：“姓赵的，就算让学校开除，我也不会放过你们的。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们付出代价。死龟男伏地魔，我他妈是你们亲儿子，你们就这么不信我？那他妈当初你们生我干什么？光顾着你们自爽了是吧？信我，找人调查，就他妈有这么难吗？”听着李林春那积压了20年怨气爆发出来的怒吼，让在场几人如同魔音入耳，灵魂遭到质问。李强被气得浑身发抖，尤其是在众人注视下，颜面全失，全身的窝囊劲，好似这一瞬间终于能在儿子身上耀武扬威了起来，怒气冲冲的走上去：“你个小畜生，看我不揍死你！”李林春却是直接瞪大了眼睛，疯狗一样咬牙切齿地看向他：“来呀，打啊，弄死我！看看你个窝囊废，入赘到赵家受了20多年，低声下气的憋屈是怎么发泄到你亲儿子身上的？从小到大，除了打我，你他妈还敢跟赵家人红过1次脸吗？是个男人，你特么就打死我！来呀！”李林春那发了狂的怒吼，瞬间吓得李强目光颤动，脸色煞白，一瞬间被自己亲儿子的气场吓得倒退了好几步。这小畜生胡说八道，他疯了，他肯定是疯了。赵兰此刻也是忍不住嫌弃自己老公的窝囊，直接冲上前去，抬手一巴掌向李林春脸上扇去，目光狠辣，不似亲妈。突然被李林春一个探头直接咬在了舌头边上，肉最软的地方。小畜生，我让你，哎呦，哎，松开啊，松开啊！一瞬间就出了血了，杀猪一样的惨叫当场爆发开来，听得人心惊胆战。上一世被这伏地魔老妈嫌弃驱赶20多年的怨气，通通加持在满口的牙上。拉开他，拉开呀！撬他嘴，捏他腮帮子，捏鼻子，把鼻子捏住他就松口了。赵兰此刻手掌传来钻心的疼痛，呼喊昊天，一个劲儿的跺脚拍大腿。哎，这小畜生怎么变成属狗的了？我是你妈，你敢咬我？快松开啊！一旁李强更是慌得不行，看着老婆被咬得那血刺呼啦的手掌，更是吓得他腿肚子转筋，手忙脚乱的也不敢上前，只能拼命的指挥着那些帮忙的老师：“快给他们拉开了！疯了，这小畜生疯了！”李林春满腔怒火，根本不在乎那些人掐脸堵鼻子，死死咬住赵兰的手掌肉，眼睛里夹杂着泪光，充满了怨气。他憋屈啊，这是他亲妈啊，那是他亲爹啊！整件事从头到尾，他们就没有一丝丝怀疑，全都听那个赵玲玲的，根本没信任过他。这一世他也不需要解释了，上一世自己被学校开除，就是跪在他们面前澄清自己不是偷窥狂，求他们保留学籍，让自己高考。但是这所谓的亲爹
亲妈竟然半点都不肯信他这个亲儿子的话，硬生生联合学校给他办了开除手续，更是被开除学籍，让他无法参加高考，父母成了直接帮凶，毁了自己的一辈子。这还不算，因为一直被妹妹赵玲玲四处传播谣言，所以经常被辞退，身上常年凑不出个房租钱，就连吃饭都成问题。可这亲爹亲妈宁愿把在体制内工作一辈子的工资和积蓄都交给赵玲玲去旅游、去买奢侈品，也不愿意给他这个亲儿子一点钱吃饭。家里更是连他的房间都没有，大过年的锁上门不让他进门，看着他流落街头，还要踩上一句断绝母子关系，一辈子老死不相往来。李林春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出生在这种人家，为什么上一世的亲爹亲妈宁愿信一个侄女，都不愿意相信自己？明明自己从小到大学习从来不用操心，也从来不调皮捣蛋，从小这个家里就没人会宠着他一个入赘女婿的儿子，他已经活得谨小慎微了。可出了事，就连亲爹亲妈都不信任他，上一世的仇，这一世他一定要报，谁也别想让他都给我滚！赵兰、李强，既然你们连亲儿子都不信，只信那个赵玲玲，那咱们今天就断绝父子关系，断绝母子关系，一辈子到死不相往来。我的人生混好混坏都不用你们操心，就当没生过我。此言一出，哭喊中的赵兰脸上挂着泪水，额头顶着豆大的冷汗，仍旧不忘了恶狠狠地发怒中。小畜生，都是被你那老不死的爷爷奶奶惯坏了，让你们李家的脏东西入赘到我们赵家，坏了我们赵家的门风，让你姓赵你不愿意，非要姓李。从小我看你就不如你妹妹玲玲听话懂事，现在果然暴露了你们老李家的劣根儿了是吧？我就当没生过你。话音刚落，招待室的门直接被人一脚踹开，赵刚咬牙切齿，凶神恶煞地走了进来，身后正跟着刚刚去包扎了一整个脑袋的女儿赵玲玲，还有他那个满眼怨毒的老婆蔡金凤，一家三口来势汹汹。没生过，我呸！今天我他妈不报警，把这个小畜生抓进去蹲监狱，我就不姓赵。说着，赵刚更是气急败坏的扭头，一把将旁边桌子上的陶瓷花盆捧了起来，大叫着向被绑住的李林春走了过去。我他妈先替我闺女报仇！校长王德禄和一群老师瞬间一拥而上，急忙拦住了他那举起花盆的手。哎，赵玲玲爸爸，消消气，不至于，报警处理就行了，你不能跟他学啊，你还有玲玲同学要照顾，想想你女儿，这不行，这是要死人的。赵刚被人拦住，瞬间更是一肚子火气窜了上来，更是满心憋屈。大老爷们直接带上了哭腔，咬牙切齿地冲着面前那群人怒吼咆哮：“可喵的，你们现在长手了啊！我闺女被打的时候，你们死哪去了？怎么没人拦着了？操！别可喵拦着我！我今天非要弄死这个小畜生！他给我闺女打的都破了相了，知道吗？我闺女以后还怎么见人，还怎么嫁人？撒开我！”他这一喊，后面被纱布缠的脑袋好像猪头一样的赵玲玲更是嚎啕大哭，泪水尽射纱布，整个人好像那陀螺精上身了一样。爸，我要他付出代价！报警，抓他去坐牢！王校长，我闺女被打成这样，你说怎么办吧？开除这种学生必须开除学籍，我们还要报警，一定要把他绳之以法，让他进去坐牢，死刑！我要他死刑，杀了他都不足够给我闺女报仇。我闺女一张好好的校花脸，将来是要上重点大学，和外国银行家结婚的，都被这小畜生给毁了，我必须要他死刑！王德禄看着赵玲玲这一家三口闹得凶，也是一阵头大，愁眉不展。正当他焦头烂额的时候，咣当，招待室的门再度被人撞开，黄旭东整个脑袋都被纱布裹紧了，好像那个木乃伊一样，跌跌撞撞闯入众人视野，一个猛子扑倒在校长面前，抱住小腿。校长，我这是公山了，报警抓了这小畜生，一定要开除他的学籍，我比赵玲玲同学都要冤，我好惨啊！报警，我要这小畜生被判刑。此言一出，众人的目光立刻再度落到了李林春的身上，直接满脸不屑地盯着赵刚，缓缓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直接吐到了他的西服裤子上。呸！报警啊！报啊！现在他喵的就报警！谁不报警谁是孙子！你不报，我他妈也要报警！护士，报警！报警啊！谁不报警谁是孙子！李林春突然的发狂大喊，瞬间给在场众人吓得一哆嗦，众脸懵逼，他喊个屁啊！赵刚更是被唬晕了，他怎么还喊上报警了？脸呢？脸都不要了！顿时气得他语无伦次，手脚颤抖，哆哆嗦嗦地指着李林春，疯狂点头。报警！先他妈把你和你闺女抓起来！不信你和你闺女赵玲玲设计陷害我，大庭广众污蔑我的名誉权，花钱收买4个女学生做假证，说我偷看她们洗澡，这件事你不知道。赵玲玲突然一声吼，被叫到名字的赵玲玲直接被吓得生理性颤抖，惶恐的往妈妈怀里钻，瞬间被吓哭了。报警，看看谁怕谁！赵莲花，要不要把3班的朱倩倩抓出来当面对质啊？她不过是弄坏了你一根外国进口的钢笔，价值1000多块，就被你以此为把柄要挟，让她出来指认我。但是那天她压根没去洗澡，要不要我找出人证来，看看谁说谎了啊？一出，赵玲玲瞬间被吓得惊恐，瞪大了双眼，根本想不明白，这明明是她和朱倩倩之间的秘密，怎么会被李林春知道？难道自己的所有证人都已经暴露？念及如此，尚且没有什么强大心理素质的赵玲玲直接破防了，下意识地看向李林春，疯狂地不可能，不，他怎么敢告诉你？朱倩倩，他敢出尔反尔，他不怕我跟他要钢笔的赔偿吗？话音刚落，赵刚也瞬间脸色大变，就好像吃了一坨屎还是没牙一样，刚刚那股气势愣是被直接熄灭了，目光明灭不定，彻底不淡定，只能强行想要让李林春住口。你胡编！我胡编？那朱倩倩是假的，还有3班的刘希、2班的张荣，他们出来做假证，是有什么把柄在你闺女手里，还要我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吗？人民一曝光，赵刚父女俩瞬间慌乱了起来，急忙摆手想要制止李林春把所有黑幕都露出来，然而一切都晚了。李林春突然扯着嗓子，就连你给你闺女300块钱，让她收买同学出来做假证，这件事要我大声说出来吗？要不要啊？300块污蔑我一辈子的名誉，警察来了是抓我，还是我和你闺女同归于尽啊？我问你啊，要不要我说？你哑巴吗？我的好舅舅。
别喊了，你妹妹怎么做人啊？赵刚前一秒还气势汹汹，怒气爆棚，下一秒和女儿的阴谋都被李林春喊了出来，瞬间吓得他汗流浃背，湿了一裤兜子汗，急忙想要上前捂住他的嘴。李林春见他过来，直接轰口撕，两排还沾着血的大牙狠狠咬下。给你们姐弟俩咬一双出来！你闺女她怕以后不能做人，老子要不要做人了啊？他问你呢，草，过来，我咬死你！报警，报警啊！眼看赵刚被吓住了，不敢过来，李林春再度扯着嗓子喊了起来，这委屈1秒钟都不能多忍耐。护士，你聋了啊！报警，打报警电话！他这发了疯的一喊，被动变主动，瞬间给在场众人整个头皮发麻，全都吓傻了。他才是打人的那个，哪来的底气这么颠？赵玲玲听着李林春的狂喊，一想到计划曝光之后，自己这辈子可就没人做了。同学、老师怎么看自己啊？一个造谣污蔑表哥的心机女，她可是温柔清纯校花啊！不行，绝对不行！可怕的后果顿时气得赵玲玲大哭不止，六神无主。别喊，别让他喊了！护士，不能报警啊！不能报警，不能报警！我还要做人呢！啊，他就是个疯子啊！他怎么这么颠啊？他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我也要疯了！快别让他喊了！此言一出，一旁的赵兰看傻眼了，目光颤动，满是不可思议，震惊地看着自己一直护着的亲弟弟和亲侄女，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刚刚那么护着赵玲玲，还被亲儿子咬破了手掌，结果竟然真是冤枉了亲儿子，还是弟弟和侄女儿花钱算计好的。顿时气得他哭着冲上去，颤抖着伸手指向快被逼疯了躲在蔡金凤怀里的赵玲玲。你，蔡金凤也是被吓得脸色煞白，连连劝阻被气疯了的赵兰。姐别吓着孩子，他还小。赵兰瞬间被气得大哭，嚎啕着大骂自己的亲弟弟。你们父女俩竟然真的是狠心要害了我儿子一辈子的名声。他就算是入赘的废物生的，就算不姓赵，那也是我生的啊！我姓赵啊，我是你姐。你们竟然，我这些年的工资给你们花了也有7、8万了，我掏心掏肺的对你们啊！你。面对赵兰的指指点点，心碎了的哭喊，赵刚也是心虚的脸色煞白，急忙回身护住老婆孩子，目光飘忽的不敢看向自己姐姐。我呢也是为了赵家着想啊，谁让你那入赘无脑废的儿子都能考进年级前10，眼瞅着是上清华北大的料子，以后要飞黄腾达了，我闺女怎么办？我不能让一个入赘赵家的窝囊废的儿子比我闺女厉害啊！姐，你是个闺女，注定了不能给咱们赵家传宗接代，可我闺女不一样。赵兰一听这话，差点被气得当场背过气而去，还好身后的李强急忙上前搀扶。我他妈和你闺女怎么不一样了？我也是赵家的女儿，我是她亲姑姑。我这么多年，你要什么我给什么。我这个当姐的，自己家老公儿子不管，我也要让你们家过好了。我对玲玲视如己出啊，她是赵家的血脉，我这个当姑姑的比她亲妈都亲啊。你们父女俩怎么能这么骗我，这么害我啊？正当他撕心裂肺的时候，身后的李强却是一脸窝囊相，连声劝说：算了，都已经这样了，算了吧。在场围观的一中校长和老师们也都被吓得哆嗦了一下，好像全都结结实实挨了一巴掌，下意识后退，远离这奇葩的一家人。你个窝囊废啊！这时候你还能算了？滚！被亲弟弟一家背叛的痛苦，撕心裂肺，好像彻底摧毁了赵兰一直以来坚持的信仰支柱，整个人彻底崩溃了。赵刚此刻看着被吓哭了的女儿，顿时皱眉埋怨，小声嘀咕起来：我们不报警了，就算我们倒霉。姐，你至于吗？不就是让你儿子受点委屈？你不也不喜欢这个不跟你姓的儿子吗？我这是帮你啊！说完，眼瞅着赵兰还要发作，李林春仍旧疯狗一样叫嚷着：报警呀！护士报警啊！都傻愣着干嘛？一家子灰溜溜的匆忙逃离现场，半句不敢再提报警的事儿，生怕惹火烧身，毁了闺女的名声。赵兰见状，直接跪在地，委屈的嚎啕大哭。我呸！告诉你，姓赵的，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这辈子我跟你闺女没完，跟你也没完。说完，瞥了一眼跌坐在哭的爹妈，眼里只剩下恨意和嫌弃，直接冲着距离自己最近的校长王德禄瞪眼喊了一嗓子：嘿！解开呀，香啊！赶紧他妈开除我，跟你们在这儿浪费时间，老子分分钟几百亿上下的，知道吗？你们赶紧给我解开！王德禄还没从刚刚那一家子伦理大戏之中反应过来呢，突然就被李林春劈头盖脸一顿臭骂，顿时又是一阵心肌梗死，捂着胸口开始颤抖，彻底不敢招惹这个发了疯的癫子。哎呀，快给这精神病松开，让他赶紧走，一中容不下这尊大佛，开除！李林春咬牙切齿地睥睨在场的这些人，一个个的都是上一世污蔑我的帮凶，有一个算一个，必须记住这些枉为人师的嘴脸，等我发了财，挨个报复回来。正要迈步往外走，眼角突然瞥见了一个鬼鬼祟祟躲在校长王德禄身后的猪头，突然神情一跳：黄老狗，你还活着呢，给我死！黄旭东原本以为自己置身事外躲着就能相安无事，逃过一劫，兴许就把他给忘了呢。可万万没想到，仅只是露了个头，直接就被锁定了。校长！李林春一动，有7、8双眼睛落在他身上，一群老师第一时间扑了上来，按着他，都特喵的撒开我！王德禄就站在李林春面前，面无血色，吓出一裤兜子冷汗，60多岁的人了，差点哭出来，更是被李林春这突如其来的彪悍杀意吓得踉跄后退，一屁股坐在黄旭东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脑袋瓜子上，瞬间疼得发出敲出惨叫。王德禄那饱受风霜的老心脏刚被吓了一跳，突然背后一声哀嚎，又被吓了一跳，头发斑白的老头直接捂着心脏，一脸哭丧相，连连摆手。我是真受不了了，李林春同学啊，算校长求你了，这事就不能算了吗？这一惊一乍的，啥时候是个头啊？污蔑你的人不是找到了吗？不是那个赵玲玲吗？黄主任，他虽然是非不分，但是他无辜啊。我们学校的老师可不是你秀秀，不是赵玲玲的家长，开除你，咱们两清。你要是还不依不饶的，我真的要报警把你抓进去了，你太吓人了。校长，替我做主啊！我真扛不住揍了，一天挨了2顿揍，换谁也扛不住。纱布用的都比我裤衩子长了，杀人也不过头点地呀。还敢提报警的事儿，那就报警！偷看女澡堂子学生洗澡的老淫贼就是这个黄旭东，你个老猪狗，老眼昏花的狗屁校长！我看你灰喵的该让给我做，
是非不分、一群枉为人师的黄老狗，特喵的，撒开我！报警啊！让警察调查调查，黄旭东这条黄狗是不是专门在女澡堂子开门的时候从办公室里消失？问问那些瞎了眼的学生、老师、学校里的清洁工，这个畜生还留在你们一中一天，我都不能让你们消停了！撒开我！乍一听到他这风言风语，按住他的几个老师顿时傻眼了，面面相觑，叽叽喳喳的议论了起来。王德禄也是万万没想到还有这档子事啊！四目相对，心虚的黄旭东那仅存完好的目光透过纱布小眼儿闪烁了2下，不敢和校长对视，一下子暴露了。校长瞬间痛心疾首，捂住胸口的手掌恨不得钻进胸腔里去。不敢置信，你黄老师，你也是老教师了，你真敢啊！是不是你干的？连我你都骗了！黄旭东见到校长怀疑自己，顿时又急又怕，汗流浃背，慌忙摆手。不是我，校长，我是咱们学校候选特级教师啊，真不是我，我有老婆有孩子，家庭幸福啊，我怎么会去偷看女学生洗澡呢？都是他，都是这个李林春发了癫，他乱咬人啊，真不是我啊，校长，你看我这被打的。他正拼了命的跟校长解释狡辩呢，那副心虚的样子直接惹起其他老师的大肆怀疑，叽叽喳喳议论起来。李林春一发狠，猛地抽出半边身子。哎呀，别打了，别打了，我扛不住了，校长，真不是我啊，我可是优秀教师候选人啊！你们快来人拦住他！李林春才不管那么些，他认准了这黄老狗就是个品行不端的老色鬼，能多揍他一顿就揍他一顿。他妈的，滚出来！你再说一遍，不是你他妈还想当特级教师？你也配？告诉你黄老狗，这辈子我不能让你当上一天特级教师，一天老师都不行，早晚我要把你拉下来。拦住他！2位老师急忙上前把李林春拉扯开来。李林春此刻也发现了好痛，倒是打了一天，也打得全身没力气，折腾不动了。对方人多势众，也不是报仇的好机会，只能咬牙切齿的挥手推搡开众人。撒开！不用拽着我今天打爽了，不想打了。滚！一群狼狈为奸、偷看女生洗澡的狗东西！你们还包庇他？你们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报警！直接报警！把你们这群蝇营狗苟、恶心的东西全都送进去！李林春同学，错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行不？体谅校长，我们调查也要时间，我们回去一定好好调查这件事，一定调查，行不行？要不校长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孙校长求你们，校长错了，校长不该说报警的好刺激你。这件事我一定对黄老师调查到底。行好吧，饶了校长吧，我真撑不住了。行，今天我也打累了，但这事儿不会到这儿就结束了。明天办手续，老子还他妈不想念了呢。什么狗屁，清华北大将来首富一定是我的。说着，直接向吓傻了的黄旭东吐了口唾沫，潇洒转身就往门外走。医院一个保安直接犹犹豫豫的走上来拦住了他，小心翼翼的开口：“哎，那你弄坏我们的门，还有椅子啥的，这得赔啊！”我是学生，我哪有钱？找我监护人去，后面地上趴着呢。他俩有钱，有的是钱，就是一辈子没给儿子花，光他妈生了，他俩也该花点钱养了，找他们要去。说完，直接在医院一众护士和保安震惊又犹豫的目光中潇洒离去。不然，愤怒才是男人最好的战力加成，不服就是干。正当他幻想着商业计划的时候，人已经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来时路过的女工成衣厂门口。你干什么笑那么淫荡？是不是你小子进去偷看我们厂里女工洗头的？喂，大哥，我学生啊。话刚说一半，看到保安背后的厂牌，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方。上面写了一则招聘简讯，厂里有淫贼出没，特招保安署名，工资1300，包吃包住。心里猛地咯噔一声，淫贼不会是说我吧？我啥都没看着，能是淫贼？果然是自己认识的那个烈焰红唇、性格火爆的大姐大，遇到这种事儿压根不藏着掖着，怪不得能成全省女首富。行了，不是你就算了，走吧，学生你不上课，还在外面溜达。谁让这破厂子大小是个国企单位呢？就连耗子都能摆谱，也不稀奇了。但他现在可是十分想要进厂进修的。哎，大哥，这个我能干啊，我体格好。你体格好？重生20多年前，他现在也不过才刚20岁而已。他当年要不是被赵玲玲或黄老狗污蔑，那可是考清华北大的学霸材料。现在重生回来，学校里的知识早就已经忘光了，高考更没戏了。难道想要进厂当保安都不行吗？大哥，别看我年轻，一身都是劲儿，跑得还快。今天刚把我们学校教导主任揍了一顿，校长我也打了，打架一把好手，我真能干。就你还揍教导主任？啧，吹牛不打草稿，反正又不是自己的发工资，关我屁事。行了，你要真想干，就明天下午过来应聘。我们孙经理出去谈客户了，明天他亲自面试。小弟，睁开眼好好看看好不了，我们这里是国企单位的，你别以为那么好进的。去吧，明天下午再来看看。哈哈哈，谢谢大哥，祝大哥财运亨通，年年大发财。明天下午我一准儿来，哈哈哈！我要当首富了。咦，疯掉了！啧，你要能当首富，我给你当狗好不了。年轻人。李林春一路跑回家，一脚踹开大门走了进去。赵家作为上户市的乡下土著老贫农，赶上了时代红利，住的自然也是比较好的。市中心一套逃往海外资本家留下来的小洋楼，当年是贫农进城，谁抢着就是谁的。赵家也算是掏上了。李林春翻箱倒柜，直接将家里所有箱子都撬开了，所有证件全都拿出来挑选一遍，只要和自己有关系的，直接打包带走。哎呀，你个小赤佬，乡下人大白天的不上学，你跑回来拆房子啊你！我下午正想睡一下，直接被你吵醒了。你拿的什么东西？是不是偷了我们家的东西？赶紧给我放下来！孙凤霞家里的老太太种了20多年地，现在也成了城市里有文化的老太太了。拿自己做当家主母，自诩书香门第，结果族谱上3字能错2个半，完全的硬装土大鳖，谁都瞧不上。同时还在1楼打扫出一间供奉祖宗牌位的祠堂，天天烟熏火燎的。老太太没事儿还拜一拜。
我说老东西，这是你家吗？当初你和你老头子肩扛手提，大字不识一箩筐，从乡下进城逃难，叫开门锁进来，霸占人家小洋楼的时候，没人叫你滚吗？偷你东西！你除了这套偷来的房子，还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吗？真要装人家上户是本地人，你就学学人家本地人的心胸，学学人家本地人的教养，别一口一个乡下人，小吃老的。你当年不是北边农村逃荒来的，抢了人家本地人的房子，你就成本地人了。一番话出口，直接给老太太呛得一根头一根头的，气得脸面通红，嘴唇发紫，字字句句完全就是戳在她肺管子上了。何时受过这等气？孙凤霞哆里哆嗦的捂着心脏，咬牙切齿的拦住李迎春要离开的门口，仍旧不依不饶。你个乡下人生的偷东西的贼！我是你外婆，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把你妈妈找来，去祠堂跪着，我要家法，没教养。乡下人怎么了？乡下人生的孩子就一定是偷东西的贼吗？城里人就高尚了吗？当贪官当奸商的有几个是乡下人？你还在这儿骂上没完了啊！孙凤霞一听这话，顿时被气得差点直接抽过去，连连跺脚，全身颤抖。李迎春哼了一声，压根没给这老太太开口骂人的机会。哪里的人不是人？人还被你这种偷人家房子的老不要脸分成3、6、9等了！天天一口一个外地人，一口一个乡下人。我说凤霞啊，你是不是忘了当年在农村种地喂猪的生活了？老糊涂了啊！那你家那片乡下人都是小偷啊！你爹是小偷，你妈是小偷，你那死了7、8年的老鬼也是小偷。凤霞，做人不能忘本呐！孙凤霞听到这连珠炮一样的骂声，气得她一抽一抽。你叫我什么？凤霞也是你叫的吗？你个小畜生啊！这所谓的外婆，除了骂她是个小偷，是个乡下人没教养之外，没让她体会过半点亲情的温度。但最让她忍受不了的，就是大概10年后，自己爷爷重病。这老太婆却死活拦着，不准自己那个入赘的窝囊女婿李强回去照顾亲爹，更不让李强那个窝囊废出钱。上意识的李迎春哭着跪下来求着老太婆，让自己窝囊爹回去见爷爷最后一面。老太婆愣是没同意，李强也更是窝囊的真没回去。这点仇就让李迎春恨死了这老太婆，自然不会再给她好脸色。如今重获一世，李迎春连自己那绿茶表妹都暴揍一顿，更何况这老东西了。不打他是怕他嘎嘣死了，讹上他索性骂够了，准备直接越过他离开。路过身边的身后，更是轻蔑的冷笑一声：“起开啊，凤霞！怎么人老了腿脚也不利索了？好狗还不挡道呢？”孙凤霞强势了半辈子，自诩是城里人，是文化人，是退休工人，什么时候想过会被自己的不孝外孙骂得狗血淋头，句句都在揭他老底，直接抬头就往这过去。小畜生，去我赵家祖宗牌位跟前跪着去，看我不家法打死你！气死我了！李迎春本来打算就这么消停走了得了，也懒得跟一个老东西置气，可万万没想到这老太婆还动手打上了，顿时让她气不打一处来，更是一气笑，连连点头。好，凤霞，你给我玩这一套是吧？又他妈提什么赵家的家法？你特么姓孙，自己姓啥都忘了，你也是赵家人了。好，那我就听你的，去见见你们赵家那些老死鬼的穷酸牌位，点把火，让他们暖和暖和。孙凤霞被气得哆里哆嗦的，手脚不利索，可脑子还是好使的。一看到李迎春那气势汹汹直奔祠堂的模样，顿时慌了神儿，急忙颤颤巍巍的想要追上去。干什么？小赤佬，你要干什么？你个臭乡下人，你要对我们赵家祖宗牌位干什么？你给我站住！畜生啊！你干什么？我警告你啊！大傻春，你点火干什么？此时此刻，所有的赵家祖宗牌位都在那橘黄色的火光照耀之下瑟瑟发抖，影子摇曳。你要干什么？住手！小畜生，乡下人，你怎么敢啊？烧了祠堂牌位，赵家的祖宗会从下面上来，把你这个小畜生给带下去的。你快住手啊！迎春的不屑狞笑蜡烛火光的照耀下，分外解恨。想做这件事可是很久了，重生过一回的他根本不信什么牛鬼蛇神。从小到大，自己就算是吃饭的时候多吃了一口菜，这老太婆都会骂他是乡下人，饿死鬼脱生，更是没少。因此让他来这阴森森的破祠堂跪着。所谓家法，就是一根藤条抽打后背，现在就是要烧了这万恶的赵家祠堂牌位。都这么死了那么多年了，你赵家的祖宗还在地府没捞着投胎呀？看来是活着的时候做了孽了啊！我这是3昧真火超度了他们。凤霞啊，你得感谢我啊！就你摆这通电的长明灯，在佛祭祖啊！孙凤霞已经被吓得快要哭出来了。我有你个小畜生管！那长明灯是我去高僧加持的寺里求来的，是开过光的。你给我住手！电灯那也是灯，是佛光普照的延伸。住手，小畜生！李迎春随意一巴掌，直接就甩开了老太婆的纠缠，不屑嗤笑一声：“别胡吊扯了，没吊用，你也不诚心啊！这么多年社会教育还没让你一颗红心，坚持唯物主义啊！让我帮你付之一炬了吧，把这些糟糠都烧了，以后你也不用拜了，好好照顾你那突出的腰间盘吧，争取多活2年，看着我当首富，到时候再气死你！”话音刚落，李迎春直接毫不犹豫，蜡烛扔到了祭台上，火光飘摇，赵家先祖10几个牌位一瞬间都成了吊炉烤鸭了，在火焰里瑟瑟发抖。孙凤霞一见到这场面，差点当场哭晕在祠堂门口，大喊大叫着张开双手想要上前救火，可却压根不知道从何处开始。哎呀，救火啊！你对不住赵家祖先啊！你要遭报应啊你！小畜生，你个小畜生啊！赵家先祖都来把他带下去。凤霞啊，我这是帮你破除迷信，以后别瞎搞了。离门口不远，你赶紧走吧，一会再跟着火风下去见赵家先祖了，那可不好。我这么又不信赵，随便他们来找我，拜拜。说完，李迎春直接潇洒转身离开。李迎春头也不回的走到大门口，背后还能清楚的听到孙凤霞那哭天抢地的咒骂声。造了孽了，你个乡下人生的小畜生，小赤佬，你敢点火烧我赵家牌位啊？你不得好死啊！小畜生，你就是恶鬼脱生啊！
听着那一遍遍的骂声，反而给李迎春骂开心了。老太婆骂得越凶，说明她越生气，真是个好消息，更是令人开心的一天啊！然而她刚迈出大门，却直接在街面上迎面撞见刚换了一家医院给赵玲玲重新包扎好了的赵刚他们一家3口，4人面面相觑，场面瞬间紧张起来。赵玲玲更是万万没想到回家还能碰见这个瘟神，直接被吓得嚎啕大哭了起来。啊，妈！赵刚脸色一变，急忙护住自己老婆孩子。你怎么在我家？李迎春看着这一家3口，此刻心情好，却也懒得跟他们再起冲突。我在哪用你管？告诉你，今天的事儿还没完呢。你闺女这辈子也别想高考了，我不可能放过她的。毁了我一辈子，我就要毁了她一辈子。此言一出，更是吓得赵玲玲尖声呼喊，精神都失常了。妈妈，让她走，让她走啊！李迎春，我好歹是你舅妈，你差不多得了啊。我们玲玲又没真的让你损失什么，倒是你把你妹妹打成这样，都毁容了，你知道吗？以后你再敢来，我们也不客气了。正当此时，赵刚却是突然鼻头攒动，嗅到一股子烟味，皱着眉头四下打量。什么味儿？好像有人在哭。李迎春看着这一家3口，嗤笑一声，压根没把蔡金凤的威胁当回事，直接看向狗一样耸鼻子的赵刚。行了，别找了，回家吧，进去看看你妈要几分数。赵刚却是猛地脸色一变，惨叫一声，猛拍大腿，扭头就往屋子里钻。哎呀妈呀！爷爷奶奶。李迎春刚出了口恶气，此刻心情正好，直接来到爷爷家。爷爷那是正儿八经的真正知识分子，参加过抗战，现在是国营大厂子的退休技术顾问，享受高级退休待遇。哎，小兔崽子，没放学呢，你逃课啊？大孙子来了，赶紧上来，别听你爷的，奶就知道你得来。今天包回香饺子，上来给奶奶擀皮儿。老李同志，回家来，把买的那西瓜切了。李迎春再度见到爷爷奶奶这么健康的模样，听着老两口关切的声音，鼻头一酸，直接哭了出来。爷爷，你还没死，可太好了！没等他一个热情拥抱跳上去，老爷子直接挥动手里蒲扇，一巴掌盖在他脑门上。混小子，看着我死啊，滚去上楼！奶奶，你也活着，可太好了！这回大孙子指定不能让你俩出事儿了。此言一出，李建国和于贵芬的表情顿时都有点怪异，隔空面面相觑。这才几天没见啊，大孙子又是在那户人家受了什么委屈了，刺激成这样？大孙子，是不是他们又欺负你？爷爷替你出头。李迎春见到爷爷那张笑脸，顿时破涕为笑，忍不住的直接抱住上去，吧唧亲了老爷子额头一口。爷爷，我可想死你了，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啊！将来我发财了，好好孝敬你们。李建国被这小子突然袭击，顿时吓了一跳。你这小兔崽子，是不是？去，不管什么脏东西，警告你赶紧从我大孙子身上下来。我当年可参加过抗联，杀过小鬼子，什么脏东西我都不怕。李迎春见到老同志那害羞的模样，更是笑个不停。老李两口子可是高级职称，喝了一套120瓶的大30，面前的爷爷奶奶可是让他重生这一回最想珍惜的亲人。风波过后，第2天一大早，先去把这个该死的学校退学了，然后去工厂报到进修，找未来的全省女首富，研究经商之道。有大腿抱，学历毫无用处，反正记忆都被重置了，也根本不记得任何知识点。他来干什么？李强刚在门口做好心理建设，下定决心进来，可没想到迎头就撞见自己好大儿走出来，顿时笑呵呵的陪着笑脸推车迎了上去。儿子，你在这儿就好了。喂，你来干什么？有屁在外面放，别进去打扰我爷我奶，看见你都倒胃口。李迎春见到这个窝囊爹，是真的感觉掰胃口，气不打一处来，真他妈会气！李强被儿子好一顿骂，愣是憋屈的面红耳赤，没敢说话。儿子，不管怎么说，我是你爸爸，你不能总跟我这么说话。昨天那事儿，我和你妈这不也是误会？哎，你要干什么？你滚不滚？再废话，我把我爹打死，你信不信？滚！让我爷我奶清静清静。眼瞅着李强犹犹豫豫的还不肯走，他直接一踹牙花子，手里的花盆半秒都不犹豫，直接甩了出去。李强顿时被他的气愤闹头，推着车子撒腿就跑。小兔崽子，你还真要杀你爹啊！昨天你把你外婆的祠堂烧了，给老太太气出院了，你真混蛋！嘿，看你还敢不敢来！继续大步流星的直奔学校赶去。他昨天把老师打成那样，竟然一点没受伤。李迎春他还敢来，连书包都没背，估计是被开除了，来办手续的。活该，谁让他偷看女澡堂洗澡？嘘，小点声吧。听说那件事根本不是真的，是赵玲玲和黄老师污蔑他的。污蔑他？就他？怎么可能？公开打老师还打同学，不管真的假的，我也不想跟这种人一块上学。嘿，谁特喵喜欢跟你一块上学一样？20年后你特马还在天桥卖盗版黄碟呢，盗版就算了，还特么不黄。黄碟不黄，你卖个屁！你这脑子读书跟你有关系吗？还是把你的猪脑留作他用吧。李迎春也压根没打算跟这些人多费口舌，既是为了退学，也是为了揭穿真相。谁说真相一定要啰里吧嗦的等到10年8年之后衣锦还乡的时候才说？攻破谣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场直面谣言。秀心丸准备好，一会看我抽过去的话，赶紧喂给我吃。还有，你退学通知单所有手续都在这桌子上摆开了，准备好了，他来了就让他亲自赶紧走。说着，王德禄脑门上已经出了一层冷汗，一边思索着有没有什么遗漏的地方。那个教学楼那里，各个教室都安排好老师了吧？可别让他闯回班级去干什么坏事。放心吧，校长，我们体育组所有老师无论男女全都出动，把守住了教学楼每一个入口，绝对不会让那小混蛋活来的。好，这就好。一旦发现什么不对的迹象，立刻按住他，千万别再出事了。校长，这事儿还没调查清楚呢，直接开除一个年级前10的好苗子，是不是太可惜了？
万一真的是黄老师和那个女学生污蔑他呢？咱们不是让他受了大委屈了吗？况且下个月的全国物理竞赛，李林春同学的物理成绩一直都是能拿奖的水平，只要拿了前3名，可是能直接保送清北的。这是不是再考虑？最起码等黄老师他们那件事的调查结果出来了再说。他这一开口，在场几个老师也都有些犹豫了。只怕是我有心等没命看了。现在只要一想起来这小混蛋那发了癫的样子，我的心脏就直突突。还剩1年我就退休了，成绩不成绩的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能活着退休，安安全全退休才是最重要的。他就算是前途毁了，那也是他自己毁了的。你们就按我说的做，赶紧打发了他就得了，千万不要再横生事端了。在学校的事情上，普通的课教老师很明显没有什么发言权，体育老师倒是不怎么在意，他只是高兴自己终于派上用场了。校长你放心，我们体育组的全部出动就是为学校保驾护航的，今天绝对不会再出任何意外。话音刚落，还没等王德禄那欣慰的头点下来，突然校内大喇叭响起一阵开机的电流声，一瞬间整个学校每个角落所有学生和老师同一时间都安静了下来。这早前课也有广播吗？我怎么不知道？喂，3年2班的赵玲玲同学在吗？哦，对不起，请让我用赵莲花这个名字来称呼你，你个白莲花绿茶。对了，还有教务处的黄旭东，黄老狗你在吗？黄老狗，你不会一大早又去偷看女澡堂的学生洗澡了吧？2年级的徐老师还不知道你老公黄旭东是个偷窥狂吧？趁早离婚吧！各位同学早上好，我是李林春，给大家带来一则晨间快报。关于我昨天在操场上发生的事情，事实是这样子的。一串连珠炮一样的骂声传来，瞬间引爆了全校师生那颗吃瓜的好奇心，整个学校沸腾了，所有人都在叽叽喳喳地议论着李林春曝光出来的那些恶心内幕和事情真相。好，还轮着干嘛？快找人去广播这儿拦住他！关了，把那个该死的喇叭关了！王德禄是万没想到自己千防万防，可唯独没想到要防住学校的广播站。这人已经颠到这个地步了吗？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李林春已经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赵玲玲是如何收买同学污蔑他的，黄旭东是如何利用职务之便偷看女澡堂学生洗澡的事情，整个学校瞬间闹哄哄一片，彻底乱成一锅粥了，所有事情都捂不住了。王德禄看着面前这群老师，一个个也都听傻眼了的懵逼模样。还愣着干什么？没听到我说的吗？去拦住他！你们还想不想让我退休了？这种事传出去，咱们学校一定会被教育部严查，脸都丢光了。此言一出，还得是体育老师最先反应过来。是，体育组的老师们跟我来，广播站就在楼下。校长王德禄老胳膊老腿的姗姗来迟。干嘛呢？赶紧进去关了喇叭。进不去啊，他反锁了。正当此时，里面再度清晰地传出来李林春那带有几分戏谑的爆料声音。赵玲玲啊，你用1根假的进口钢笔威胁朱倩倩，帮你干了多少坏事？她要是知道那个所谓的进口钢笔原价也不过只要10几块钱，应该会把你嘴撕烂了吧？还有3班的苏婷，赵玲玲是不是拿着你写给校草刘华的表白信威胁你呢？事实上，刘华早就和赵玲玲亲上嘴儿了，你还傻乎乎的帮她出来作证假污蔑我呢？这回你们几个的把柄我都替你们公开了，以后就不用害怕赵玲玲要挟你们了。欢迎你们来到真相的世界，哈哈哈！放心吧，就你们这点破事儿，放在几年后一听一看都是再寻常不过的小事儿了。也就你们这群傻了吧唧的学生还当回事儿。哎，我给你们说个更劲爆的，黄旭东那个老狗，他不是有老婆有孩子，还去偷看女学生洗澡吗？其实不止如此，徐老师，你还记得上半年10月份的时候，他送你一个特好闻的雪花膏啊？那是黄旭东给他在外面的姘头买黄金项链的时候赠送的赠品。傻了吧你？赶紧离婚吧，以后跟着这男人没好日子过的。对了，还有啊，我还知道校长的一件事儿，这老同志他在东城区。王德禄听到这里，瞬间激动的口齿不清起来，唾沫横飞，慌乱的指着广播室大门：“快，踹开，撞开，别让他说，撞坏了我赔。”你们干什么？我还没说完呢。老校长去东城区捏脚、泰式按摩、开背，给8号技师充了3000块钱，是挪用的公款。下一秒，一阵尖锐的电流声瞬间掩盖住了打闹的杂乱声，广播戛然而止，校园里安静片刻。你说你，无形当中你伤害了多少人？你说的都是造谣，开除，必须开除。开除就开除，来啊！我怕你啊！你们那点丑事儿，早晚有一天都会被曝光出来的。我帮你们提前了而已。被校花当众污蔑偷看女澡堂洗澡，然后就被老师撒开我啊！给我笔！现在我就签退学通知书，有什么文件一块都签了。老子本身也不想读了。好，把他押到校长办公室里去，让他签字，签完赶紧滚蛋。说完，突然一阵头晕目眩，好在是一旁的老师眼疾手快，急忙搀扶住了他，猛灌救心丸。自打他重生过来，他就没想过还要高考。一方面是20多年后的记忆已经彻底覆盖了现在的记忆，让他根本不记得做题和学习是什么感觉了。另一方面，就算他有这个学霸级别的学习能力，还能捡起来，也不想在这方面蹉跎时间。凭借自己重生前20多年的见闻和商业眼光，就算不读大学，也足够他发家致富，赚得盆满钵满。行了，我去教室里跟同学们道个别。哎，干什么？撒开我！他刚要动身离开，一旁守着的4个体育老师直接窜上来，把他胳膊腿全都架住了，直接抬着就出去了，压根不给他任何反抗的机会。王德禄看着已经办好的退学手续，终于长出一口气，连连点头。
行，签完了就赶紧把他弄到学校外面去，还去教室。你以为闹了2天，我还能让你这么大摇大摆的出去？去，把他抬出去。田老师，你看着送出去，我搁得好好消停消停啊。哎，我真不闹了，你们放下我呗，我就回教室去看一眼就行。你看我刚刚曝光那些事情的时候，你们也听到了吧？你们也不敢相信吧？但我没曝光你们的事情，你们也没做坏事，所以咱们之间……行了，李林春同学，你已经被开除了，自己把自己的前途给毁了，这就是你想要的吗？你知道老师看着你这样一个好同学走到这一步，多么痛心疾首吗？还回教室干什么？让往日友好的同学们看看你是怎么打老师、气校长、大闹广播站的。你好，威风，你觉得自己这样很帅、很出风头吗？老师印象里，你不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我已经在替你说好话，替你挽回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你告诉我，你还回教室干什么？是有你舍不得的好朋友，还是有你心心念念的女同学，想做最后的告白？李林春整个人被架在空中，听着田老师那恨铁不成钢的叮嘱，无辜的眨了眨眼。不是，我是想当面看看赵玲玲和那几个污蔑我的女生现在是什么一副脸色，有多难看，我好高兴。他这一笑，瞬间给田老师整破防了，气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还笑？你还笑？看什么看啊？昨天赵玲玲同学被你打的那么严重，早就请病假休息了，没来啊。黄老师也没来。你李林春听到这消息，倒是稍稍有些失望。请假了，真便宜他们了。不过冤枉污蔑我这件事儿肯定没完。田老师见到他这副执着的样子，似乎一点不在乎自己的未来和前程，更是恨铁不成钢，气得想骂人。被冤枉了，你大不了就找机会澄清了。就算暂时没办法说清楚，那也是高考最重要啊，忍一下又怎么了？考不上大学，你前途都没了呀。老师看着你这么一个努力的好孩子变成这样，你还有心情笑？知不知道你学籍都要被校长注销掉了，高考都没资格了，只能走成人高考了。成人高考什么时候？下个月啊，就1个月的时间了，你来得及吗？学历将来有多重要，老师不止一次跟你们说过的，你怎么就不能忍一下呢？李林春看着田老师这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倒是心里有点感动。不得不说，上一世他忽略了一些人，也忽略了学校里一些好的老师，但现在他掌握了未来20多年的记忆和商业眼光，读书根本没用，他只需要学一些自己认为重要的技能就好了，比如抱大腿。好了，田老师放心吧，我这一走还会经常回来看你的。没把那个赵玲玲整退学了，也没让那个黄老狗被开除，我不甘心啊！下次回来我给你带大闸蟹吃。什么？你还回来啊？离开学校直接来到工厂门口，中午饭点到了，厂里的工人陆陆续续出来吃饭了。突然见到那细狗一样的男人，先是假装不经意的伸手晃悠了2下，蹭了蹭孙瑜身旁那不施粉黛的清纯女工的屁股，好像不小心划过一样。女工强装镇定，继续听着孙瑜聊八卦。细狗男看到那模样俊俏的清秀女工，没敢说话，顿时脸上一喜。可李林春却是把这猥琐的一幕尽皆收入眼底，瞬间气不打一处来。细狗男正激动的喉头涌动，手被蹭来蹭去，感觉时机已到，准备下手，大肆享受。突然，啪！李林春不知何时走到他身后，一把拍在细狗男那翘挺挺的小屁股上，大力捏了一把。细狗男一瞬间胯下收紧，双腿并拢，汗毛倒竖。大哥，舒服不？说着，手上更是再度用力捏了一次。还挺翘。细狗男看到李林春那纯真的笑容，一时间想揍他，可屁股上死死捏住的那只手，让他全身战栗，汗流浃背。我尼玛！一个滚字还没喊出来，李林春突然一脸惊恐的直接跳开，当着所有人的面大喊一声：“我丢你丫老玻璃啊！捏我腚干什么？你喜欢男人啊？我不好这一口啊！你别找我啊！”他这突兀的一嗓子，瞬间吸引了整条街上的人纷纷侧目，个个眼里写满了精彩，更是直接惊喜的看向细狗。细狗男屁股上的异样还没褪去，更是没料到李林春突然来这一手，直接吓得他又羞又骚，恨不得直接一头撞死在马路牙子上。我，你别乱说啊！我他妈磨的不是你，我磨的是。正当细狗男被吓得语无伦次的时候，孙云旁边的女工直接咬着嘴唇，气得脸上泛起红晕，直接回头指着细狗男就骂：“孙姐，他刚刚在后面蹭我，超流氓！”孙云一听这话，瞬间愤怒的瞪大了眼睛。什么？直接打得细狗男原地转圈，眼冒金星。孙云打完还不解气，更是霸气的还要动脚。孙姐，你注意安全啊！他还摸了那个小帅哥，太变态了！孙姐，你太帅了，打得好！细狗男百口莫辩，前进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是流氓，后退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是玻璃。哦，臭流氓，还他妈男女通吃！没等细狗男反应过来，李林春那沙包大的拳头直接跳起来砸在他脸上。我不敢了，别打了！李林春却是不管那么多，接着就一顿飞天大踹。李某平生最讨厌你们这群死双性，好处都让你们占了，又摸女的还摸男的，老玻璃，再让我看见你，见一次打你一次，还特么敢摸我腚！看着被打倒在地连连求饶的细狗男，周围那些同属于成衣厂的女工们纷纷笑着蹦高给李林春叫好。刚刚被流氓揩油的女工也是微红着脸，满是欣赏看着李林春。孙姐，是他救了我，刚刚是这样的。哦，原来是这样，琪，你刚刚应该直接跟我说的。哎，算了。哎，小伙子，你叫什么？李林春听到孙云的呼喊，就知道自己这入场券是拿定了。
我叫李林春，昨天我路过的时候看到厂里招聘保安，我这刚被学校开除，所以就想找份工，先赚点钱养活自己，等着他们孙经理出来面试呢。孙姐，那可太巧了，我看这小帅哥身手挺好的，很适合啊，还读过高中呢。被开除了，看你的年纪，你是高3，还有3个月就高考了，现在考不了，但我也不想读了。我们那教导主任去澡堂子偷看女学生洗澡，还联合女生污蔑我，反咬我一口，那我不能惯着他，直接升旗仪式把他打了，揍了一顿。校长老眼昏花，是非不分，把我开除了。现在我准备打工，自己养活自己。此言一出，一旁的女工瞬间心疼起来，担忧的皱起眉头。啊，太可恶了，这不是毁了你一辈子的前程吗？你学习应该挺好的吧？之前是年级前10名，参加物理竞赛的话能保送清北，就算不保送，考也应该能考上差不多级别的学校，但现在也白搭了。不过我很看好现在的经商环境，等我赚到钱下海创业，一定有一番作为。做生意什么时候都可以，但你这个年纪不读书就浪费了。这样吧，你反正已经被开除了，就先到我厂子里来。不过当保安不是长久之计，我看看能不能找关系，帮你把这个学籍保留下来，让你换个学校继续读，争取还能继续高考。太好了，小帅哥就答应下来吧，能考上好的大学那可太重要了，孙姐一定会帮你想办法的。李林春见状，心里却是更加犹豫了。要是孙云真的阴差阳错送他回去读书了，那岂不是错过了和全省首富一起创业的机会？什么狗屁清北，再耽误4年又会错失不少商业良机。更何况我现在这个脑子里的记忆完全是20年以后的了，高中那些知识都忘得干干净净。不用了，孙姐，我有打算，反正我有脑子，到时候创业需要什么我再学什么就行了，一点都不耽误，完全没必要回去读书考大学，能在厂里当上保安，先赚钱养活自己就挺好。一听到这话，孙云顿时被气得哭笑不得。小赤佬，让你读书还不好了，一门心思想创业，你就以为做生意那么好做的？只不过他心意已决，根本不想蹉跎时间，贻误商机，错失抱大腿的机会，普通人重生一样成不了大事。没事，孙姐，我不后悔，我也没打算一辈子在这儿当保安，等我赚到了养活自己的钱，我就要下海创业了，到时候我肯定能做出一番成绩，以后我就是上部市首富。这么自信且年轻帅气还富有正义感的小帅哥，谁能不爱？行了，你要是首富，那我辞职给你打工好了。啊，我忘了介绍了，我就是你找的这厂子里的孙经理，我叫孙云，是一车间的车间主任，还是销售经理。这位你刚刚英雄救美的小美女，她可是我们财务科的小厂花高曼琪，以后叫琪琪姐，叫我孙姐就行。李林春闻言，目光瞬间多了几分意外。哦，琪琪姐，原来孙姐你就是孙经理呀！高曼琪这可是小小的国营成衣厂里出现的第2个大佬级别的人才，在孙云辞职下海经商之后，不过1个月，高曼琪就考下来了注册会计师证，也选择了果断离职。这一事竟然被自己给提前遇到了，李林春瞬间感觉自己的创业之路更加坦荡了。开局就遇到卧龙凤雏，那不得做梦都吓醒了。周师傅，这就是我招的保安，让他今天就办入职吧，把值班室那个宿舍给他住就行。好，孙经理，我这就给他安排。哎，不是，是你昨天那学生。周师傅好，麻烦您照顾了。怎么回事？你们认识？这小子咋还直接被孙经理给带过来入职了？难道他们认识？哎呀，是这样的，孙经理，昨天我值班的时候就见过他，当时我还劝这小子看起来像个学生，不如先回去读书呢。没想到他今天竟然又来了。原来是这样，那没事了，周师傅你就安排他入职吧，先让他在保卫科干一段时间，我后面再安排。说完，当即就和高曼琪挽着胳膊，笑着跟李林春摆手告别，向厂区里面走去。好家伙，孙经理说后面再安排，这小子难道是关系户？没看出来呀？你和孙经理意思？对于察言观色这种小技能，还是掌握得很熟练的。当即略有腼腆的笑着点头，一副嘚嘚的表情。主人，哎呀，你是孙经理熟人，你早说啊！昨天我就让你进来等着了。这孩子口生是不是？进来，以后就是咱们保卫科副科长了。坐，是不是没吃饭呢？来一口。不，吃过了。哎，周师傅，我以后叫你周哥吧，能行吗？叫，厂里女同志多，都叫我周师傅，亲切又避嫌。好不容易来个男的，叫哥就行。好嘞，周哥。哎，对了，周哥，你刚刚为啥叫我保卫科副科长啊？我这刚进来，是不是升太快了？我怕别人说闲话，想要在基层历练，慢慢成长，从保安做起吧。啥？就俩人，我科长，你副科长。咱们厂子最近效益不好，裁员了，把科长裁走了。以前我是副科长。毕竟这国营成衣厂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卖地皮扛过一次危机。后来孙云拉来一个200万的大单，没想到出了大事故，订货商跑了，被厂里人怀疑做扣败坏厂子的效益，一气之下和厂长闹翻了，直接辞职下海经商，倒也是因此成就了他未来的全省女首富的辉煌。自己跟孙云留在国营厂是没什么未来的，左右要辞职下海，那不如就趁着孙云这次危机自己帮忙化解，顺利成为下海创业合伙人，是个好机会。不过周哥低调，咱们还是低调点，毕竟我和孙经理那边。明白，你不喜欢别人说你走后门是吧？我懂。哎呀，在咱们厂子没人在乎这个，
谁不知道办公室主任是厂长儿子，车间主任销售经理是厂长闺女？从亲戚上论，我还是二车间主任老姑家姐姐，远房堂姐，隔壁的大哥呢。咱们都是关系户，低调，我懂。国营厂的确是这样的，放以前一个工作编制那都是爷传父，父传子，一家3代同岗位，要不然也不能说是铁饭碗了。走，吃饱了，我带你去厂里巡逻一下。孙经理谈了个大胆，刚进来一批原料，价值几十万呢，可不能出事了。以后那就是咱们的巡逻重点。李林春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声，原料都进来了，那看来孙云已经把上一世那个大订单拉进来了，这是要吃大亏啊！现在重生回来，我已经提前知道了未来，这一次我一定要登上孙云这艘豪华游轮。哎，孙经理迟早要嫁人，就是不知道会找个什么样的婆家，太厉害了，一般人可是犟不住啊，都26了，老姑娘了。原来孙姐才26，这么年轻，我周岁20，虚岁21，卯22，晃23的人了，女大3抱金砖，正合适。走在前面的周强却是突然兴奋起来，一个箭步上前，点头哈腰。孙主任，哎呦，孙经理，你们都在这儿啊？我正带着西医巡逻呢。孙主任放心，这些库存原料我们保卫科一定看管好。孙主任，孙经理，孙云只是淡淡的点点头，目光却一直在自己哥哥身上，眉头紧蹙，似乎2个人正在争吵。哥，我说了，这个客户我有点不放心，你怎么能这么着急的给采购批单子，让他们进原料呢？按照流程，你最快也应该等我这边联系好客户，把首批30%的定金打过来，才能进料备料。你和爸打人，你打报告，我都不知道的情况下，60多万的原料你们说进就进了，要不是财务那边给我信儿，我都不知道你们干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就不能再等等？就是我们负责，不关你事，我会全权负责的。而且工作的时候称职务，我是你领导，厂长也是。这个单子咱们必须拿下，你就立刻安排车间工人加班加点的做就好了。你也知道，年终季度考核，咱们厂子差的就是个200万的订单，要不然到时候市里领导下来视察，做的不达标，就是对咱们整个厂子撤资，所有工人面临下岗改制的命运。像你们那要一步步审核，拖来拖去的，根本来不及。其他你就别管了，最近抓紧时间盯生产就行了。说完，孙磊直接将手里的文件夹拍在妹妹孙云的手上。孙云越看越是生气，索性随手扔到了一旁李林春的手上。小事了，你拿去财务科给齐齐，这都叫什么事儿啊？不行，我必须找厂长要个说法。一旁的周强已经感慨上了。怎么样？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吧？孙经理根本是胳膊拧不过大腿，眼睛和胆量根本比不上孙主任那么有魄力。以后你可要站好队伍啊！去吧，送文件去吧，回来我再带你继续巡逻，找一找孙经理说的那个色狼可能出没的路线。说完，周强也悠闲地晃着转身走开了。周哥，你没错，错的是这个时代市场经济能赚钱，那可不分你是男是女。你这队伍的确是站住了，可你估计是到下岗那一天也想不明白，真正搞垮这个厂子的就是你的孙磊，孙大主任啊！这就是孙磊一手安排的皮包公司陷阱，就是搞垮这个半死不活、吃着国家补助的国营厂，然后拿到厂子这块地皮搞开发。孙磊好像混的也不差啊，上铺是地产大亨、金融巨鳄，整栋国金中心都是他名下公司的，这兄妹俩只能说走的路不同啊。呀，小李，是你呀？你怎么会到我们财务科来呀？怎么样，到保卫科上班还习惯吗？是不是和学校里不一样啊？一切都挺好。琪琪姐，这是碰到孙姐，她让我送过来的，好像是什么盘货单。好，交给我就行。小李，你适应性蛮好的吗？看起来都不像是个才从高中出来的，有什么不适应的可以来找我啊，我也住厂里宿舍，可以帮你的。那就麻烦琪琪姐了。哎，琪琪姐，你要考注册会计师啊？太厉害了吧！这要是能考下来，那可就是所有工作单位都抢着要的顶尖人才啊！我祝你今年肯定逢考必过，直接拿证。他这一开口，高曼琪瞬间有些害羞的红了脸，粉粉嫩嫩的，平添几分可爱。没有，我就瞎看看的，是打算报名今年去考试，但我肯定是考不过的，那么多门科目，我就是想着都去试试看而已。小保安，你不懂就不要乱说了，好罚！我这个年纪的会计呀，做了8年了，我都还没想过要考证书呢。他刚工作不到3年，还想一次性考下来啊，做梦的嘞！此言一出，他对面的另一个更显尖酸刻薄的偏瘦妇女也是毫不掩饰不屑。小高啊，就是凭关系好，才在我们这个国营厂里找了个工作而已。论能力，我们可比他厉害多了。况且一个证书而已，有什么用了？没有证书，工资是2300；有了证书，工资在这里也顶多是2600而已。为了那300块钱，起早贪黑的看书啊，眼睛都看坏掉了。反正这工作能做一辈子呢，铁饭碗不怕丢，谁还会去考证书啊？去外面做那些高工资却不稳定的私企，能干到退休吗？笑死人了！年轻人真是目光短浅，只能看到一点点利益。高曼琪眼看着2个大姐接连否定自己考证的意义，倒是不由得有些落寞。我就是想要试试，我觉得我可以。你可以什么？还真以为证书那么好考啊？不如趁年轻赶紧找个男人结婚了，生个孩子，好好顾一顾家庭。瞎折腾，买书也花了不少钱吧？你这可不是过日子的好习惯啊，太浪费钱了。我媳妇儿可比你贤惠多了。此言一出，背后2个妇女更是毫不掩饰的失笑起来，反而深以为意的模样。高曼琪被3个同事嘲笑，瞬间脸上更烫了，更是不敢想象自己在李林春眼里的印象变成了什么样子，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算了。然而不用他自己开口解释，李林春却是冲着旁边那男厨那冷冷的嗤笑一声。没想到自己只是想要给高曼琪打打气，鼓励他一下，却炸出来3个嘴巴丰臭、鼠目寸光的小市民，足以看出高曼琪平时在这个办公室也没少受气。那也不用顾忌影响了，反正考完证书高曼琪就离职了，还不如帮他洒脱一点。开分，你这没屁哥愣嗓子呢！你1个月赚多少钱？几十块钱的考试参考书你活不起了，人家花自己钱，关你屁事了？谁说女人就一定要在什么年纪老老实实结婚生孩子了？你不想着怎
怎么多赚点钱养家糊口？学人家考个证书，增加收入，增加含金量，就知道拿2000来块死工资混吃等死啊！看报纸能看出钱来，废物就闭嘴，人家说话你也想放屁了？说着，压根不管那南出那憋成屎一样的表情。琪琪姐，我相信你，你一定能行，不仅能考下来注册会计师的证书，而且一定是今年所有学科一次性通过，直接拿证。南出那被气得咬牙切齿，直接一巴掌拍손而起，仰着头跳着怒骂：小瘪三，你个臭看门的，你敢骂我？你1个月才开多少钱？他也有模有样的大力踩了一下桌子，吓得南出那一大跳。1个月1300块，包吃又包住，怎么了？我骄傲了吗？1300你他妈得意什么？1300你，我开2300比你多多了。南出那的肺都要被气炸了，1300的工资怎么敢跟自己叫板？他哪来的脸啊？你不就比我多1000块吗？趁鸡毛啊！你大我多少岁啊？这么多年就涨了，就多挣。这么点钱啊！我这将来可不能跟你学啊！别人放屁，你嗓子眼疼，咸吃萝卜淡操心。南出那一时间被他这五花八门的骂人新词儿气得脸面涨红。你赚1300，穷保安，没出息，小出纳，不求上进，粪坑里等死。可显这普天之下接你老婆了，是个女的你就要指点指点。证书好不好考的，你知道个屁了？你考过吗？你认字吗？算盘子能拨拉明白吗？1+1等于几呀？哇，大哥，你早上不刷牙的吗？嘴巴胖瘦啊！整天坐在一个办公室里，大家同事怎么忍受得了啊？气得他更是人比抓狂，百口莫辩。头一回看到吵架往对方身上泼脏水的。妈，我他妈没嘴臭，臭保安，我和你拼了！南出那抬手抓起桌上的水杯，当即就要向李迎春身上扑过去。妈的，你敢打我？好！小赤佬，偷看什么呢？保卫科巡夜需要经过我这里吗？要看就进来看。我进来了，孙姐，你还没下班啊？你这个小保安胆子大，脸皮厚，怎么你不怕跟领导聊天？厂子里其他人可没谁敢在我加班的时候跑来这里，除了琪琪。孙姐，你是领导，但是你也是好领导啊，能替员工出头，敢于直接上手打流氓，这是妥妥的女中豪杰。我又不是流氓，我怕啥？李临春看着孙云和对单据累得揉眼睛，心里也是一阵不忍心。他可不想累坏了这即将带自己下海赚钱的未来全省首富，真伤了身体，那将来还怎么给他这个全国首富当 CEO， 继续加班工作啊？不能太早透支好员工的身体。孙姐，我今天听那意思，咱们这个200万的订单还没付定金是吗？你难道不担心这个钱会打不过来吗？这个我确实有些担心，毕竟我哥他们着急的把原料都进来了。可那边定金我催了2次了，还是没动静。真要出了事儿，别说年终审核了，估计厂子都要运转不下去了。那我们不能坐着等啊，孙姐，明天我们直接杀去那个客户公司里看，催他打款，最起码保证一个心安啊。会不会太着急了？毕竟这进货快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人家还没违约呢，万一客户那边印象不好，咱们都要活不下去了，还管他什么印象啊？真等他违约不给钱，那就晚了。最起码确认一下，这客户还好好的走打款流程呢，别出了别的岔子啊，要不然你心里肯定也不安宁吧？有道理，那明天早上你和周师傅说一下，先把你借我用用，跟我一起去客户公司走访一下。第二天一早，俩人来到客户公司，眼前一片破砖烂瓦的废墟。孙姐，客户公司走哪边？怎么来工地了？快去找人问问，这栋楼为什么拆了？人都去哪了？明明上礼拜5过来的时候还是好好的啊！啥？你是说这就是客户公司？客户入土了？不行，赶紧找个电话打回厂里跟厂长说，立刻把生产先停下来，继续下去，这损失可就大了。等一下，孙姐，如果客户真跑了，现在就不能打这个电话，不能让厂长知道。现在上报200万的亏损，就要你来承担这个错误。便宜了，故意给你下套的坏人，先找到客户，找到背后使坏的人，把证据和货款都抓到手里，到时候再上报。不行，我如果不上报，车间继续动工，那损失就更严重了。没有审查好客户信息，出了这么大的岔子，就应该我来负责。就算要亡羊补牢，那也要先把损失降下来。可这次明明一切顺利，客户资料也全都正常，怎么就栽了一个大跟头？孙姐，你是车间主任，我是保安，让车间暂时停工，有很多种办法，不一定非要公之于众。对方的目标很明显就是冲着你、冲着厂子来的。这时候最要紧的是解决问题。你如果站出来，那势必会让厂里的人率先把矛头指向你，到时候你再想发现线索、解决问题，就会困难重重。而且除了你我，现在还没人知道咱们来客户公司探访的事情，也不知道已经出事了。也就是说，害你的人也还不知道你已经发现了他们的阴谋，还等着约定的7个工作日到期呢，到时候才是真正的无法挽回。现在一切才刚开始，车间也没生产呢，他们的一切后手也一定还没完全掩盖掉，这时候趁其不备是最佳的机会。如果上报，那就是打草惊蛇。
所以一定不能说快速找到线索，追回货款才是挽回损失的唯一办法。眼见孙云逐渐冷静下来，听自己分析，直接开口：孙姐，恕我直言，当局者迷，就那么巧。昨天在仓库巡逻的时候，我听得一清二楚，这里面别人不敢说，但你哥孙主任恐怕逃不了干系。厂里有没有过如此先例？200万的大单没有见到对方定金，直接就批条子让采购进货的。作为办公室主任，他应该比你更了解厂子的情况吧？一面是顺利无比的签下200万的合同，对方一切资料都没问题，完全符合厂子签合同的审查流程；另一面是孙主任突然毫不拖延的绝对支持，甚至可以说是火速催促着你安排生产，批条子2天内就把原材采购到位。这线索要查，就要从孙主任身上查。如果这个假客户是他安排的，那么这几天之内，他一定会安排好处给这个假客户，或者和假客户见面。这也是你唯一抓到证据，甚至追回货款的办法。孙云听到这话，猛地回过神来，下意识刚想反驳，却又觉得有道理。仔细一想，立刻就明白过来，瞬间咬牙切齿的怒了。孙磊，我说他怎么这么积极？他早就看厂子不顺眼了，在家就3番5次的想让爸退休下来，想要把厂子改制，去开发他的什么房地产项目。现在我明白了，怎么这次一直拿年终考核压我，催促我赶紧签合同，刚签合同就立刻批条子催生产。他难道真的做得出这种事？宁愿把厂里几百个工人的饭碗给砸了，也要开发他的房地产项目。李林春听到这话，倒也是松了口气，他还真怕孙云是个拎不清的，这时候还不信他说的话，一个劲儿的保亲哥。孙姐，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停下车间的生产，然后在其他人发现问题之前，找到对咱们有利的证据，最好能追回货款，到时候才能反过来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趁着孙主任应该是没察觉，让财务借用办手续的理由查他个人账户，查所有流水和往来。如果不是他，也能洗脱他的嫌疑，这样也不会对外公开，调查结果如何也不会影响到孙主任的名誉。只要咱们表现的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一切平常的样子，停了车间的生产，保住原材料，就能保住成本，不受损失，最起码减少损失。到时候就算没追回货款，也不会对厂子造成威胁。背地里使坏的人也达不成目的，说不定这边一停产，拖得久了，咱们还没着急，他们反倒是急了，搞不好反而能来一招激将法，引蛇出洞，让他们不惜打一部分定金过来，诱导咱们生产，到时候所有损失就都能补上了。比的就是看谁更能耐得住性子，只要咱们不慌，静等调查结果，就能以不变应万变，彻底掌握主动权。孙云刚刚还有些慌乱，理不清头绪，此刻在李林春的一句句安排下，反而冷静了下来，找到了方向。幸好有你在，对你分析的都对，都有道理。刚刚是我一时间急火攻心，乱了分寸，差点就走了下策。就按你说的办，立刻回去。我安排小高不要打草惊蛇，暗地里去银行调查一下我哥的流水和转账对象，不是他最好，要真的是他，我也不会放过他。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小李，咱们怎么才能不打草惊蛇的停下车间生产？我总不能直接停工啊，才刚生产不到1上午，应该损失不了多少原料。可现在是要想个合适的办法，尽快让3个车间都停下来才行。停工而已，我有办法，是时候让他们见识一下真正的商战了，让我这个保安派上用场。回去看我出手。孙云此刻看着李林春那自信满满的模样，非但不慌了，反而还多了几分激动。小赤佬，我相信你。回到厂里，李林春已经鬼鬼祟祟的在厂里开始了巡逻，他要想个办法，直接让3个车间先停工，这样能及时止损，就算追不回来货款，也能节省成本，不会闹成大事故。晃晃悠悠走到了一车间厂房外的总电闸旁，我这也是为了厂里考虑的，对不住了。怎么回事？机器怎么停了？接上集，大傻春和孙云为了收集主任出卖工厂的证据，故意搞坏机器不开工，主任急了，偷偷摸摸约皮包公司商议对策。等到了，我哥一定是去找合同商要定金了，跟上去。姐，怎么样？看没看到跟你签假合同的客户？只看到一个，那个人眼熟，好像就是签合同的时候对方公司的财务科科长，好像是姓王。另外一个不认识，怎么办？小李，那我们是现在冲上去抓人要钱，还是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没事，问题不大了。他们说笑笑这么开心，很明显是达成了一致，咱们也不用出面，等着他们明天主动来厂里送定金的钱就好了。回本了，咱们的计划也已经成功了一半了，就别上去打草惊蛇了。等明天他们来送钱，再找人盯紧了他们的去处，跟到他们老巢去，那样更稳妥。我估计今天是没戏了。孙主任他们这喝酒也要喝半天，上了2瓶绍兴黄的。对，你说的有道理。现在出去反而打草惊蛇了，万一吓得他们不给定金了，那更麻烦。等他们送钱，然后我再找人跟着他们，看他们到底是哪里的人，到时候狠狠地教训他们一下。小李，这次的事情可是多谢你了，要不是你提醒我，还帮我想办法，事情可就真麻烦了。来，多吃点，这里还有大闸蟹，都是最肥的时候做的醉蟹，我给你拆。大闸蟹，我好像答应了田老师，下次回学校看他的时候，给他带大闸蟹。什么？姐，你先吃，稍等我一下，去学校办点事儿，很快回来。说着，直接拿上那只属于自己的大闸蟹，火速下楼，飞奔离去。
上一次是刚重生过来，很多事情都没处理完，只不过是匆匆出了口气，报了个仇就离开了。既然是报仇，那就要彻底一点，必须让这个赵玲玲彻底从学校退学，今生无缘高考，像是我上辈子一样颠沛流离，满大街打零工。还有偷看女生洗澡却嫁祸在我身上的老狗黄旭东，也绝对逃不过这一劫。别说是特级教师了，这辈子保准让他连教师都当不成，混不到退休就直接被开除，还想拿退休金，不搞得这个黄老狗沿街乞讨，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安静，安静，都给我回去座位上坐。你们有没有把我这个老师放在眼里？第一天回来上课的赵玲玲脸上带着淤青，嘴唇红肿，活脱脱一个猪鼻子。虽然拆了绷带，可伤口仍旧没有痊愈。倩倩，我的钢笔不用你赔了。别信李林春那个畜生说的话，我那个钢笔真的是我表舅从国外带回来的。我表舅在国外大公司上班，可有钱了。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我怎么会骗你？没等他说完，朱倩倩直接气得咬牙切齿，一把将自己新买来的钢笔甩在他脸上。闭上你那臭嘴巴，赵玲玲！你之前不是还说那钢笔是你爸的同事从国外带回来的吗？怎么又成了你表舅买的了？什么破钢笔，敢跟我要100块？我拿着你的笔去商场，不到8块钱就买了一支一模一样的，现在还给你，你还有脸来啊？以后都别想拿这件破事威胁我。那天我根本就不在澡堂子，也跟没看到过你哥偷看女同学洗澡，都是你让我编的瞎话。所有学生顿时叽叽喳喳地议论了起来，笑声不断，全都背地里对赵玲玲指指点点。赵玲玲毕竟也只是个高3的女学生而已，上一次就已经被揍得破了防了，今天才是刚养好伤第一天回来上学，万万没想到直接被得到消息的朱倩倩知道了，堵着门来骂她，瞬间给她骂得又急又气，红了眼眶，哭得楚楚可怜。倩倩，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啊，你怎么能信他不信我呢？我从来没有让你干过这种坏事啊，我真的不知道。田老师，他这一哭，瞬间给朱倩倩干枪毛了，直接火冒三丈。你哭个屁啊！我被你用一个破钢笔威胁着干了污蔑人家李林春的破事儿，我都还没哭呢。你为什么跟我做朋友？你以为我心里不知道吗？不就是因为大家都说我是个女汉子，说我长得丑，跟我站在一起更能凸显你柔弱，你漂亮吗？我今天是看明白了，你拿我当枪使，装柔弱，装无辜，现在还在演戏是吧？我没有。朱倩倩气得咬牙切齿，当即就想要上前动手。你哭你妈呢？怎么这么能装啊你？算了算了，朱倩倩同学，好好说，不要动手啊！上课先上课行不行？朱倩倩此刻心里也是委屈得很，尤其是看到田老师还上来和稀泥，更是气得她抓狂。我怎么就动手了？我都没碰他啊！田老师，我是学习不好，但我也不是欺负他啊！明明就是他不对，他撺掇着我做假证，用假钢笔威胁我，他才是最坏的那个。田老师，我真没有，我也是为了大家好，我是为了大家出头啊，我也不想惹得倩倩他们不高兴的。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让同学们误会我啊？可我真的没有啊，老师。正当此时，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尖锐的怒吼，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赵玲玲，你还真敢回来啊！我给你拼了！3班的苏婷气得咬牙切齿，哭着冲了进来。赵玲玲，你怎么没被你哥揍死呢？你还敢回来？我给刘华写的情书都被你给撕了是不是？你还和他亲上了？我今天非要撕烂你的嘴！话音刚落，下一秒，苏婷直接好似虎虎下山一样，叫嚷着直奔赵玲玲扑了过去。赵玲玲瞬间被吓得大喊一声，死死拽住田老师，替自己挡刀。老师，救我啊！老师，我没有啊！苏婷，你和刘华早恋，就是你俩的不对，和我有什么关系呀？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他也是万万没想到，自己明明已经在家养伤，躲了快1礼拜了，怎么这才刚回来就有人堵门上来骂他？事情原本不是按照这种方向发展的，明明应该都是冲李林春去的，逼得学校把李林春开除了。可这怎么现在他挨了2顿揍还不行，回学校还得挨揍？算了吧，同学们回去上课吧，我是老师啊，你们听老师的行不行？学校一定会给你们个交代的，不能耽误了大家上课啊！然而此时此刻，朱倩倩和苏婷俩人已经压根听不进去任何和稀泥的劝说了。朱倩倩最为直接，被一支破钢笔威胁了好长时间的她，简直都要憋屈死了。田老师，你让开，这是我跟赵玲玲的事儿，她还在装，她都是装的，你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我们都还没哭呢，她哭什么啊？苏婷被田老师拦住，更是急得原地发疯，哭喊着大叫出来：“你不要拦着我啊！我喜欢刘华，怎么了？我们什么都没干过，我只是写了情书而已啊！”赵玲玲，她用我写的情书来威胁我，说要曝光，说要让刘华一辈子不喜欢我。是赵玲玲她逼着我造谣，说李林春那天在学校澡堂偷看同学洗澡，是她教我那么说的。结果她背着我和刘华好上了，他们还亲上嘴了。哼！不撕烂他的嘴，我也不活了！你让开啊，田老师！如今苏婷这话一出来，更是炸了锅了。赵玲玲还用人家写给校草的情书威胁人家，而且还和校草亲上了，太不要脸了！行，老师都知道你们被骗了，都很生气，但是交给学校来处理，交给老师来处理，行不行？你们不能打人啊！赵玲玲此刻见到2人都被田老师拦住，同学们也都对她指指点点，她顿时哭红着眼，连连摇头，又柔弱又委屈。我没有，不是这样子的。是刘华他喜欢我，他说苏婷长得不漂亮，他喜欢的我啊，我有什么办法啊？此言一出，苏婷更是气得跳脚大哭。赵玲玲，我撕烂你的嘴！哟呵，我还得排队了，有点意思，啥也没干，竟然莫名其妙的有人替我平反了。一道让李林春日日夜夜朝思暮想的声音，突然带着几分威严和鼻青脸肿的丑恶脸庞，愤怒地出现在教室门口。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不造反了是不是？我看看是谁还在这儿替李林春那个小畜生说话？谁敢欺负赵玲玲同学？当我这个教导主任不存在吗？都给我滚回去！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哇！接上集，大傻春吃饭时突然想到了亲爱的黄主任，匆忙翻墙回到了学校，发现自己妹妹还在污蔑自己。黄老师，不怪同学们，都怪我，怪我自己，怪我没有认清我哥，他竟然是那种不要脸的人。李林春他偷看女澡堂洗澡也就算了，还攻击老师，攻击校长，霸占学校的广播室，胡说八道。不能怪同学们，都怪我没能早点指认他。我还想着让他回头是岸，还想着给他一次机会，是我的心软害了大家。哼，你又在装可怜，装什么装啊？李林春就是被冤枉的。然而他刚要动手，立刻就被一脸愁容的田老师急忙拦住，连忙说和。苏婷此刻也是气得暴跳如雷，彻底没了女生的矜持。黄老师，你不要听赵玲玲的一派胡言，李林春就是被冤枉的，是赵玲玲用各种条件要挟恐吓我们，他还给了我100块钱好处，让我帮着他说啊。但是他竟然背着我偷偷和刘华好上了，他还亲走了，我要撕烂他那张嘴。住口！他们根本不明白为什么黄旭东这么护着赵玲玲，然而赵玲玲却是心知肚明。田老师，我真的不想读了，大家都误会我，让我回家吧。麻烦您跟校长说，我爸爸那里我会解释，学校给我的竞赛机会我参加不了了。大家都不信任我啊，我没脸在学校待下去了。赵玲玲这副腔调一出来，更是好悬，没给朱倩倩和苏婷憋屈死，他们就不会这么歹毒的哭啊。黄旭东此刻也好似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脖子上青筋暴起，气急败坏，当着所有人的面训斥苏婷和朱倩倩俩人。看看你们看看赵玲玲同学的为人，难道你们不了解吗？跟着李林春那小畜生污蔑了什么样的好同学啊？下个月赵玲玲同学就要代表咱们学校去参加全省联考，参加全国物理竞赛，那是将来能保送清北的苗子，你们能这么污蔑他吗？此言一出，班级里瞬间一片哗然。他怎么能参加物理竞赛呢？年级30名开外，凭什么让他去啊？李林春就算被开除了，那也应该让年级排名前3的同学去，那才有希望得到保送名额啊。赵玲玲她根本不配，学校这么做不公平，她才排名30多，根本就是浪费机会。赵玲玲那成绩能代表学校参加全省联考，还有全国物理竞赛，高校看样子估计是赵刚不依不饶的找学校要说法。那老猪狗糊涂校长为了息事宁人，只能拿出全省联考和物理竞赛的名额交给赵玲玲，换来赵刚的妥协。老猪狗为了能退休吃养老金，真是什么也顾不上了，只想摆平舆论，谁闹谁有理呗。哼，这岂不是挤占了其他尖子生参加竞赛保送清北的机会？不用那么麻烦了，我今天就来送赵玲玲退学，把机会让给值得她的人。闭嘴，别嚷嚷了。赵玲玲同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这个机会给她，那是实至名归。你们2个的成绩不用我多说吧，常年吊车尾，不是扫练就是爱打扮，有什么用？这机会难道给你们吗？学校还能让你们这样的差生继续留在这里读书，那你们就应该感恩，感恩学校，感恩老师，感恩。突然教室大门被人一脚踹开，所有声音都被吓得戛然而止。嘿，黄老狗，爷爷给你送最爱吃的大嘴巴子来了。电光火石之间，谁都没看清发生了什么。下一秒，整个教室彻底乱成一团，所有学生都被吓得尖叫起来，闹哄哄地站起来，发了疯的争先恐后向门口跑去，生怕被牵连到。黄老狗，我感恩你妈，把你生得这么蠢，死去吧你！你爷爷，我回来了！一声巨响，李林春手里的板砖结结实实砸在黄旭东护着脑袋的胳膊肘上。李林春同学，你不能打老师！别挡我路，让开啊！拦住，拦住他！杀人了！李林春，你怎么还敢回来？你已经被开除了。田老师送你个大闸蟹吃，春苑楼的醉蟹，真正的好东西。走远点，别溅着血你身上。说着，随手拿起旁边被撞散架的一根桌子，狞笑着直奔慌忙逃窜的黄旭东。黄老狗，你一天都还在一中当老师，我就一天不会放过你，真厉害啊！闹这么厉害，你不光是偷看女学生洗澡，还跟女同事搞破鞋，你老婆还没跟你离婚啊？那今天我就送你离开一中。黄旭东乍一见到好像鬼一样突然出现在自己背后的李林春，彻底被吓得大小便失禁，瑟瑟发抖。你不要过来呀！滚啊！救命啊！李林春追上去，毫不犹豫的一股子直奔黄旭东那里去，爬起了大滚滚砸了下去。喊大声点！没吃饭吗？告诉那老猪狗糊涂校长，老子李林春回来了，他还想不想退休了？有本事让他报警啊！再大声一点！又一跪下去，瞬间疼得黄旭东嗷一嗓子喊出来：哦，别打了，别打了！李爷爷，李爷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李林春看着黄旭东狼狈的好像一条狗，心里越发的兴奋，直接上前一脚踩在他那扭曲挣扎的脚脖子上。好，断了，别打了李！好，饶了我，是我，都是我。那天就是我在偷看女澡堂子学生洗澡，是我干的，我不该污蔑你，我不该污蔑李爷爷，饶了我，我真的错了啊！谁来救救我？我不敢了。黄旭东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惨叫声夹杂着认罪哀嚎，直接响彻整个教学楼。哈哈哈，老狗灯你也知道认错啊！完了，一中的所有人都听着，
黄旭东这老狗，只要一天还是你们一中的老师，我就一天不会放过他。有本事就报警，把我和黄老狗一块抓进去。我年轻，大不了关几年。看看那个糊涂的老猪狗校长，舍不舍得自己即将退休的晚年生活？怕不怕晚节不保？黄老狗这种肮脏下贱的狗东西，都能在你们一中当教导主任？这里是什么野猪烂狗窝？说着，李林春再度挥动起手里的桌子腿，狠狠一下子踢在黄旭东的肥腻大屁股上。黄旭东一声惨叫，扭曲的从地上挣扎爬行，硬生生从学生堆里钻了出去。都给我让开！啊！救命啊！救命！救我！校长！当即回头看到刚刚被众人遗忘，愣在教室后面角落里，脸色煞白的赵玲玲却是猛地浑身一颤，面无血色，哆里哆嗦的一边后退一边看向李林春。不，哥，不是我，哥，我是你妹妹啊，哥，我不要我。接上集，大傻春不把教导主任揍到离开学校绝不罢休，接着就轮到自己的好妹妹了。校长，我不活了，救我吧！我实在是扛不住揍啊！黄旭东压根没反应过来，直接被几个满脸嫌弃的男老师扔在了校长办公桌前面。哦，我的胳膊，你们是不是对我有意见？请点。面对黄旭东的狗叫，一群老师满脸鄙夷，压根没人搭理他。偷看女学生洗澡，呸，真不要脸！还恬不知耻的污蔑全校排名前10的好学生，逼得学生都要用这种做人的方式自证清白。他们才不想被这种人渣代表，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让全校老师都抬不起头来。这是干什么？你们把我这校长室当成菜市场了吗？又把黄老师怎么了？都哑巴了？校长，你要救我！哪像出事李林春又跑回来闹事了？保卫科的人怎么回事？怎么把他放进来的？就是一条疯狗啊！来的畜生！我的胳膊，我的腿，我的脚踝啊！校长，你要主持公道啊！谁？你刚刚说谁？是不是那个李林春回来了？抓人了！赶紧把人抓出去！他去哪了？此言一出，门口几个老师面面相觑，却是谁也没有动身的打算。别过来！你不要过来！妈，爸，救我啊！王德禄更是被吓了一跳，心脏扑通扑通的，好像在拖拉机上摇把子。李林春，你要干什么？不准追赵玲玲同学！李林春看着赵玲玲大喊大叫着向食堂方向狂奔，狞笑着不紧不慢跟在后面，手里拎着散下的桌子腿儿。哟呵，老猪狗还活着呢！放心，你不是偷偷摸摸暗自把参加全省联考、全国物理竞赛的难得机会白送给赵玲玲了吗？今天我就打断他的狗爪子，我看他拿什么去考试！报警啊！我等你报警呢，让警察来好好查一查你管理的这所破学校到底有什么脏心烂肺的恶心事儿！有本事现在就报警！跑快点，没吃饭啊！赵玲玲原本以为校长的出现能救自己一命，可万万没想到，这再度翻墙杀回来的李林春好像战力被加强了，更加是无所畏惧，没有半点妥协的意思，顿时吓得他彻底破防了。校长，救命啊！你们看我干什么？下去抓人了！本人识表，你们这群当老师的究竟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在楼下拦住他？他究竟是怎么进来的？然而面对他的歇斯底里，走廊里挤满了老师，却愣是没有一个人选择动身去捉人。你们要造反吗？我是校长，你是校长，那我们报警吧。我们才不想给黄旭东那个老流氓当帮凶，让警察来处理吧。黄旭东直接发出惨叫，连连摇头，呼喊着不行，不能报警，我。王德禄一听这话，更是脸色惨白，见到走廊里那些老师全都用鄙夷的目光看进来，他也一时间慌了阵脚。先抓人！难道你们要看着李林春那个疯子打死赵玲玲同学吗？赵玲玲那个爹有多难缠，你们不是不知道，我一把老骨头了，我就想退休而已，我有什么错？赶紧抓人啊！然而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走廊里的老师们仍旧是无动于衷。校长，是你退休重要，还是处理这个偷看女学生洗澡的老流氓重要？就是上次你就是调查黄旭东和李林春同学这件事，可你到底安排谁调查了？我们怎么都不知道。人家李林春同学骂得对，包庇这种老流氓，那我们其他老师算什么？你不敢报警，那就让他们兄妹决一死战呗，反正到时候出大事了，一样要来警察的。还有，我早就想问了，参加全省联考和全国物理竞赛的名额，为什么不跟我们任课老师商量，直接就给了赵玲玲？对呀，校长，你这不是耽误了其他优秀同学取得名次、保送清北的机会吗？我们不想同流合污，我们才赚几个钱呢，还要被人骂臭猪烂狗。校长，你还是先处理黄旭东这件事吧。王德禄当了这么多年校长，还是头一次被老师们联名反抗，一时间被气得硬生生哽住了，说不出话来。好，你们好样的，使唤不动你们，我还使唤不动保卫科了。喂，保卫科，你们聋了还是瞎了？有人闯进学校闹事，还不赶紧去抓人？人就在食堂呢。打完电话，王德禄咬牙切齿的再度拨了出去。喂，姓赵的，我是管不住了，你爱去哪闹腾就去哪闹腾吧，再不来学校救你闺女，你闺女就活不过今天了。李林春又回来了，我要是退不了休，你闺女也别想在一中念了，照样开除。好啊，你们就要看着我活活被李林春那小畜生气死是吧？我王德禄干校长20多年了，换了这么多所学校，就没遇到这种被开除了还敢翻墙回来打老师的学生，都不去管事吧？我去，让开。哎，走吧，在这儿也没用，起码去盯着，别出大事啊。别扔下我一个人啊！
最起码把门给我锁上，千万别告诉李林春，我躲在校长办公室啊，别让他来。众人全都默契的回头，鄙夷的看向躲在桌子底下的黄旭东，压根没人搭理他。学校食堂内，哥，我错了，哥，我真的错啊！你别过来呀！哥，跟我玩秦王绕柱是吧？赵玲玲，你不是特别想毁了我一辈子吗？来，别怕，让哥哥敲断你的胳膊，到时候你进医院，我进监狱，照样能毁了我一辈子。别跑啊！李林春说着，猛地跳上餐桌。救命！救我！校长，哥，我错了，哥，我不敢了，你别打我了。我没想要毁了你一辈子，我爸都是我爸的主意，是我爸让我这么干的，我错了，哥啊！直接一个飞跳大踹，猛地将赵玲玲踹飞了出去。我管你是谁，你爹要敢来，我照打不误，连你奶奶我都敢烧了，我还怕你赵家这几个人了？赵玲玲那瘦弱的小身板，硬生生来了一脚飞踹，疼的感觉全身骨头架子都要散开了。我不敢了，我这辈子都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哥，错了，我真的错了啊！还没等赵玲玲继续躺在地上哭下去，李林春直接上前拽着脚，他从一堆桌子里面拖了出来，就这么好像拖死狗一样，拖着哭喊挣扎的赵玲玲直奔食堂中间的2个半人多高的大泔水桶。别怕，错什么错啊？你怎么会有错呢？我等着你爹来呢，让他好好看看你们父女俩污蔑我的下场。哥，我不敢了，我真不敢了，我是女孩子啊！你不要打我了，李林春，你打女人，你算什么男人啊？你松开我！眼看着拼了命的喊哥哥都没用，赵玲玲就算是绿茶成了精，此刻也根本装不下去了，直接哭喊着破口大骂：你就是畜生，你爸是废物，你也是，我爸是领导，一定嘎了你，把你爸妈全部赶出去！大傻春，你住手！别冲动，千万别冲动，想一想你自己的前途啊，都能弥补，这是何必呢？千万要冷静。冷静！污蔑我，学校开除我，到处造谣我，伏地魔妈，还把我赶出家，气死我爷爷奶奶！你让我冷静！我看谁敢过来！不怕我把赵玲玲扔到泔水桶里，你们就来啊！接上集，揍完教导主任，揍校花，直接把校花丢到泔水桶了，那个味道绝了！大傻春，你要是真敢这么做，你就完了，快松手！哎，别紧张啊，我还没扔呢，这不是校长您让我松手吗？李林春同学，你不要搞这些危险动作了，校长受不了啊！防卫科的，快上去救人！别！赵玲玲猛地再被提起来，顿时脑子一顿眩晕，胃里翻江倒海，感受到脑袋下方那湿乎乎酸臭的泔水桶，努力的蜷缩着脑袋，生怕真的被一头扎进去，可极度的紧张，再加上那刺激的酸臭味，哇！赵玲玲一张嘴，直接自己吐了自己一脸，瞬间脖子失去了力量支撑，扑通扎进了泔水桶里，溅起菜汤点点。下一秒，尖锐的女妖惨叫直接响彻整个食堂。啊！李林春，我杀了你！爸爸妈，大傻春，你不得好死！彻底装不下去了的赵玲玲感受着自己整个头皮都被泔水浸透了，瞬间全身发麻，不顾一切的大喊大叫起来。李林春一脸嫌弃的拎着腿，再度把赵玲玲从泔水桶里拎了出来，随手往地上一放。真他妈臭！赵玲玲，现在这股味道才最适合你啊，跟你那颗心一样，又酸又臭，都给我靠后！谁再敢上前，那就不单单是脑袋的事儿了，我能把他整个人扔进去。你们不信，那就试试。王德禄此刻哆里哆嗦地推开老师们的搀扶，哭丧着脸走上前2步，生怕哪一个动作刺激到了李林春，当真把赵玲玲给扔进去泔水桶里。李同学，你说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校长年纪大了，我求你，就让我消停退休吧。我这辈子也没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不开除你了行不行？只要你不闹事，校长让你回来上学都行啊。造了孽了啊！你退不退休的关我屁事，我特么要一个公平。黄旭东的那个老狗，你们给他藏哪了？我今天必须见到黄旭东自己跳进另外一个泔水桶里，再爬出来，当着全校学生和老师的面前给我跪下磕头道歉，要不然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好过。一听这话，人群轰的一下炸了，所有围观的学生和老师全都叽叽喳喳的议论纷纷。这黄老师的事情，学校已经在调查了，你不能这么闹事啊！学校有学校的规定，社会有社会的法律。你没等校长说完，李林春直接猛地瞪大了双眼。法律是吧？规定是吧？行，那你就去泔水桶里捞人吧。说着，当即就要将赵玲玲再次拎起来，倒灌泔水桶。赵玲玲爆发了最后一丝丝求生欲望，惊恐的尖叫大喊起来：啊！不要！哥哥！正当他试图唤醒李林春内心的亲情的时候，老师堆里突然有一个男老师大喊一声：嘿！我知道黄旭东主任躲在哪，我去抓他。对，就是他干的。他偷看女学生洗澡，又联合赵玲玲同学污蔑给李林春同学，他自己招了。黄旭东就躲在校长办公室的桌子下面，我也去帮忙抓他，我也去。平日里，黄旭东利用手里的一点小权力给同事们穿小鞋，早就犯了众怒了，自然被彻底厌恶，压根没人想要保他。不过片刻之后，黄旭东被几个人好像抬柱一样抬了出来。不行，放开我是校长主任，我是你们的同事，我是老师啊，放开我！你们怎么敢？霎时间，整个食堂里充斥着黄旭东和赵玲玲的惨叫声，所有学生都沸腾了，叽叽喳喳的凑在外面看热闹，所有人都想看到黄旭东被扔进泔水桶。李林春也是被逗笑了，当即拎着赵玲玲的脚，大手一挥，扔进去就一笔勾销，
人群中不知道哪个平日里受了气的老师趁乱大喊一声，瞬间7、8个老师全都抬着黄旭东向泔水桶走去。人群已经彻底混乱了，好多人想趁着李林春出头，躲在暗处肆意发泄内心的黑暗，狠狠的报仇。黄旭东好像过年带走的老母猪，被人群架空，一步步向着满溢出来的泔水桶走去，吓得他惨叫哀嚎。啊！放开我！你们都是帮凶！我要报警！我要报警！你们都跟着犯法了，知道吗？我要报警！此言一出，哄闹的人群瞬间声音下去一半。就是我做的，怎么了？是我偷看了女澡堂的学生洗澡，他们骚，怪我吗？就是我看的，报警抓我啊！谁让这个李林春坏我的好事？谁让他跑去揭穿我的？不配合赵玲玲把这件事按在李林春头上？难道你们遇到了就会忍气吞声的认下吗？我干的我认了，怎么了？我宁愿报警进去坐牢，也不愿意被扔进泔水桶。校长，报警啊！报警！我进去坐牢。虽然他喊得声嘶力竭，不过是强弩之末。听到他这么无耻地认下了自己的罪名，老师们也都恨得咬牙切齿。黄旭东眼看众人怕了，强忍心中慌乱，当即对着李林春怒目而视，想要找回场子。报警啊，小畜生！你打人闹事一样要被关进去，我顶多是个偷窥罪，顶多被开除而已，顶多被拘留几天，你最少蹲监狱3年，你怕不怕？报警啊！此言一出，顿时所有人的目光全都落到了李林春的头上。虽然所有人此刻都知道李林春是被冤枉的，但是前后后他闹出这么大的事情来，一旦报警，真的是难以收场了。算了，都算了，学校里的事情咱们就学校内部处理就好了。小李同学见好就收吧，校长不都答应让你回来上学了吗？黄主任一时糊涂，肯定会被学校处分的，没必要报警啊。对，内部矛盾，内部解决。李林春同学，校长知道了，你是被冤枉的，你不能一错再错啊！不要报警，不要闹大，就此收手吧。明天我就给你办复学手续，好不好？然而，正当所有人都以为李林春会善罢甘休的时候，他却是冷冷盯着黄旭东，破口大骂：用报警坐牢来吓唬我啊！告诉你，黄老狗，我他妈不怕你！来啊，报警啊，关我3年监狱是吧？毁我一辈子！我他妈出来就全家！你黄旭东老婆孩子，再加上你老爹老妈、岳父岳母，住在天水街静安胡同弄堂158号老宅院。来啊，你他妈试试啊！你老婆刚生的孩子才他妈2岁是吧？3年之后我23，他5岁，你们一家老小7口人，有本事就他妈把弄堂的老房子卖了，搬家离开上户市，天涯海角，我他妈出了监狱也要找到你全家！3年监狱换我全家！你他妈威胁我是吧？有本事你试试！报警啊！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他说出这番话的真实性，所有人都知道，他如果真的被关进去3年，出来一定会比现在更疯狂，这才是实打实的威胁啊！我跳泔水桶，你们别报警了，我求求你们别报警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跳，都是我偷看女澡堂子洗澡，是我答应了赵玲玲一起污蔑李林春，都是我干的，是我干的，校长不要报警，我真的扛不住了。乍一见到黄旭东一个大老爷们被当场吓哭，所有师生都震撼到无以复加，手里还霸气的拎着倒挂的赵玲玲，不屑的啐了一口唾沫，直接喷在黄旭东的脸上。我呸！跟老子比素质，跟我比胆子是吧？告诉你，死过一次，我他妈不怕再死一次，憋屈的一辈子我都过来了，没什么能吓唬住我，给我扔！此言一出，那些高高举起黄旭东的老师们也都被吓得一哆嗦，手脚好像不听使唤了一样，老老实实的抬着黄旭东走到了那满溢的泔水桶面前。黄旭东已经彻底崩溃的泣不成声了，哭着哀求众人：求求你们了，把我扔进去了，我给李林春同学赔罪了，我真的怕了，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们了，扔吧！来，1、2、3，走你！都李林春同学，我错了，我不该污蔑你，我跪下来给你道歉赔罪了。我真的错了，但主意真的不是我出的，我顶多只是想要用物理竞赛和全省联考的名额威胁你不要说出去而已，都是赵玲玲，是她安排好的整个计划，她一直想要全省联考的名额，她想要超过你，想要得到保送机会，她想的这一切啊，我真的错了，我给你赔罪，求求你放过我吧。赵玲玲听到他交代一切，立刻被吓得尖叫起来。你污蔑我，我没有，哥，我没有啊，哥，我真没有啊，哥，都是黄旭东逼我的，他逼我的，他偷看我洗澡，都是他逼着我这么干的，不是我，真不是我要这么干的，我怎么会害你呢？哥，我小时候对你可好了，哥，咱们一起上学，一起吃饭，一起玩游戏，都是你带着我啊，哥，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哥，我是你妹妹啊，哥，不要把我扔进那个泔水桶里，都是黄旭东干的，他污蔑我。乍一听到赵玲玲的话，周围一众同学和老师瞬间动容，恻隐之心涌动。黄旭东一听，他把所有罪名都推卸到他的身上，瞬间炸锅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听信赵玲玲的话，但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我真没这个胆子反咬你一口啊！他撒谎，李爷爷，你听我的，你想啊，要不是他安排好了学生做假证，我怎么敢空口白牙的污蔑你啊？肯定做不成啊！都是赵玲玲，都是他，我给你磕头了，我磕头，真不是我干的，我也是被他利用了。这俩人一边认错，一边互相指认，反倒是给围观群众看懵逼了。校长王德禄更是感觉天旋地转，欲死不能。这事儿如果是黄旭东安排的，那就真特么见了鬼了。赵玲玲小年纪，自然也做不出这么恶心且周密的计划，甚至还能延续20多年，一次也不肯放过他。答案只有一个。
那就是自己那好舅舅好舅妈在背后推波助澜，那俩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但赵玲玲绝对也是集两人恶心之大成。今天先教训她，收点利息，便宜她了。好了，都特么给我闭嘴！李林春被哭得心烦，抬起一脚直奔赵玲玲面门。哭你妈的，滚远点！赵玲玲刚刚愈合好的嘴唇子瞬间被踹开线了，更是鼻血横流。哥，真不是我！你他妈说，你一个教导主任，他一个学生，怎么能安排你来污蔑我？升旗仪式这么庄严的场合，你们两个在下面做这种肮脏的事情，就不怕天打雷劈啊？他说是成之后让我摸一把，是他说的。我鬼迷心窍，不，色迷心窍啊！我完全是没抗住诱惑，他骚啊，都是他计划好的，他还在装可怜。上次来伴奏，我都没摸到他就跑了。今天我本来是打算去找他，没想到你又回来了。听到黄旭东把俩人之间约定好的脏事儿全都抖露了出来，立刻感觉众人的目光就好像1万只蚂蚁在他身上爬来爬去，疯狂撕咬。黄旭东，你胡说八道！我没有，我就死也不会被你摸。李林春看着这俩东西狗咬狗，心情那也是十分畅快。这么一闹，就不信他们在学校还待得下去。好啊，赵玲玲，你他妈为了污蔑我，牺牲还挺大。我也是受宠若惊啊！今天这泔水桶就算是赏你的，记住了，你一天不被一中开除，我就一天不会放过你。还有黄老狗，你也给我记住了，这不算完。只要你还在学校当老师，我不管哪个学校照揍你不误。说着，当即就要将赵玲玲甩手扔进泔水桶。围观的师生们哪怕距离好几米，也生怕那污秽的泔水溅到自己身上。小畜生，你要断情绝义吗？放开你妹妹！乍一见到亲爹，不顾一切的冲过来，瞬间哭得稀里哗啦，疯狂挣扎大喊：爸，救我不要被扔！李林春见到狼狈奔来的赵刚，不屑嗤笑一声：去你老 M 的！扑通！赵玲玲瞬间淹没在一片剩饭剩菜之中，咕噜咕噜咕噜咕，剩饭剩菜瞬间冒样。更重要的是，她亲眼看着亲闺女张着嘴被扔进去的，张着嘴。玲玲，小畜生，我特么要你死！李林春没等赵刚那条疯狗扑上来，滚！直接抢先起跳，一脚踹在赵玲玲身上，瞬间摔得她眼冒金星，哗啦啦，成堆的剩饭剩菜包裹着赵玲玲，直接躺了出来。眼见昔日清纯校花，如今变成了真正的落菜汤鸡，周围的同学纷纷捏着鼻子远离，就连那些动了恻隐之心的老师，此刻也是唯恐避之不及。爸！正当此时，后面紧追着的3个人这才姗姗来迟。蔡金凤哭着跑过来，老公不，玲玲妈。蔡金凤看到那个好似女儿的泔水晶向自己爬过来，一时间内心的母爱和洁癖天人交战，吓得她连连后退，疯狂摆手。别，玲玲你先别过来，别张嘴，有一块馒头哦。他一边恶心干呕，一边疯狂的摆手后退。赵玲玲看到就连亲妈都嫌弃自己，顿时崩溃大哭，歇斯底里，跪在地上嚎了起来。妈，你也嫌我脏？都是你和爸爸让我这么干的，都是你们教我的，你们给我钱让我拉拢同学污蔑李林春，你们让我来闹事，抢物理竞赛和全省联考的名额，保送清北是你们让我干的，你们现在嫌弃我？不是闺女，妈真的哦。赵刚此刻也终于喘过一口气来，整个人悠悠转醒。你玲玲，乍一见到那个满身泔水污秽的身影，赵刚同样被恶心的干呕起来，一家3口全都趴在地上干呕，场面感人至深。好舅舅，你闺女刚刚可是已经当着全校师生的面承认了，你给了她钱，让她来学校收买同学做假证污蔑我，你闺女还别出心裁的想让黄旭东摸她一把，色诱黄旭东也来污蔑我，真是你们老赵家的家风淳朴啊！此言一出，正趴在一起抱头干呕的夫妻俩瞬间红了眼睛，猛地抬头，不可置信地看向不远处仍旧跪着不敢起来的黄旭东。什么？他敢摸我闺女？摸哪了？蔡金凤此刻也是彻底绷不住了，嚎啕大哭。我就说让你教训一下这个小畜生而已，你怎么把闺女都给卖了啊？让别的男人摸你闺女，你怎么当爹的？赵刚咬牙切齿地直奔黄旭东扑了过去，他已经顾不上李林春了，彻底红了眼，想要杀了这个黄旭东。你敢对我闺女下手，畜生啊你！黄旭东跪了半天了，体力当然比刚刚来了一脚飞踹的赵刚好，可毕竟做贼心虚，见到女学生亲爹扑过来，也是被吓得连连摆手，疯狂后退。别，我还没摸到，是你闺女色诱我，不关我的事啊！下一秒，赵刚瞬间就和黄旭东打成一片，俩人在地上来回打滚，撕扯开来。先搞掉这个赵玲玲，高考的机会，再找机会搞掉赵刚和蔡金凤，他们2口子的工作彻底报仇。今天就先到这儿，让他们自己继续闹回去吧。舒坦，老猪狗，校长你自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吧？该开除的是谁，你明白了吧？王德禄见到好好一个学校被搞成了一锅乱粥，顿时被气得说不出话来，可也明白过来。不用谢，就当我为母校做贡献了。下次我还来，见到这俩狗东西还在学校里的话，就别怪我不给你面子了。走了。亲妈赵兰见状，立刻咬着牙冲上去抓起哭天喊地的蔡家。你个贱人，让你污蔑我儿子，我儿子那是考清华北大的料，全都被你们2个耽误了。你们好狠的心啊，那是你们亲外甥，我打死你！校长必须恢复我儿子的学籍，必须让我儿子能回来上学。姑姐别打了，
我错了，姑姐，别打了。嘿，你个贱人，现在知道错了，都是你害得我冤枉了儿子。我给你们花了那么多钱，我把你们当成亲人，你们把我当什么？把我儿子当什么？李强，你个窝囊废，你儿子被冤枉了，你还不赶紧上揍赵刚那个王八蛋，上啊！接上集，把校花和教导主任做了一顿后丢进干水桶了，这才解气。而伏地魔妈妈不舍得对自己亲弟弟下手，打起弟妹这个外人来倒是不手软了。媳妇别打了，儿子都已经洗脱清白了，算了吧，打坏了要出事的。儿子，爸妈冤枉你了，真是委屈你了。我们真不知道你舅舅和舅妈竟然是这种人啊！爸妈以后一定替你想，你妈替你报仇了。儿子，别！他刚想伸手去拉李林春的胳膊，李林春直接眉头一挑，一巴掌打飞了他的手掌。滚！现在他妈的想起我是你儿子了，窝囊废！你老婆好歹还知道做样子，不舍得对自己亲弟弟下手，打起弟妹这个外人来倒是不手软了。谁特么是你他儿子？再靠近我，连特么你一块揍！小李，你不能就这么走，听老师的，让校长帮你办手续，恢复学籍。高考重要啊，代表学校参加全省联考、全国物理竞赛的名额还得是你的，前途重要啊，不要跟自己爸妈耍脾气了，他们生了你啊，你要感恩。读个屁的书，感恩，滚一边子去吧！我现在的脑子早就把高中知识忘得一干二净了，3个月不洗，考个屁啊！至于那代表学校参加全省联考、参加全国物理竞赛，自己去了也是睡觉，根本保送无望，反而耽误自己做生意发财。李林春毫不犹豫的一口回绝了。然而听到后半句，李林春也是气笑了，不屑的抬手指了一下自己那对捡来的爹妈。田老师，我请你吃大闸蟹，你不能这么害我啊！你看我那爹妈像是正常爹妈吗？我感恩他们生了我，他们还没感恩我自己找饭吃长这么大的。好，为人父母生下来就行了，不用教，不用养，吃喝都是我爷爷奶奶给的，关他们屁事！我感恩他们，滚一边子去吧！不是看在田老师你挺照顾我，还有个好心眼，的确是为我考虑。就你这圣母心泛滥的话，我也不能留下来跟你废话。田老师少说2句吧，以后我出去了发达了还能再回忆录，感谢你。再说下去，咱们的师生情可就生分了啊！田老师听到李林春这绝情果断的话，也是满心苦涩。哎，李同学，你听老师的，最起码把学籍调整回来，留个退路啊！你的成绩，高考肯定可以上个好大学的，一辈子的事情啊。至于你爸妈的事情，行，你不听老师的，老师也不掺和你家的事情。但学籍你必须听老师的，走，跟我过来。王德禄刚刚又灌了一瓶救心丸，乍一见到去而复返的李林春，也是被吓得哆里哆嗦。我没找技师精油开背。你这身体都这么捋了，还有心思花公款找技师呢？还是好好调理自己的身体吧。不准胡说，校长，李林春这孩子只是被冤枉了，发了点脾气而已，但他本性不坏的。此言一出，周围的老师纷纷倒吸一口凉气，目光忍不住的看向还在地上撕扯的黄旭东和赵刚，又看看满地的泔水污秽，趴着干呕的赵玲玲，另一边已经抓着头发打起来的姑姐和弟妹，外加一个窝囊废劝架的李强。这特么叫本性不坏，这才只是发了点脾气，还而已。王德禄此刻脸色煞白，却也不敢反抗，他这老胳膊老腿的扛不住揍啊！李林春同学，你是被冤枉的，校长都知道了，你心里苦，发泄一遍，骂一遍也正常。这样，让你妈也不用闹了。校长做主了，直接给你恢复学籍，正好资料都没递交教育局呢，取消处分全都取消，你是学校的栋梁之才啊，将来国家的人才不能干了。那个什么，代表学校参加全省联考的名额也交给你，全国物理竞赛的名额一直都是你的。之前是赵玲玲的爸爸找我闹事，要死要活的，我没办法，只能给他。现在你回来，我都给你。只说一件事，李同学，咱们剩下3个月，你就给学校一个太平吧，真经得起折腾。他把能想到的事情全都解释了一遍，生怕遗漏了什么问题，惹得李林春不高兴。听到没有？你还能回学校来，机会都是你的，别闹了，大家都知道你是被冤枉的，你也要消停下来，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啊！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李林春见到田老师这么苦口婆心的样子，一时间也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那他们怎么处理？都打这么半天了，你们也没人上去拉一拉？此言一出，周围一众老师全都神色怪异。那黄旭东全身干水，赵玲玲也是一样的令人作呕。这场面谁敢上？至于赵兰和蔡金凤这俩妇女，又抓头发又吐唾沫的，寻常3、5人是不敢近身啊。李强那个当老公的都不上去帮忙，其他人还帮个屁啊！不管他们了，把食堂让给他们打去吧。李同学，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学校一定会给黄旭东一个处分，也一定会给赵玲玲同学处分，都听你的，好不好？走，张老师、刘老师，你们都跟我帮忙，去给李林春同学准备手续。说着，拉着几个老师匆匆离开，任凭赵玲玲那一家子和黄旭东在那里打得昏天黑地，也没人敢关心半句。打吧，你们自己先打着，我稍后就来，但不是在这里。你们2口子不都是公务员吗？想要搞掉你们的工作，那可太容易了。上一世的赵刚2口子过得舒坦，女儿名牌大学毕业，自己又是编制单位退休，退休金2口子加起来1个月5、6万，简直就是上不是标准小资家庭。必须把这2个罪魁祸首处理了，否则难解心头之恨，对不起自己颠沛潦倒的一辈子。刚从撕扯中分开的赵兰却是急急忙忙跑了上来，满脸愧疚的叫住他：儿子，那什么，妈以前都是瞎了眼，被你舅舅他们一家给骗了。
可妈10月怀胎生了你，妈现在知道你被冤枉了，妈也心疼，妈肯定补偿你。从妈小的时候，你姥姥就说我是个女孩，一切要让着弟弟，我也是身不由己，脑子糊涂了。这么多年，妈都是掏心掏肺对你舅舅一家子好，委屈你了，儿子，妈以后赚钱都给你花，妈一定补偿你。儿子，你小时候过得不幸，关特么我屁事？凭什么对我不好？我这么被生下来，招谁惹谁了？你特么要是从小对我好，我长大了心疼你，帮你揍我舅舅他们一家子，我替你撑腰。可你特么从小就势利眼，看不起我和那个窝囊爹，指望着我现在跟你一条心，滚！你那2个崽儿留着养老吧，我特么不稀罕。直接绕开脸色煞白的赵兰，李林春拧着眉毛洒脱离去。赵兰看着儿子走远，心里悔的肠子都青了，认清了弟弟和弟妹的嘴脸，她内心从小被亲妈培育出来的重男轻女幻想全部破灭了。一辈子她都是老太太手里宠养儿子的工具人，更想不到弟弟既然这么多年不纪念她的恩情，反而花钱来污蔑自己亲外甥。一时间，赵兰最看重的血脉亲情反而成了笑话。赵刚，都是你害我，你们一家子联合起来害我儿子，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姐？说着，当即就要再度冲上去动手。李强见状，急忙上前拦住了他。算了吧，都已经这样了，不要闹了。撒开我，你个窝囊废！你怎么这时候还拦着我啊？你去打他们啊！去啊！别拦着我，怪不得你儿子骂你窝囊废。你太窝囊了，让开啊！我怀疑我自己亲儿子，我都没怀疑过他们一家子啊！我不配当个妈啊！正当此时，满身泔水瘫坐在地上的赵玲玲突然嚎啕大哭。爸妈，你们带我走，我不要在一中念书了，我怎么面对老师同学啊？带我走啊！都是你们出的臭主意，现在没把李林春那个小畜生赶走，反倒是让他把我打成这样啊！赵兰听到自己从小宠到大的亲侄女竟然也称呼他儿子是小畜生，一时间气涌上头。你们，我不想看见我姑姑他们，让他们从家里搬出去啊！那是我们家的房子啊！那个小畜生不是我哥，让他们一家子滚啊！你自己不信你儿子，关我什么事儿？我还以为你能跟你儿子一起搬出去呢。说完，急忙灰溜溜的狼狈逃走，不敢面对亲姐的血脉压制。赵刚，我要嘎了你，你个窝囊废啊！李强，你拉着我干什么？当年我真是瞎了眼了，看上你个迂腐窝囊的大学生，你一点骨气都没有啊！他们害的是你儿子啊！我知道，但总要慢慢来，不要那么冲动。咱们先回家再说。儿子那边我回去劝老爷子想办法，他只听他爷爷奶奶的，走回家吧，老婆。这时候，终于喘过一口气的黄旭东才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他今天来的揍倒是不多，可侮辱性极强。赵兰突然去而复返，手里多了一个食堂大师傅晒在外面的不锈钢菜盆。姓黄的，你污蔑我儿子，这是给你的教训，这辈子别让我再看到你。接上集，在学校大杀四方后，急忙回到饭店和孙云接头，得知皮包公司幕后主使和舅舅在一个单位，也姓赵。国土资源局赵处长。等等，赵刚不就是国土资源的公务员吗？难道真是我那好舅舅？那他早知道这厂子会黄，他上一世也是故意安排我进这个厂子扛大包的。他爷爷的这老小子，我特喵是抓住他把柄了。我刚刚听见了，他们让之前签假合同那人继续装客户，明天来厂子里视察，顺便当面打定金60万，然后趁机提出缩短工期。我哥作为办公室主任，一口答应下来，根据合同约定，不能按期完成，需要赔付双倍违约金。我哥是办公室主任，他想要用职务之便给3个车间找事儿，耽误生产进度，到时候厂子就是他们的了。没事，商战这块你看我就行了。招待客户我是有一手的。姐，你能帮我借到1个相机吗？我去蹲点照这个赵处长，我拍死他，只要抓住他的把柄，嘿嘿，这一条线上的蚂蚱一个都跑不了，说不定还能利用他帮咱们厂子办点实事。与其作为一个半死不活吃补贴的国有厂，养活那么多吃空饷的编制，不如清清爽爽只留下干活的工人，焕发生机，咱们重新创业。小李呀，你在这看会呀，我亲自护送2位大客户进去。乍一听到周强这么恭维的话，笑得那么客气，假扮客户的林世祥脸上立显得意，态度也傲慢了几分。果然，这厂子里都是蠢货，压根没人看得出来。我们做的假合同，还这么跪舔着迎接，真是活该倒地。李林春坐在保安室内，看着正是昨天在春苑酒楼和孙伟吃过饭的2人前来，并没有出去迎接的打算。他只需要等着2人离开的时候跟上去，抓拍到那位赵处长跟他们接触的证据就好。而且他可是十分希望那位赵处长就是自己的亲舅舅赵刚。李林春立刻从保安室里走了出来，直奔他们停在外面路边的小汽车走了过去。果然不多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交警恰好从这条路上经过。同志，这里不能停车，麻烦你挪一下吧。李林春站在车前，疑惑的挑眉上下打量了一下交警。凭什么不让我停，我就不挪？大家都这么停。交警闻言也是愣了一下，没想到一大早还碰到个硬茬子，看了一眼空荡荡的马路，就这一辆车，顿时被气得笑出了声。你还挺横啊，哪来的别的车？告诉你，你要是继续胡搅蛮缠下去，我可叫拖车把你车子拖走了。赶紧把车子开走。李林春吊儿郎当的哼了一声，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就不挪，我不信你敢叫拖车，我就不走，有本事你就拖啊！别吓唬我，我还真是吓大的。交警见到他这副故意挑衅的模样，开罚单的动作都被惊得愣了一下，也不啰嗦，直接按下对讲机。总台，丽江路成衣厂这边叫1辆拖车过来，马上。既然你不挪，那就去交罚款，带着证件自己取车吧。李林春见状，心里乐开了花，倒是也不生气，仍旧一脸嘚瑟的看着交警。
有本事你就拖走，不就是罚点款吗？不就是扣车吗？老子有的是钱，有什么的？拖，马上拖，必须拖！交警也是被他这蛮横得瑟的模样气笑了，压根懒得搭理他。很快，拖车就从路口开了进来，3下5除2，固定好了违停的汽车，直接拉走。李林春见到假客户的车子被拖走，立刻高高兴兴的再度回到保安室里，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哼着小曲儿看报纸。不多时，已经马里打好了定金，谈好了合作内容的2个假客户，就在一群厂领导还有周强的陪同下，从里面走了出来。车呢？老王，咱们车呢？车去哪了？此言一出，一旁的孙磊和厂长孙爱国他们几个也都愣住了。林总怎么了？车，老周，你看到林总他们的车了吗？啊，我吗？假财务老王闻声，同样满脸震惊的跑到路边。卧槽，你是停在这里的吗？那可是金主，可是老板的车啊！我那么大一辆车呢？我车呢？正喊着，他突然发现了被李林春用砖头压在路边的罚单，急忙拿起来看了一眼，顿时被气得原地跳脚大叫，捶胸顿足。畜生啊！我车就停了一会，犯得着上拖车吗？哎呀，我的车啊！孙云看着马路边上2个假客户那捶胸顿足的模样，又看李林春偷偷给他比划 OK 的手势，那一脸狡猾的模样，顿时被逗得忍不住嗤笑起来。他也没想到李林春竟然这么有办法，实在是太损了点。哎呀，林总，没想到您是开车来的，这条路上经常有抓违停的。我们保安小李是新来的，不清楚情况，这也忘了告诉您了。你看，这多耽误您的时间啊！这样，周师傅啊，你把我停在厂里那辆自行车给林总他们推出来，先用着啊，不能让林总他们走着去谈生意啊。周师傅，你们保卫科怎么办的事？连客户的车都看不住啊！小李他是新来的，不知道这里会有交警，你难道也不知道？你一个保卫科的，不在门口值班，进去听我们谈生意有什么用？我孙主任，我都是听你的，进去招待客户了。乍一听到这话，林世祥也是被气得咬牙切齿，万万没想到，来送了60万定金也就算了，竟然连车子都被扣了。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算了，反正合同完不成，这厂子也要黄了，到时候所有员工都要下岗滚蛋。好了，不用说了，车子已经被拖走了，说什么也没用了。孙厂长，希望你们厂子在生产这上面能比安保更靠谱一点。合同期已经协商好，缩短到1个月了，到时候我希望你们能交出货来，我还有更重要的客户要拜访，就不多聊了，走。俩人4条腿步行离开。还小，抓紧组织车间开工吧，耽误了工期，你们可就是害了厂子。哼，我们害了厂子，你还真会扣帽子。客户定金卡着，最后一天来打款，你们屁都不敢放。他说要把工期缩短到1个月，你们也不问我们生产口的意见，直接就答应了。现在都成我们的责任了，合着就我们生产的好欺负呗？不懂生产你就闭嘴，我的孙大主任。哼！说完，孙云率先翻了个白眼，转身回去车间组织生产了。孙磊被亲妹妹骂了一通，更是气上加气，却也毫无办法。李林春已经悄悄快步跟上了那2个假客户，一路尾随。我的好舅舅让我抓住了吧？看来那位赵处长真是你啊！你好，是赵处长家里吗？我是徐老板介绍来的，小玲啊，之前通过电话的。休假在家的赵刚略带疑惑的开门，看向门口2人，有些心虚的左右打量了一圈。你们是徐老板介绍的？与此同时，躲在不远处巷子口的李林春已经端起了相机，清晰的把3人见面的场景拍了下来。那个林世祥倒是也心急，直接伸手从皮包里掏出来一个鼓囊囊的信封，崭新的票子若隐若现，唐突的就要往赵刚手里塞，吓得赵刚一边接过来，一边慌张拉人进门。哼，我的好舅舅啊，你的好日子快到头了，也多亏了这2个家伙唐突，估计是第一回做这种事，直接就把钱掏出来了，要不然还真的不好抓拍到证据。收受贿赂的所有证据都被李林春记录了下来。好舅舅，这可是你送给我的好东西啊！没想到赵刚，你小子浓眉大眼的也收上黑钱了，等着外甥来给你送大礼。老板，记住给我打印3份啊，其中1份帮我装到信封里。等了大概半个多小时，林世祥2人的身影果然从那条路上经过，逐渐远走。见状，李林春立刻喜滋滋的起身。这次落到自己手里，这好舅舅可是要遭老罪了。开门，姓赵的家里没活人了啊！开门！小时候经常被凤霞那老妖婆关在门外，他只能跑去爷爷奶奶家过夜。早他们就想这么痛快的踹门了，这几脚他可是朝思暮想多少年了，算是替小时候的自己出了口气。凤霞在家干什么呢？偷野汉子呢？还喘气呢吗？赶紧开门！姓赵的，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给我滚出来开门！凭什么上一世赵家人能满世界造谣他偷看女澡堂子洗澡被学校开除，让他一辈子抬不起头来？这一世自己照样要让整个赵家所有人名誉扫地，彻底社会性死亡，这才叫一报还一报。凤霞，开门！你爷爷回来了，赵家没活人了是吧？随着他的砸门声，弄堂里左邻右舍、胡同大妈纷纷嗅到八卦的味道，凑了过来。哟，二嫂子，那怎么回事啊？看着像是赵家大闺女的儿子啊。可不是咋的，闹掰了，一口一个凤霞的，凤霞不是他家那失联老太太吗？有意思了，不知道是做了什么缺德丧良心的事儿了，外孙子打上门了。我听说啊，他家老二那闺女好像在学校不检点，被人揍了。是吗？是吗？展开说说。与此同时，赵刚也是被气得咬牙切齿，怒吼上来：“妈的，到底是谁？活拧巴了，我倒要看看。”妈，你干嘛呢？列祖列宗啊，他
太爷太奶了，你们泉下有知，赶快显灵，把李林春那个小畜生带走吧，他又跑回来了。赵刚顿时心里咯噔一声，妈，你说什么呢？你说外面的事？难道那小畜生还真敢打上门？赵刚一想到外面骂街砸门的人就是李林春，瞬间两眼放光，牙齿咬得嘎嘣响。昨天刚刚在学校从李林春这小子身上吃了亏，闺女一大早又被他妈带着去医院上药了，自己心里正憋屈呢，可算是逮到机会了，在自家门口还能被那小畜生给欺负了不成？老二啊，你可得替赵家列祖列宗出口气呀！姓李的那小畜生又打上门来了，他骂你妈我偷野汉子啊！你爹嘎了多少年了？我一把年纪了，什么时候碰过男人？那小畜生简直是欺人太甚啊！还把你闺女打成那样，这外甥是狗，吃饱了他就走。从小我看他就是个脏心烂肺的小畜生，你要替赵家祖宗们出口气啊！你爷你爹都在上面看着你呢，不能让这小畜生继续欺负咱们赵家了。小畜生胆子大了，还敢打上门来，简直就是活腻了！他姥姥的，这小畜生还蹬鼻子上脸了，真以为我不敢动他了？妈，你在屋子里待着，今天这小畜生还敢找上门来，看我不扒了他的皮，真让他无法无天了。对，给我往死里打那小畜生，小时候揍他都揍轻了，敢烧我赵家列祖列宗的牌位，送他下去亲自给老祖宗们磕头赔罪，赵家祖宗都会帮你的，一定能给那小畜生送下去。老二上。然而还没等他开门，门外的李林春却是等不及了，直接扯着嗓子破口大骂：还不开门，赵家人死绝了是吗？赶紧滚出来，让街坊邻居都看看你们姓赵的这一家人做的破烂事是怎么花钱让你闺女被人摸的，还让你闺女洗澡都被野男人看光了。赵刚，你个绿王八，缩头乌龟，让你女儿拿钱出去被人摸啊！一家子不要脸的狗东西！你家表哥在厂子里偷人东西被抓起来蹲监狱了，赵家是小偷世家啊！乍一听到这番话，周围那群跑出来听八卦的妇女瞬间炸锅了，传遍了弄堂。老太太孙凤霞一听这话，更是瞬间被气得脸色煞白，血压上顶。她活了一辈子了，从来只有她说别人家的份儿，哪有别人这么骂她全家的时候？老二啊，他都这么上门骂街了，一定不能饶了他，替老赵家出头啊！要不然你爹在下面，他闭不上眼啊！赵刚冲进厨房，拿出了明晃晃菜刀，咬牙切齿冲出了大门。姓李的小畜生，我今天要你的命，你还敢找上门来？真以为我怕了你吗？我闺女清清白白，闭上你的臭嘴！姓赵的缩头王八，你还真敢出来啊！这怎么？我偏要说你闺女在学校故意洗澡露给别人看，还自己花钱让野男人摸她，真他奶奶不要废死！你表哥董路在厂子里偷人东西，被人抓起来一顿揍，送进去蹲监狱了。你们赵家就是一群上不了台面的破烂货。此言一出，408社出来看热闹的妇女们顿时议论得更加热闹。他没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家的事情竟然也会被传得沸沸扬扬。原本是想要计划着让这小畜生名声扫地，成为人人唾骂的下流胚，偷看澡堂洗澡的小流氓，可如今竟然完全反了过来。小畜生，你给我闭嘴！我闺女是清白的，在我家门口，难不成还能让你给欺负了？老子弄死你！气急败坏的赵刚大喊一声，顿时挥舞着菜刀撞手，直奔李林春扑了过去。李林春冷哼一声，也不躲闪。我去你妈的，吃老子一石头！一团黑影直接砸断了他的鼻梁骨，鲜血瞬间飞溅而起，只感觉脑袋好像撞在了一辆大卡车上。小畜生，你他妈的这是什么招数？我他妈弄死你！打狗时专门打你这条老狗！眼瞅着赵刚毫无还手之力，李林春毫不犹豫地继续扯着嗓子大喊：赵刚的闺女赵玲玲不要脸，被一中给开除了，花钱被人摸。赵刚的闺女真贱啊，还是赵刚亲自给的钱，父女俩一样贱。上一世被人污蔑做哑巴，这一世就要把所有被冤枉的脏话原封不动的全都骂回去。啊，小畜生，我和你拼了，不准你污蔑我闺女！赵刚满脸鲜血，口鼻崩陷，已然愤怒到了极致。被李林春堵着门骂街也就算了，在自家门口，反而是自己又特么挨了一记石头砸脸，简直他妈的欺人太甚！挥舞着菜刀，大叫着就冲上去，见到赵刚张牙舞爪的挥动菜刀杀过来，却是一点都不害怕，反而冷哼一声，他瞬间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林世祥给他送钱的照片，贴脸开大。哎！急忙刹住了车，脸色煞白，冰冷的浑身颤。见到那清晰无比记录了自己受贿赂的照片，一瞬间全身血都凉了。正当赵刚被吓愣神的一瞬间，李林春使出吃奶的12分力气，跳起来抡起一个大嘴巴子，直接甩了过来。你特么挺嚣张啊！直接被一巴掌打得晕头转向，眼冒金星，突如其来的变故，直接看得408社吃瓜群众也都是纷纷瞪大了双眼，面面相觑，压根没看出来这局面是怎么翻转的。赵家老二怎么突然怂了8成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照片不会是他闺女出去卖？哼，反正赵家老二那闺女骚愣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花钱被人摸啊，真是上赶着做家件事儿。赵刚听着周围叽叽喳喳的议论声，被打满了的脑子，这才逐渐清醒过来。可猛地回想起刚刚自己看到的那张照片，瞬间被吓出一裤兜子冷汗。这件事一旦被泄露出去，收受贿赂、纪委调查，不仅双开，更有可能坐牢啊！你怎么？李林春看着懵逼的赵刚被吓得那哆里哆嗦的样子，当即冷哼一声，毫不犹豫上前一脚打了下来。我他妈问你呢，还嚣张啊！外孙烧了外婆的祠堂，扬了老爷的骨灰，暴打舅舅，竟然都不敢报警。接上集大傻春抓拍到舅舅收受贿赂的证据，把舅舅暴揍了一顿。妈呀，造孽啊！老二啊，畜生啊，小畜生，你敢打你舅舅，丧尽天良啊！
孙凤霞大哭着摇晃赵刚，哭喊着向周围的左邻右舍哭诉：造孽啊！这个小畜生，白眼狼啊！我们赵家好吃好喝，尽心尽力把他从小养大，不缺他吃不缺他穿，还供他上学。他现在恩将仇报，打我孙女，还打我儿子，烧了我们老赵家的祠堂，造孽啊！虽然这老太太哭得凄惨，可周围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却是个个嗤之以鼻，压根没人同情她，都是在这附近住了20-30年的老街坊了。姓赵的一家人什么来路，他们自然是再清楚不过了。更不要提李林春小时候在这里长大，邻居们可是也看着这孩子经常挨打挨骂，动不动被锁在门外不让回家。如今见到李林春回来报仇，非但没人同情孙凤霞和赵刚这母子俩，反而暗自叫好。呸！要我说就活该，一报接一报。就是那李家的孙子不是孙子，他孙女就是孙女了。我眼睁睁看着那小李6岁那年大冬天的被关在门外，穿着干果啊！谁说呢？这姓孙的老太太就是赶上好时候了。当年仗着自己贫农出身，带着红袖箍，这整条弄堂谁没被她欺负过？哎呦，恶报，这是报应到了。哼，要不是怕犯法，我都想上去踹2脚。我爹当年那可是留洋的大学生回来，就是被这孙老太太抓出去游街劳改，害了病了。眼瞅着周围看热闹的邻居，压根没有任何一个上前来帮忙的，孙凤霞也是越哭越来劲了。哎呀，你们帮我报警啊！我一定要让警察抓走这小畜生，我们不怕他。赵刚此刻听到报警2个字，硬生生是被吓醒了，拼命的摇头。不能报警，报警就全都完了。凤霞，你特么也配姓赵？封建迷信的地主婆，报啊！你不报警，我还要报警的。正好让警察同志好好调查调查你儿子干的好事儿。此言一出，赵刚顿时被吓得从亲妈怀里挣脱出来，连滚带爬的向李林春扑过去，疯狂摇头。不，大外甥，别报警啊！大外甥，有话好说，千万不要报警啊！大外甥。李林春见到爬过来的赵刚，一把薅住他的头发，将他那血丝呼啦的脸拎了起来，甩手一个巴掌接一个巴掌的扇在赵刚脸上。好舅舅，你不如说说是怎么让你闺女污蔑我的？说清楚了，今天说不准我心情好就放过你了呢。一个接一个的巴掌打得赵刚根本缓不过劲儿来，更是看得身后孙凤霞彻底崩溃了。老二，你给老赵家兜人啊！你怕什么？老赵家列祖列宗看着你呢。不，舅舅的错，都是舅舅的错。那照片可不敢往外传啊！大外甥，舅舅对不住你，舅舅给你道歉，舅舅错了，行吗？说着，赵刚一个大男人，天天耀武扬威的小领导，竟然硬生生被吓哭了。那可是舅舅努力一辈子的指望啊！你不能毁了舅舅一辈子啊！大外甥，你想怎么的补偿都行，舅舅求你了，大外甥，你就可怜舅舅吧。李林春看着面前哭惨的赵刚，直接厌恶的一脚踹开。滚你姐的！赵刚一脚吃痛，捂着肚子跌回了亲妈孙凤霞的身边。母子2个此刻彻彻底底的狼狈不堪。孙凤霞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眼见周围无人可怜，他们母子俩立刻被气得发了疯，牙尖嘴利，那副刻薄相展示的淋漓尽致。你个吃白饭的小畜生，你个短命相，敢欺负我们赵家人，你瞎了眼了你！我儿子是当大官的，是领导，能被你这么欺负吗？你打的不是我儿子，打的是领导，是官家部门，我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我们上面有人。赵刚稍微缓过来一口气，听到亲妈这么胡咧咧瞎嚷嚷，顿时被吓得不能自理，慌忙拉住亲妈的胳膊，疯狂摇头，试图捂嘴。妈，不能说，快别说了，求他，现在求他还有活路啊！孙凤霞骂上了瘾，这辈子她就没受过这种窝囊气，自然不肯听亲儿子的劝说，仍旧咬牙切齿，面目狰狞地看向李林春，怒骂不止。怕他干什么？凭什么要求他？老二，你胆子什么时候这么小了？咱们家是领导，你是当官的，你怕他一个小畜生干什么？找领导，找官家，我一定要让这小畜生跪着给我赵家的列祖列宗磕头。你是领导，为什么怕这种贱民？咱们赵家就是高人一等，怎么了？亲妈每多说一句，赵刚就被吓得哆嗦一下。还他妈找领导，还敢找官家？他妈的，这照片但凡流转到了单位，明天官家就能把我一撸到底，甚至还要进去蹲监狱。赵刚被吓得面无血色，一个劲儿的想要堵住亲妈的嘴，却是根本跟不上老太太骂人的速度，又急又怕之下，下意识的一巴掌打了过去。够了，闭上嘴巴！亲儿子一巴掌打在脸上，孙凤霞直接被打懵了，满眼不可思议的看着自己从小宠溺到大的儿子。你敢打你妈？此言一出，赵刚也是猛地惊醒了过来，被吓出一身冷汗。妈，我太着急了，不是我都让你别喊了啊！孙凤霞满脸不可思议，坐在地上就是嚎啕大哭。造孽啊！我养了个什么废物儿子，不敢打那小畜生，他敢打我啊！我要找官家替我做主，我一辈子都贡献给官家了，老了，竟然还被自己的窝囊废儿子给打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啊？周围的吃瓜群众见到赵家母子2个闹出这么多洋相，也都被逗得暗自失笑。李林春看着这母子俩在那演上感情戏了，直接抓出兜里的几张照片，一扇铺开。姓赵的，我的好舅舅，你也不想看到这些照片出现在你们领导桌子上吧？凤霞，好好瞪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赵刚本以为只有一张照片，可万万没想到，从林世祥他们2个人进门开始，甚至坐在客厅里给钱，所有的一幕幕关键证据全都被拍了下来。不行！孙凤霞正哭惨的尽兴，可只一眼也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自己儿子受贿了，放在他年轻那个年代，受贿赂的可是枪毙的罪过啊！老二，你，哎呀，你，老二啊！
随着看到照片，赵家母子俩彻底被吓个半死，压根也顾不上哭嚎了，更不敢提什么找人。赵官家李林春见状，直接上前一脚踹在赵刚身上，踹得他个趔趄趴在地上。喊呐！你们他妈的怎么不喊了？叫唤啊！让大家都听听啊！赵刚被踹得人仰马翻，可愣是一个屁都不敢放。正当此时，孙凤霞却是突然一把抢过儿子手里的照片，连带着自己手里的，直接撕碎了就往嘴里炫。大把将又硬又干的照片扯碎了咀嚼，被噎得眼珠子外翻，也一个劲儿用力的往嗓子眼里的。对，好不容易才全都咽下去，直接得意的看向李林春。小畜生，你不是有本事吗？你不是发疯吗？没有照片，我看你怎么说！哈哈哈！牛逼！不是凤霞，你脑残啊！这又不是底片，喜欢吃我多洗几张给你吃啊！此言一出，孙凤霞那无知的笑容瞬间僵在脸上。突然之间，远处的巷子口传来一声惨烈的尖叫，所有人都下意识的回头看去，蔡金凤带着女儿赵玲玲从医院回来了。赵玲玲瞬间被吓得失心疯，惊恐大叫起来。让他滚，让他滚！啊，他怎么在这儿？让他滚！李林春乍一见到赵玲玲母女俩回来，瞬间眼前一亮，直接上前弯腰捡起来赵刚抱出来的装备，那把菜刀，狞笑着回身向赵玲玲看去。哟，一家子到齐了啊！40多年前从乡下来的一家人，霸占了一栋别墅，却能办下来房产证。接上集，揍完舅舅，舅妈主动送来让我揍。你要干什么？杀人是犯法的。不要冲我来，大外甥你冲我来，舅舅求你了。赵刚乍一见到李林春拎起菜刀，脑子轰的一下就炸开，连滚带爬的扑上去抱住李林春的大腿。这小畜生可是什么都敢干啊！我们一家子要工作有工作，要地位有地位，生活幸福，存款数几十万，妥妥的跨越了阶级，可不能因为一个走投无路的小畜生而死的不明不白啊！姓赵的，我冲你来，你扛得住吗？人老屁眼松，说话带放风，一家人就要死得整整齐齐，那才叫团圆啊，不是吗？杀了你们，我等枪毙，总好过我一辈子看着你们一家逍遥法外，过得其乐融融，我他妈的心里难受啊！这是他上辈子真实的心理写照，自己因为这一家的算计，一辈子颠沛流离，可偏偏还不知道他们是罪魁祸首。每逢过年过节，绿茶表妹赵玲玲都还要热情的拉着他回家聚会，亲妈亲爹不待见，外婆是个势利眼的老贼婆，自己一个混迹市井，天天打散工的落魄废物，每一次都要被强迫着去看这一家子过得有多么幸福。赵玲玲找了个富二代结婚，一辈子和和美美，舅舅舅妈退休金数万，免费医疗，高干待遇，我心里难受啊！现在我当真有提刀杀人的心。只不过一刀杀了太便宜他们了，与其让他们死得痛快，不如让他们重蹈覆辙，经历我上一世经历过的一切，这才痛快。正说着，他手里的菜刀一划，瞬间在赵刚发菜的肥腻脸蛋上拉开一条口子，鲜血横流。刀虽然划在赵刚的脸上，却是吓得蔡金凤心里一哆嗦，下意识捂着嘴尖叫出来。赵玲玲早已经被吓出心理阴影了。妈！赵刚疼的背后汗毛根根竖起，全身打摆子。别动，都别过来，赖上，好赖上。你要什么？舅舅都答应你，你得一辈子，舅舅赔给你还不行吗？我污蔑你也没成功啊！现在你妹妹在狱中读不下去了，还被你揍得破了相。医生说的嘴唇恢复好了也是流口水，以后都是个兔唇了。这辈子我们玲玲也被毁了，你就停手吧。学校那边已经让你回去读书了，学费我出还不行吗？舅舅供你读大学，所有钱都我来出。李林春深吸一口气，手里的菜刀骤然翻转上提，直接卡在了赵刚的耳朵根子上，那敏感的位置，冰凉锋利的刀刃一划，赵刚瞬间全身颤抖，直接被吓得排泄失禁，哆嗦着叫了一叫。别跟我废话，今天正好当着所有街坊邻居的面儿，不如你们说说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去学校污蔑我？我还真想听听。前世今生20多年，事实上即便是重生了，我仍旧是没有太想明白赵家人到底是怎么想的，仅仅就是为了一个学校全省联考和物理竞赛保送的名额，太这么荒谬了。蔡金凤此刻被吓得面无血色，死死地抱住怀里颤抖哭泣的闺女。面对如此嚣张发癫的李林春，她心里只有恨意，反正刀也没有架在她脖子上，她根本不想承认任何罪名。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啊，你不知道，那就看看你老公身上有几个可以切下来的东西。我说，蔡金凤，你好狠毒，你要看着我死啊！都怪你，非要分家，非要把我大外甥赶出家门，你不就是想要房子吗？连老公你都不要了啊！蔡金凤见到李林春，还真敢断耳朵。住手，小畜生，你这是犯法，我要报警抓你！不行，不能报警，你个贱人，别害我儿子，谁也不准报警，我跟你们没完，千万不能报警。为什么？你们都疯了？他拿着菜刀呢，还不报警？万一害了我闺女怎么办？赵刚此刻也来不及解释自己收受贿赂的事情了，只能死死抱住李林春那提刀的手腕，颤抖着摇头，目光哀求。大外甥，不要听你舅妈瞎喊，你可千万不要生气。我告诉你，我来告诉你为什么，都是你舅妈出的主意。她想分家，想要把老太太这栋房子留给我女儿，留给你妹妹，不得不把你赶出去。此言一出，那充满恨意的目光已经证明了一切。李林春眉头一挑，倒是第一次听说是因为这个原因，果然一家子心肠恶毒。是什么？你们想要房子？你个畜生，不孝顺的东西！我还活着呢，你们两口子惦记上我的房子了。这是我的房子，就算是分家，我也不会全都给你们。妈，够了！以后你养老还不是要靠我？房子迟早也应该是我的。凭什么分给我姐？我早就受够了和我姐他们一家子住在一栋楼里，都是金凤她天天跟我吵架，跟我闹，逼着我想办法弄走我姐一家。玲玲提起学校里还有保送名额在李林春身上，
眼瞅着他们一家子过得要比我们好了，以后你万一偏心，把房子留给他们，或者一家一半，那我岂不是要亏死了？我老婆说的根本没错，不得已，我和我老婆才只能出此下策，先毁了李林春，我姐一家子更是抬不起头来，到时候你就只能把房子给我们一家。被吓到心理崩溃的赵刚，此时此刻已然彻底口无遮拦了，直接把自己一家3口阴谋算计的全部内容彻底和盘托出。如此劲爆的内容一喊出来，周围408社的妇女们全都兴奋地瞪大了眼睛，弄堂里的情报组织彻底活跃起来。为了套房子，赵家老二真不是个东西。我说呢，早就看他们姑妹不和，要闹分家，就是没想到对自己亲外甥下手这么黑呀！一套房子毁了人家一辈子，还用自己闺女的清白去动手，真不要脸！咱们怎么跟赵家这种人做了邻居？什么？咱们是本地人，他们一家子逃难来的乡下人，这小洋楼40年前还不是他们的呢？要不要报警啊？看起来挺危险的。别啊，我还没看够热闹呢，赵家人都不报警，我们费那心干什么？造了孽了！我怎么养出来你们这群不孝顺的白眼狼啊！大外甥，舅舅错了，舅舅给你跪下了，你让舅舅做什么都行，千万不要把照片的事情说出去啊！你好端端的拍这些照片干什么呢？对你没用啊！打底片给舅舅，等舅舅发达了，以后肯定回报你。你好好读书，舅舅供你读书好不好？不分家了，都不分了，这房子有你妈的，也有我的，将来都是你和你妹妹的。一套老房子，它能值几个钱呢？10万8万的，我不要了，大外甥，多留给你和你妹妹好不好？放过舅舅吧。你小时候，舅舅还给你买过好吃的，还带你出去玩过，你都记得的，对不对？李林春看着脚底下试图跟自己打感情牌的赵刚，直接嗤笑一声，心里有了主意，菜刀卡住赵刚的耳朵根子，狞笑着看向他。行了，好舅舅，那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只要你回答对了，这第一件事你污蔑我没成功的事情，我就暂时放了你。至于房子和照片的事情，我们一件一件来。先说第一件，现在我也不太想回学校读书了，这样我想要找个工作养活自己，你有没有什么好工作、好单位推荐我去的？如果你介绍的让我满意的话，这耳朵我就给你留着，怎么样？他问这个问题，就是想看看赵刚到底是不是真心悔过，会不会还在明知道成衣厂会倒闭的情况下，仍旧安排他去。赵刚听到这话，脑子瞬间高速运转起来 ，CPU 极限冒烟，灵光乍现。有，舅舅正好认识一家成衣厂的办公室主任孙主任，他跟我关系很好的。那成衣厂是国营厂，是铁饭碗，舅舅安排你去好不好？李林春听到这个回答，突然笑了出来。赵刚，你看你还真是我好舅舅啊！赵刚被李林春这突如其来的笑声搞得摸不着头脑。舅舅怎么会不想着你呢？这个工厂他……好舅舅，回答错了。哎呀，耳朵，我的耳朵！小畜生，你疯了！把我耳朵捡起来，耳朵捡起来！现在谈谈分房子的事情吧。太他妈狠了！好歹也大小是个领导，这个干部就这么被切了耳朵，这小子怕不是要牢底坐穿。孙凤霞更是被吓傻了，她万万没想到，在自家门口一直以来让她全家引以为傲、当了官的儿子，竟然硬生生被亲外甥切了耳朵。可一想到李林春手里捏着他儿子赵刚受贿赂的证据，老太婆也是哭不出声来，根本不敢声张。我这是做的什么孽啊？赵家的列祖列宗怎么不保佑赵家的独苗啊？都是你个贱人，好端端的，你做的事为什么不认？激怒了那小畜生，切了我儿子的耳朵啊！当初就不该让我儿子娶了你，都是你害的。蔡金凤此刻已经全然顾不上老太太的恶毒咒骂了，拎着带血菜刀越走越近的李林春，早就吓得她全身颤抖，两股颤，压根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有，更不要提怀中已经被吓掉了的女儿赵玲玲。看到李林春那狰狞恐怖的疯批模样，赵玲玲已经彻底喊哑了嗓子。妈，别过来，我不想死。我错了，哥，我错了，别杀我，哥。对着提刀的李林春一个劲儿的磕头，压根不敢停下来。我妈都是我妈教我的，哥，我不敢了，我真的不敢了，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我才19啊，我还没活够，我错了，哥。玲玲，你站起来，你为什么要给这小畜生跪下？我怎么教过你的？不准你跪，起来！彻底被下了胆的赵玲玲压根不敢抬头，更不要说起身了，哭得声音嘶哑，肠子都悔青了。哥，我真的错了，都是我爸妈教我的，我不想的。你切了我爸的耳朵，就不要切我的了。今天主要是来教训自己这舅舅舅妈的，没了这对蛇蝎心肠的父母帮扶，赵玲玲以后也成不了大器，有的是苦日子要过，有的是苦头要吃，生活会继续给她教训和折磨的，自己只需要看着，让她这辈子无缘高考就行了。但今天刚知道自己被陷害的内幕缘由，要是不给自己这好舅妈一点教训，还真的难解心头之恨。好舅妈，为了这么一套房子，你跟你老公闹腾要分家，我没意见，即便你想独占整栋楼，我也不稀罕，可千不该万不该，你把主意算计到我头上了，想让我一辈子身败名裂，滚出赵家，这笔账怎么算啊？
李林春，你犯法了，你知道吗？我顶多就是个家庭矛盾，你什么都赖不着我。但你舅舅那是正儿八经的单位领导，你敢切了他耳朵，你等着坐牢吧，这辈子你都别想出来了。报警，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报警。说着，蔡金凤当即就要向着赵家小洋楼里逃窜，打电话报警，重重一声闷声，蔡金凤嗷的一嗓子，直接摔了一个狗吃屎。啊！你拿什么打我？我中刀了！我中刀了！赵刚，你个废物！完了，我完了！我中刀了！我要死了！啊！赵刚，报警啊！被板砖砸中的痛苦，让本就被吓得破了防的蔡金凤的根本分辨不出来自己到底是受了什么伤，脑海中只能一遍又一遍的想象着自己后背是被菜刀砍中了。听着蔡金凤的惨叫，李林春当即就准备上去补上几脚，可还没等他动身，捂着耳朵的赵刚和咬牙切齿的孙凤霞这母子俩就已经手脚并用的跑了过来，双双按住摔倒在地的蔡金凤。孙凤霞薅着儿媳妇的头发，满眼恶毒的咒骂撕扯，不停的拍打。贱人，贱女人，还想报警毁了我儿子是吗？应该叫120，把我儿子的耳朵接上。贱女人，不准你报警！我儿子好不容易当上官的，不准你报警！说着，老太太更是面目狰狞地看向周遭吃瓜群众。你们谁也不准报警，这是我们老赵家自己的事情。你不顾我的死活了是不是？报警！你报啊！要不是老子的身份，老子给你开后门，你能有现在这个体面的工作吗？我要是完了，你也要完，臭女人！大难临头，你要各自飞是吧？蔡金凤所有的富贵相，所有的形象，如今彻底毁于一旦，再也不是那个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赵处长夫人，俨然成了她最厌恶的底层市井泼妇。啊！我跟你们拼了！你个老妖婆，天天在家里烧香，我早就烦死了。赵刚，你个窝囊废，不敢打那小畜生，你敢打我是吗？离婚！我要跟你离婚，就算是离婚，这房子也必须给我一半，都是我的啊！这一家子纠缠在地上，打成一团。赵玲玲被吓得瘫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原本她那还算幸福美满、爹妈体面的小资家庭，此时此刻彻底崩溃瓦解。爸，你们别打我妈！妈，别骂我爸！不仅仅只是今天这一点矛盾的爆发，更是积压许久的彼此不满，让三人彻底厮打成一团，撕破了脸皮。你们能不能利索点？赶紧打死一个，给我腾个地方啊！眼瞅着这一家子薅头发抓脸皮，什么阴招狠招都用上了，他反倒是没了继续动手的兴致。一家子精神病，我特么复仇那是纯粹的艺术，打你们那是不掺杂任何复杂情感的。但你们啧，让特么我感觉到恶心。呸！告诉你们，姓赵的，我的好舅舅。你的照片我可不仅只有这几张，剩下的我会打包好送到你们单位，等着他妈的被开除吧。还有金凤啊，你也别想着在你那单位干到退休了，等你老公这事儿东窗事发，两口子都等着被开除吧。不被开除，我就去再给你10把劲儿。撂下一句话，李林春当即就想要转身离开，赵刚急忙撒开媳妇儿，连滚带爬的追上李林春，哭喊着抱住他的腿。不，别，大外甥，有话好好说，何必鱼死网破呢？你举报我这耳朵你也要坐牢啊！退一步，咱们都退一步。你说你要什么？你到底要什么？你要什么我都给你，行不行？你特么怎么这么粘人呢？滚！不，别打了，房子，我把房子给你，我把房子都给你，你就放过你舅舅吧。赵刚只管一个劲儿，被吓得惨叫哀嚎，躲在亲妈怀里，哭得根本不像是个成年人。把房子给我，哥有意思。我要的房子，你们不给我，也别想给别人。呸！管你们有什么勾当，被那小畜生捏着。这房子你们谁也不准给，必须是我的。报警！我今天必须报警，谁也别想分走我的房子。不准报警，你个贱货！赵刚直接一个猛子扑了过去。我让你报警，我让你离婚，房子是我妈的，我妈爱给谁就给谁，房子和我的工作哪个重要？你个蠢女人！我要是被开除，就你那点破工资，闺女都要跟着你喝西北风。眼瞅着蔡金凤被打懵逼了，终于不瞎嚷嚷了。孙凤霞此刻也是被吓破了胆，比起儿子丢工作，她更害怕的是这贪污受贿的罪名能让她儿子坐牢啊！在她那个年代，贪污那是要枪毙的。给，房子我给，好外孙大外孙，只要你答应放过你舅舅，这房子我给你。李林春见到这母子俩一下子这么做，反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再看一眼这满满民国风情的小洋楼，将来那可是估值好几个亿啊！这重生开局会不会太豪横了一点？这房子手续我立刻就找人给你办，给你了。那你先容舅舅去医院缝个耳朵行不行？要走也行，你先把照片里那个姓林的，还有那个姓王的，他们2个的身份还有地址都给我写下来。对了，还有他们背后那个金主老板是谁，你也给我交代交代，我有用。好，等这房子过户的间隙，自己也不能闲着啊，也是时候该处理一下赚钱的事情了。这几个假客户被自己抓到藏身的位置，那可就要遭老罪了。割下耳朵的赵刚跑去医院接耳朵，大傻春回到成衣厂，发现一个人没有。不对啊，这人呢？按理说客户来打了定金了，不是应该热火朝天的开始生产了吗？怎么厂子里这么安静？突然听到礼堂传来一阵音乐声，似乎里面正在开什么全体职工大会议。咱们的工友们，接下来进行到大会的第2项，请咱们的工友代表连续3年的劳动模范上台讲话，代表大家宣誓，一定要把接下来这个200万的大合同做好。欢迎。
感谢孙主任这么信任我，那我就代表咱们厂子的所有工友们讲2句，替大家表个态。我操，这时候开特么什么动员大会啊？工期都特么缩短了，抓紧时间干吧！这特么就是故意的拖延时间了。好，这么完事吧？孙主任，看来你是真想把这个厂子搞倒闭了啊！不促生产，反倒是开始玩形式主义了是吧？行，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花招。又过1个小时，好，感谢我们孙厂长刚刚的3点讲话。那么接下来进入到咱们动员大会的第6个环节，我来讲2句。有完没完？工人们听都听累了，早就没有了刚开始可以不干活摸鱼的好心情。活干不出来，产值不达标，那就代表着奖金少，奖金少就意味着只能拿死工资，一个个都是需要养家糊口的工人，平白浪费1下午，自然是谁也不愿意。这个我认为不能让生产这个成为脱缰的野马。工人们，生产要抓，思想更要抓，对不对？只有这个思想提升上去了，咱们的生产才能日积月异，再上一层楼。一定要这个劳逸结合，精神思想主建设，关心工人朋友们的生活质量问题。我再次强调啊，咱们台下的工人们已经开始闹哄哄的不耐烦起来。正当此时，那有没有钱呢？此言一出，整个礼堂叽叽喳喳的哄闹声瞬间停了下来。是什么？谁在说话？好了，下面不要吵，不要乱喊，我的讲话还没有结束。台下那个声音再度响起：厂子开始抓卫生，是不是干不下去了啊？大家只想要涨工资。大步流星的直奔前面舞台走了过来，敢怒不敢言的工人们全都跟着议论纷纷，点头支持。对，就是谁家生产车间天天抓卫生啊？说了半天，又是比赛，又是座谈会的，全都是没钱下耽误功夫的无聊安排，给不给发钱啊？不是才说了这200万合同的工期缩短了吗？搞这么多活动多耽误生产啊！就是加班加点都未必干得完呢。保卫科的小李，今天开会说的是厂里车间的事情，和你们保卫科没关系。你没等他说完，李林春早就已经不耐烦了。孙主任，我也想讲2句，替大家问你几个问题。各位工友同志们，想必大家都已经听够了这些场面话，也参加烦了那些毫无意义的座谈会。大家只想赚钱，只想涨工资，只想发财，对不对？对。言一出，台下早就满肚子怨气的工人们纷纷喊了出来，声音震耳欲聋，整个礼堂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欢呼。把话筒给我，大傻春，你要干什么？这不是让你乱来的地方。孙主任，1流厂子抓生产，2流厂子抓业绩，唯独只有3流厂子抓卫生，高比5。我想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咱们厂子技术不比任何人差，难道就甘心做一个3流厂子吗？大家难道就想看着合同完不成，铁饭碗被砸了吗？不敢相信。工友们，咱们一车间的主任、市场部的销售经理孙经理辛辛苦苦拉回来这么一个200万的大合同，就算工期被缩短到1个半月，但凭我们的实力，一样能保质保量的完成。我们只需要加奖金、涨工资，多劳多得，对不对？对。孙经理已经答应了我们，只要能完成合同，一定会按照业绩给我们发红包，拿高额业绩奖金。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专家的座谈会，也不需要什么劳动模范的讲话，我们就是劳动模范，我们就是自己的专家。大家能不能干完？能。李林春，你太不像话，把厂子当成什么？当你家了吗？李林春毫不在乎，无奈的摊手。当然了，厂子里挂的大标语都说过了，厂子是我家，发展靠大家。我对我家有点意见，不行吗？我家的钱我不能决定给工人发奖金吗？此言一出，顿时气得孙磊直抽抽。开除，必须把你这种害群之马开除掉。厂子给工人发业绩奖金啊，这种话你一个臭保安你也能说了算的？你算个屁啊！此言一出，还没等李林春开口，一旁孙宇已经冷着脸，毫不掩饰的开口维护。是我答应的，给工人发业绩奖金，你别乱扯责任。小李做的一切都是我安排的，工人们想要什么，你一个坐办公室的能明白吗？我是生产口的车间主任，我也是销售经理，怎么我拉来200万的合同，被你们把工期压缩了1半，现在要工人卖命的加班加点来干，你们还不打算给奖金吗？什么臭资本家作风！孙磊本就被气得火冒三丈，乍一听到自己亲妹妹竟然帮着一个外人来对他，更是怒不可遏。你胳膊肘往外拐是吧？这里也没别人，你是骂我是资本家，还是骂你爹是资本家？孙云不甘示弱，直接拍桌子：你爹才是臭资本家，你就是资本家的狗崽子！孙磊一时被骂得失了智，毫无顾忌的反骂：你爹才是臭资本家！你是狼崽子还是白眼狼？你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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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爱国见到自己一双儿女都这么出色，也是开心的脸面涨红，拍着桌子呵斥住2人。好了，够了，都给我闭嘴！他这一声怒吼，狼狗兄妹这才各自咬牙切齿作罢，只能把所有脾气发泄在罪魁祸首的李林春身上。哼，小李，你太不像话了！刚刚给厂子捉了小偷，立了功了，受了嘉奖，你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吧？是不是整个厂子都是你的了？全厂上百个工人，一人发100，那就是好几万。你要给工人发多少奖金？厂子动员大会这么严肃的场合，被你搞成什么了？多给你1个月工资，你另谋出路吧。厂子不能留你。哼，爸，你老糊涂了，我看你也没到老年痴呆那年纪啊。今天开大会，我哥什么意思？你看不出来吗？小李他做的事情是为了谁？你不懂吗？你。然而没等他反驳，孙宇已经彻底发力了，毫无保留地直面自己老爹和亲哥。哦，客户来一趟，打了个定金，你俩就屁颠屁颠的答应了人家工期减半，你们倒是一拍屁股，决定下的轻松啊！厂子里的工人干冒烟了，3班倒也未必能如数完工，我还犯愁要不要找兄弟厂帮一下忙呢。
结果呢，我哥倒好，他一个办公室主任，这时候不想着怎么提供福利，照顾工人情绪，帮着工人释放内心不满，努力加工保生产，反而在这个节骨眼上开大会拱火，又是什么1个月2、3次座谈会，又是要搞什么1周1次全场大比武，他不就是想要拖时间，让这200万的合同赶不出来，到时候让厂子直接倒闭清算嘛？儿子考试倒数第一，既然拿到了清北的保送名额，校长哀求学生家长不能这样，家长却扬言整个护士的工地都是我的，谁敢动我一下试试？突然这一集，兄妹俩互骂老爹是资本家，大傻春却乐开花花。小云，你过分了，怎么能这么说你哥呢？200万大单的合同，要不是你哥一直催你赶紧签下来，说不定早就被别人抢走了。说话要有良心，要讲证据。这200万的合同要是完不成，那也完全是你们生产口平时就懈怠偷懒，怎么能怪别人？说什么你哥要把厂子搞破产，更是危言耸听，子虚乌有。再这么说，我撤你的职，让你哥全权接手。不敢相信自己拼死拼活的为了厂子，结果最后却换来亲爹的不信任，亲哥的背刺，一切反倒都成了他的责任了。顿时苦涩一笑。之前小李说假客户假合同的事情不能上报，上报了你就会让我背黑锅，我还不相信，可万万没想到，我和小李辛辛苦苦费心费力，一心想要帮你把厂子保护下来，想要保障工人们的工作，反而被你这么瞧不上。你儿子早就勾结外人，想要把你这个破厂子搞破产，开发房地产了，你个老糊涂。小云，你怎么跟爸说话？这根本就是造谣诽谤，诬陷我！哼，你怎么能这么污蔑你哥？他早就已经答应我接手厂子，以后把厂子做大做强，他绝对不可能干这些事。什么假合同，什么假客户，你要是拿出证据来，我把这个厂长直接让给你来做，行不行？此言一出，李林春直接毫不犹豫地从怀中将那一沓子照片甩了出来，但孙磊却是一眼看到了照片里去给人送钱的林世祥他们2个人。这是好啊，厂长你可要说话算数。来吧，孙主任，你解释解释，你介绍来签合同的这2个客户，为什么转身又去找了国土资源的赵刚赵处长，给他塞钱送礼呢？为什么他们签合同用的是个皮包公司，你还给这个姓王的财务个人账户赚了2万块钱？为什么他们的公司现在他妈都成坟堆了，早就拆完了？你怎么解释？孙磊闻言，压根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李林春他们抓到了这么多把柄的证据，一时被吓得语无伦次。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不想承认是吧？行，那你再解释解释，刘向前刘老板，货贸地产的大老板，和你什么时候认识的？我要是拿这些照片给他看，给你们背后这位大金主上眼药，告诉他赵处长已经放弃跟你们合作了，用地预审批的同意书你们注定拿不到了。你说他还会继续出钱支持你搞垮厂子，拿走地皮吗？我孙磊还想嘴硬狡辩一下，可双腿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吓得发软，不敢相信自己处心积虑多年来的计划，好不容易攀附上的金主大佬，竟然如此轻而易举的全部被曝光出来，眼里满是不可思议的看向李林春。你放屁！赵处长那是刘老板亲自打听过的关系，怎么可能听你一个小保安的摆布？你从哪拍的这些照片？你怎么知道了赵老板？孙磊心里咯噔一声，瞬间知道自己这是不打自招了，直接对着面前3人大声嚷嚷起来：以后的市场一定是房地产的市场，你们都是鼠目寸光，这半死不活的成衣厂，就算我不让它倒闭，它还能撑几年？孙爱国此刻也已经听明白了，满眼失望又愤怒地看向孙磊。小磊，你这些日子跟我说的要好好接手厂子，要带领厂子改头换貌，都是骗我的。你知不知道这厂子我倾注了一辈子的心血，为什么要这么做？什么房地产能让你连我都骗？为什么？爸，你老糊涂了，睁开眼看看吧，你们这群吃国家饭的老顽固，时代已经变了。当个厂长你能赚几个钱？市场经济有本事的人才能发财。既然已经被你们知道，那我也不藏着掖着，最好你们能在合同期里把所有货都做出来，否则违约金可是2倍。到时候我会亲自带着合同上门来拿违约金。有了钱，刘老板有的是房地产工程，也不差你这一块地皮。说完，孙磊直接冷哼一声，狠狠地瞪了李林春一眼，转身径直离开。小云，是爸误会你了，只有你才是一心要救厂子的。这个200万的合同要是违约了，那爸这一辈子的心血全都毁于一旦了，厂子里几百个工人也全都要下岗，没有了生活依靠啊，全都靠你了。爸，你知道的，我对厂子一直有感情，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厂子就这么倒闭的。这个合同我一定能带着工人们做出来，我也有信心，一定会让厂子越干越好。小李，刚刚是我错怪你了，没想到你这么年轻，办事却有这么深远的眼光。你能看好厂子，帮助小云救下厂子，就是厂子的恩人。我觉得你只当一个保安，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看，李林春见到老厂长这又开始给自己画大饼，心里倒是不怎么在意，他要的仅仅只是孙云在他的帮助下成功创业之后的这一条人脉，顺便投资入股，帮他赚个第一桶金而已。要说投资，他反而更看好投资房地产，那才是一本万利。乖孙子，下班了。奶奶，爷爷。孙子啊，上午你田老师来了，他说的对，明天啊，我看你还是回学校一趟。这高考咱们不能去和不想去，那不是一个意思啊。你要能去，但不想去，那才是本事。这个学还是得复学。不过办完手续之后，你是想继续读书，还是拿钱做生意下海创业，我和你爷就不管了，明白不？更何况你这不回去的话，那不是便宜了背后使坏的人吗？你怎么能落得一个和他们一样被开除的下场呢？必须回去，听奶奶的。李林春摸了摸下巴，突然想到了什么事，轻轻点了点头。
有道理，我还真得回去一趟。全国物理竞赛保送名额也应该处理一下才对。你们这什么破学校？告诉你们，我儿子绝对不可能早恋，都是那些不检点的小贱人勾搭我儿子。一个偷看女学生洗澡的小畜生说的话，你们也能当真？我他妈就想问问，那小畜生在学校广播里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害得我儿子现在都不想在学校读书了。你们必须给我个交代，要不就把那小畜生交出来，老子我也是道上混的，我看看他有几斤几两；要不就把你们学校的保送名额给我儿子作为补偿。李林春一听这话，瞬间来了兴趣。冲我来的这是刘华，这不是赵玲玲上一世的备胎吗？怎么刘华他爹还跑到学校来，点名道姓的要和他练练？还是道上混的？听意思这是奔着保送名额来的。那你特么骂我干屁啊？摸了一把口袋，趁手的板砖仍旧在口袋里装着呢，瞬间有了底气。替你儿子要保送名额，我没意见，但你捎带着骂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刘华爸爸，你先不要着急，有话咱们好好说，你可千万不要骂人啊！那个李林春同学今天回学校办复学手续，这是人还没到，他要是来了，听到你这么骂他，那可不得了啊！周围几个老师也都是纷纷点头附和，个个被吓得提心吊胆的。他们可是太知道李林春的疯狂了，这怕是要出大事啊！呸！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搬个上户式的工地，都是我刘向东的人在干土方，谁他妈敢跟我俩动手？一个小偷小摸，只敢看女学生洗澡，不敢动手的小瘪三，也敢说我刘向东的儿子。你让他来，我看他敢不敢动我一下？你们是一群什么他姥姥的老师啊？我孩子都被欺负成这样了，你还觉得我会害怕那什么小畜生是吗？我们家刘华那从来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现在就因为那小畜生在广播里胡说八道，搞得班里同学甚至学校里的同学都排挤我孩子，欺负我们孩子。马上还有3个月就高考了，你这不是耽误我们家孩子吗？我早就找人打听过了，你们一中手里本身就有直接保送的名额，必须给我们家刘华，否则这事儿我跟你们没完。突然间，一枚石头直接从他们推了进来，不偏不倚，直接打在刘向东的腮帮子上，瞬间一口带着牙齿的血沫喷了出去。嘿，刘扒皮，原来特么是你啊！大爷的，你还活着啊？欠老子的300块钱，今天你该还了。刘扒皮，还老子的300块钱，还钱，还钱！躲开点，都躲开点！王德禄也是彻底被闹出经验来了，一听到那熟悉的声音、熟悉的操作，就知道高潮来了。刘扒皮，侬姥姥的，原来刘华是他妈你儿子啊！真该死啊！你个猪扒皮，一个破包工头，在这儿装社会大哥呢是吧？来啊，你不是混社会的吗？你敢打我吧，李林春，我跟你拼了！没有半点犹豫，李林春抬手就是一巴掌。是你姐的。刘华压根还没来得及出手，纯粹是因为他的素质没有李林春那么低，他还停留在小孩子打架搂搂抱抱的阶段，李林春却已经完全是街头打法，把出暴击，一巴掌干到撞墙上，摔得眼冒金星。徐兰芳压根没看清发生了什么，老公和儿子已经双双倒地，一时间更是不知道应该先救哪一个。你就是个那个害我儿子的小畜生！好啊，我们还没去找你，你反倒是还敢跑上来先动手了啊！我跟你拼了！然而突然之间，旁边刚刚受了气的几个老师突然交换了一下眼神儿，瞬间全都扑了上来，一并拉住了发疯的徐兰芳。刘华妈妈，你不要冲动啊，不能打人啊，千万别动手啊！冷静，冷静啊，刘华妈妈。徐兰芳压根还没冲上去，直接就被截胡了，顿时气得她发了疯一样嚷嚷起来。啊！你们松开我！他打我老公儿子，你们这么不拉着他，拉我干什么？松开！然而任凭他怎么呼喊，几个老师就是死死拽住他，苦口婆心的劝说，压根没有松手的打算。李林春见状，反倒是差点乐出声来。挺好，那你们就让他冷静冷静。我他妈今天心情好，碰见欠我钱的刘扒皮了，正好还听见他在上面骂了我半天，新账旧账一起算。撒开我！你们拦着我干什么？去拦着他！他凭什么打我老公？你们去拦着他！此言一出，几个老师纷纷摇头，面面相觑，仍旧不肯松开他。刘华妈妈，我们这是保护你，对我们可不敢上。你老公肯定是欠他钱了，我虽然没看见，但他这么认真，9成9是真的。确实，我们不敢动手。你们是什么老师啊？校长，你也不管吗？不敢管，你等他打累了就收手了。反正你家老公是社会人，应该比我们学校的黄老师抗揍。我都说了让你别骂他，你看这。趁着几人斗嘴的功夫，李林春已经走到刘向东身边，弯腰捡起了自己那块板砖，顺便一脚踹在刘向东肚子里。刘扒皮，欠老子300块钱工资，你也算落到我手里了。你也是社会人了，一个臭包工头，招不起工就别招。老子一伙人辛辛苦苦给你干了3天，说好的1天100，你小子不认账了，1分不给。今天特么揍你，都是你活该，老天开眼了。你跟工地旁边发廊那小红生的儿子，今年都应该满月了吧？这怎么看样子你老婆儿子还不知道呢？此言一出，刚刚还在奋力挣扎的徐兰芳瞬间震惊到瞪大了双眼，声音都颤抖了。什么小红，什么儿子？刘向东，你他妈给我说清楚！小畜生，你他妈胡说八道！我他妈根本就没见过你。他好端端的莫名其妙被挨了一板砖，又硬生生扛了一椅子，可憋屈坏了。自己压根不记得见过这个李林春，更不可能欠他工钱啊。至于小红的事情，他更是不相信一个从来没接触过的小崽子能知道，咬死了不肯承认。没事，我认识你就行了，都是你害得老子拿不到工钱，硬生生饿了8天。8天啊，你知道那8天我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老子多希望你赶紧嘎嘣死了吗？上一世打零工的李林春自然去过工地当小工，时运不济，正好让他碰到这个狗日的刘扒皮。说好的1天100工资，最后毛都没给，还没地方说理，差点给他憋屈坏了。万万没想到今天碰上了。李林春越想越气，抬起脚直奔刘向东头上。老子辛辛苦苦干了3天，300块你都不给我，狗日的刘扒皮！刘向东被李林春一顿猛踹，揍得他浑身抽搐，又急又气，咆哮大喊：啊！我他妈根本没见过你，别打了！你个偷看女学生洗澡的小流氓、小畜生，给我机会，我饶不了你！我他妈不认识你，谁他妈欠你300块钱？哟呵！李林春听到他还敢嚷嚷，更是气得抓起伞架的椅子靠背，一个劲儿的往他身上踩。你姐姐的刚刚还骂我，你那狗屁儿子初中就睡女人，很了不起吗？就吹吧！我要是没记错，你那儿子一脸阴柔样，是他妈个天烟的死人妖吧？要不然赵玲玲早就被他舔到手了。你是不知道赵玲玲曾经跟我吐槽过多少次，你儿子不行了，天烟的废物，那裤子里面藏着的压根还没火柴大，也他妈敢放屁说人家女同学勾引他干啥？剔牙吗？一听这话，刘华瞬间被激怒了，脸色涨红，咆哮着再度爬起来。李林春，你给我闭嘴，胡说八道，我跟你拼了！哼！李林春闻声回头，直接砸在他肚子上，瞬间又给李华砸得跪倒在地，毫无反抗之力。我胡说，你爹刚刚还特么造谣我偷看洗澡呢。那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事实胜于雄辩，老子非要把你裤子扒了，挂在教学楼上，让所有人都看看我他妈到底撒没撒谎。说着，直接走上前，李林春抬手抓起他的裤子，狞笑一声：“亮个相吧！”徐兰芳仍旧被一群老师按得死死的，见到这一幕，直接气急败坏的大喊起来：“你他妈给我住手！小畜生，住手啊！”李林春双手一扯，刘华的裤子应声挂在脚踝，刺眼的白，直接闪瞎了一众人的眼睛。啊！卧槽！靠，这么点！刘华听着周围传来一阵阵惊呼和嗤笑，瞬间整个人的脸面涨红滚烫，少年的尊严彻底破碎，羞耻的眼泪夺眶而出。啊！李林春，我跟你拼啊！你要干什么？没等他从地上爬起来拼命，李林春直接一把拽住那趴在他2条脚踝之间的裤子，拖着光腚的他直奔窗边。徐兰芳看到儿子被李林春这么羞辱，更是气得火冒三丈，失心疯了样尖锐大叫，可仍旧是被一群老师拦得死死的，根本挣不脱。啊！小畜生，你敢动我儿子，等死吧你！裤子穿上，我让你把裤子穿上。他可记得清楚，上一世赵玲玲污蔑他偷看女学生洗澡，这个刘华可是很能装逼的，在学校里大肆宣扬自己和他势不两立。李林春如今可是咬牙切齿的记起来了上一世，这个刘华是如何带着一群同学突然出现在他打工的小餐馆，点名让他来上菜服务，自己不知情况，走进包间，直接就被一屋子的同学贴脸开大，当面嘲讽，让他颜面扫地，尊严更是被踩在地上摩擦。那也是他唯一一次发脾气，当着赵玲玲的面掀了他们同学聚会的桌子，结果可想而知，被扣了1个月工资，还被开除。想到上一世被当众羞辱的仇恨，李林春不屑冷哼：“行啊，小鸡崽子，我就说了一句你和赵玲玲亲嘴儿的事儿，你特忙能带着爹妈跑上门来埋汰我，不是社会人吗？不是喜欢吹吗？那我就让老师同学们都看看你这点机子是怎么从初中就开始睡女人的，到底哪个不开眼的女人能勾引到你？看看到底是谁不检点。”你松开我裤衩子，你要干什么啊？妈，救我！听着好大儿刘华的惨叫声，刘向东眼冒金星的从地上跌跌撞撞的爬了起来。放开我儿子，小兔崽子，你活腻歪了，老子不会放过你的。不要啊！李林春，你不能，咱们是同学啊！老子被开除了，谁特么跟你是同学？你特忙喜欢苏婷，还是喜欢赵玲玲，还是喜欢阿猫阿狗，都特么跟老子没关系。跑上门来骂街，你小子在我面前装逼，那就是你的不对了。给老子挂上去吧！脚被绷直，勾紧了掉下去，那可就是脑袋开瓢，不死也是个偏瘫。走你！我操，那是刘华吗？我怎么看不见？哈哈哈！操，太他妈了吧！幸亏没跟他好。哈哈哈！刘华，抖一抖啊，我们看不清啊。刘华听到楼底下昔日同学们的嘲笑声，感觉整个人已经彻底尊严粉碎，比杀了他都难受啊！都不准看了，李林春，我爸会杀了你的，爸！刘向东听到儿子那撕心裂肺的惨叫，瞬间怒火攻心，热血上头。小畜生，我弄死你！当即大叫着直奔李林春扑了过去，李林春直接从口袋里掏出板砖，来呀，你过来啊！刘向东看着他手里那一抛一抛的板砖，下意识被吓得捂着被砸肿了的腮帮子，连连后退，眼里的怒火直接被浇灭了一半。你有种别扔板砖，我他妈根本不认识你，你上来揍了我，又他妈欺负我儿子，老子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哼，你不认识我，你跑来骂我，你畜生，你全家都畜生！告诉你姓刘的，有种就过来，我把你爷俩一块挂上去，来个双对儿挂炉烤鸭，你信不信？来呀！虽然这里只是3楼，但大头朝下掉下去，那真的是不死也偏瘫啊！王德禄被吓得心跳都漏了好几拍，急忙冲着几个老师摆手：“快救人啊！李林春同学，你差不多了，别闹出人命啊！”你们放开我，我儿子啊！谁都不想看到刘华真的大头朝下从窗户掉下去，只能纷纷松开手。徐兰芳得到释放，立刻好似一只母豹子扑了过去，压根来不及去管李林春，一把冲上去抱住儿子刘华的腿，哭喊着往上拉。儿子别怕，刘向东，你愣着干什么？救儿子啊！回去我再跟你算那个什么小红的账，是不是你想摔死儿子，让我们母子俩腾地方啊？
眼看着李林春似乎没了动手的打算，他这才哆嗦着冲上去抱住儿子刘华的另一条腿。我不想活了，让我死了吧！云云都转校了，我也不在这多了，我不要保送名额了，你们带我走吧，我要去找凌云，我也要转校。徐兰芳哭着给儿子提上裤子，站起身，拉着已经生无可恋的刘华就走，走到门口，这才咬牙切齿的回头看向仍旧没缓过劲儿来的刘向东。刘向东，你个鸟窝，你还混什么混啊？儿子的仇，你要是报不了，我特喵就跟你离婚。刘向东心里同样也是憋屈的要死，可身为社会人，他有他自己的硬气和尊严，咬牙切齿地看着李林春。小崽子，算你狠，你他妈给我记住了，我姓刘的，绝对不会就这么放了你。出去打听打听，我堂哥那可是干工程的大老板，老子我也是手底下养着上百个小弟的，我特喵早晚弄打你。砰！没等他说完，李林春直接毫不留情的一砖头砸了过来，直接砸在大腿根上，疼得刘向东嗷的一嗓子，直接蹦了起来。李林春捡回来砖头，凶神恶煞地盯着刘向东，没有半点害怕。你过来啊！你最好能一下弄嘎我，弄不嘎我，嘎的就是你全家！来呀！刘向东也算是混过社会，可也没见过这么不怕死的疯子。眼瞅着李林春又要一砖头砸了过来，瞬间吓得他捂着脑袋。好，你要干什么？放下石头，你给我等着！不过社会人就是不一样，即便是逃跑，那也忘不了撂下狠话。什么猪狗社会人，你爷爷等着你！眼瞅着姓刘的一家慌忙逃走了，王德禄心里也算是落下一块石头，他巴不得这些能闹事的学生全都转学离开，他只想安安全全的退休啊！看着闲下来的李林春，他急忙冲着旁边的老师招招手，赶紧把李林春同学的复学手续拿过来，给他签字啊！王德禄更是强行挤出一丝丝笑脸，略带哀求的看着李林春。李林春同学，你看这之前是学校和老师误会你了，当时校长求你了，剩下不到3个月的时间，你就踏踏实实、消消停停的留下来参加高考吧，可不能随便打人了。我又不是精神病，怎么可能随便打人？行了，复学手续我签了，别忘了把我的高中毕业证准备好，我到时候回来拿。上学就不必了，我也懒得学了。不回来上学，那不行啊，李林春同学，这咱们学校从来没有如此先例啊，更何况你。李林春闻言一瞪眼，没有先例，那从我开始不就是先例了吗？你怎么这么啰嗦？什么屁学还得我亲自上？此言一出，王德禄也是欲哭无泪啊。不是李林春同学，这不单单是上学的事情啊，那还有全国物理竞赛，还有代替学校参加全省联考的名额，这都是有保送机会的。你不去的话，那我们也不敢让别人去啊。李林春听到这话也是看明白了，合着这老校长是被自己吓坏了，以为我要霸占着这全国物理竞赛和全省联考的名额呢。然而我就算是想去，那也是太监逛青楼，有心无力啊。这个全国物理竞赛的机会，还有全省联考，我不是很想参与了，但有个人我可以推荐，你们现在就叫他来，我亲自跟他说。上一世学校里有个身份低调的家伙，老爹的个大领导，主抓经济命脉，各路老板的顶头上司。最关键的是，上一世这位老同学也是唯一一个在毕业了之后帮助过他的，所以提前用这个机会结识一下人脉。3年1班的周晨阳同学，请你立刻来一趟校长办公室。既然是个常年和李林春学习成绩不相上下的尖子生，实在是让一众老师欣慰的同时倍感惊喜。李林春，你怎么？李林春看着这个和自己其实没多大交集的神交好友，洒脱一笑，摊了摊手。寄托冤情，校长大恩大德，网开一面，让我回来复学了。诺，手续刚签完。周晨阳，你的学习能力我清楚，现在你也知道，我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心态有点变化了，对学习不感兴趣。刚刚我和校长他们说了，全国物理竞赛还有代表学校参加全省联考的名额，还是你来接手，我更信任，我相信你的能力，希望你能真正拿到更好的成绩，期待你保送清北。啊，什么？给我？当然了，我一直认为在这学校里，唯一能跟我比学习的就只有你了。老同学，咱们虽然接触的时间不多，但学习上可是暗暗较劲了3年了。我最了解你，加油，别分心，好好努力准备吧，我等你好消息。说着，李林春就准备潇洒离去，可刚走一半，突然又掉头回来，一脸认真的靠近周晨阳，看着他的双眼。我叫李林春，李林春。记住了吧，你可千万记住了啊！别送出去这么大义人情，回头来领导公子不记得我了，那不是白扯淡了。走了，小爷我志不在此，毕业典礼再见吧。喂，老王啊，这黄旭东还有赵玲玲，你到底打不打算开除了？这怎么处理的啊？开除，一定开除。不过其他学校收不收，那真不是我能决定的了。但是我要是知道了，一定会告诉你。李林春闻言满意的点点头，他是准备盯紧了这2个狗东西，不可能让他们消停的换个学校就解决问题。行，谢了啊，老王，改天我也替你去支持一下8号技师。走了。接上集，处理完学校的事，回到厂里，直接就被孙云从保卫科调到了办公室当助理。然而还是出意外了，客户那边要改衣服的设计版型，工期只肯给多加1礼拜。大傻春和孙云直接杀到皮包公司老窝。是谁要改设计？懂个鸡巴！里面3人正抽着烟喝茶，谈笑风生。乍一见到有人进来，3人齐刷刷的皱眉看过去，还都是老熟人。干什么的？孙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把这里当成你们的破场子了吗？刚开完会，你现在这是要回来打架的？我们是甲方，合同也没规定不允许更改设计方案，已经增加1礼拜的工期了，你们照做就行了，哪来那么多废话？
孙磊看到门口闯进来的李林春，他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冷哼一声：“哼，李林春，听说现在你成了办公室助理了，将来我妹妹还打算让你当办公室主任。呵，破厂子，早晚的破产。在这里耍横是没用的，赶紧回去抓紧更改设计，争取能赶在工期之前完成生产吧。”此言一出，会议室里三人立刻毫不掩饰的嘲讽大笑起来。孙云被气得俏脸冷句：“笑个屁啊 ，baby！” 小云，你别无理取闹，这都是正常的商业手段。哼，这他妈是什么垃圾设计？用料难看，版型难看，扣子也难看，哪里都难看。我身为甲方，我花钱了，我就是要改成好看的版型，有什么问题？你们一群臭打工的，加班加点，老老实实完成我们甲方交代的要求就行了，哪来那么多废话？我呸！出设计稿的时候，你他妈眼瞎啊？那时候你不觉得丑？衣服打版给你发样品确认的时候，你不觉得丑？确认用料，厂里技术工跟你再三确认这料子上身效果的时候，你不觉得丑？现在老子衣服做出来了，料都用了过半了，你那狗眼又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东西，觉得丑了？你他妈懂个屁的设计！孙磊还是头一次被人这么贴脸开大，顿时怒不可遏，涨红了脸。你，李林春嗤笑一声，毫不留情继续开喷。你算个狗子的甲方啊！没有金主爸爸刘向前给你发钱，你装个屁的有钱人！老子是打工的，不是卖身的。你癞蛤蟆跳缝纫机也装上裁缝了。既然改了设计，那就说明你脑子有窝窑子，坑里有水，水里有屎。自己定下的版型只拉一半了，你想起来你要窜稀了。我看你干脆自己吃进去算了。改设计就是你违约，按照合同约定，该赔偿的违约金你1分也不能少，工期必须延长1倍，造成的所有损耗全部你来负责。老子虽然是打工的，但他妈也能是打你的。你要是听不懂人话，我这么也很懂些拳脚。你个臭打工的，你！咱跑来闹事，你是活够了是吧？一个臭保安，真以为天底下都怕你啊？正当李林春伸手摸向口袋，准备动手的时候，楼下突然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一个脸上挂着乌青的身影皱着眉头从楼梯走了上来，不耐烦的骂骂咧咧：“谁呀？谁他妈来找事？当老子刘向东不存在是吧？也不出去打听打听，上户市的建筑工地有几个？”正说着，声音戛然而止，下一秒，刘向东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家地盘上的李林春，瞬间兴奋的两眼放光，一把扯下了头上的绷带。他妈的，小兔崽子，是你啊！尼玛的，还真让我碰到了！今天别想站着出去。李林春乍一听到这声音，心里也是咯噔一声。刘发皮，小兔崽子，你真敢来啊！找死！李林春一激动，一紧张，手里攥紧了的板砖，下意识反射，直接奔着刘向东的眼眶砸了过去。刘向东还没靠近，直接被砸了一个乌眼青。我去你妈的吧，刘发皮！一个大跳飞踹，直击刘向东的心窝子。刘向东刚从楼下上来，瞬间又被踹成了滚地虎，打着滚儿的从2楼摔了下去。老板，大哥！刘向东被砸了一个乌眼青，又怒又气，大声哭喊起来，抬手指向楼上的李林春：“他妈的，给我弄他！”李林春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多人一起上。操，完蛋，被特么老当包围了！孙姐，找你个去！孙磊也是急忙上前护住不停挣扎的妹妹。该，你真该！小云，别乱动，出去挨揍！松开我，我要报警了！然而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压根没人会听他的话。李林春也不犹豫，直接翻身从2楼跳到了1楼。冤家路窄，上户市竟然这么小。刘扒皮老狗他竟然也在这个经贸建筑公司，好汉不吃眼前亏。李林春撒腿就跑。李林春眼瞅着出院子的大门被人堵住，心里也是咯噔一声。身后10几个工人连带着刘向东呼啦啦窝了上来，直接把他逼入了死胡同。见到李林春这走投无路的场面，顿时高兴的他破涕为笑。哈哈哈哈哈！好啊！他妈的，你小子也落到我手里了！冤家路窄啊！这墙角除了一个粪坑，什么都没有。有本事你他妈跳粪坑游出去啊！给我上！正当所有人要一拥而上的时候，众人背后却是突然传来一声怒喊：“住手！”没等刘向东反应过来，背后2楼的楼梯上，孙云不知道从哪里捡回来那块石头，直接向着这群工人砸了过来，精准无误地砸在一个工人的脑袋上，瞬间响起一道杀猪般的惨叫，板砖更是打着滚儿地跳到了地上，滚落到李林春脚底下。刘向东气急败坏地回头冲着楼上拉扯的兄妹俩怒喊一声：“姓孙的，管好你妹！这里还是我堂哥的公司，老子比你说了算！”李林春已经从地上捡起了自己那块板砖，来呀，你过来呀！乍一见到他拿起石头瞄准，刚亲眼目睹老大和一个兄弟被砸的众人瞬间畏缩起来，谁也不敢第一个往上冲。见到自己这边10几个人竟然还拿不下一个李林春，顿时气急败坏。都他妈怕个屁啊！受伤医药费我包了，他就一块石头，能他妈砸几个人都给我上！此言一出，10几个工人面面相觑，好似下了狠心，当即就要往上冲。李林春见状，猛地一瞪眼，去你妈的！咻，石头应声而出，直接砸在首当其冲第一个冲上来的工人嘴上，一声惨笑，那工人捂着嘴疼得满地打滚，直接吐了一手的血。真他妈准啊！刘向东此刻却是猛地跳出来，不顾一切地嚷嚷着：“他就一块石头，怕个屁！上！”正当工人们犹豫的片刻，李林春立刻好似想到了什么，猛地回头直奔墙角，一把抓起那黑色的长棍粪勺子，呼，用力一挥，恶臭瞬间在空气之中弥漫。再度吓得几个工人捂着口鼻，纷纷后退，个个面露忌惮。
来呀！他妈的，不怕吃大粪的就上来！扫把战士，谁来谁死。据说在古代弓箭战士只要伤到，不死也得残，所以大傻春一勺大粪可敌千军，数十人大汉都斗不过他。来呀！不怕吃大粪的就上来！谁盖的这破房子？粪坑放在院子里面，咋他妈想的？眼瞅着没人赶上，他再度咬牙切齿的嚷嚷起来：怕个屁！那勺子里面又没大粪，拿下那小子！今晚我请你们洗浴中心搓澡。李林春见到这群人是真要冲上来了，瞬间咬牙切齿的点点头。好，有本事就来吃大粪吧你们！一股恶臭扑面而来，刚围上来的10几个工人见状，顿时被吓得愣在原地，连连摆手。不！你要干什么？小兔崽子，别乱来！我干嘛？我他喂你吃大粪！连汤带水，一道恶臭的黄色瀑布瞬间挥洒当空。刘向东从来没想过这小子竟然敢这么颠，顿时被吓得双腿发软，拼了命的想要后退。妈呀，跑！就连他妈的空气中都彻底爆炸了，弥漫的恶臭简直足以俯视千里，熏得人根本睁不开眼。恶心的胃痉挛，刘向东捂着眼趴在地上，一个劲儿的干呕，根本不敢抬头。什么？我脑袋顶上是什么？脑袋顶上一团黏腻而且湿乎乎的触感，似乎有万千条触手一点点开始向下蔓延，马上就要淌落在脸蛋子上。内心深处，刘向东完全知道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身边10几个工人几乎无一幸免，全都在鬼叫鬼叫的干呕着跳大神儿。快帮我弄掉！帮我呕！李林春此刻也是被熏得脸色发青，胃里一阵翻滚。老子也不是没干过掏粪工的活儿，怕个屁啊！来呀，今天喂你们吃个饱！说着，大粪勺再度被他狠狠灌进了粪池里，发出一阵令人牙酸颤抖的咕噜声。刚刚还在鬼叫鬼叫的众人，乍一听到这声音，瞬间全都被吓得面无血色，瑟瑟发抖，疯狂后退。好啊，这小畜生太恶心了，都别拦着我！李林春见到那罪魁祸首的刘扒皮要跑，顿时眯起眼睛，冷哼一声：“你没吃饱了就想走？爷爷再给你来点，吃独食吧你！”大粪勺子满满当当，李林春发了狠的大叫一声，粪勺直指逃跑中的刘向东。乍一见到这一幕，10几个工人却是也被吓得魂不附体，疯狂逃窜，眨眼间只剩下刘向东。喂，回来！你们都给我回来！正当此时，背后风声响起，刘向东直接被吓得大哭起来。别！压根没等他反抗，李林春手里的粪勺子直接满满当当对着他脑门扣了下来，呼哗啦啦，一瞬间连汤带料全都罩在了他脑袋上，浸透了全身，整个化身意识人，抽搐着口吐白沫，一个劲的干呕，浑身哆嗦。来呀，谁他妈还没吃饱？楼上会议室里，4人也是连连干呕，半死不活。正当此时，会议室的大门猛地被李林春一脚踹开，一手拿着石头，一手拎着粪勺，他直接咬牙切齿的闯了进来，粪勺直指孙磊。孙主任，你吃不吃啊？200万的合同尾款到底能不能给？老子已经问够了，这是最后一遍问你，还他妈改设计吗？孙磊压根没想到这小子如此生猛，更是如此的癫狂。乍一看到那伸到自己面前还有几许金汤玉滴的大粪勺，瞬间抽得他头皮发麻，浑身汗毛倒竖。你给我拿开！做生意哪有你这么发癫的？我他妈是生意人，这是商战你懂？哦，李林春眉头一挑，大粪勺瞬间再进一步。你说啥？不给是吧？说着，更是抬手握紧石头，哼着会议室角落里瑟瑟发抖的林世祥和王有林2人。那今天老子就喂饱了你们，谁都别想饿着肚子出去。此言一出，孙磊看着那即将滴落下来的金汤，人生头一次被吓得不顾形象的大喊起来：“给！你他妈给我拿开！我得！”他这一松口，角落的林世祥却是不乐意了，急忙出声反驳：“不能！”没等他喊出来，李林春眼珠子一瞪：“啥？吃大粪吧你！”粪勺子一甩，里面仅存的一点金汤瞬间化作万千泥点子，直奔林世祥2人飞了过去。我们给了，不感人了，设计不感人了。林世祥和王有林2人被淋了一头泥点子，瞬间恶心的趴在地上干呕，彻底没有了往日所谓大客户社会精英的从容感。此时此刻，什么高级大佬也要拜服在粪勺子的淫威之下。明摆着告诉你们，就算你们用什么阴谋诡计坏了这桩买卖，厂子也不会倒闭。我让你们就算搞垮了厂子，也拿不走地皮，这辈子也见不到允许开发的批准文书。看着跪在地上哀嚎干呕的2个合作伙伴，内心不由得十分庆幸自己看准时机，松口的快，只能咬牙答应下来李林春的要求。好，你放心，我保证这200万的合同就全当是我留给老厂子最后一笔订单，只要你们按照要求加工出来，尾款我照付不误。但是小云你记住了，这破厂子一天不能彻底改制，就一天跟不上市场变化。你们能救得了这一回，救不了以后每一次，迟早有一天要倒闭。要是你们在这厂子混不下去，我倒是欢迎你们这样有本事有魄力的人来找我，跟我一块干。此时此刻，孙磊对于李林春的印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和几个合作伙伴乃至背后金主大老板精心设计的计划，天衣无缝，能够被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保安给识破，并且彻底化解。这小子都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哼，孙磊，爸已经被你气得要提前退休了，你先关心自己以后还能不能回家吧。我嫂子能不能让你进屋？这厂子我既然能保住这一回，就能保住以后每一回。我看还是等你以后干不下去了再来找我吧。
不过你这么吃里扒外，算计自己家厂子，我可不敢用你。但你是我哥，给你几个养老钱，妹妹还是做得到的。说着，冷哼一声，当即拽上李林春，转身就走。孙磊看着楼下院子里还在口吐白沫、翻白眼、抽搐不断的刘向东，反倒是嗤笑一声：“哎，差不多行了，赶紧打电话找人来救救那个刘向东吧，一会儿就被熏死了。”哥哥一天不打妹妹，心里就难受，还把妹妹的老爸耳朵给割了，却不敢报官，跪求哥哥放过。接上级从刘向东公司回来，弄了一身屎味，换了一身衣服，接着就去找舅舅出气。嘿，去哪啊？一声吼，瞬间吓得赵玲玲惊慌失措，一下子扑进亲妈的怀抱。妈！蔡金凤见到李林春突然出现，也是被吓得脸色惨白，惊恐地护住女儿，看向李林春。小畜生！赵玲玲仅只是看到李林春出现，立刻就被吓得双腿发软，瑟瑟发抖，根本不敢回头直面他。你不要胡来啊！这房子都已经答应好了给你了，你舅舅也没报警抓你，你差不多得了，又回来干什么？没看到我那好舅舅和凤霞啊，他俩人呢？这房子说是要给我过户手续，等什么时候办？等我死了再办啊！你们上坟烧报纸糊弄鬼呢？大半个月了，赵庚他就算是重新长个耳朵，那也该长好了吧？看着李林春靠近，蔡金凤急忙护着赵玲玲退到一边。你舅舅他还在住院呢，你外婆在那陪护。我和你妹妹这正要去替班，换你外婆回来，这不是回家来做饭的吗？倒是也合情合理，这伤筋动骨都要100天的，掉了个耳朵住1个月医院也不稀奇。那看来这过户的事情还要拖几天。舅舅不在，我妹妹也是一样的。听说最近转学了，是去了哪个学校啊？怎么也没人来通知一下我这个当哥哥的，我好去探望探望。哥哥，你别打我了，不读了，我不读书了，我没办转学，没去别的学校，我听你的了，我不读书了，别打我了，哥哥。赵玲玲乍一听到李林春把矛头指向自己，瞬间吓得哆嗦着摇头，扑通一声直接跪了下来，反应之迅速，压根都不给李林春掏板砖的机会。我们真不读了，你看这哪个学校能放学这么早啊？这大半个月了，玲玲一直都在养伤，连退学都没办，更别说转学了。但是等玲玲爸爸养好了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去办退学，不转学，不读了。李林春见到这母女俩全都一脸哀求，心底的一口气还没发出来，就被迫硬生生咽了下去，口袋里的板砖拿了出来，又硬生生放了回去。可明明是自己没能打到人，怎么心里这么憋屈呢？好，被预判了，那我就改天再来。说着，他的目光却没有停留，仍旧在寻找着这母女俩身上的破绽，盯紧了看准他先迈哪只脚。然而赵玲玲却是突然被吓哭了，毫无征兆的开口打自己耳光。哥，我错了，哥，我不该让我爸住院那么长时间，耽误了给你过户，我错了，我真错了，哥。别打了玲玲，你哥没怪你，别打了孩子。一边哭着，蔡金凤一边抹着眼泪抬头看向李林春。自从上次玲玲被你打了之后，现在这孩子心里非常脆弱，稍微一害怕就会自己打自己。舅妈求求你，就饶了他吧，饶了我们一家子。这房子都给你了，别抓着我们不放了。等你舅舅出院，立刻就能给你办过户手续。李林春见状也是一阵无奈，这特么怎么还玩上自残了？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欺负你们母女呢。上一世你们可是把我活活逼死了，这一趟跑的非但没有解气，反而心里越发憋屈了，没人可打，这不爽啊！行了，走了，真特莽晦气。母女俩一直哭哭啼啼，看着李林春走远，这才彻底的松了口气。赵玲玲见状，整个人都彻底被吓得瘫坐在了地上，大口喘着气。可刚刚还哭得楚楚可怜的眼神儿，此时此刻充满了怨毒。吓死我了，还以为又要被揍一顿。妈，我演的像不像？果然是我女儿，都怪你爹和你奶奶没本事。我李恨和废物就直接妥协了，他们既然要把房子给出去，咱们母女俩也靠不上他们了。当初我就是看上你爸有个上护士的户口，能帮我解决城市户口还有工作，要不然绝对不可能嫁给他。现在我给你准备的房子没了，我就不能让我闺女还这么窝囊。说着，蔡金凤扶起赵玲玲，目光逐渐坚定起来。走，换一身衣服，一会你还要和刘老板的儿子一块出去看电影呢。人家可是从美利坚回来的，已经在那边读书了，迟早能拿到绿卡入籍。等你爸那边安排好，花多少钱，爸妈都要送你出去，以后就变成外国人，比他们都高一等，不在国内吃苦。看那个小畜生还能做什么妖？李林春虽然返回了肠子里，可这心里总是不得劲儿，总感觉自己好像被摆了一刀，错过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不可能啊，这一家子不可能这么老老实实的，肯定有所隐瞒。但是他到底隐瞒了什么呢？哎，小李，我咋了，七七姐？马姐她老公是放映厅的，拿了几张电影票来，要不晚上一起去看？看电影？上辈子我还没跟女孩子看过电影呢。但赵玲玲和赵刚那边再饶了他们一晚上，打人和约会之间很难抉择啊。放映厅里漆黑一片，李林春和高曼琪来得早，买了小吃，找到位子坐下，时不时的轻笑两声，嘀嘀咕咕，尽显甜蜜。砰！正当此时，李林春的椅子突然被后面踹了一下，顿时让他不满的啧了一声：“后面同志轻一点，别踹了。”
话音刚落，后面反倒是传来一阵嗤笑声。国内就是落后，还是这种破椅子，过道这么窄，真不舒服。等你过去留学，我带你见识见识什么才叫真正的电影院。此言一出，另一道尽显温柔的声音响起。还是你见多识广，国内很多人都没素质的，稍微碰一下就大声嚷嚷。咱们也坐下来吧，快开始了。刚说完，李林春的椅子又被踹了一下，可听着那俩人的对话，瞬间让他火冒三丈，深吸一口。哎呀，我他妈的！他突然想到一旁还有一个满心欢喜来看电影的高曼琪，顿时咬着牙压下火气。琪琪姐，还有10几分钟才开始呢，你要不去个卫生间？有道理，那你等我啊。好，慢点，不着急，我等你。正当高曼琪从他的视线里消失的瞬间，椅子背后突然又传来一阵不轻不重的脚尖轻点颤抖的触感，那个很装逼的声音再度响起：“啧，这座椅真挤，翘起腿来舒服一些。玲玲，你不觉得座椅硬吗？要不要我抱着你啊？”当当当！李林春感受着椅子靠背被那人脚尖连续撞击，内心的烦躁冲上顶点，心里积压了一天的火气瞬间全都爆发出来，直接起身踩着椅子向后排扑了过去。不是小兔崽子，你他妈的踹起来没完了是吧？我他妈！你个罗圈腿，不要就捐了！看个电影，踹起来没完了是吧？走你妈的！本来独闯赵家小洋楼，没能找到借口出手，这心里就压着火气了。结果后排一点不顾及影响，叽叽喳喳碎嘴子也就算了，还他妈捅钱，只能算是你小子他妈倒霉。一整排的椅子全都剧烈摇晃起来，直接吓得一整排等着看电影的观众全都炸锅。阿曹，什么情况？黢黑的什么东西穿过来了？发生啥了？地震了！乍一看到两团黑影砸在一起，扭打起来，前后左右的观众全都被吓得站了起来，纷纷躲避，还有吃瓜的群众只能跟着瞎起哄。打起来了！这今天看的不是喜剧片吗？我操，武打片啊！谁打谁啊？看不清啊！一群吃瓜群众好奇大过害怕，乌泱乌泱的围了上来，想要看个真切的。还没等刘海洋反应过来，李林春一把攥住椅子上那人的衣服，拎了起来。你小子800个没完了是吧？又是他妈国内落后，又是他妈国内没素质，老子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没素质！就是不在阿美利卡，要是在那边，老子一定惊空一梭子，突突了你小子！说着，李林春夹杂全部怒火的一巴掌，直接向那半死不活的刘海洋打了过去。一想到自己揍的是个二狗子、羊腿子，他心里就一阵舒坦，就当是抓了个替代品吧。我去你妈的！算你小子今天掏上了！记住了，去了阿美利卡看电影也被他妈抖腿，容易让人给你突突了。老子这是帮你提前打个预防针，就谢谢我吧你。刚说完，又是一巴掌直接扇在刘海洋的脸上，接连2巴掌，直接打得刘海洋眼冒金星，分不清东南西北了，整个人彻底被打懵了。我操，这武打片比电影好看，会不会出人命？还是报警吧。先别慌，我先拍个照片发个抖音。赵玲玲此刻也已经被吓傻了，直觉告诉她，黑暗中这道骂骂咧咧的身影肯定就是李林春。你是？李林春嘿嘿一笑，露出2排大白牙。我不是，根本来不及也懒得思考，为什么赵玲玲会突然和一个羊腿子出现在电影院里，直接从口袋里掏出那块从来没洗过的板砖，狠狠向赵玲玲那发出尖叫的大嘴砸了过去。我去你 M 的，叫个屁！噗，压根容不得他反应，直接被砸得眼冒金星，脑袋发晕。刘海洋也是身体素质过硬，硬生生从李林春这一招乌鸦坐飞机里缓了过来，顶着一半被打肿了的猪头脸，发了狠的要挣脱李林春的控制。啊，你他妈谁啊？知不知道我是谁？我爸是。没等他喊完了，李林春直接不耐烦的皱眉挥手砸了下去，那还带着赵玲玲嘴巴子鲜血的板砖再显神威。你爹是我，我是你爸，吃老子一尿结石！带着血的石头狠狠砸在刘海洋的鼻子上，噗，2竿子鼻血直接从刘海洋鼻孔里喷发出来，鼻梁骨直接被干断了。我是外国留学的精英，即将拿绿卡的美利坚人，你敢打我？我爹是刘向全，你们这群穷鬼！我呸！老子打的就是精锐。黑暗中又是一记窝心脚窜了出来，刘海洋一瞬间好似见到了自己倾心已久的兄弟。赵玲玲这时候早就已经被吓傻了，被打得满脸鲜血，惊慌失措的转身就要逃跑。啊！别打我！别打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是。李林春见到赵玲玲要跑，瞬间瞪大了眼睛。跑，往哪跑？跟你说了，老子不是。不，你是。他妈的，跟你说了，老子不是。砰！没等赵玲玲再喊，他直接一脚踹了下去，瞬间眼冒金星，被揍得口鼻流血。我错了，不是，你不是，我不知道。听着妹子的惨叫声，一时间电影院里几个舔狗上了头，纷纷嚷嚷着要冲上来拉架。哎，别打女人啊！操，谁他妈推我？你上啊！推我干什么？妈的，谁踩我脚了？操，你他妈找事儿是吧？黑暗中，一群人都要向着狭窄的地方挤过来，瞬间乱成一团。更有脾气大的，推搡着直接打了起来。霎时间场面轰闹成一团。刘海洋接连不停的巴掌和屁股攻击，瞬间给刘海洋打得晕头转向，压根也分不清攻击到底来自哪个方向，更是找不到敌人是谁，直接发了狠的胡乱抓了一个人，咬牙切齿的向他脸上抓去。我去你妈的！敢打我，让我爹弄死你！一时间，黑漆漆的整个放映厅里直接打成一片，根本分不清谁是谁。这是怎么了？突然，身后几个戴着红袖箍的保安冲了进来，大声吹响嘴里的哨子。住手，都住手，别打了，全都带走，拉去派出所。黑暗中，刘海洋已经记不清被多少人打过来了，早就被吓得彻底应激反应了，死咬着一个人，愣是不松口，生怕下一秒又被暴揍，被打得同样口鼻流血，假牙脱落的赵玲玲更惨。
别打我，别打我了！赵玲玲彻底被做出了心理阴影，惊恐的目光四下寻找，可愣是没发现她黑暗中想象到的那个人的身影。不可能，肯定是，怎么会没有呢？明明记得那个声音，那种被打的感觉，下手那么狠，那么黑，明明就应该是李林春才对啊，怎么会没有呢？赵玲玲什么时候和刘向前的儿子勾搭上了？难道是赵刚和刘向前的交易还没停，俩人凑成儿女亲家，准备大搞房地产？看来这是不打算兑现给我的小洋楼啊！难道他不怕我拍的他收钱的照片了？那让赵玲玲跟这个洋腿子在一起，是想要让赵玲玲不高考，直接出国去读预科？好啊好啊，这是他妈的别出心裁啊！我倒要看看怎么个事儿。姓赵的，你这辈子还想继续当领导？做梦！赵刚，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了？要看着我们母女俩被欺负死吗？赵玲玲身上挂着淤青，俩门牙黑洞洞的，刚做的假牙直接被揍的，昨晚不知道什么时候吞进了肚子里去，刚吃了泻药等着拉出来，如今也是抱着亲妈泣不成声。我不敢了，我不敢了，别打我了，求求你们别打我了！昨晚摸黑被一顿胖揍，再加上派出所蹲了半宿，早就给他吓出创伤应激反应了，只会哭着一个劲儿的求饶。畜生啊！警察昨晚上就没抓到李林春那个小畜生吗？你们两个人都没看清吗？乍一听到李林春这个名字，赵玲玲猛地哆嗦一下，大哭着往亲妈怀里钻。别提他，别提他啊！妈！蔡金凤心疼的哭着抱紧女儿，红着双眼愤怒的看向赵刚。你耳朵聋了？那小畜生是把你俩耳朵都切了吗？问什么？不去给闺女报仇，你只会躲在医院。我们母女俩怎么摊上你这么个废物？给吧，都给那小畜生吧，房子给他，把我们母女俩也都交给他打死算了，窝囊废！妈的，他妈的小畜生欺人太甚了！可他手里有我收钱的照片啊！一旦他……病房里突然被人打开，赵玲玲无语的乍一见到这阵仗，更是被吓得瑟瑟发抖，抱在一起。赵刚好歹大小也是个干部，心理素质还是有的。干什么？你们是干什么？我的病房你们也敢闯？不知道我是谁吗？话音刚落，人群背后鼻青脸肿的刘海洋率先走了进来，满眼哀怨。赵叔叔，是我。还有我。赵处，怎么回事啊？我儿子刚领着你闺女出去看场电影，就被人打成这样，这过些日子可就要回去美利坚那边读书了，到时候这脸恢复不过来，海关过不去，到时候你闺女那打算出国读预科的事儿也办不成啊！到底怎么回事？裴秀压根也懒得听赵刚废话，直接不满的轻哼一声，心疼的看着自己儿子身上的伤。我儿子被打成这样，黑不来，他们也要来啊！海洋可说了，玲玲昨晚上认出打人那小子了，可你们一家子愣是不敢得罪他是吗？到底多厉害的人物？再上护士，你这么大一处长，还有你不敢得罪的，那行就交给我们来，能再上护士开这个建工集团，我们孩子他爸就没有怕的人，就算是什么大领导的公子，也不能骑在我们头上拉屎。说着，压根也不管还在犹豫的赵刚，一脸心疼的看着被吓得直哆嗦的赵玲玲。哎呦，玲玲啊，让裴阿姨看看，好好一姑娘被打成这样，这要是我姑娘，我非扒了她皮不可！赶快让你爸交代那小子到底是谁，裴阿姨给你出气，这小脸可怜人的，好好养伤，等过些日子让海洋带你一块出国，以后就给裴阿姨当儿媳妇，好不好啊？玲玲，昨晚都怪我没保护好你，你放心，今天我是带了人来的，只要赵叔说出那小子在哪儿，我绝对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眼见赵玲玲被吓得都说不出话来，裴秀更是心疼了，直接气恼的起身看向赵刚。我说赵处，我们家老刘跟你合作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早就跟你说过，有事儿尽管开口，你是领导，你不方便干一些事，但我们手底下有的是人，我们来干，这怎么的？现在到底是被什么大人物吓到了，让我玲玲侄女被打成这样？你这个当爹的都不敢报仇，是有什么把柄在人家手里吗？那咱们把把柄一起拿回来不就行？还是说他就没什么软肋了？赵刚此刻也已经是万分纠结，咬牙切齿的看向裴秀开口。还能是什么把柄？你们家老刘这次办事不靠谱，找了几个不会办事的新手来给我送钱，证据全都让人拍下来了，照片我都看到了。你们做不成一个工程师小，老子要是被人举报到纪委，那就是大事。你的人再厉害，难道还能把底片都给我抢回来吗？一听这话，裴秀心里也是咯噔一声。什么？被人拍了照片？身为生意人，他当然明白赵刚如果真被人举报到纪委，会给他们家生意造成多大的损失，必然不可能让赵刚在这种阴沟里翻了船。这事儿就更要办了，不就底片吗？你告诉我那人是谁，我派人去查他的软肋，到时候不怕他不老老实实把底片交出来。赵刚听到裴秀这番话，心里也是泛起了嘀咕。你不说，那我说，打人的就是他那废物外甥李林春，软肋，哼，根本不用调查。李林春唯一的软肋，那谁都知道，就是他那化工厂退下来的爷爷奶奶，那两个老东西就住在化工厂的家属院，我们是拿他们没办法。但你们要真有本事，把那俩老东西抓了，我不信他李林春还有胆子打人。到时候你们必须把李林春给我废了，我要他死。儿子被打，社会大姐带领一群小弟竟然找孤寡老人报仇，却没想到老人直接拿出98K 团灭整个黑社会。老头子，这鸟枪，人家派出所同志都来催过好几回了。就算是你参加抗联时期的宝贝疙瘩，那现在也不让私人藏枪了，还是得上交。
真把自己当老同志、老英雄了。你说你老惦记我这玩意干什么？那派出所的小同志都说了，这枪是老古董了，拿回去也是送到博物馆展览。当初就靠着这支枪，我打死几百个鬼子。对，就是解放于家屯那一战。切，别废话，还有这把刀，人家都说是管制刀具了，赶紧一块送给派出所的小同志。算了，我打电话让他们来拿，你不准吓唬人家了啊！每次都装心脏病，你哪有心脏病啊？看着老伴儿真跑去打电话了，李建国瞬间心痛起来。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下来折。这把刀也不能给，这都是宝贝。你看这红绳，它原本是白的，那都是鬼子的血啊，留着辟邪。这狗血最灵了，我告诉你，都不准给。你打电话叫他们，那也是白跑一趟。哎，我记得还有几个子弹来着，是不是？走啊，骑上车子，我带你去郊区，咱们打2枪，找找当年杀鬼子的感觉。也不知道那子弹受没受潮，还能响了不？说着，老爷子就一手拎着枪，一手拎着刀，兴冲冲地跑回书房去找子弹了。于桂芬打完电话回来，见到那死绝的老头子，又跑回书房去了，也是一阵哭笑不得。都和平年代了，你还怀念这些玩意有啥用？鬼子还敢打过来？现在那都是用炮轰，你这不顶用了。正说着，砰砰砰，房门突然被敲响了。来了，谁啊？我这刚打了电话，派出所的也没这么快吧？难道是老家伙那几个学生来了？这里是李林纯爷爷家吗？你是他奶吗？滚开点！于桂芬毫无防备被推了一把，顿时噔噔噔的后退了2、3步，不轻不重的撞在沙发上，这才停了下来，一把抄起旁边茶几上的烟灰缸，二话不说扔了出去。小兔崽子，你敢推我？没等那黑西装反应过来，一记烟灰缸直接飞了出来，咣当，瞬间砸在寸头黑西装的脑门上，鲜血迸溅，整个人当场硬邦邦的倒头就睡。我操，什么情况？你他妈怎么自己躺下了？看着头半流血，一群黑西装顿时惊恐地看向那比他们还生气的老太太。于桂芬瞪大了眼睛，随手又拿起了茶几上的茶壶。我砸的就是你，跑到我家里来，嘴里不干不净的，跟我一个老太太动手动脚。告诉你，当年给地主家看牛的时候，我捡石头砸牛，一砸一个准，地主家的狗崽子敢欺负我，都被我打得抱头鼠窜。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孙子就是李林春，我就是他奶奶，怎么了？此言一出，同行的一个黑西服小伙不服气的冷哼一声，大跨步的直奔于桂芬走过来。跟这老东西废什么话？一个老婆子而已，给他一巴掌就老实。没等他靠近，于桂芬手里的茶壶毫不犹豫的直接飞了出去，砰砰砰，茶壶四五之口，即便是这壮年小伙也压根没反应过来，直接被他满头花滚烫的茶水泼了一身。啊，烫，好，一脸的陶瓷渣子扎得他鲜血横流，滚烫的开水更是烫得他脸面通红，原地蹦高惨叫，嗷嗷直喊。我操，这是老太太吗？怎么回事？妈的，这么准，上来就2杀！于桂芬再度抓起配套的茶杯，瞪起了眼睛看向那些都被吓傻了、不敢上前的黑西服，没有半分胆气。哼，来啊！你们闯进我家干什么？还敢骂人，还想动手？看看你们有没有当年地主老财的骨头印！几个黑西装顿时被吓得抱头鼠窜，全都躲避起来。正当此时，刘海洋一脸狠辣的从后面挤了上来，直接从怀里抽出一把小刀。妈的，国内老太太都这么横的吗？你他妈是没见过坏人是吧？我他妈昨晚莫名其妙被揍了一顿的小痞子，听说这老太太就是昨晚揍他那小子的亲奶奶，他可不打算留手了，拎着刀就往前上。突然一声巨响，烟火缭乱，刘海洋手里的西瓜刀直接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崩了出去，手腕子都被干抽筋儿了，浓浓的火药味更是瞬间炸了他一脸的灰。下一秒，身高1.9米的李建国单手拎着鸟枪从书房门口走过来，咔嚓，带着滚烫余温的鸟枪直接顶在了刘海洋的太阳穴上，一丝不差。你小子杀过人吗？见过死人吗？我是李林春他爷，我特喵问你话呢，哑巴了，咋了？说。咔嚓，李建国手里鸟枪再度扣动扳机，激发器高高抬起，随时都有可能崩枪走火。那清脆的机械声瞬间将被巨响振聋猛闭的几人吓得清醒过来。啊，他有枪跑啊！操，这他喵的是老头，去他妈的软肋！谁他妈尿我裤裆里？7、8个黑西装小伙瞬间被吓得屁滚尿流，压根分不清到底谁他妈才是黑社会，扭头就要跑。刘海洋瑟瑟发抖，脑瓜子被烫出泡来也不敢动了，哆里哆嗦的直接尿了裤子。在美利坚读书都没被人拿枪顶着脑袋过，谁他妈能想到围过了唯一老头差点崩了，忍不住被吓得嚎啕大哭。啊，别！没等刘海洋说完，李建国一挑眉毛，鸟枪对着门外就是一枪。往哪跑？站哪？背后一声怒吼，7、8个黑西装全都被吓得站在原地瑟瑟发抖，扑通一声跪倒，压根不敢乱动，眼泪都从裤裆流出来了。没等其他人反应，刘海洋率先哭嚎着直接跪了下来，哆里哆嗦的一个劲儿给李建国老两口磕头。爷爷，我错了，爷爷，别杀我啊！在国外待过，刘海洋是真知道这枪能杀人啊，自然比其他人更加害怕枪响。没等老同志问，直接就竹筒倒豆子，一股脑的全都交代了。赵刚，都是赵刚还有赵云林他们让我来的，他们要抓李林春的软肋，要逼李林春交出底片，我就是来赚个逼回去泡妞的。别开枪啊！早知道我特喵就不来了啊！呜！李建国见到这小子如此不惊吓，直接跪地上又哭又尿的，也是被气笑。这特么省得我问了，怎么个事儿？老亲家的二儿子又要欺负我大孙子，暗的不行，来明的了。于桂芬眉头皱起，显然被气得不轻。太不像话了！这过去的土匪胡子也知道过不及家人的规矩，你们这群穿的人模狗样的，规矩都不懂就开始混社会了，谁得罪你，你要对付谁，真刀真枪的去就是了。奔着我们俩老弱的来，
真丢人。不过随即却是拍了拍老伴的胳膊。没事儿，他们既然来这挑软柿子，那说明没斗得过大孙子，大孙子肯定安全。这几个怎么处理？李建国一听老伴的分析，瞬间眼前一亮，深以为然的点点头。有道理，但凡他们能斗得过大孙子，也不可能跑来对付2个老的了。说着，直接抬脚将跪在面前的刘海洋踹了一跟头。西，看这废物样，当年就算是胆子最小的二鬼子，见到我们抗联队都没有跪得这么利索呢。他还挺有天赋。没等刘海洋爬起来，老爷子直接抬手一刀拍在他脑门上，顿时给他干得头晕目眩，扑通一声再度倒下去。哒哒哒！正当此时，一连串慌乱的高跟鞋声音急速的从楼下跑上来，一眼就看到楼道里满地的灰尘，还有那门口跪了一排的黑西装小弟，瞬间脸色大变，不顾一切的嚷嚷起来：海洋，海洋，刚刚那是什么响？你们怎么都跪在这儿干什么？你们把老头弄死了，起开！看到儿子刘海洋不知死活的躺在地上一动不动。海洋，儿子，你……咔嚓！没等他蹲下去检查儿子的情况，李建国手里的鸟枪已经抬起来顶在了他脑门上，瞬间吓得他浑身僵硬，瑟瑟发抖，耳边突然响起老爷子那中气十足的声音：穿高跟鞋来砍人啊！你们母子俩挺有雅兴啊！听你的意思，还打算弄死我这老头子？和谐社会，你要犯法啊！穿高跟鞋来砍人啊！你们母子俩挺有雅兴啊！别开枪，打死我！你也是要坐牢的。裴秀原本坐在车里，压根没打算露脸。2声枪响，直接把他紧绷的神经干断了。这可不是在国外啊，前2年刚刚全面严打禁枪，这要是儿子被牵连抓了进去，那可是天王老子的关系都救不了了。没想到有枪的竟然是楼上这老两口，这么狠毒，吓唬我！呵，70多岁了，这辈子杀了几百个小鬼子，我也够笨了。来吧，让警察来抓我吧。临洗之前，帮我大孙子弄死几个地痞小流氓，减少点麻烦，也是一件好事啊。你再求我弄死你啊？别，给钱，我给钱，多少钱都行。大爷，你冷静，千万冷静啊！太他妈吓人了！万没想到阴沟里翻了船，竟然栽在2个老家伙手里。如今只要能保命，干什么都行啊！当年小鬼子的一卡车，金条老子都没拿过，能缺你这他妈俩枣的？说为什么欺负我大孙子？说不出来，今天都特么喜在战。突然间，一旁的于贵芬一巴掌拍在老头子肩膀上，手劲儿之大，就连那双管鸟枪都差了一下，在裴秀脑袋上打了个转儿，顿时吓得裴秀失声尖叫起来。别走火，千万别走火啊！这辈子他都没这么屈辱过，更是被2个老同志吓得屁滚尿流，那枪管子还热乎着呢，是个人都害怕啊。于贵芬此刻却带有几分埋怨，略有不满的看向老伴儿：你怎么又把你抗联的股子匪气拿出来了？看给人吓的！咱们国家现在是和谐社会，你是读过书、有知识、有技术的老干部了，不能这么满嘴脏话。把刀给我！一句废话都没有，径直拎着刀走到刘海洋的脑瓜子跟前，开始瞄准，嘴里还忍不住嘟囔起来：这人老了，眼睛花了，怎么还看不清了呢？哪是脖子啊？裴秀刚刚还以为这老太太是个善茬，松了口气，总归不是那个脾气火爆的老头了。可下一秒，紧接着就看见老太太拿着那大刀对准了刘海洋的脖子，瞬间吓得他惊慌失措，面无血色。你要干什么？不是和谐社会吗？不是不能骂人吗？你。于贵芬此刻淡定从容的从口袋里拿出老花镜戴上，这才瞄准了刘海洋的脖梗子，神色仍旧十分平静，就好像他瞄准的根本不是一个大活人的脑袋，而是待宰的鸡鸭鹅、畜生一样，慢条斯理的回应着裴秀的疑惑。是啊，和谐社会了，嘎人偿命，欠债还钱，等着法律判呗。来，老头子跟你过了一辈子了，咱们要走也一起走啊！3、2、1啊！我砍他的脑袋，你嘎了他妈妈！咱们4个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今天同年同月同日喜。来，准备！裴秀一听这话，整个人已经彻底他妈的吓傻了。什么火眼瓮啊！这老太太怎么一股子阴险的味道，比这个拿枪刚猛的老头子都要吓人啊！混社会这么多年，给他锻炼出来的胆量和狠辣，在这老两口子面前，那简直和小孩子过家家一样，一文不值啊！直接把他吓破防了。大妈，你先停下，先停啊！我不针对李林春了，我不敢了啊！活着就带着儿子滚，出国我特喵再也不回来了，我错了啊！大妈，别啊！于贵芬显然对于这个回答并不满意，直接就抬起了手里的大刀。来，3。刚一开口，裴秀瞬间被吓得2腿直哆嗦，屎尿齐流。别输了，我就是想要李林春手里的几张地片啊！他拿着赵刚受贿的证据，没别的了，真没了。于贵芬不为所动，看了一眼老头子。来，2。此言一出，跪在门口的那些个黑西装小弟也都被吓得屁滚尿流，面无血色，纷纷疯狂摇头摆手。大爷，大妈，不能打人啊！和谐社会啊，不能打人啊！杀人是犯法的。妈的，这黑社会谁爱混谁混吧！我他妈先跑了。裴秀此刻脸都青了，浑身多里哆嗦。再大的老板，再有钱的老板娘，那他妈也和穷人一样，只有一条命啊！众生平等，哭都哭不出声了，彻底被吓傻了。不，我有钱，我不能洗，我不敢了，我真不敢了。李林春和赵家人的矛盾啊，跟我他妈的就没关系啊！我儿子被揍了一顿，我也不追究了。我那么多钱，我不能洗啊！李建国看着枪管子底下哭得稀里哗啦的裴秀，禁不住嗤笑一声。听好，你这有钱人跟我们普通人一块起，一命抵一命。当年枪毙地主老财，搞收地起义的时候，我们这群贫农就是抱着一命换一命，打起有钱人的信念往前冲的。反正我们也没钱，过的也不是人日子。你们有钱人还这么咄咄逼人，欺负我们，那就今天我们老两口跟你换命，给我大孙子解决点麻烦，挺好的。来，老爸，准备好了，最后一下。
于贵芬嘴角也已经差点压不住笑意了，可地上的母子俩，还有门口跪着的一群黑西装，压根不敢抬头看他们老两口，全都被吓得瑟瑟发抖。好，老头子，下辈子见吧。倒数最后一个数刚喊出口，裴秀和夏大猛地哆嗦一下，双眼紧闭，咔嗒，双管鸟枪扣动，却是发出一声清脆的空响。咣当，老太太手里的斩鬼大刀也直接随手扔到了一边。下一秒，哈哈哈哈！瞧他们吓得这熊样，钱呢？这就是有钱人啊！哈哈哈哈！这点胆子还混社会呢？傻！就算今天打了你俩，我俩也不可能跟你们同年同月同日洗啊，判刑都得几个月呢！哈哈哈哈！裴秀早就已经面无血色，青黑一片了，此时此刻裤裆都尿湿了，一抽一抽的，压根没反应过来。什么？你们特么的耍我！抬手一枪托干在他脸上，瞬间口鼻崩陷，鲜血横流，扑通，没有掀起任何水花。裴秀两眼一翻，原地仰面朝天的摔倒下去，彻底和儿子躺在了一块。好啊，大姐被人干趴下了，还他妈吓人的！站住！都干什么的？警察，都别动，都站住！我要开枪！ 7、8个黑西装的壮汉乍一看到警察出现，瞬间好似看到亲爹一样，铺天抹泪的扑通扑通，全都跪倒在警察面前，连哭带喊的求救。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是来了，在洗宝宝了，楼上枪战了，biu b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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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u！ 救命啊，警察同志！我坦白，我从宽，我再也不混社会了。乍一见到这群跪倒在楼梯间里磕头求救的黑西装壮汉，赶来收缴枪支的片警师徒二人也是一脸懵逼的面面相觑。都先别嚎了，靠墙蹲好了，双手抱头。 一进门就看到口鼻流血、屎尿齐流的母子俩躺在门口的地板上一动不动，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火药味。这他妈是2战分战场，这么刺激！屋里，李建国和于贵芬这老两口反倒是悠闲地坐在沙发上喝起了茶水，好像压根不知道门口有人一样。大川瞬间一头雾水，四下打量了一圈，没看到什么其他的可疑人员，下意识地伸手指向地面的母子俩。什么情况？于大妈，你们家这是招贼了？啊，川儿来了。 娜娜，枪放在桌子上了，还能用。就是你们这里的天气太潮了，就剩俩子弹都反潮了，烟太大，拿回去吧。已经和我家老头子说好了，先给博物馆了。哦，对了，哪里躺着俩人呢？黑社会上门来欺负老人的，你快带回去吧，说不定能立个功。川子一听老太太这风轻云淡的话，心里咯噔一声。黑社会欺负老人，还他妈立个功？老太太这反应也未免太淡定了吧？这躺着俩大活人。大川即便是多少年的老片警了，此时此刻也忍不住的惊愕，全身犯突突。欺负老人，这你们俩没事吧？ 是你们开的枪！李建国端着茶杯从沙发上起身，满脸无所谓的踹了一下牙花子，走到裴秀母子俩跟前的时候，还抬脚踹了一下。那当然了，他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怂的要命，给开枪也不顶用，反正放博物馆展览也用不到子弹，有枪能拿走就不错了。我这本来可是要留着当个念想的，架不住你们一遍一遍的上门催，反正就剩俩子弹也用完了，拿去吧。那刀我可不给了，那是当年我们军长给我的，我还留着辟邪呢。这李大爷真是你们打的？那你们二老的麻烦跟我回一趟所里做个笔录啊！李建国一听这话，突然眨了眨眼，啊，什么人？指了指脚下口鼻流血、半死不活的母子俩。 这俩，哟呵，哎，这谁啊？我老糊涂了，怎么不记得了？你带来的？大川听到老头这么说，差点喷了出来，满脸惊愕的蹲下来，指着婚喜着的俩。这大爷，躺在你家的，他呢？做个笔录。啊，谁啊？让我帮忙搬啊？不行，我这老了，腰不行了，你自己搬吧。大川一时间被李建国这番话给噎得说不出来话，只能无奈的叹口气。行，大爷，您歇着吧，我把他们带回去就行。嘿嘿，哎，好，慢走啊，明天过来吃饭，咱爷俩喝2杯。大川无奈的摇摇头，走出屋外。师傅，真枪战了，太刺激了吧？那怎么办？把大爷大妈带回去吗？行了，这打架斗殴顶多民事纠纷，对方还超过3个人了，涉嫌违法组织团体。大爷都70多了，带回去你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去屋里跟李大爷借个电话，让所里多派几个人来，把这些来闹事的黑社会都带回去，好好审一下。说不定真的要立功了。不知道他们刚刚到底是经历了什么，能被吓成这熊样。李林春下班刚到小区门口，就看到好几辆警车，心里也有点发懵，总感觉不太踏实，担心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爷奶干啥？我们锁了吗？你就踹小兔崽子，火烧定了。哎，不是，刚我看到大孙子回来了，怎么火急火燎的？等奶奶缝上这条裤子就做饭啊！你爷徒弟前2天刚给拿的新鲜带鱼，今天炸给你尝尝。老爷子，怎么回事啊？你和我奶没事啊？那我看从楼里抬出去俩人，还抓走10几个，楼道天棚都崩黑了，那么大一坑，到底咋回事？什么咋回事？没事，警察上门收我那杆老枪，不小心走火了呗，当场下晕了2个，能有啥事？那边有西瓜，自己去切了吃，哪有那么多咋回事？警察还能被吓晕了？谁家警察穿黑西装了？见到老李同志这么淡定的模样，李林春反而是不相信真的没发生什么事。老于同志，你们跟我撒谎的吧？你俩从来不得罪人，那肯定就是我招惹的呗，是不是姓赵的？什么姓赵的姓高的？不知道，一直做针线活呢，没出屋啊，啥也不清楚。上一天搬累了吧？赶紧吃块西瓜，这大热天的，还是吃西瓜得劲儿。李林春见到老两口嘴这么严，心里也猜出个10有89了。他们老两口的胆量和手段，他从小那是见识过的。家里一杆鸟枪，还开了枪了。如今他们越淡定，事情就越大。和自己有矛盾的人，用脚丫子想想，也就是那么几个人。有本事弄一堆黑西装上门找事儿的，也就是赵刚了。
绝对不可能冤枉了他。怪不得躲了这么多天也不见面，也不提房子过户的事情，合着这还打算对老同志下手，用最亲近的人来搞自己啊，真他妈阴险。行，那看来是真没啥事儿，家里正好没酱油了，我去楼下给奶奶买点。李林春的目光是瞬间变了，不一会儿，直接扛着那把斩鬼大刀从书房走了出来。操你妈姓赵的，敢动我爷爷奶奶，你这辈子是吃不上今天这口晚饭了。怎么还不回来呢？去这么久。我囊废，你和那个李强有什么区别？只敢窝里横，打我那骨架呢，就不敢去找那小畜生动手。你去打他啊！要不是人家裴总愿意出面，你还治不住那小畜生了。天底下怎么有你这么窝囊的男人？蔡金凤满眼怨气，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自己亲自上手杀了那个李林春。如今终于有人替他们母女俩出头，也算是报了之前被按在地上家暴的耻辱。该死，弄嘎了他！裴阿姨他们一定能给我报仇。反正李林春他那爷爷奶奶，你从来就不喜欢我，现在就活该他们倒霉。海洋答应过我要把那李林春一块抓回来，跪下来给我道歉，我要他给我磕头，我还要打掉他满嘴的牙。少刚原本就已经够烦躁，此刻听到老婆孩子还在不顾后果的瞎嚷嚷。够了，头发长见识短的东西，你们知道个屁呀！我和那刘向前的合作一直都是背地里私下着来，向来为了考虑避嫌，生怕被人抓到把柄，恨不得一年到头都不见面才好。好啊，现在倒是好啊，你们办的叫什么事？叫嚷着让那个裴秀带人去拿捏李林春的软肋，对他爷爷奶奶下手。你们知道这一旦出问题，一旦暴露，是多大的影响吗？不单单是我工作没料的问题，我他妈要进去坐牢啊！越说赵刚心里的恐惧越是被无限放大。平日里他尽管自己再怎么嚣张，顶多也就是个作风问题，可现在让裴秀他们带着人去胡闹，那可就是原则问题了。我难道不知道李林春的软肋是他爷爷奶奶吗？为什么之前裴秀在的时候我没有提过这茬？是因为我没想起来吗？动脑子想想，憨货，你们两个都是憨货，这是打算害死我。你们再找一个是吧？对化工厂退了休的2位老高干动手，你们是真不嫌事大啊！我一个公务人员，万一被人发现，公然勾结裴秀他们这样混社会的小混混去绑架恐吓群众，怂恿他们对退休老干部下黑手，被抓了我就等着牢底坐穿吧。你蠢，养的闺女跟你一样蠢，去看个电影怎么还能让人打了呢？你们这还嫌我麻烦事不够多啊，是不是？此言一出，更是彻底点燃了赵玲玲母女俩心中的火药桶。蔡金凤扯着嗓子跟她对骂起来。你说的是人话吗？被打的是你亲闺女，你自己不心疼吗？她要是知道看电影会被打，她难道还非要故意跑过去找打吗？做亲爹的，你不说想办法帮闺女报仇，现在有人替你出头，你还不乐意了是吧？爸，你凭什么这么说我？当初出主意的是你们，让我去干的也是你们，我都已经被打了，你怎么这样啊？还不如裴阿姨对我好，人家还愿意替我出头报仇呢。你呢？你只打算把外婆的房子给出去，息事宁人。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你比我姑父还要窝囊。那什么，好像有你家打来的电话，一个老太太说你妈说让你赶紧回家，你爹的骨灰被一个小畜生扔到电饭煲里，都快熟了，赵家列祖列宗都快被炖成一锅汤了，全都被冲进马桶里了，还往里撒尿。操，李林春，妈呀！这是你爷爷是吧？这是你太爷爷！赵家老鬼们的骨灰都被你搬进城里来了。斩鬼大刀明晃晃，光灿灿。此时此刻，映照着整个赵家祠堂一片光亮，破除一切牛鬼蛇神。一旁，孙凤霞满头满脸沾染的都是赵家祖宗的骨灰，哭得都快背过气去了，拼了命的一个劲儿从地上扒拉着骨灰，已经分不清哪一座是他爷，哪一座是他太爷了。祖宗17代全都换成一团。造孽啊！造孽啊！儿媳妇孙凤霞，对不起赵家列祖列宗啊！凤霞一边划拉着赵家祖宗的骨灰，一边跪在地上磕头，好不容易才找人新打的祖宗牌位架子，刚摆好的骨灰坛子，牌位都还没做好，这下子反倒是骨灰全都被扬了，彻底他妈的不用拜了。李林春拎着斩鬼大刀，直接给赵家祠堂来了一次2人装修。他 TM 的抓老子软肋是吧？看看谁的肋条硬！老东西，你儿子洗哪去了？说。没等孙凤霞开口，李林春手里的斩鬼大刀直接拍在了她的肩膀上，明晃晃的对准了凤霞的脖梗子，直接吓得凤霞哆里哆嗦，哭也不敢哭了，可心底憋屈的那坨火却是压不住。李林春，你个小畜生要干什么？烧了祠堂1次还不够，你又跑回来扬赵家祖宗的骨灰呀！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杀你？那他妈都便宜了你！你他喵的也配姓赵？凤霞，你养个好儿子，想找人威胁我是吧？都他妈别火！我年轻进去关几年，出来照样是好汉。你儿子进去了，还能不能活着出来，都他妈两说呢。行，他既然不回来，我就替他装修一下。斩鬼大刀一甩，文彬彬的刀身直接给孙凤霞拍到一边，扑接在赵家祖宗的骨灰堆里，呛得老太婆直咳嗽。住手！你要去哪？站住！李林春扛着大刀径直走进厨房，咕噜咕噜，电饭锅里冒着热气，一旁正是被搞干净了的赵刚老爹骨灰坛。去你妈的！鬼头大刀横扫，赵家所有的锅碗瓢盆全都连在了碗架子被直接砍破，拿着稀烂。孙凤霞跌跌撞撞，满身骨灰的冲进厨房，立刻就被眼前一片狼藉给吓傻了，下一秒更是嚎啕大哭，一个劲儿的拍打着大腿。我的锅啊！你把我的锅都砸了！你个小畜生啊！我儿子不会放过你的！李林春冷哼一声，一脚踹掉液化气灶的柜子，抬手就把里面的液化气罐子拽出来。你儿子能不能放过我？我不知道。但是凤霞，你他妈今天可能是要早走一步了。噗！随着李林春用力一扯，液化气的输气管道直接被扯断了。李林春抬手直接拧开了阀门，呲呲呲！一瞬间，夹带着刺鼻味道的液化气立刻开始疯狂喷气，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声音。你不要命了！妈呀！老太婆扭头刚要走，背后恶风突起，斩鬼大刀直接刺来一声，朝着背后的衣服是大的沉，吓得她扑通摔着走地。嘎人了！小畜生嘎人了！
大刀挥下，直接砍在孙凤霞的面前，地板砖都被崩碎了一大块，飞溅到老太婆脸上，砸出一片血点子。喊个屁，没洗呢！但下一次你还敢跑，我就不敢保证这刀砍不到你脑袋上。当年砍过小鬼子的刀，今天未必不能让你跟你的鬼子祖宗沾血同源，滚起来！外孙，大外孙，你不能打我啊！多想想您啊，想想你妈啊，她是我亲闺女，你是我亲外孙啊，千万不能手抖啊！电话器官会炸的，你也会没命的。你这是何苦呢？妈，大外甥，千万要冷静啊！大外甥，妈。赵刚慌里慌张地跑进屋里，猛地看到李林春一手拎着液化气罐，一手挟持他老妈的恐怖场景，顿时被吓得双腿一软，扑通一声跪了，惊恐的连连摆手劝阻：别，大外甥别动手啊！是舅舅错了，舅舅真的错了，不是我让他们去的，都是你舅妈让的，千万别冲动啊！舅舅给你跪下，你放了我吧，我爹的骨灰都被你煮了，那是你外公啊，舅舅给你磕头了还不行吗？好啊，姓赵的，你特妈还是个孝子啊！老子今天先嘎了你，再砍了。好，一脚踢到百货大楼，咣当一声，直接将液化气罐扔到地上，双手握住斩鬼大刀，直奔赵刚冲了过去。见你赵家列祖列宗去吧，狗东西！妈的，你他喵来真的！你他喵还以为假的？下地狱吧你！斩鬼大刀闪烁着寒光，拿着脑壳直接砍在裤裆上万岁，当场被吓得摇。你他喵活拧巴了吧？敢找一群黑社会去动我爷我奶，今天老子必须弄嘎你，一命抵一命！赵刚被吓得汗如雨下，瑟瑟发抖，来不及思考，直接双手用力，猛地按在斩鬼大刀的刀背上。别冲动，大外甥你先冷静，你冷静一点啊！都是你舅妈让他们去的，不是我了，我爹都让你煮了，有话好说啊！房子你忘了吗？房子要过户给你的，过户现在就过户，当作是我给二老赔罪的还不行吗？哎，你干嘛？没等赵刚反应过来，拔不出刀的李林春直接气急败坏的快步上前，一脚直踹赵刚面部。去你他喵的！赵刚的大脸瞬间和李林春的脚底板来了个亲密接触，口鼻飞溅出来的鲜血洒满半空，咣当一声，表面朝天的摔躺在地板上，砸得眼冒金星，迷迷糊糊。李林春抬手将斩鬼大刀拔了出来，高高举起，没有半点想要和解的打算。去你他喵的破房子，还特么想耍老子！正当他要动手砍下去的时候，一旁消失的老太婆突然从1楼卧室里冲了出来，连哭带喊的直接扑在了亲儿子的身上，手里急忙举起一张红色的房产证，拼了命的护住自己儿子。房子给你，这就过户，放过你舅舅吧。妈，你让开吗？房子真的过户给你，今天就办。裴秀他们那些人真的不是舅舅派过去的，是你舅妈叫他们去的，也是你舅妈告诉了他们地址。你舅妈鬼迷心窍了，真和我没关系的。舅舅好歹是个当领导的，孰轻孰重，我怎么会分不清楚啊？李林春手腕一偏，斩鬼大刀瞬间落在这母子俩一旁，吓得俩人浑身哆嗦。你他喵的说的是真的？蔡金凤呢？那个贱人在哪？冤有头债有主，自己这个恶毒舅妈可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当背后主使了，所有阴招都是他出的主意，必须让他付出代价。赵刚一听这话，瞬间脸色煞白，急忙跪着爬过去，一个劲的把房产证往李林春手里塞。大外甥你消消气，别动怒，什么也没有这房子要紧啊。你舅妈她也是一时糊涂，我已经教训过她了。二老应该没受伤吧？我赔多少我都赔。这房子过户给你，就当舅舅赔罪，给二老的补偿，你看行吗？一套破房子就想让我放过你？你这价码涨得挺快啊！行啊，你选吧，这套房子给我爷我奶赔罪，那几片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啊？我看不好办的话也别办了，直接交给你单位，正好让他们再查查你和那个地产老板刘向前背后里勾勾搭搭的那些破事。一边说着，李林春一边拿起房产证在赵刚脸上用力抽打。然而不管他多用力，赵刚仍旧只能苦哈哈的陪着一张笑脸，根本不敢动怒。好外甥你不能啊！舅舅爬到今天这个位置，那也是辛苦了很多年的，万一没了，可就真的什么都没了。你说，只要你能说出来的条件，我都答应你。二老不会被那群冒冒失失的家伙打伤了吧？赔，一定赔偿。他刘向前的老婆打了人，他必须拿钱出来，我一定会让他们给二老赔罪的。李林春听着这话，微微皱眉，心里又多了一份信息。合着自己看到被警察带走那群人，竟然是刘向前的老婆带去的，那躺着被抬出来的就是刘向前他老婆本人了，有点意思。没想到还是抓了条大鱼，警察那边应该很快就能调查出结果了吧？到时候就算不用自己出手，只怕赵刚也要被牵连的脱不了干系。房子拿到手，他也要进去，左右这个处长他是干不下去了。走，那就把房子给我过户了再说，然后咱们再好好聊聊你老婆这事儿。赵刚闻言一哆嗦，瞬间脸色煞白，可斩鬼大刀架在脖子上，根本没有他反抗的余地，只能老老实实带着李林春去办过户。哎，说话，蔡金凤在哪？赵刚此刻也是欲哭无泪了，房子已经过户给了李林春，影片他都没敢要回来，生怕李林春鱼敢网破。这好外甥啊，你就饶了舅舅一家了，房子都给你了，我们以后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算了吧。呵，赵刚，你这时候了，倒是想起疼老婆孩子了。你觉得你不告诉我，我就找不到了吗？早知今日，你少做点亏心事，就不会有今天的下场。突然，一声撕心裂肺的尖叫声从传了过来。赵刚，我的房子呢？你跟我囊废！乍一听到这声，李林春和赵刚都哆嗦一下。不过不同的是，李林春是激动的多，两眼冒光。这他喵的怎么还自己送上门来了？哇操！媳妇，跑，快跑啊！他生怕自己媳妇被李林春抢先一步上去砍他，急忙率先冲上去，试图阻拦跑过来撒泼的蔡金凤。老婆，别过来！你。没等赵刚说出原委来呢，蔡金凤却是气急败坏的直接甩手给了他一巴掌，赵刚整个人都被打懵了。老婆，你。
你跟我囊废啊！我就从医院晚回家1秒，你就把房子给出去了。我的房子啊，你凭什么把我的房子给了那小畜生？你让我和闺女以后怎么办？你还我房子，还我房子啊！一边说着，他一边疯了一样的抽赵刚耳光，大嘴巴子打得啪啪响。整条大马路上的人都看着这两口子上演闹剧。李林春原本刚想提高上去的，可突然见到这一幕，也是下意识愣在原地。挖头！你跟我囊废啊！我就从医院晚回家1秒，你就把房子给出去了。我的房子啊，你凭什么把我的房子给了那小畜生？你让我和闺女以后怎么办？你还我房子，还我房子啊！一边说着，他一边疯了一样的抽赵刚耳光。整条大马路上的人都看着这两口子上演闹剧。李林春原本刚想提高上去的，可突然见到这一幕，也是下意识愣在原地。赵刚整个人都快被打懵了，这才猛地反应过来，一把拽住蔡金凤的手腕，气急败坏的冲着他破口大骂：“你他妈疯了！要不是老子护着你，那小疯子早就去砍死你了！10万8万的老房子，要他有什么用？你们母女俩的未来都得靠我，靠我，你知道吗？”被打出征服的赵刚直接反手一巴掌，威力十足，瞬间把蔡金凤打得踉跄倒地，彻底眼冒金星。指着地上的蔡金凤就破口大骂：“蠢女人，老子一心护着你，你却心里只有那套破房子。老子是处长，是领导，10万8万的，还不如我未来的工资多呢！闹什么闹？滚回家去！”蔡金凤此时此刻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嘴巴子，整个人都被打懵了。你打我，你竟然敢打我！赵刚，你给我囊废，你打倒吧你，我和你拼了！都别愣着了，上来帮忙啊！都来帮忙！突然，一道身影直接拎着斩鬼大刀从后面冲了上来，毫不留情，飞踹，直接将蔡金凤踹成了大血，弓着腰飞了出去。扑通，蔡金凤被这一记窝心脚踹的差点断了气儿。李林春却是狞笑着冲上来，抬脚就往面门上踹。好舅妈，你怎么能打我舅舅呢？娘亲就大啊，我可看不下去了啊！那可是我最亲最爱的舅舅啊！压根还没等其他人反应过来，李林春的飞脚已经上去狂踹蔡金凤了，瞬间做得他抱头惨叫，一脸鲜血。蔡金凤有苦难言，疼得他喊都喊不出来。别住手！让你打我舅舅，你这是家暴啊！我要为我舅舅讨回公道。你偷男人就算了，被我舅舅发现了，你还敢带着奸夫回家，看你把我舅舅气的，我必须替我舅舅出头。我他妈没让你上啊！大外甥，住手啊！没让你上！我操！这大外甥也太亲舅舅了啊！真狠啊！不过人家一家人的事儿，舅妈打舅舅，外甥打舅妈，咱们就别掺和了。啧，早就听说娘亲就大，关键时候还得是外甥心疼舅舅啊！这外甥真好啊！偷男人，卧槽，有点意思。你们他妈的上去帮我拉住他！爽，太他妈爽了！李林春疯狂猛踹倒在地上的蔡金凤，直接把自己解释经历过这些破碎的怨气全都发泄了出来，都是这个罪魁祸首。为了分家，为了拿到赵家这套房子，竟然能想出来让自己亲女儿到学校污蔑他偷看女澡堂洗澡的主意，更是还敢安排那个刘向东的黑社会老婆带人去找他爷爷奶奶老两口的麻烦。如此恶毒的女人，如今终于能狠狠揍他一顿出气了。自己重生之前受了一辈子的欺辱，如今终于算是完美闭环，真正的暴揍罪魁祸首。好啊，你背着我舅舅，还敢跑来动手打人！今天干脆我就直接一刀了结了你，一切为了舅舅。嘎人啊，嘎人啊！你们拉着他！他刚喊了2声，李林春一脚拽在后面门上，瞬间就把他后面几句话硬生生全都噎了回去。给我舅舅报仇！赵刚早就被李林春这小疯子的借题发挥给吓傻了，万没想到大庭广众的他还真敢拔刀啊！急忙跌跌撞撞的直接扑上来抱住李林春的腰。住手！大外甥住手啊！你们都看个屁呀！拦住他，要出人命了！哎呦我操，哪来这么大一把刀？我靠，我他妈还以为金华火腿。从过户大厅里冲出来的一众同事们见到赵刚冲上去，拽胳膊的拽胳膊，拉大腿的拉大腿，瞬间把他抱得细细的。别冲动啊！家事儿而已。偷男人你不能嘎了他，这你也得进去坐牢。冷静，千万要冷静啊！都他妈撒开我！我今天必须替我舅舅报仇！赵刚此刻哭喊的嗓子都哑了，死命的抱住李林春的腰。大外甥，舅舅认了，他偷人就偷人了，你不能嘎了他了，收手啊大外甥！一时间，舅舅和大外甥之间这份深吃情谊，着实感动了周围不少吃瓜群众。保卫科闻声而来，急忙上前把几人都给拉扯住了。保卫科办公室，赵刚，你休了1个月病假，刚回单位就给我闹这一出是吧？你的家事不要闹腾到单位来，没考虑过影响啊？我的赵处长。说着，更是一脸怒气的看向一旁仍旧抱着斩鬼大刀、梗着脖子的李林春。你又是什么情况？这位小同志。众人的目光顺着领导的声音，纷纷落到了李林春的身上。在现场的几人全都带着佩服的目光，满是敬重这个有情有义的大外甥。为了舅舅的幸福，他是真敢往上冲啊！我舅舅喊我上，我就上了啊！我不能看着我舅舅挨欺负啊！有什么问题？合情合理。但是你这个小同志也不能扛着刀出门啊，更不能在那么多人面前动刀啊！幸亏是咱们保卫科的同志拦住了你，要不这得闯多大的麻烦！随即回头看向赵刚两口子，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主要是你自己家里的事情闹到单位来也就算了，还让你外甥跟着瞎胡闹干什么？赶紧带回家去处理好，病假休到头了，立刻回来上班。是，领导，我检讨，没事了，我马上就回来上班，还有好多文件压在那里，我。外面突然来了2个身穿警服的警察同志，径直被人带着走到保卫科的办公室来。乍一见到警察，蔡金凤被揍肿了的乌青小眼里瞬间有了亮光，一张嘴露出几个豁牙子。
阿爸。赵刚也是瞬间脸色一变，以为是有人报了警，警察来抓李迎春的。他可不想让警察带走李迎春，万一这小子把自己受贿的事情抖露出来，那不全都完了啊！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了？我们这就是家事，和解了，都和解了，不用带走谁。此言一出，蔡金凤急得眼泪都掉下来，死命的拉扯拦着他的赵刚，然而嘴巴子被踹肿了，舌头都被咬出血了，一时半会说不出囫囵话来。阿爸，我。然而下一秒，你们单位是不是有个叫赵刚的？我们刚刚抓捕了几个非法入室的犯罪分子，经过他们供述，是你们单位一个叫赵刚的安排他们实施绑架勒索的。赵刚是谁？麻烦让他出来，跟我们走一趟吧。还有这位同志，你这把刀怎么回事？什么非法入室、绑架勒索？赵刚到底是怎么回事？保卫科办公室里的众人瞬间乱成一团，想要把这个捏着他把柄的家伙摘出去，千万不能落到警察手里。可万万没想到，警察竟然是直奔自己来的。神什么？我怎么可能？一听这话，两个警察同志瞬间眉头一拧，发现了问题所在。你就是赵刚，那跟我们走一趟吧。不，这肯定是误会，肯定是诬告啊！刚还想往前窜的蔡金凤，此刻见到警察，竟然是为了非法入室那伙人来的，吓得直接龟缩起来，努力让自己看着不起眼。裴秀他们被抓了，这怎么可能？难道都是这小子干的？李迎春听到警察是为了这件事来的，心里倒是松了口气。他还以为真是哪个热心群众刚刚打电话举报他呢。我不知道警察同志，但他的确就是赵刚，我这少年武术团的，拿把刀准备参加6·1儿童节表演的，没问题吧？乍一听这话，俩警察也是皱起眉头，面面相觑。对于这里发生的事情，民不举官不究，单位领导率先忍不住了，直接被气得脸面涨红，差点指着赵刚的脸面训斥。赵处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休的病假到底是什么病假？怎么还去非法入室、绑架勒索了呢？这是给单位抹黑而已。我们单位怎么能出你这样的败类？遇到事情，领导第一时间想到的自然是撇清关系，降低影响。瞬间明白自己这出洋肯定是保不住了。如今这场面肯定是蔡金凤窜过去对付李迎春爷爷奶奶的那伙人偷鸡不成蚀把米，直接被警察逮住了。这他妈全完了！蠢女人，你他妈害我啊！蔡金凤直接被打得眼冒金星，一脑袋撞在了墙上，整个人都下意识瑟瑟发抖，连连摇头。别打，我也不知道啊。赵刚却是彻底气急败坏，失去了理智，自己忍辱负重，讨好李迎春那小畜生，眼瞅着就要把事情给摆平了，以后阳关大道，一片坦途，可偏偏就差这一步，全都被自己这个蠢老婆给毁了。直接冲上去抓住蔡金凤的头发，一顿输出。你害惨了我，没了我，你以为那姓刘的还能看上你闺女吗？还想让她出国？你分不清主次啊！你为什么要让裴秀他们去动手？你害了我，也害了你闺女啊！阿爸，别打了！警察同志救命啊！七手八脚的，这才好不容易按住了好似发狂一样的赵刚，把他拉扯开来。都他妈撒开我！我不让他瞎搞，他非要一意孤行，非要让那群人去对2个老家伙动手，都是他害了我啊！你们凭什么抓我不抓他？裴秀，你特妈供出我来，对你老公有什么好处？你特妈供蔡金凤啊！2个蠢女人，贱人！有什么话你们去所里交代，在我们面前打人，你当我们不存在吗？带走！这里面既然还有你的事，那就一起走一趟吧。蔡金凤已经被揍得遍体鳞伤了，此时此刻更是被亲老公赵刚给拖下水，一并戴上手铐。小畜生，毁了我们一家3口的一辈子，断了你舅舅的好前途，我看你未来会有什么出息，我不会放过你的。李迎春听到蔡金凤这最后的嘶吼咆哮，却是浑不在意的抚摸着斩鬼大刀的刀身，无所谓的平淡开口：没事，大不了我未来顶多是没出息而已。但你闺女没未来了。小畜生，你要干什么？我警告你不要动玲玲！警察同志，抓他！哎，那个少年武术团要去表演的大外甥呢？刚刚不还在这儿呢吗？那里跑走了，看起来好像挺着急的，估计赶时间去表演。这大外甥重情重义，肯定是回舅舅家报信去了呗。赵刚能有这么一个贴心的大外甥，也算是他修来的福气了。上一世被污蔑开除，一辈子都是居无定所，颠沛流离。除了在爷爷奶奶家住之外，住过最好的房间都是100-200一个月，和老鼠蟑螂为伴的棺材屋。一个人在外咬牙强撑，就连一个普通糊口的工作，都要被赵玲玲当作是戏耍的游戏一样，给我彻底搅黄了。自己可是当了赵家人戏弄一辈子的小丑，赵家这些人平日里大门紧锁，根本不给他回家的机会，可偏偏逢年过节还要把我拉来羞辱一番，吃个所谓的团圆饭。看着他们一家子在这小洋楼里开心幸福，今天房子过户到手了，我必须要以牙还牙。终于到了这一天了，姓赵的你们都得给老子付出代价，也让你们尝尝无家可归的滋味。奉劝各位看客，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送个小红花我就开干。大傻春扛着斩鬼大刀，一脚踹开大门。房子里喘气儿的都给我滚出来！当然，电饭煲里盛出来的老鬼骨灰都熬成一锅粥了。孙凤霞彻底没有了往日里那尖酸刻薄势利眼的强势模样，早就被吓怕了。大外孙，这房子不都给你了吗？你舅舅就骂他呢。你还知道这房子给我了啊？那还在里面磨蹭什么？还不赶紧收拾东西滚出去！你儿子儿媳妇吃公家饭去了，今晚不回来吃了，以后也都不回来吃了，赶紧收拾东西滚！你要赶我走？我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了，这房子是当初我公爹带着我们一家子。还没等这老太婆哭惨哭出来，李迎春直接眉头一拧，不耐烦的大喊一声：“我没工夫听你讲当初抢人家房子的破事，滚！听不懂吗？这房子是我的，给我滚出去！”话音刚落，孙凤霞突然嗷一嗓子哭喊出来，扑通一声瘫坐在地上。都来看啊，我是破了什么孽啊？老了，我还要洗在这房子里呢。娘的，你听不懂人话啊？行，不走是吧？你想洗在这房子里，我倒是能满足你的愿望。
李林春狞笑一声，反鬼大刀瞬间抡过头顶，反射出一道正大光明的亮闪闪高光，瞬间闪下了老太婆的狗眼。老东西，再不滚，就让你洗在这房子里！滚出我的房子！孙凤霞一下子被吓破了胆，惊慌失措的挥动着双手，连滚带爬的疯狂后退。不要不要，大外孙，我是你外婆啊，别打我啊！等这一天，他可是等太久了。眼前这尖酸刻薄的老太太，命长着呢。上一世每一次过生日都要大摆排场，好像那就社会地主婆过大寿一样，儿子女儿、孙男弟女都要给他磕头拜寿，甚至还因为他那成了网红的大孙女赵玲玲，被瞎眼的媒体评价为人美心善的长寿老奶奶。可背地里，每一次见到李林春回家，都是极尽刻薄。寿宴上把他这个被污蔑偷看女澡堂洗澡的外孙拉出来当众羞辱，似乎成了这老太婆为数不多的娱乐活动。每次都还要强调家人锁好门窗，不要让他李林春偷了东西出去，一如小时候一样，始终把他当作外贼。正当此时，楼上突然传来一道重物落地的声音，紧接着一个圆咕隆咚的水晶球摆件顺着楼梯一路落下来，咣当一声砸在1楼的地板上，摔得粉碎。这是怎么那么像是小时候自己亲妈赵兰买给赵玲玲的礼物？我从小就没收到过亲妈给的生日礼物，每次反倒是都能看到赵玲玲过生日的盛大场面，全家人都准备礼物，一桌子丰盛的好吃的。自己亲妈这个当姑姑的，更是每次都会买最贵最好的礼物送给这个侄女，全都是赵玲玲的私人藏品，谁都不准动。怎么会突然自己从楼上滚下来？看样子赵玲玲这是躲在楼上，都听到了。哟呵，赵玲玲，你躲在我家里是不是也要偷东西啊？哥哥要上来喽！说着，直接一刀砍在楼梯扶手上，震动瞬间飞速向上传递，立刻吓破了某人的狗胆。下一秒，楼上突然发出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咚咚咚，径直跑向窗户的方向。啊！救命啊！救命啊！打人了！姑姑，姑姑救我啊！姑姑，老大啊，快管管你家这个畜生吧！他要弹袭我啊！他还要把我赶出家门去！他丧心病狂啊！都是你生的好儿子啊！李林春眉头一挑，转过身来，赫然看到刚下班的赵兰和李强两口子满脸惊愕，不可思议地看着楼里这一片狼藉。赵兰看着被吓得瑟瑟发抖的老妈，扑在他怀里嚎啕大哭，又看到举着斩鬼大刀的李林春，满地的骨灰粥，心里为数不多对儿子的一点愧疚，瞬间被怒火吞没。李林春，你要干什么？就算你舅舅一家算计过你，那全家都对不起你吗？拿着刀，你是要打人吗？先打了你外婆，下一个难道要搞我吗？李强见到李林春手里拎着的那把斩鬼大刀，毫无征兆的哆嗦一下，脸色煞白，急忙上前拉扯自己老婆赵兰。少说2句吧，他手里那把刀，当年打过几百个小鬼子，都还真没血的，孩子怎么可能打人呢？他就是一时生气而已，真打了人的话，那自然会有法律制裁他的。哇，这不是还活着呢吗？没等李强继续劝说下去，躲在女儿怀里哭嚎的老太婆孙凤霞直接一巴掌打得他踉跄后退。没看到我都被他打了吗？还非要把我弹袭你才罢休是不是？好啊，那个小畜生儿子果然是你亲生的，你早就看我们母女俩不顺眼了，早就想撺掇你儿子抢我们赵家这套房子了是不是？你打我干什么？我们两口子什么时候想过要房子了？这不都是怎么讲呢？孙凤霞没人撑腰的时候唯唯诺诺，如今见到女儿女婿回来，立刻气急败坏的张牙舞爪了起来。还咱们家，谁跟你咱们了？这房子都已经被你们家那小畜生抢了去了，他还要回来赶我走啊？那小畜生让我滚出去啊！他把你们爹的骨灰都给炖了啊！这小畜生无法无天啊！什么？你抢了你外婆的房子？你到底要干什么？见不得亲妈受委屈，赵兰直接气急败坏地冲着李林春怒吼，没有了半点主动上门给儿子赔罪那时候的温柔，慈母的光环似乎就从来没从他的身上冒出来过。李林春看到赵兰这歇斯底里、咬牙切齿的模样，压根没有半点意外。前世今生他就没期待过自己这亲妈会有朝一日成为一个真正爱自己孩子的好母亲。你们两口子不回来，我还真快忘了。赵兰，你也姓赵啊，还真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了。从小到大，不管别人说我什么坏话，你都会相信，都觉得是我干的坏事。从你生下我的那天起，你哪一次信任过我？难道又是和学校里那次一样，自己又一次误会了自己的亲儿子？不是儿子，我就是。那你真的没有抢你外婆的房子是吗？妈错怪你了。你想什么呢？我当然抢了。现在这里是我家，都特么给我滚！现在立刻马上从我的家里滚出去！1.85米的身高，挥舞起这大刀虎虎生风，单是气势就吓得人哆嗦起来。斩鬼大刀在他手里充满了威慑力，面对亲儿子的驱赶，他心里也是五味杂陈。赵兰脸色一变，更是小心护住了自己亲妈孙凤霞，想要实施作为母亲的绝对权利，带着最后几分自以为是的威严开口：“你说房子是你的就是你的了，拿把刀你就要上来硬抢你外婆的房子，这是什么道理？”没等赵兰说完，李林春直接拿出了过户大厅的留存手续证明。看清楚了，白纸黑字，这房子已经过户给了我，办完了所有过户手续，只等拿证了。赵兰，你也是赵家人了。你妈为了你哥能够直接把这房子给我，你觉得在你妈眼里你算个屁？听到这话，赵兰心里咯噔一声，努力睁大了眼睛看向李林春拿出来的手续证明，瞬间脸色煞白，嘴唇子哆嗦了一下，不可思议的回头看向已经心虚低头的老太太，声音颤抖的开口：“妈，这是……”孙凤霞见到女儿赵兰那煞白的脸色，不可置信的目光，心虚到无地自容，突然就开始坐在地上哭喊撒泼起来。那他拿着你弟收钱的证据，一个劲儿的威胁你弟，都快把你弟打死了。我只能拿这套房子救你弟的命啊，保住你弟的工作，以后我还靠着你弟养老呢，手心手背都是肉，我也没亏欠过你啊。你冲着我来干什么啊？就算是房子过户啊，我也没想到你家这小畜生竟然要赶我走啊！我是他外婆，你是他亲妈，今天不管说什么，我肯定都不走，洗我也要洗在这房子里。
赵兰见到亲妈这突然变化的嘴脸，前后不一致的说辞，瞬间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愚蠢。可这老太太仍旧是毫不犹豫的拿出房本救了儿子，根本没想过要和她这个当女儿的商量啊！突如其来的心碎，直接击溃了赵兰的理性。妈，我也是你亲闺蜜啊，你怎么能这么对我？房子你都给出去了，现在你又让我跟我儿子反目，你到底是图什么啊？看着赵兰被气得大哭，坐在地上撒泼的老太婆孙凤霞却是一脸倔强，媳不肯认错。我的房子，我想给谁就给谁，保住你弟的工作，我养老才有指望。难不成指着你和那个废物女婿给我养老啊？好了，反正房子也是给了咱们儿子了，谁住都是一样的，还是一家人啊。此言一出，李林春直接提刀瞪脸，看向赵兰两口子。让你他妈住了吗？谁他妈跟你一家人？都给我滚！现在这里是我家，你们不走是吧？私闯民宅，那我在家练刀砍起了你们，我他妈可不负责！话音刚落，李林春直接毫无顾忌地挥起大刀，当空横斩，直挺挺地奔着门口3人打了过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有本事你们就继续赖在我家里！乍一见到李林春挥舞着大刀打过来，赵兰、李强两口子顿时被吓得面无血色，惊慌失措地尖叫着往外跑。二，你要干什么？别过来！小心招！卧槽！你背着我脑袋来啊！你的小畜生不是你爹！赵兰和李强压根没有一点办法，他们也不敢用命去赌李林春小心大发，万一赌输了，那可就是山炮重开。李林春挥舞着大刀，左砍右劈，直接把赵兰和李强两口子赶出了家门。孙凤霞也被吓得一把鼻涕一把泪，连滚带爬地跑出了门外。李林春手里的大刀架住门口，冷哼一声，看向门外3人：都他妈给我记住了，这房子从今天开始就是我家，你们谁敢偷偷摸摸的进来，被我抓到了，那可老遭罪了！都他妈给我滚！小洋楼里闹出的动静不小，自然也吸引了周边的邻居出来看热闹。好事者立刻叽叽喳喳的议论纷纷，看起了热闹。孙凤霞此刻见到人多，也是又换了一副哭哭啼啼的可怜嘴脸。大外孙，你不能这样干啊！外婆的房子你抢了，那好，外婆滚！外婆不住在这里，但是赵家列祖列宗的牌位，一时半会的没地方供奉，你不能把他们也赶出来啊！还有你爸、你妈、你妹们，他们都在这房子里住了10几20年了，这里面都有他们的房间啊！你不能这么绝情啊！把我们一家人全都扫地出门，我们可怎么办啊？此言一出，周围吃瓜群众的议论声也不由得哄闹起来，不免有人指指点点。就是这老孙太太再不对，也不能把老民赶出来呀！啧，我要是小李，小时候被他们家那么欺负，我也不会让他们住，都滚出去！啥？到底发生啥事了？房子怎么成了小李的了？你上午不在，你没看到孙老太太的二儿子赵刚被揍的那个惨啊？是有把柄落在小李手里了。那也太过分了，最起码先让人家住着，房间都换人家住了10几20年的呢。李林春听着周围的议论声，看着那孙老太婆的虚伪嘴脸，不屑地哼一声：你老糊涂了，凭什么要在我的房子里放你们家的牌位？我的房子没有你们的房间，进来一个我他妈砍死一个，看你们谁敢！说着，李林春直接扛着大刀转身进门，噔，直奔楼上。赵玲玲，你还在我家赖着不走是吧？是不是让哥哥请你滚啊？咚，上楼的急促脚步声回荡在3层小洋楼的各个角落。赵玲玲，哥哥说话你难道听不见吗？我上来了。抱着桌子腿躲避在3楼房间里的赵玲玲被吓得面无血色，双腿双脚发软，压根连站起来逃跑的力气都没有。3楼房间大门被李林春一脚踹开。赵玲玲不舍得走啊！你爸妈可是已经先一步去吃公家饭了，你初步的美梦怕是要彻底变成噩梦了。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工作，去厂里当纺织女工啊！哥哥我可是办公室主任，到时候会很照顾你的，好不好啊？正说着，李林春手里大刀一挥，瞬间将桌子上的茶壶水都爆碎，飞溅一地。放过你妹妹吧，她从小就胆子小，你别想怕了。孙外婆求你了，你可不能对你妹妹干什么。林春，你可不能糊涂啊！房子你抢了，不能伤害你妹妹啊！我是你妈，你还听不听我说的话了？放过你妹妹啊！3楼房间里，赵玲玲被吓得瑟瑟发抖，细细的紧闭双眼，压抑着哭声，试探性的缓缓睁开双眼。突然，面前的一幕吓得她瞬间找到了啊！放过我！你放过我吧，哥！我错了，哥，滚！我这就滚！啊！别抓我！赵玲玲只感觉脚腕被猛地一脚踩住，钻心的疼痛传来，让她忍不住大声哭喊起来。啊！哥，放过我吧！我不是故意进你家的啊！妈，你们在哪啊？啊！我要打我！姑姑，救我啊！姑姑，外婆！大傻春，打人是犯法的，你知不知道？别冲动啊！儿子不能打人，听爸爸的，散了吧。告诉你们几个，从今天起，从现在起，拿上你们的破烂东西，都给我滚出我家！再敢回来，老子跟你们挨个鱼洗网破！啊，奶奶，我们怎么办啊？为什么我爸妈还不回来？为什么我爸要把房子过户给这个疯子啊？我们去哪住啊？我这是倒了什么孽啊？一把年纪了，要被自己的亲外孙扫地出门，老天不开眼啊！赵兰，你的这些破烂都他妈给我拿走！李强，你他妈的看这些烂片，早他妈过时了，狗东西，统统给我拿走，滚！所有邻居都站在远处看他的笑话，没有一个人替他们说话。周围的邻居都被赵家欺负，这个时候不火上浇油就阿弥陀佛了。行了，你们的垃圾东西都给扔出来了，收拾好了就赶紧滚！被我抓到你们私闯民宅的话，我不介意重新打倒一次你们这些万恶的地主老财！奶奶的，累死老子了，走了。奶奶，姑姑，我们去哪住啊？我爸我妈呢？他们到底去哪了？怎么还不回来啊？和蔡金凤最终找了一圈关系，也只是定了个扰乱社会治安的罪过，拘留半个月。赵刚和刘海洋都被放出来。海洋，来，过来。爸，你得给我和我妈报仇啊！说着，当即就要准备上车，车里的刘向前直接开始一脚，正中亲儿子的胸口。爸，你踹我干什么？
老刘，你这是干什么？孩子有什么错？海洋，没事吧？被2个老家伙教训一顿，还被打晕送进局子里，也就算了。好不容易见到亲爹，结果还被亲爹没由来的踹了一脚。你踹我干什么？有本事你去踹那2个老东西啊！找了关系还让他们把我妈关拘留。你这个老板干脆不要当了好了。你不是一直说自己很有本事，什么人都认识，现在怎么不顶用了？踹我干什么？哼，废物东西！我他妈怎么跟你们说的？打架，天天就他妈知道打架，跟你那个没脑子的妈一样，天天给我惹事。老子从年轻的时候就打架，现在是老板，还他妈打架？送你出国留学，就是为了你有点出息，将来把公司给我做得更大，更他妈好。逼着老子说脏话，给我滚进来！刚刚还委屈的不行的刘海洋，突然被亲爹这么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瞬间蔫巴了，老老实实的抹着眼泪钻进了车里。老刘啊，教育孩子你不能总动手，这件事啊，咱们还得从长。哎，你干嘛？我他妈还没上车呢！看着外面一脸疑惑还带着愤怒的赵刚，刘向前直接不屑嗤笑一声：“姓赵的，你也配叫我老刘？撒泡尿照照自己吧！就你他妈还当官？老子之前给你送钱，那是你有点用处，能给我搞批文手续，回单位去打听打听吧。你的处理结果出来了，已经不是处长了。老子给你钱，就算查出来，那顶多是个不疼不痒的小过错，谁也不能拿我怎么样。你受贿，呵，说出来那可就是要进去蹲局子的大罪，别他妈来沾边了，就你也配！”赵刚心头一颤，脸色煞白，不敢置信的疯狂拍打着车窗。下车！姓刘的，你他妈给我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姓刘的，不可能！工作，我的工作，我闺女还要出国呢，我。领导在哪？一路上，办公室里不少昔日的同事都看到了他那好似发了疯的样子，纷纷避而远之，躲在远处嗤笑，窃窃私语。哎，他怎么才来啊？昨天都给他直接停职了，现在来了也晚了啊。啧，你忘了被带去派出所配合调查了，肯定是采访出来啊。这下好了，平日里走路那眼睛都恨不得长楼顶上，现在看他还怎么黄？那照片我可看了，拍得太清楚了。听说领导脸都黑了，纪委直接调查了。他这样的得罪人了也正常，迟早的事儿。众人嗤笑声不断，全都在等着看热闹。平日里赵刚就是个跋扈的人，自然也没交下什么真心的朋友，跌跌撞撞的径直跑到了领导办公室。领导为什么停我的职？他刚一开口，见到办公室里人头攒动的场面，瞬间愣住了。领导正在给一些骨干开小会，吩咐事情，脸色瞬间难看了起来，更是默默的咬牙切齿，压住火气，冲着面前的这些骨干摆了摆手。行，今天说到这儿，你们先出去，分配给你们的任务指标一定尽快落实。所有人可都是巴不得看着他被开除，内心幸灾乐祸，毕竟一个萝卜一个坑，他被开除，众人也就都有机会了。领导为什么停我的职啊？我只是被带去配合调查，现在放出来了，那事儿根本和我没关系啊，我是无辜的啊，你不能这么不清不楚的就停了我的职，我一家老小都靠着我这份工作糊口呢，这么多年我在单位里有多努力，您不是不知道啊。领导看着气急败坏的赵刚，自然听得出来他言语间那不停试探和威胁的意味，直接黑着脸哼一声。赵刚，这时候你不用想要拖我下水，你自己干了什么不清楚吗？单位里里外外这么多双眼睛盯着，你以为这种事情能瞒天过海吗？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难道不是因为我被带走配合调查这件事吗？还能是？手指用力的敲打着桌子，咬牙切齿的训斥着他。你自己看看，敢背着我收钱，你的原则性都去哪了？你可是我一力保举推荐上来的干部，就是这么报答我的吗？才当上这个处长几天，你就一时也忍不住吗？你还有什么话说，等着处理吧。赵刚原本还打算嘴硬狡辩几句，可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整个人都感觉天旋地转，双腿发麻，扑通一声直接跪倒在了办公桌前。这不可能，领导，我不可能。证据确凿，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他的正脸，这根本洗也洗不白啊！赵刚瞬间感觉头疼欲裂，忍不住的呲牙咧嘴，突然冒气，彻底发了疯。啊，李林春，你一个小畜生，你毁了我啊！赵刚彻底癫狂，根本无法承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看起来不仅精神崩溃，而且彻底炸了肺了啊！房子我都他妈给你了，你为什么还要害我？领导也是被赵刚这突如其来的癫狂给吓了一跳，哆里哆嗦的躲在桌子后面，脸色煞白。赵刚，我警告你不要胡来呀！这里是单位，是办公室，你的事情纪委的同志已经在调查了，对你停职处置，那也是党内开会决定的，你可不能犯糊涂啊！赵刚被气得牙龈咬出了血迹，眼眶通红。赵刚直接扭头从领导办公室冲了出去。房子，你也别想拿到房子啊！喂，保卫科吗？赶紧进来，给我把赵刚控制住，拉出去啊！不能让他在单位发疯，快去抓人！赵刚直接一路狂奔到了过户大厅的办事处，发了疯的冲进办手续的办公室。停下，都他妈给我停下！房子，我家的房子，过户手续都给我停下！他妈，房子不能给那个小畜生，把手续给我作废掉！他那癫狂的模样，直接吓得办过户手续的一众工作人员脸色煞白。赵处长，这当初是你让我走后门加快流程的，现在全都签字盖章了，入了档了，停不了啊！你不是被停职了吗？你就别难为我了啊！什么叫不能停？我还没。赵处，来人啊，出事了！因为跳河前没接女儿的电话，他被海神打入敌军之渊，可他非但没有被淹死，反而获得了海神的传承，发了疯一样的抓到了李林春，抽筋扒骨，按在地上抱成这个小畜生，差点被打醒。可下一秒，李林春竟然又完好无损的扛着斩鬼大刀出现在他面前，一脸狞笑，青面獠牙。好舅舅，房子给我了，你的命也给我吧！乍一见到李林春拎着刀向他扑过来，赵刚猛地一哆嗦，扭头就跑。你不要过来啊！妈呀！来人，呸！来人啊！我操！护士，来人啊！有人他妈偷喝我的尿啊！来人啊！
老头也是被赵刚那口渴的模样吓得不轻。你他妈的别胡说八道！过了几秒，几个护士立刻闻声而来，冲进病房，这才发现摔在尿盆里、面红耳赤、浑身僵硬的赵刚。他好像是单位送过来的，没家属陪护。那单位的人呢？早走了。啧，这没人陪护，你们怎么收的病人？他护士，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右边的身体好像都不能动了？我家人呢？没人通知我家里来陪护吗？我怎么办？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放心吧，没什么大事儿，等你家属来了，医生会跟他们说的。下次醒了，你要是渴了的话，就按铃，我们值班护士还是能过来帮你喂点水的。但是我们的工作也很忙，你尽量联系家人来陪护，或者给你请个护工也行。旁边病床上，地中海老头也是一脸无奈的皱着眉头，擦拭着自己那被喝干了的尿盆。就是啊，再渴了也不能偷我尿盆呐，我也尿不出来那么多，供不上你啊。我不渴。张姐，我记得他单位那人下午走的时候说过，已经去联系他家人了，会有人来陪护的，我们才没给他安排护工。可谁知道这都半夜了，也没人来啊。儿啊，儿子啊，我的儿子在哪呢？老二，你怎么了？老二。孙凤霞突然哭喊着从病房门口闯进来，一下子跳到赵刚的身上，嚎啕大哭。阿姨，您小点声，咱们这是住院部，病人都休息了，您小点声，他人还活着呢，没事的，完全可以回家休养，不是什么大病。爸，你怎么了？爸，我妈呢？咱家房子怎么都没了？爸！赵刚见到亲人赶来，自然是激动无比。可看着这一左一右，一个亲妈一个闺女，全都趴在自己身上嚎啕大哭，他心里也是酸涩的不是滋味。小畜生，你不得好死！值班护士见到这一家子哭天抢地的，也是被吵得头疼，皱起眉头连连摆手。出院给他办出院，太能哭了，暂时性中风偏瘫了而已，回家养着就行，赶紧给办出院。搀扶着赵刚打了个车回家，看到车子路过他们家小洋楼门口的时候没有停下，他顿时心里发慌。这不是越走越远了吗？去哪啊？这是咱们不回家吗？孙凤霞听了这话，立刻又开始抹起了眼泪儿。不都是为了救你吗？那房子被你过户给了李林春那小畜生，已经是他的了。当天他就回来，把咱们一家子全都给赶出来了，东西全都被扔了出来，门全部上了锁，根本不给咱们住啊。赵刚一听这话，顿时感觉被气得血压飙升，脑瓜子上的血管砰砰乱跳。畜生，这个畜生啊！房子刚过户给他，证都还没拿到手呢，他就把咱们一家子都赶出来了。预谋，绝对是有预谋的，一定是那个废柴李强图咱们家房子，一定是他。此言一出，孙凤霞的脸上突然露出一抹尴尬的神色。赵刚正在气头上，看到老太太欲言又止的样子，更是气愤的破口大骂。妈，这事儿肯定是我姐和我姐夫撺掇的。我和金凤早就说了，让您分家跟我们过，房子给我们，你就是不听啊！现在被外人抢走了吧？肯定是李强和我姐他们两口子故意让李林春演的这出戏。现在是他们一家子住在咱们房子里面了吧？我就说那个李强。没等他说完，孙凤霞已经羞愧的捂着脸，听不下去了。不是，真不是，你姐和你姐夫也被那小畜生赶出来了。现在还是你姐和你姐夫拿钱在黄村那边租了个30的平房，让咱们一家落脚，要不我和玲玲都要流落街头了。咱们现在去的就是你姐夫他们租的房子那边。赵刚也是瞬间如鲠在喉，骂人的话彻底说不出来了，涨红了脸面，哑口无言。爸，我妈呢？我妈真的被关进去了吗？那我以后怎么办啊？海洋也不搭理我，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一听是我就挂了。我出国的事情怎么办啊？闺女啊，没事，爸能康复。等你妈被放出来，咱们一家子还是能东山再起的。当务之急，出不了国，可不能耽误了你高考啊！考个好大学，等过几年再考研出国留学，爸妈一定供你，照样要比李林春那个小畜生强。回家，咱们先回家，以后的事从长计议。老二回来了，赶紧进屋吧，你姐都帮你准备好房间了。赵刚乍一见到这个自己从来没瞧得上眼的姐夫出来迎接，心里也是五味杂陈，在自己最瞧不起的人面前一败涂地。李强这时候也才看出来赵刚的异样，急忙变了脸色，上前搀扶。这是怎么了，老二？你是腿受伤了？胳膊怎么也不能动了？赵刚听到李强关切的询问，心中更是一股莫名的烦躁，却又不好意思，直接冷着脸面推开。没事，休息几天就好了。这虽然简陋了点，但过几天找到更好的房子，咱们就搬，先对付。这破地方是给人住的房子吗？高中教导主任被暴揍后，他被开除，转身找关系继续到小学当老师，却没想到又被大傻春盯上了。大傻春是被孙磊叫过来给结亲尾款的，顺便拉拢大傻春跟自己干。正好自己创业，手底下正缺这样干的人，都要想办法从妹妹那里挖过来。小李，你还真来了，看来这200万我不给是不行了。不过没关系，衣服倒手一卖，我已经找好买主了，也不亏。倒是你继续留在那小厂子里屈才了。怎么样？看看眼前这片地，拆迁批文我已经拿下来了，棚户区改造的项目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做啊？孙主任，你这阔气了啊！怎么刘老板给你投资了一辆小汽车啊？真这么好看？孙磊见到他那毫不掩饰的羡慕，也是直接被逗笑了。俩人也算不打不相识，自从上次见到他为了一个合同那么拼，粪勺大战四方，他也算是真的盯上了这个人才，更是对李林春的欣赏。
上升到了另一个高度。这地方富贵逼人啊！附近的街道他熟悉，这块地沿着江边不远，将来可是寸土寸金的顶级商业区。能拿下这片地，足以看出孙磊背后关系之硬，恐怕不仅仅只是一个流向前那么简单。走吧，小李，跟我进去溜溜，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赚钱的大买卖。李林春自然也不会错过这种和未来地产大鳄结交的机会，当即随着孙磊一起走进了城中村。说话间，两人来到这座城中村的小学围墙外。此时此刻，孙磊已经是满面红光，彻底被李林春的指引开发出了更高的思维高度。好啊，小李，我果然没看错你，你的几句话可是给我点破了多少天以来的困惑啊！这回我可更有理由相信，只要你能加入我的团队，将来咱们一定能成为上户市最强，不是全国最强。来，跟我干吧！李林春听到孙磊那激动的恭维，也只是轻笑一声。哎，我可不像是孙老板，你这么有后台有资金啊，跟着你只能打工，但跟着你妹妹，说不定我能当老板。对了，还有一件事啊，孙主任，这城中村1所小学3所幼儿园，到时候这个安置问题。正说着呢，李林春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了校园里热热闹闹的班级，突然目光一颤，看到一道熟悉却又被遗忘很久的身影。哟呵，哇操，黄老狗荼毒小学生。孙磊正兴奋地想要继续拉拢他呢，可突然间二话不说，直接翻墙进了学校，倒是给孙磊看得一愣一愣的，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吓得急忙四下打量，生怕被人看到。我可不是帮凶啊！小李说的好好的，你翻墙干嘛？你去哪？哎，小李，你这回来，哎。孙磊是个体面人，翻墙这种事肯定是不会做的，目光不受控制的四下打量着，强装镇定，生怕刚刚李林春在他身边翻墙闯进学校的场面被人看到。这小子又整什么幺蛾子？你好，我是来咱们学校谈拆迁安置的开发商代表，你们学校的领导在吗？这个能不能先让我进去学校里考察一下？听他这么一说，梁保安老大也不是不敢怠慢。然而梁保安并没有带着他向教学楼那边走，反而是拐了个弯，直指校长办公室。哎，这位老板，我们先送你去找校长见个面再说嘛。是啊，一会校领导安排老师跟着，咱们再让你去小学区，那边都是孩子和老师，不方便打扰。这边走。假装不经意的向教学楼那边瞥了2眼，无奈的跟着先去了校长办公室，只能心中暗暗祈祷，希望李林春那边别把事情闹大了。另一边教学楼，小朋友们，老师以前可是在高中带你们那些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现在教你们，那是因为老师喜欢你们。来，老师给你们检查检查身体，看看你们有没有好好吃饭，好好长大，就从小月月同学开始吧。黄旭东带着满脸笑容，看向自己面前扎着双马尾的可爱小女孩，跃跃欲试的伸出了双手。来，先让老师称一下，你现在多重了？是不是在家里挑食，不好好吃饭，那么瘦？双马尾小女孩见到黄旭东那粗糙的大手伸过来，天真的眨眨眼。老师，你又没有称，怎么称我的体重啊？老师称我，就是没有称是称不出来体重的，老师不知道吗？我家里有称。老师，我们什么时候读课文啊？黄旭东听着一群小屁孩那叽叽喳喳的声音，直接板起脸来，瞬间的严肃立刻震慑住了整个班级。好了，都不要吵，都排好队。老师没有称，但是老师这双手那就是称。来，圆圆，你站起来，老师双手把你这么一举起来，就知道你多重了。小女孩看到黄旭东那突然严肃起来的表情，心里也是有点害怕，只能乖乖照做，那乖巧懂事又可爱的模样，看到黄旭东欢喜的不得了，当即就要伸出双手扮演称的角色。来，让老师好好检查检查。还没等他的双手碰到小女孩，突然间玻璃窗被砸碎的声音响彻整间教室，一块板砖被直奔他脑门击上，只听一声闷响，面前的黄老师直接一个朝天砸飞了出去。我操！黄旭东瞬间被突如其来的石头砸得眼冒金星，正中眉心，整个脑子都被砸得震荡了。黄老师，你怎么了呀？黄老师，你的额头。黄老师，教室的玻璃碎了。黄老师，你还要给我们称体重吗？黄老师，你快了吗？黄老师。谁他妈扔的砖头？这熟悉的感觉，这亲切的味道。迷迷糊糊隐约好似回忆起了什么。黄老狗，让叔叔来给你好好检查检查身体啊！站那！听到这个声音，瞬间浑身一激灵，骨子里的恐惧被瞬间激发。我操！压根不给他半点反抗的机会，李林春直接踩着小学生的课桌飞起，一个大踹直奔他胸口。李林春从教室里捡起来自己那块板砖，咬牙切齿地走向黄旭东。黄老狗，这里是小学，谁把你这畜生安排进来的？老子今天非要把你物理阉割了！你这条狗西西，过来，老子亲自给你检查身体。啊，黄老师挨打了，我去告老师。我也一块去，快跑去告老师。教学楼前的空地上，拼了命地冲着李林春摇头摆手。体育，我错，我去你卖批！在高中偷看女学生洗澡的黄老狗废料，你妈地还找关系调到小学来了！你个畜生东西，给老子死！我的呀！远处的老师办公室门口，10几个小豆丁一窝蜂的冲出来，身后跟着脸色煞白、慌里慌张的7、8个老师。乍一见到黄旭东被砸得吐血的恐怖画面，不知情况的几个老师立刻出声呵斥：“住手！你是干什么的？保安，快叫保安！不准打人！你要对我们黄老师干什么？”老子是过来拆迁的，顺便收拾渣男黄旭东这狗西西，他在教室里给学生检查身体，你们他 M 的知道吗？这狗西西在1中为什么被开除？为什么到你们这小学来糊口？你们打听过吗？让一个他 M 的在高中偷看女澡堂洗澡的畜生东西跑来给小孩当老师，你们他 M 的眼都瞎了吗？才没有！黄老师让我张开双手，要给我称体重。就是你是坏人，黄老师要给我们检查身体，是好人。他欺负黄老师，
黄老师要给苑苑检查身体。老师，报警抓坏人。乍一听到这话，刚刚赶来的几个老师瞬间脸色全都绿了，不可思议的惊恐瞪大双眼看向被揍得满嘴流血的黄旭东。什么？黄老师，你？哼，我们凭什么听你胡说八道，在这毫无证据的污蔑一个老师？哼，那就报警。你冲进学校里来打人，肯定也不是什么好人，让警察调查清楚。李林春听到这女老师对他的呵斥，瞬间被气得笑出了声音，一下一下的抛起手里的板砖，不屑的看过去。哦，这位老师，你贵姓啊？你平时就这么勇敢吗？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报警抓我？那你看我要是还这样来一下呢？我的小腿，救命啊！白裙女老师此刻一张俏脸满是愤怒，眼里充满了不可思议，直接冲上去指着李林春。你住手！不准以暴制暴，吓坏了孩子！我现在就去报警，等警察来。李林春看着这勇敢冲上来的眼镜妹，直接不屑冷哼一声。行啊，等警察来，你试试看啊！这片地马上就要拆迁了，你们学校也要等着拆迁安置、拆迁补助吧？要是这时候让学生家长们知道你们招聘了一个偷看女澡堂洗澡的死流氓畜生来给他们的孩子上课，他们会不会带着孩子立刻退学啊？没有了上课的学生，学校名声臭了。你们的拆迁安置就他妈等到猴年马月去吧！老子我说的，报警啊！你看 M 不是很勇敢吗？今天就算是警察来了，老子也要废了这个连学生都不放过的畜生，他也配当老师？板砖擦着女老师的眼镜框飞了过去，黄旭东裤裆中弹，猛地佝偻起身子，再度发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哀嚎。好，住手，别打了，别打了！他是万万没想到，自己已经是尽量低调，偷偷摸摸的找关系转到了这个民办小学了，可怎么还是被李林春给发现了？简直就是造孽啊！身上的伤才好了没几天，又他妈被揍了。女老师压根没想到李林春竟然这么嚣张，当着他们的面动手也就算了，还让那板砖擦着他的耳边飞过去，简直就是挑衅。顿时气得那女老师红了眼眶，咬着牙跺脚。你再打一个试试，我一定要报警抓你！哦，这种要求我这辈子都没听到过。好，那就如你所愿，滚开！说着，直接一把推开女老师，猛地直奔躺在地上佝偻成大虾的黄旭东冲了过去。黄旭东乍一见到李林春冲过来，顿时被吓得慌张失措，拼了命的求饶：“不要，你不要过来啊！啊！”刘老师，你看 M 招惹他干什么？李林春看到黄旭东这张猥琐的狗脸，心中就怒火膨胀。去你 M 的黄老狗！高中混不下去，你跑来祸害小学，老子今天就他妈废了你！绝孙脚！啊！我错了，我不当老师了。好。李林春一边踹一边狞笑着看向白裙子眼镜妹。怎么样啊？我今天就是要揍他，就是要弄死这个黄老狗！他这种垃圾就不配当老师，不配活着！女老师见到这一幕，直接被气哭了。你等着，我这就去报警。他扭头刚要跑去报警，突然从远处急匆匆的跑来几道身影。孙磊火急火燎的拉着校长直奔教学楼前空地，远远听到惨叫，心里咯噔一声。还是他妈晚了一步，这小子下手太黑，动手太快了。不准报警，谁也不准报警！学校马上拆迁安置，报警就是降低补偿标准，害了所有人。旁边脸色煞白的校长也是连连招手，拼命的点头。他们是民办子弟小学，一旦在拆迁之前名声臭了，出了恶性事件，那搞不好就是倒闭，根本拿不到孙磊承诺的高额补偿了。刘老师不能报警，这件事我们自己解决，不能报警了。校长，你怎么还帮他们说话？是他们乱打人。小刘啊，你刚毕业，很多东西你不懂。咱们是民办学校，来这里读书的都是城中村农民工的孩子，他们需要一个学校读书。现在这片地要开发，所有人都要等安置，咱们学校经不起折腾，必须尽早拿到安置名额，争取一个不错的安置待遇，才能继续开下去，不能报警。小李，事情不要闹大，打得差不多就行了，太难看了，压不住的。说着，孙磊还不忘了回头安抚一下被吓坏了的老校长。没事，来做拆迁考察的，拆迁会安排你们学校优先安置、优先补助。听到这话，小老师心中就算还不服气，却也只能以大局为重，被气得哭红了眼，看向不断安抚他的校长，又看向仍旧一脸不肯罢休模样的林春。行，那我就不报警，为了学校考虑，但是他冲进学校里来打人，给孩子们带来多少不好的影响，必须道歉。不敢了，我不敢了，对不起。这个老师我不当了，还不行吗？我以后都不进学校的门了。不，我以后看到学校我就绕路走，我再也不敢了。爷爷，你饶了我吧，爷爷，我真的不敢了。李林春看着黄老狗那副贱样，心里的气却郁结不散，压根没能彻底发泄出去。尤其是旁边那个小女老师，一个劲儿叭叭的不停，更是让他心烦意乱。此时此刻，看着一旁竟然主动进来帮自己想办法遮掩孙磊，心里倒是对这位孙主任多了几分好感。有忙他是真帮了。孙主任，你帮了我，那我今天就再帮你一回。这块地的拆迁费我帮你打下来。是什么？然而早就已经挨了800回揍的黄旭东自然听得出来李林春这话是什么意思，瞬间吓得他哆里哆嗦的手脚并用着从地上爬了起来，边哭边跑。妈呀，别打我了，祖宗，我错了。挨打的次数多了，李林春一撅屁股，他都知道这小子要拉什么屎。黄老狗，你往哪跑？刘老师让我给你道歉了。站那，草，老子给你道歉来了。好，别打，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上辈子自己可是当着学校所有人的面被这个教导主任黄旭东污蔑偷看女澡堂洗澡，
一辈子都洗不清自己的污名。可现在黄老狗的名声明明已经在一中被我给打臭了，竟然还有学校愿意聘他当老师，这是传播的范围还不够广啊！自己必须帮他扬扬名。黄旭东，你给我站在那，我他妈倒要看看是什么破学校竟然会招聘你这个偷看女学生洗澡的垃圾人当老师。谁还不知道你黄旭东在一中的时候偷看女澡堂被人开除？所有人都他妈应该给我听清楚了，你这种废物人就不应该有改过自新的机会，你也配当老师？给老子死！校长，你知道黄老师他之前被开除是因为偷看女学生洗澡吗？你是不是知道？校长此刻也是有口难辩，一肚子的委屈就差哭出来了。我他妈哪知道啊？那黄老师是我一个熟人朋友介绍过来的，只说是以前在一中做教导主任，还做过几年优秀教师，那是能帮咱们学校提高教学水平的好老师，这我才聘请他来的。我根本不知道里面还藏着这么多事儿啊！说着，校长突然想到了什么，急忙摆手招呼着周围的老师：“快带孩子回教室上课，不能让他们听了这事儿出去瞎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要是黄旭东这件事传出去，咱们学校哪还有颜面招生啊？快带孩子回教室！”黄旭东慌不择路，直接爬上了学校里的歪脖树，死死抱住树杈子不肯下来。啊！别打我了，别打了，我真的错了。李林春追到树下，也是气得咬牙切齿，目光疯狂的四下里寻找起来。黄老狗，你还敢跑来小学当老师是吧？今天我他妈就让你长长记性，以后看见学校记得绕路走，被我碰见一次就他妈打你一次。黄老狗，你他妈也是到头了，我给你做个肛肠检查。下一秒，手中木棍狠狠捅了上去，一声惨叫，瞬间响彻整个校园。所有亲眼看到这一幕的老师们均聚在一起，双腿颤抖。孙磊也是猛地哆嗦一下。卧槽，产前费好像不用给了。黄老师要给我们做身体检查的。对呀，然后黄老师就倒下了，说还没有给我做过检查。几个小豆丁被校长带到一起了解情况，听着苑苑他们几个小女生说的话，校长和一众老师的脸都绿了，彻底被气得面色铁青。大家都知道这个狗东西是要对学生做什么，简直丧尽天良。不，我没，还看个屁！我真的没干。刚来上班才几天，这些学生跟我都还不熟悉，我就寻思跟他们开玩笑，拉近一下关系。我真的不是变态啊！哎，啊，别打了，我屁不报警，就放我走吧。我不报警，让我去看医生吧。校长见状也是一脸苦涩的无奈皱眉，急忙起身拉住了还想动手的李林春。同志，这位小同志，算了吧，事情闹大，我们也收拾不了。你放心，开除我们不用开会了，立刻就能决定开除黄旭东，以后永不录用。你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在所有学校同行的面前，把这个人的名声彻底传播出去，保证谁也不会用他。打这么久，你肯定也累了，收手吧。李林春深吸一口气，手里掂拉着石头，恶狠狠地看向蹲在角落里屁股流血、哭个不停的黄旭东。哭，你个丧气东西，还不赶紧滚！我他妈！校长也是满心苦涩，无处说，担心因为黄旭东的事情破坏了学校的名声，孙磊会借此机会压低赔偿款和拆迁安置的事情。他立刻哀求着看向孙磊：“孙老板啊，我们是打工子的小学，您办学校本身就没多少钱的，这里拆迁了，您可一定要关照我们，可不能耽误了孩子们上学，他们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啊，您多考虑考虑。”孙磊见到之前还坐地起价的校长突然这么卑微，也是心里轻笑一声，只是带着李林春来逛了一圈，没想到他竟然直接帮自己解决了一个最难搞的钉子户，实在是意外之喜了。行了，放心吧，吴校长，我又不是什么黑心商人，补偿就按均价。另外，我会协调关系，帮你们找一个临时安置的校区，保证不耽误孩子们上学。后面拆迁的其他事情，我会找人来跟你签合同，好好谈谈。小李，你还真挺有正义感的，那学生又不是你家孩子，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小孩冲进去打人，你还真是让我有点琢磨不透。我和那黄老狗纯属个人恩怨，和什么学生不学生的没关系，能帮你搞定拆迁的事情，也不过是顺手的事儿，不足挂齿。说真的，小李，成一场搞实体没什么前途的，不如来跟我干，搞开发，搞批文，将来大有可为。算了，我和你的大金主老板刘向前不对付，那孙子我还没找他算账呢，让我跑去他手底下干活，我怕我不小心弄嘎他。改天找机会，我还真打算去拜会他，就是不知道他狗的住在哪。你要是有心帮我，可以透露一下你的大金主在哪。哦，你真有这想法。实不相瞒，我现在的老板已经不是刘向前，我得到深川是一个大老板的投资，现在尴尬，我也早就看不上刘向前那暴发户嘴脸，一点眼光都没有。还有他那个堂哥刘向东，纯粹就是个地痞无赖，根本不懂做生意。你要真想报复他，跟我干就对了，因为我正想从他手里把上户市地产界的生意全都抢过来，你来不来？另一边，上户市向前地产公司豪华装修的办公室内，爸，你什么时候帮我和我妈报仇？那两个老不死的太嚣张了，这口气我咽不下去。大侄子说的对，向前，你以前的脾气可没这么怂啊，忘了当年咱们街头砍人的时候了。妈的，那小畜生把我那建筑公司搞得遍地大粪，现在都还没卖出去，好几个兄弟被恶心的至今吃不下饭，就连我现在也见不得稀饭。上次吃什么咖喱牛肉，我一看到就……正说着，刘向东突然干呕起来，憋得脸面通红。
我刘向前一世英名，怎么会有你们这么蠢的哥哥和儿子？对付一个只会争强斗狠的小畜生，都费这么大劲。哼，现在不单单是你们，我也对这小畜生恨得牙痒痒。虽然赵刚那个废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好歹拿钱办事，也帮我搞定了不少批文。如今换了新人，我还得重新接触打电，让我很不爽啊！刘海洋此刻眼里已经蓄满了泪光，红了眼眶，咬牙切齿的一拳砸在椅子上。爸，我妈还因为那小畜生在里面蹲拘留呢，必须给他一个教训，最起码也要让他知道咱们不是好惹的。听到他俩那怒气冲冲的骂声，刘向前也是皱起眉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家竟然都已经快被那小畜生做个遍了。地球这么小的吗？来个人，大哥，社会上混，这场要是算了，那所有人都要看我笑话，先礼后兵，去给那小子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咱们不是好惹的。记住了，这次别进屋，那两个老的不怕死，手里有枪有刀，别又给我丢人现眼。就先在他家门口留个记号，吓吓他。等我想个法子，一定要让那小畜生付出代价。对，先吓吓他，最好吓掉了他，也让他见识见识咱们办事有多狠，迟早办了他。放心吧，大哥。这他妈是谁干的？还他妈留名了，刘向前，操妈的，跟老子玩这一套是吧？还真以为自己是社会大哥啊？行，那就别怪老子先兵后更兵。喂，刘向前公司在哪？给我个地址，还有他最近谈的所有地皮项目，要见面的所有顾客，通通都给我。他妈的，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商战。黑社会在老人门口扔猫狗尸体和排泄物，逼迫老人搬离，却不想老人的孙子是个不怕死的，在黑社会老板谈合作时，混进后厨请他们吃便便海鲜汤。这就是刘向前今晚请大客户吃饭的地方，圈子就那么大，这点消息基本都知道的。想搅黄了他买卖的可不止一个人，你这是打算出什么招？难道你准备了更好的条件撬走他的客户？撬个锤子！反正我也不是干房地产的，不需要这个客户，只要让他谈不成，那不就行了？倒也是。我恶心，我还没怕过谁，居然跑去我家门口扔死猫死狗，我绝对让他更恶心。说着，突然从身后拿出来一个密封了10几层的塑料袋，可车内还是隐隐弥漫出一股无法言喻的味道。马操，你要投毒？不行不行，这是犯法的。投什么毒？老子带了3包盐1包屎，给他调味而已。今天他这生意能谈成，老子的名字倒着写。正说着，他又从屁股后面掏出3包崭新未开封的食用盐，全都塞到了口袋里。万无一失，直接打开车门走进了酒店。孙磊被他这朴实无华的商战策略差点惊掉了下巴，实在是无法想象前来谈生意的大客户吃到加了料的饭菜会是什么表情。太他地缺德了，幸亏自己在厂子那边的计划没能成功，现在自己也不是李林春的仇人。这种人放在身边拉拢示好，可能花不了几个钱，可一旦放到对家手里，那自己可就要遭老罪。哎，那个谁，你干嘛呢？赶紧来帮忙传菜，没看到都忙成什么样了？这个303 VIP 签，快，走菜！303的是吧？这几个都是，我来。李林春喜滋滋地端着要送给刘向前包厢里是2菜1汤，一个转弯的死角，趁着没人注意，直接躲进了杂物间。刘向前，我让你吃，敢跟老子玩这么恶心的招数，那就看看谁更恶心。说话间，半包咸盐全都被他倒进了一大盆海鲜汤里，用勺子搅拌一下，浓白的汤料压根看不出什么异样。随即拿出了那袋子严密包装的金汤狠料，找了一根大头针，直接扎破袋子，向3道菜上雨露均沾，自由挥洒。浓白的海鲜汤瞬间被勾兑成了淡淡的金黄色，炒菜更是多了一股别样风味。怎么才上菜啊？里面的客人都着急了。咦，这菜是什么味道？说臭不臭，说香不香，好似炖臭豆腐的别样风味。哎呀，你们懂什么？客人点的名菜就好这口，臭苋菜海鲜汤、黄酱烧臭鳜鱼、金汤牛肉，错不了。我亲自盯着从厨房上的菜，赶紧趁热给客人端进去，凉了就不好吃了。这桌客人口味还真独特啊！是啊，没见过这么喜欢吃臭的。算了，客人的口味关我们什么事？上菜！李林春见状，差点直接乐出声，立刻潇洒直奔大门口。吃屎吧，姓刘的！放心，这个顾客他谈不了。这商战是不是太缺德了？不知道这个南方来的大客户会不会对上沪市本地企业产生心理阴影啊？这完全是鱼死网破的商战手段。我不谈，谁也别想谈。来，王总，这家酒楼的菜那是一绝啊，你一定要尝尝。合作的事吃完再谈。哈哈哈！行，看刘总这么有诚意，亲自给我承担，这合作不用谈也能成啊。都说到了刘总这里，是个招待一条龙，服务到位，我今天也能有机会见识见识了。这菜有点意思啊。王老板看着被端到面前泛着淡金色的海鲜汤，轻轻翻搅，嗅了一下味道，瞬间感觉有点上头。本想说这他妈像是，但又担心这是什么本地特色风味，一时间欲言又止，不好明说。见到王总那一脸精彩的表情，他还以为是点菜正合对方口味，不由得有的骄傲得意起来。哈哈哈，王总，这菜在你们那边没吃到过吧？你放心，来了上沪市，一切我安排。咱们投资做的大项目一定大赚特赚。来尝尝，闻着香，味道更香。我先来它一大碗，就爱这口。来，都别客气，都尝尝。先喝口汤，润喉，味道非常好。我一天喝不都浑身难受。来了本地，也尝一尝我们本地的特色嘛，别那么拘束。此言一出，即便是作陪众人闻着那味道有点冲鼻子上头，也不好意思当面拒绝，只能一边在心里暗暗嘀咕这刘向前的口味重，一边互相谦让着各自盛汤，却是谁也不敢主动下口。这玩意怎么还有漂浮的絮状物？越看越他妈像是。来喝，我跟你们说，就着它的味道，那叫一个鲜。
刘向前则是满不在乎，直接拿起勺子哐哐往嘴里一口下肚，他压根没犹豫。可万万没想到，往日里鲜甜可口的海鲜汤，刚一入嘴便是难以言喻的苦涩味，齁咸，舌头发麻，好像被瞬间吸干了水分一样，针扎一样的口感，更是有一种直冲上牙膛、杀进天灵盖的恶臭，瞬间让他一阵胃痉挛，下意识的抓挠头皮，上头，太他妈上头了，毫无防备的直接扭头吐了出来。哦，不对，这他妈的！众人乍一见到刘向前那毫无形象的趴在桌子上干呕，瞬间都被恶心到了。王老板更是直接将那一碗闻起来就好像食汤一样的东西毫不犹豫的扔下，即便他没喝下去，可看着刘向前疯狂呕吐的模样，也是让他心里一阵反胃，压根没有吃东西的欲望。刘老板，你这是干什么？这整的大家还怎么吃饭？你这，哎呀，好。王老板刚一开口说话，立刻就压制不住胃里的抽搐，下意识的跟着干呕起来。此时此刻，别说是谈生意，谁他妈敢喝这东西啊？刘向前此时此刻吐的苦胆都快出来了。见到王老板眉头紧皱的样子，他心里也有些慌了。这可是他努力联系了大半年大客户啊，可不能在这时候掉链子啊！别，王老板误会，我刚刚是胃里不舒服，这汤我吃口菜吧，压一压。说着，刘向前立刻拿起筷子，伸向那一盘子黄酱烧黄鱼，加了一大筷子的鱼肉，一大坨黄酱，想要借此来冲淡一下嘴里那股子上头的味道。然而鱼肉刚一入口，他突然浑身抽搐了一下，下意识的打起摆子，哆嗦起来，冷汗直冒，一股不属于鱼肉的齁咸浓汤味道直接攻占了口腔。下一秒，更是远超鱼肉细嫩的绵密酱料，恶臭直冲天灵盖。刘向前刚刚那一口浓汤就吐了一地苦胆，这独家秘制黄酱更是吃得他恨不得把整个嘴巴都切下来扔到垃圾桶里，太他妈臭了，又臭又苦，还他妈齁咸。王老板闻到从刘向前吃了一口黄酱炖黄鱼之后爆发出来的恶臭，瞬间整个人被熏得眼冒金星。你别吃了，我他妈现在看你都恶心。刘向前，你什么时候有这种癖好的？久了，真让人。话没说完，王老板都已经要吐出来了，包间里臭气熏天，已经彻底不适宜人类生存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谁这么缺德，才有方式来害我？王老板，那个项目的事情，咱们还可以改天再谈。谈个屁啊！找你妈谈去吧，别再联系我，看到你就。人呢？你们饭店的人呢？把你们老板给我找来，谁给我上的菜？这后厨是做的实吗？他直接跑到窗户边上，哇的一声吐了出去。王老板刚刚逃也似的从酒店里出来，操，这个刘向前太恶心了，请客吃屎啊！我他妈的！还没等王老板骂完，突然一滩泥泞扑面而降，直接泼了他满头。王老板怒火中烧的咆哮声直接响彻整个街道。姓刘的，你这辈子也别想干工程了，哇！好。爽，吃屎去吧，刘向前，走，我们去他工地。孙磊通过后视镜也看到了趴在楼上窗口狂吐的刘向前，瞬间感觉脊背发凉，这商战手段太缺德了。还去工地？你还有损招？我还没去找他报仇呢，他反倒是敢2次来犯贱。先撩者贱，就别怪老子报复到底了。我不仅要让他以后的生意没得做，现在的项目也都要他妈倒闭。去工地，我彻底把这个竞争对手帮你彻底搞垮。天水湖工程1期，这就是刘向前目前最大的项目工地了。他自己做的开发商，他那个堂哥刘向东建筑公司接的活，完全自己给自己干，手续他都能自己搞定，算得上是目前上沪市商业楼盘项目第1位了。真让他做成了，恐怕……孙磊此刻心里竟然莫名其妙的开始有些小激动了。此时此刻，竟然隐隐期待李迎春的手段，太他妈的缺德了，够直接！这种商战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自己学到的经典商战，金融进攻，断掉对方的资金链，如何在报价上出奇制胜，如何在招标上做工对家。现实中的商战给对方喂食，直接跑到工地搞破坏，虽然不道德，但效果绝佳。自己十分庆幸自己的眼光没有彻底和李迎春成为对立面，还把他拉拢到了自己同一战线。这种感觉。论做生意，他的确不是什么天才，可缺德这种事，只要放下个人素质，就有源源不断的办法。上一辈子混得差，除了被赵家父女俩不停算计带来的影响外，最关键的还是他自己放不开道德底线，想要老老实实打工，又没多少能耐，吃尽苦头，想要赚点黑心钱，又放不下个人素质，无法完全缺德，总保留着那么一丝丝道德底线，混得比狗都差。这一世我已经彻底没有了任何道德枷锁，复仇就要彻底。刘向前爷爷我来了。工地黑老板3个月不给农民工发工资，激起了民愤，怒砸项目部，暴揍项目经理，却不想工地老板只是得罪了一个高3的学生，公司就即将倒闭。哎，哥们，你们听说了吗？咱们这工程的大老板刘向前不行了，人得癌了，脸色差的要死，老婆都卷钱跑了，好几天看不着影。我估计啊，老板手里的钱都拿来看病了，工程都做不下去了。太缺德了！没想到李迎春跟着工人进来，竟然是为了造谣他们老板快不行，这是什么招数？对，我也是听到小道消息，他老婆跟人跑了，卷走了不少钱。妈的，难怪了，咱们3个月都没发工去了。回出来干活，都说年底快发，这老板都快死了个屁了，年底还能发吗？我都说那年底结账的活不能干，真会气。那不行啊，我家孩子还等着钱交学费呢，不是说了这个月肯定给吗？给个屁了，我想想就窝火，上午不戴安全帽还扣我200。刘向东就是个混子，谁能从他手里要出来钱，想想都憋屈，真不想干了。哎，哥几个冷静点，你别着急。就咱们几个人不愿意，那没啥屁用，照样要不出钱来。那刘向东比大老板刘向前更可恶，我听说他不光是咱们的钱不给，社会上招的那些临时工同样不给工钱，谁敢去要，他公司10几号兄弟直接给你打出来，跑得慢的骨头都给你打断，人家本地人有权有势要不回来的。算了，他本地人就能欠工钱不给吗？老子认识的老乡100几十个，都是一个地方出来打工的，他敢不给钱，老子砸了他的项目部。操，刘向前得癌了，没几天活头，克扣老子们的工钱算怎么回事？不能等了，今天就必须让他把这个工钱给结了，要不就不干了。
能在这快餐店吃饭的，基本都是他们一个工地的工人，气氛一下子激烈起来。那老损狗刘向东平日里就爱玩点克扣工人工资的小把戏，这在上一世李林春是领教过的，自然能和这些工人们感同身受。就是不给工钱，老子也不干了。吃完饭，我直接回工棚，喊上我那100多个老乡去项目部要钱，不给钱就砸了他的项目部，再砸了他的公司。走，不吃了，回去叫老乡，再不去要钱叫不到了。老板都得癌症要死了个屁的，不给钱我们也活不起了。干了几个月了，必须把钱要到手。走。哗啦啦，一群工人全都被气得上了头，全都跑回去摇人，出门打工。很少有单打独斗的独狼，基本都是同村同乡认识的，彼此10几个、几10个人结伴出门打工，同一个地方不同乡的，那在外地也不是老乡，出了事儿一呼百应，都是要出来帮忙的。你小子也太神了吧！三言两语的，竟然就把这么多工人都给挑拨起来了。3个月不发工钱，他们就这么生气。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真砸了他的项目部，犯法吗？这孙主任，对你们这些有钱的资本家来说，3个月不发工资，你们能节省不少成本，没什么大事。但是对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工而言，他月月都愁得发疯。3个月不发工钱，他一个人在工地倒是吃喝不愁，但是家里不行，都快过不下去了，要人命了。今天这个项目不冲也要冲，不冲我他妈也要带头冲。办法，呵呵，给你普及一下知识。拖欠工资，这属于经济纠纷，报警了也没用，你得去法院起诉。上百号人去要工资，你怎么知道是谁动的手？那就判互殴好了，大家一块进去。刘向前和刘向东兄弟俩不是爱玩黑的吗？不是混社会吗？那就看看是他那10几个吃过屎的草包兄弟厉害，还是我100来号工人厉害。什么？大老板的癌症了，不给咱们发钱，必须把工钱要回来。先去项目部，我看到那个刘向东来工地了，和他的兄弟们就在项目部呢。3个月的工资必须给咱们结了，要不就不干了。正当所有工人们同仇敌忾的时候，李林春突然从人堆里挤出来。什么？大老板得癌症了，不给咱们发钱？妈的，必须把工钱要回来！先去项目部，我看到那个刘向东来工地了，和他的兄弟们就在项目部呢。3个月的工资必须给咱们结了，要不就不干了。冲啊！干他丫的资本家！原本就有些控不住场的100来号工人，瞬间被引爆了，全都嚷嚷着冲向项目部。孙伟看到这一幕，也是倒吸一口冷气。拖欠工资真的这么招人恨？万幸啊，万幸啊！幸亏这个李林春不是我的对家，看来以后工人工资这块我得重点注意一下。喂，财务，这个月的工资给工人发吗？好，记住每个月准时发。太恐怖了，太残暴了。轻点啊，不会伺候人啊。前段时间在自家公司被粪勺子揍过一顿之后，这身上的淤青至今还没好。M 的向前那家伙办事就是婆婆妈妈的，早就没有当年一块混社会时候的狠劲了。对付那个小畜生，直接找人枪棍就行了，还非要玩什么先礼后兵。我看那小子精神不太正常，别他妈刺激了他，直接跑来报复。也好，他要是还敢来，这地方可没有粪坑，我倒要看看他怎么全身而退。我操，这是地震了！哎呦我操，什么情况？谁扔的砖头？楼下突然响起了工人们那有理极尽的咆哮抗议声，宛若要把整个项目部的楼都掀了一样。我们要开工资，把欠我们的3个月工资发下来。姓刘的滚出来，再不发工资，我们不干了。老大，出事了，老大，工人们不干活，都跑来跟咱们要工钱了。刘向前原本还被吓得够呛，可一听到来要钱的是工地上的工人，瞬间被气得骂骂咧咧的从办公桌下面爬了出来，底气十足。操，我以为是谁呢？一群臭民工，还他妈敢这么嚣张，在哪呢？老子有的是办法镇住他们。说着，直接一把推开慌里慌张的小弟，径直从办公室走到了外面的走廊上，看到下面乌泱乌泱的工人，顿时气得他脸都绿了。都他妈给我闭嘴！我看看是谁想要工钱，都他妈给我开除！不想干了是不是？也不出去打听打听，整个上户室除了我刘向东，谁还顾得起你们这多人？都他妈想滚回去种地是吧？刘向东嗷的一嗓子喊出来，楼下上百号工人一看到人，瞬间声音就小了下来。他们毕竟是出来打工的，没见到老板之前，倒是还能哼一下，可乍一见到老板，这真正敢出头说话的可就没几个。他 M 的刘向东，你拖欠3个月工资，今天不给就砸了你的项目部，给钱，我们要工钱。对，我们要工钱，你们大老板得了癌症要死，凭什么克扣我们的工钱？发钱，把工钱给我们。刘向东被这突如其来的反抗顶了一跟头，却也更是怒火中烧。他还从来没看得起过这一群臭民工，哪年自己不能从民工工资上狠狠捞一笔，今年还想例外。反了你们了！敢跟老子要工钱，不他们都说了年底结账吗？3个月怎么了？告诉你们，接下来半年我都一个子儿也不会给你们。不想干就他们滚，还他妈砸了我的项目部，我看你们谁敢！此言一出，楼下上百号工人瞬间都被气得咬牙切齿，个个红了眼，攥紧拳头看向那嚣张的王八蛋。可一时间，却也根本没人敢出头，所有理智都只剩下最后一丝憋屈的隐忍。刘向东眼看镇住了场面，当即更加嚣张了，不屑的冷哼一声：“嘿，一群臭民工，还他妈跟老子闹事！没有老子给你们机会打工，你们能赚到个屁的钱？不是要砸了项目部吗？来，有本事看准了老子的脑袋，就这儿来砸！一群死！他 M 得上啊！不给钱就砸了他的项目部。”100来号工人全都动了身，齐刷刷直奔项目部冲了过去，所有房门全都被捅穿了，一共骗走了。姓刘的，给钱，别让他跑了。不给钱也就算了，还他妈这么嚣张！今天不给钱，老子涨了你的项目部。
办公室里，刘向东捂着血流不止的脑袋，呲牙咧嘴的和几个小弟躲在办公桌后面瑟瑟发抖，彻底被吓得面无血色。怎么回事？平日里又凶又笨的工人，今天怎么突然这么凶了？就好像打了鸡血一样。自己前脚刚镇住场面，下一秒立刻就有人在人群里边节奏笑嚷嚷，只觉到场面聊疯了。到底是谁？谁他们手这么准？酒瓶子到底是谁扔的？这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刘向东抬头看了一眼那些已经开始从窗户爬进来的工人，瞬间吓得面无血色。妈老爷，疯了，疯了，全都他们的疯了！这群穷鬼要造反了！操，怎么回事？谁把我电话线剪了？姓刘的，还钱！别过来！你们打人是犯法的，知道吗？我报警！人群中突然窜出来一道谁都没看清的身影，拿着一块板砖奔着刘向东扑了过去。操你妈！给老子死！刘向东正被脑袋上流下来的血迹模糊了视线，压根没看清扑过来的是谁，但那熟悉的声音仍旧是唤醒了他内心深处微微时的极端恐惧。是你！兄弟们，不还钱就干他！李林春一个果断出击，直接震惊了所有人，更是瞬间点燃了所有工人心中的怒火。万恶的资本家，还钱！给我们结工钱！打！不给钱就打他丫的！乌泱泱冲进来的工人瞬间就把刘向东所有的小弟全都围起来暴揍，惨叫声此起彼伏。一个人要面对7、8个工人的围攻，压根毫无还手之力。别打了，我们也是打工的呀。错了，我们错了，别打了，不当了，我不给刘向东当小弟了，求求你们别打我了。刘向东这个罪魁祸首更是众矢之的，一马当先的李林春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报仇的机会，逮住机会直接将刘向东按在地上抱踹，混在人群当中趁机出脚。去你的资本家！敢惹我们工人阶级！你小子背叛了工人阶级！打他，把他挂路灯杆上！李林春此刻彻底邹爽了，把他的桌子扔出去，彻底拆了他的项目部，看他还给不给钱！不能扔了，给钱！我给钱了！啊，别打了，我他妈给钱还他妈打我啊！嘿，我给！李林春趁着人多揍了几下出气，眼瞅着工人们的劲头也快下去了，他当即随便摸了2把，悄悄从人堆里挤出去撤退了1个工人，谁也分不清谁是谁。胡言妄了！你可算是出来了，闹这么大，赶紧跑吧！你真趁乱冲进去打人了。李林春看到孙磊那又紧张又激动的模样，也是觉得好笑。那怎么可能？我这人生性平和，最不喜欢打人了，就是进去拿了点小东西而已。你看这是什么？操！你把他们公章偷了。孙磊原本自诩也是一方豪雄，可今时今日接连看到李林春不走寻常路的商战手段之后，他已经彻底佩服得五体投地了。哎呀，孙主任，你怕什么？这种人见农民工工资那就得下地狱，没什么可说的。制裁他的也是工人阶级，没毛病。他那项目部已经烂得比不上个好母猪窝了，就算是发现公章没了，他也想不到是我拿走了。哦，孙磊却是激动的两眼放光，兴奋地面色发红。不，我不是怕，我是在想有什么办法能趁此机会搞垮了他的项目。爽，太爽了！小李，你的手段太让我佩服了，你说怎么办我就帮你怎么办。哈哈哈哈！好，你这是开了窍了啊！那接下来咱们就给他玩点真实的生战，不搞这些旁门左道了。好，真实的生战能有多真实？如今这场面倒是也不怪他想象力匮乏，毕竟谁家好人能想出来给对手的客户喂食，带着工人冒充项目部这种损招啊？他反倒是有些隐隐期待着所谓的真实商战是什么。既然要搞垮他的项目，那就要让他受到外部处罚。举报他，说他开发商和建筑公司勾结，使用假冒伪劣不合规的建筑材料，罚款罚死他，打掉他的信誉，一步步把他赶出市场。最少也要让他和刘向东决裂，彻底搞不到一起去，绝对能让他的生意从此开始走下坡路。啊，举报他！这刚刚有工人跟你说过，他那建筑材料不达标的事儿，你有证据？他没有证据，我不能给他造证据吗？公章都在我手里，把他工地上的建筑材料直接换一批，然后再举报他不就行了？然后找几个工人直接把不合规的建筑材料用在工程明面上，举报之后让有关部门的来调查，那不是一眼就看到了？真他妈狠啊！没有证据硬造，太黑了。果然初始资本的积累都他妈是黑暗的，让他再一次庆幸自己如今不是李林春报复的对象，根本防不胜防啊！牛逼，我服，我彻底服了。这事儿我帮你干，以我的人脉找几个下游供货商，搞一批不合规的建筑材料，小事一桩，统统给他送进刘向东的工地里。哈哈哈！等他焦头烂额的时候，上户市的地产市场就要统统落入我手里了。车里两人相视一眼，瞬间豪爽大笑。李林春此时此刻也终于体验到了黑心资本家的发家史，全靠着老老实实做生意，根本起不来。但这一世注定了孙磊是在他的帮助下一跃而起，快速成长。这个商业教父，他李林春当定了。向前啊，你不能没骨气啊！我都被人打成这样了，你得替我报仇啊！畜生啊，简直是畜生啊！那群穷鬼都反了天了，为了3个月的破工资，竟然敢打我啊！屎都给我打出来了，你不能不管啊！一听这话，面色铁青的刘向前突然一阵反胃，猛地冲到窗边。哦，你他妈的别在我面提那个字！你他妈吐个屁吧！见客户好吃好喝的货全都被你占了，我特喵就被留在工地挨揍，我都还没吐呢，你吃了屎了？你这么吐！一听这话，刚要直起腰来的刘向前瞬间再度吐得昏天黑地，苦胆都快吐出来了。我他妈让你别说了，马嘴闭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哦，这项目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紧，绝对不能出任何麻烦。
你挨打也是挨，现如今只能给钱停事，先把工人都他妈给我安抚住了，继续赶工期。眼瞅着实在是吐得清汤寡水，没什么东西了，这才稍稍缓和了一点。给他们钱，那他妈我不是白挨揍了？一群穷鬼，我不能就这么算了，大不了换一批工人。刘向前直接一巴掌打在他脸上，气得咬牙切齿。我他妈说话你听不懂吗？我才是开发老板，你不过就是我手底下混饭吃的，别以为你是堂哥，老子就不能打你，给我闭嘴！这个项目我他妈费了多大劲才争取来了，在上头领导面前，我他妈是打包票的，要是耽误了工期，出了问题，杀了你都不够赔的，早他妈就让你收敛点收敛点，给你的钱不够花吗？3个月工资，你全他妈想办法给我补上，把事情给我压下来，必须按工期完成。要是再出问题，不用别人，我就先他妈弄死你。还有，以后不准说是那个字。告诉你，工地绝对不能再出任何问题。还有什么闪失，你也不用干了，我回去当你的社会朋友。老大，公章丢了的事儿还没跟大老板说，说个屁说，滚，没了就他妈去补啊！跟我说，我能给你拉出来啊！都给我滚！破工地谁爱看谁看着，都别来烦了。你又跟谁发脾气呢？看你被人打得这样，哪里还有一点当大哥的脸面？要我说，不如趁早别干，踏实实多活几年，我跟儿子也能少替你操点心。都他妈扯淡！工地上那群穷鬼也敢反了天了，偏偏那刘向前一个冷骨头，还他妈让老子给那群穷鬼结工资，做梦吧！他们敢枪毛，我就能剃毛。等我出院，挨个收拾他们。一群穷鬼，他们也配拿钱？行了行了，马后炮。哎，我跟你说点正事儿，给你儿子办转学大事儿，你弟弟安排的怎么样了？他不是有关系吗？说好能给安排到6中去，不会耽误孩子的高考。手续办好了没啊？儿子天天在家，那也不是个事儿啊。我他妈怎么知道？你去问他，刚跟我甩脸子走了，你没看到吗？之前我让他给小华办转学的手续，他拖着说还要给那个赵处长的闺女一起办了，结果那姓赵的被人开了，也不知道他办没办好。我知道赵处长赵刚嘛，他闺女赵玲玲跟咱们家小华一个学校的，小华还挺喜欢那姑娘的。哦，对对对，就是被那个小畜生李林春打了的那个。不提那个小畜生我还不生气，一提起这个，你这个当爹的什么时候给儿子报仇？那小畜生现在都不知道跑哪去了，过得多好，害得咱们儿子回不去学校，还要费劲费力的托关系转校。想一想，我这心口就憋着气。那姓赵的之前有用，现在都被开除了，没个屁用了。他闺女那转学谁他妈给办？办好了也得看心情好不好，愿不愿意给他了。净他妈操心这些破事。我看啊，要是不行也送你儿子出国得了。他家那海洋不是在国外挺好的吗？不知道还回来干什么，就为了回来看电影挨顿揍，还把他妈牵累进去蹲拘留了，当美国人多好啊！切，出国？你儿子连他妈18个英文字母都认不全，还他妈出国？哼！放屁！还不是因为你这个没文化的爹，人家那是18个英文字母吗？看你那文盲的样，那是28个英文字母。那么多吗？不对啊，是不是26个？我他妈也记不清了。夜里，刘向前工地项目部，李林春拿着一沓子打印好的、盖了章的供货单，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小李啊，已经打听清楚，进去直走左拐第2个门，就是他们整理存放单据的文件办公室。这批进货单都是用刘向东公司的公章做的正规进货单，那批不合规的货，我也已经安排了拿着供货单送去工地了。只要把这些应该上报给开发商的供货单放进他们的办公室，那这违规材料就算不是他们用的，也是他们用的。你这招真够黑的。李林春听着孙伟那好似乖孩子第一次做坏事的激动语气，也是嗤笑一声。报复就要报复到底！他们敢往我爷爷奶奶家门口扔死猫死狗恶心人，我就要比他们玩的更他妈恶心！与其等着被他们报复，还不如先让他们自顾不暇。我不信他们工地上没用不合规的建筑材料，我只是没证据而已，所以我自己给他们造点证据也不犯毛病。只是这一事找不到证据而已，但现在手里拿着他们公司的公章，那就是想要什么证据自己就能来造什么证据，直接举报这黑心公司，就不信弄不垮他。孙磊就已经顺利的将这批不合规建筑材料的正规单据分门别类的放到了他们应该出现的位置。走，办完了，可以撤了。然而还没等走出去，李林春突然停了下来。你看那是什么？那个招财树，很多生意人都喜欢放在公司里的，没啥用，图个彩头而已。长这么好，怪不得这黑心公司还能一直赚钱，风水有问题啊！不行，不能让它这么长。孙磊一听这话，顿时心里咯噔一声，有些惊恐的看向李林春。哎，小李，你不会还信这个吧？李林春直接起身走到一旁的饮水机面前，打开了热水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自己公司的我肯定不信，但是别人公司的我必须信，不能让这两家伙有任何发财的预兆。行，差不多了，这回应该是必死无疑了。孙磊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压根没料到李林春还有这一手。看谁家人家发财树啊，太缺德了！这小子报复人还真是细致无为啊，绝对不给对方任何一点喘息的机会，连风水都给被破了。正当他以为李林春的计划到这儿就算了的时候，李林春突然毫无征兆地拿着钥匙打开了老板办公室的门。哎呀，
毕竟这偷偷摸摸大半夜的进入别人家公司，他这还是心理素质有点不过关，压根做不到李林春那么冷静淡定。我说小李啊，咱们也不是来偷东西的，你分他规矩干什么？来之前你也没说还要顺点什么东西走啊，偷东西可是犯法的。李林春听着他在一旁碎碎念，直接翻了个白眼。我看看而已，我又没说要偷，你紧张什么？难道你就不想知道你这个竞争对手有什么潜在的合作伙伴，有什么计划中的审批项目？难道你不想半路玩个截胡？我这是搜集情报啊，正儿八经的商战策略而已，要不你怎么获得对手情报的？等着刘向前主动告诉你。一听这话，孙磊突然眼前一亮，恍然大悟。好，对，搜集情报，我们只看也没说偷啊，哈哈哈，我来帮，我也想看看刘向前还有什么计划。说着，孙磊立刻也加入了翻箱倒柜的队伍当中，挨个文件的检查。什么？他们之间还有合作计划？这家公司他也联系上了。好啊，他们之间竟然还有这层关系。靠，这些消息外界统统不知道啊，全都是至关重要的商业情报，简直赚到哈！专学花好赵玲玲、刘华，他俩还他妈想读书。第6中学。哎，小李，那东西你不拿走？那东西是挺重要的，但不放在我这里更重要。我要拿走，那反而没啥用了。等他们成功转学到了6中，我才能找到他们，到时候再新仇旧恨一起清算。走，咱们去工地，先把姓刘的这2兄弟的事情解决了再说。老板，我们都等着了，让我们干啥？您说100块的工钱，简直太大方了，是不是让我们撤了他的工地？锤子我都准备好了。就是，反正他们也不给发工钱，我们建起来的，我们自己拆了，不能便宜他们。大家误会了，不是叫你们来拆工地的，是让你们来继续建的。不过用的不是之前的材料，而是今晚刚运进来的材料。李林春把要替换的材料都详细说了一遍。真要这工地黄了，我负责给你们换新工地。这位老板也会亲自找人帮你们讨工资。总之，今晚做的事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所有材料都是公司正规途径送进来的，你们只是负责施工的工人而已，明白吗？行，我们听老板的。举报，我们要举报核心工地不给我们结工资，我们举报他滥用不合规的建筑材料，举报核心工地他们盖的楼都是危楼，建筑材料统统不合规，举报，我要举报。刘向东，我他安殴打你！门口围了一群手忙脚乱的小弟，可却是谁也不敢贸然冲进去帮忙，毕竟2个老大干仗，他们也不知道帮谁啊。你发疯了？为了一群穷打工的，你跑来骂我还不够，又跑来打我，你没完了！我好歹也是你堂哥吧，刘向前。快，别人。刘向东，老子前2天才帮你儿子找好了转学手续，你转眼就害我是吧？老子跟没跟你说过这个工程多他妈重要？我让你去把拖欠工人的工资补回来，你为什么没做？我给你的预算不够吗？我给你的钱呢？你给我用不合规的建筑材料，跟我干工程，你还偷工减料，你坑我是吧？老子今天非要谈心，他妈的，我刀呢？给我拿刀来！妈的，你放屁呢！老子什么时候用不合规的建筑材料了？进货单都有啊！你找我发什么疯？一群穷鬼的工资而已，我他妈不能过几天，等出院了再去结啊！你疯了！刘向东，几天？你知道这几天发生了多少事吗？那群穷打工的直接跑去住建部门把工地偷工减料、违规材料给实名举报了，你还跟我装蒜？所有进货单都在你那破办公室里，你还跟我公司的出纳都结上了，进货单都他妈送到公司里来了，也没人告诉我你用的什么垃圾东西是吗？罚了老子70多万，领导直接撤了我3个项目的批文，老子今天一定要砍死你！谢谢警官，出去了遵纪守法，不要再进来了。是的，警官，我一定好好改造。这次情节轻，仅仅只是拘留所，等进了监狱，你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难受了。行了，走吧，家人应该来接你了吧？蔡金凤被拘留了半个月，这半个月他没少被裴秀折磨。原本裴秀也是今天出来的，认为自己栽在2个老家伙手里，都是因为蔡金凤的撺掇。进去的时候把所有气都撒到了他身上，因为在里面打架斗殴，裴秀又被多判了半个月。哟，恭喜啊，舅妈，你经过改造，洗心革面，终于出来了。你看看，这都没人来接你，还是大外甥贴心吧？啊，你李林春，怕什么？拘留所门口，我还能打你不成？我是来通知你个好消息的，你被单位开除了，开心不？李林春，住手！妈！蔡金凤也被突然出现的女儿和老公吓了一跳，急忙抱住女儿，同样痛哭流涕。玲玲，妈可算见到你了。别打了，别打我妈了，哥，我求你了。李林春，你个小畜生要干什么？还敢在派出所门口打人吗？反了你了！你打你了又怎么样？去报警去，跟警察说说你外甥怎么抢了你家房子，还把你打成了个偏瘫。去，赶紧快跑，跑步前进。李林春看到他那副怂样子，直接不屑嗤笑一声。派出所就在眼前，怎么你还不敢去报警？我打你打得不够重啊！不知道的还以为这世界上没警察呢。去报警，快跑着去啊！去啊！你赵刚，你不长记性是吧？以后在我面前别谈吆五喝六的，你也配？做外甥的我好心好意来接我舅妈出拘留所，我不孝顺吗？我到底孝不孝顺啊？赵刚此刻也不知道怎么了，好像是彻底被这小畜生打出毛病来了，更是被李林春的气势压得抬不起头，心里止不住的哆嗦，下意识脸色惨白的轻轻点头。孝顺不对，小畜生，你不要得寸进尺，这可是派出所门口。李林春直接摊手，反而是主动向派出所门口靠近。那走啊，进去报警，报警把我抓起来！哎呦了不起啊，我打人了！走，快报警去，我跟你一块。眼看李林春竟然还真的主动往派出所大院里走，赵刚反而突然被吓得脸色惨白，急忙用唯一能动的手脚怕着追上去。别，我错了，大外甥我错了，我不报警了，我怎么有什么好怕的？外甥打你，你不敢报警啊？别人知道了还说我有什么背景，有什么关系呢？刚刚打你2巴掌，你不报警，你见不见了？
赵刚此时此刻内心憋屈的要死，却自己却也不知道为什么，压根不敢和李林春对着干了。蔡金凤也好似得了那创伤应激症。不敢了，我们不敢了，走，我们这就走。赵玲玲更是被打怕了，连泔水桶她都被扔进去过，早就已经彻底形成心理阴影了。来，上车，领我去你们新家溜达溜达，看看你们现在住在哪。此言一出，赵刚一家3口顿时欲哭无泪，就好像是被大灰狼盯上的小绵羊一样。赵刚咬着牙，哆嗦着开口：“李林春，你不要欺负人，欺负的太过分了。我们一家已经认错了，房子也都给你了，你还不守承诺的把照片寄给我们单位了，你还要怎么样？让你报警你不敢，还啰嗦什么？给我上车！听不懂人话吗？告诉你姓赵的，我今天心情好，知道你们一家今天团圆，所以特意来给你们送好消息的。你和你老婆都被开除了，钱谁赚？家谁养？我外婆的退休金可有我家一份的，不能都给你花啊！你不会想要啃老吧？所以我给你们一家3口都介绍了工作，从明天开始上班。就这好消息，你不得去你家吃顿饭，好好感谢我，你白眼狼啊！刚子就住这破地方了，混的也不行啊！咋了？这么多年一个朋友没混上，没人帮一把。一家3口都下意识的哆嗦了一下，却也根本不敢说什么，实在是被揍怕了。只要不反抗，那就不容易挨揍，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行了，我就是来关心你们，看到你们住着这么豪华的单层小别墅，我也就安心了。怎么凤霞不在家啊？出去捡破烂了？不应该呀，他不是有厂子发的退休金吗？1个月1000多块钱呢，养不活你们一家子啊！大外甥，你外婆年纪大了，说不起折腾，接连被你吓了好几回了，再加上这换了地方睡不好觉，前些天找了个疗养院，你外婆就去那边住了。赵玲玲此刻也是带上了哭腔：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就放过我们吧，求求你了。我爸妈的工作也没了，我也被学校开除了，我们一家真的已经很惨了，这都是我们的报应，我们认了还不行吗？什么话？这叫什么话？都是一家人，我难道会害你们吗？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啊，那就不要再提了，对不对？你看我有天天去跟别人嚷嚷你们一家3口为了套房子而算计我的事情吗？我没有吧？打心底里我还是把你们当作家人来看待的，对不对？见到李林春突然如此反常的稳定情绪，赵刚一家3口也是颤抖着面面相觑，压根不知所措。折腾了快2个月了，他们一家子是真的什么都没了，工作双下岗，女儿也被学校开除，就连最看重的赵家3层小洋楼，如今也彻彻底底的成了李林春的房子了。哎，算了，说正事儿。现在你们一家3口既然都没工作，那我这个做外甥的可不能就这么看着。这2天我也托关系给你们找了几个不错的工作啊。这个专家说过，你去农村种地，我在城里打工，他在图书馆当管理员，咱们都有光明的未来。所以呢，金凤啊，我联系了一下街道妇女办事处，他们那边环卫单位正缺一个女掏粪工，专门收拾街道上这些公用女厕的。明天一早你就去报到吧，他们那边发制服，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很光荣的。1个月呢，给开1500块钱，不低了，咱们都有光明的未来嘛。此言一出，蔡金凤瞬间被吓得面无血色。掏粪工，不，我干不了啊！大外甥，我以前好歹也是单位坐办公室的，这我应该能找到工作，这不劳费你操心。然而还没等他说完，李林春立刻就瞪起了眼睛。什么话？这叫什么话？你初中毕业就跑来上护士打工了？要不是我舅舅给你安排走后门的工作，你能落户？你能找一个坐办公室的体制内好工作？现在外面招工，就连我们厂的成衣女工那都要熟练工了，不要眼高手低。金凤，我要是看不到你凌晨掏粪，我可是会很不开心的。这工作你要是不做，那就是不给我面子喽。一听这话，蔡金凤顿时被吓得瑟缩起来，连连点头。我做，这就对了，劳动最光荣。那水刚子你也别闲着，虽然你现在手脚不方便，但我也给你联系了个不错的工作。天桥底下非著名民间曲艺团缺一个弹3弦的，你小时候不是跟你爷学过吗？反正一边手好使唤就行。明天自己去报到啊，3弦他们提供，1场演出50块，不包饭。既然你都偏瘫了，少赚点够吃饭就行，不能总躺在家里吃白饭，多少干点。好歹也是正儿八经单位处长被开除下来的，怎么也不至于流落天桥底下也摊子弹3弦啊。可一想到自己老婆都去当掏粪工了，他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他是真扛不住了。你也别愣着了，去给我炒俩菜，中午就在你们这儿对付一口得。哦，对了，下午跟我走啊，回厂里当成衣女工去。最近干合同，正缺人手呢。材料车间的活儿你能干，高中生学历更是够了。将来哥努力培养你当劳动标兵，而且哥是办公室主任，哥照顾你。此言一出，本来就临近崩溃边缘的赵玲玲突然嚎啕大哭，瘫坐在地上。爸，我不要进厂打工，我要读书，我能考上大学，我不要当女工。爸妈，我不要考大学，你糊涂啊，不准考大学啊！别怪哥哥没提醒你，考大学没卵用啊！多少考了大学的还不是一事无成，进厂打工才是你的归宿。哥，我真的想要考大学啊！哥，你不是已经被一中又请回去了吗？你也可以参加高考，你也可以上大学的，求求你，我真的不想进厂打工。大外甥，之前的事情都是舅舅和舅妈对不起你，但你现在也没什么损失，能不能求你饶了你妹妹啊？玲玲她从小和你一起长大，做哥哥的你就再给她一次机会吧。大外甥，你也不想一辈子在工厂里待着的，你也可以一起重新回去考大学啊。对，到时候你们兄妹俩都上大学，都去读书，舅舅给你出钱。你出钱？刚子，你不地道啊！我说你们一家怎么不着急打工呢？
是不是之前姓刘的贿赂你的钱被你藏起来不少啊？收的都是现金。你们单位这么仓促给你开除了，也没啥后续的调查处分。赵刚一听这话，瞬间被吓得面无血色，急忙否认着，连连摇头。不，我哪有钱啊？这不是好赖上你给我介绍的谭三贤的工作，我努力赚钱，到时候供你们读大学吗？原本他这事儿交给纪委调查，不死也要扒层皮。可既然他敢收钱，那自然是有后路的。这些年搞来的钱被他割肉一样送出去大部分，这才换来如今火速开除的处理结果，其他的概不追究。那我就好好拿捏你。是，大学的学费我们给出，求你就放过你妹妹吧，就只剩下1个月就要高考了，你和你妹妹都可以考上一个好大学啊！自己上辈子20年的努力，就在高考前夕被这一家子葬送了，关进小黑屋好几天，没吃没喝，彻底与大学无缘，那份痛苦2辈子我都忘不掉，必须要让赵玲玲这一家子品尝一下。行吧，随便你们折腾吧。不过玲玲她现在也没学校敢要吧，那就半工半读。每天来我们厂子干半天活，1个月也能赚几百块钱，到时候再去参加高考就是了。以前的学生，人家下乡种地养猪都能学习回城参加高考，个个都是人中龙凤。我相信你闺女也一定能成。我不。赵刚脸色一变，想到了什么。好，行，就让玲玲半工半读，只要你答应让玲玲考大学，什么都行。反正现在玲玲也被学校开除了，只能在家自学复习，那就去厂子你哥眼皮底下半工半读，爸妈也安心啊。说着，更是隐晦的给赵玲玲使了个眼色。赵玲玲立刻心领神会，她办好了转学手续，可以去6中的事情。如今只有他们父女俩知道。去，我去，我愿意进厂打工，半工半读。父女俩这点小心思，李林春早就收入眼底了，当即轻笑一声。以后上午你就在家学习，下午呢就去厂子打工，考不上大学就直接来当熟练工，完美。妹妹在学校被霸凌，最后无法忍受在学校跳楼，害人的3个小混蛋全都不满18岁。爷爷虽然是区公安局长，也不近视，3个小恶魔中就是没有任何处罚。这一时，3个小恶魔就有魔王来收拾。爷，看我买了什么？这么大一条新鲜的黄花鱼，今晚炖鱼吃啊！李林春笑呵呵地拎着鱼进门，一眼就看到坐在客厅里的一道熟悉身影，正唯唯诺诺地站起身来看向他。大春哥，你放学啦？这小丫头李林春还是有印象的，是爷爷老战友的孙女，小时候经常一起玩的，正好上6中，但上一世没到高3就跳楼了。再见到这个上一世在6中受欺负、跳楼自杀的童年晚饭，李林春心里对6中一下子多了几分厌恶。呀，英男啊，好些日子没见过了，长高了啊！今晚留下来吃鱼，好好聊聊天。在6中学习还顺心吗？来，英男哥请你喝汽水。那黄花鱼太香了，都给我腻着了，喝瓶汽水解解腻。谢谢大春哥。上一世因为在学校被污蔑的事情，2人是没机会见这一面的。再见的时候就已经是殡仪馆火化了，一个在炉子里面，一个在炉子外面。他至今重生了，都还记得清清楚楚。那个一向清廉为公、不肯为子女谋福利的正直老爷子哭得有多伤心。可到头来，即便他是老局长，也无济于事。害人的3个小混蛋全都不满18岁，再加上也没有直接杀人的证据，只能断定是周英男跳楼自杀的，终究是没有任何处罚。李林春不是想做好事，只是既然都重生了，那上辈子的遗憾能就一个是一个。自己这发小真的是太老实了，只有老实到不会反抗的孩子才会被欺负，但凡懂得一点反抗，也不会被欺负到走投无路、跳楼自杀的结局。英男啊，我舅舅家的表妹也转学去你们6中了，我跟你打听个事儿啊。你表妹？啊，那个赵玲玲吗？小时候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还经常爱告状，说我们不带她玩的那个姐姐，她怎么来6中了？对，就那个告状精。哎呀，一点小事而已，总之是转学过去了。可这些天我看到他每次从学校回来，身上都会出现一些新伤痕，最近一次更过分，脸上出现一大块乌青。他自己说是走路摔的，可我担心他是在学校被人打了，所以想跟你打听一下6中的情况，有什么爱欺负人的吗？此言一出，刚才有点放松下来的周英男突然神色紧张了起来，犹豫着摇了摇头。不清楚，他比我大2岁，但是和你同一年上学，应该是高3的吧？我高1的，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谁欺负他。来，让我看看。周英男一时间压根也没反应过来李林春要干什么，瞬间慌乱起来。大春哥，你这么多人呢？没等周英男把胳膊抽回去，李林春直接将他的袖子撸了起来，瞬间周英男疼得嘶哈一声，脸色一白，急忙偏过头去。别看，即便是他反应了过来，想要抽走胳膊，可论力气也自然不是李林春的对手，只能咬着牙，任凭自己那白皙瘦弱却满是伤疤的胳膊暴露在阳光下，全身颤抖，好像最不想见光的秘密被人强行曝光了出来，被李林春那逐渐愤怒的目光扫视。英男，你刚刚不是说不知道有谁欺负人吗？那你胳膊上这些圆点烫伤是哪来的？手腕上的割痕是怎么回事？这一片乌青，难不成也是你走路摔伤的？原本白皙的胳膊，此刻几乎已经被伤痕爬满，看到手腕上那狰狞的疤痕，更是让他一阵气涌上头，脑瓜子蹦蹦响。就这程度，别说是个安安静静的老实小姑娘，哪怕是换成个阳光开朗的大男孩，恐怕也要被欺负的抑郁了。要是自己再不干预，恐怕等不到高一暑假，周英男就又会重蹈覆辙，跳楼自杀。大春哥，别看了，我打不过他们，我也不想给爸妈添麻烦，我爷爷更不想我们拿他的身份说事，没关系的。他们说只要我不告诉别人，就不会欺负我了，再忍忍就好了。李林春见到周英男这副软弱的性格，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都特么被欺负成这样了，你还想着忍一忍是吧？高中3年呢，忍过了高一还有2年，你能一直忍下去啊？不用怕，告诉我是谁，我帮你解决。周英男听到这话，一瞬间法师哭得更厉害了，也不试图挣扎了，直接回头扑进李林春的怀里。大春哥，我真的忍不下去了，我想着来见一见你和李爷爷，我爸妈每天早出晚归摆摊，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我爷爷最看重名声，更不允许我们拿他的身份办事。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有3个人，我打不过他们，我真的打不过他们。他们还说他们都不满18岁，就算是杀了我也不犯法。我真的每天都在害怕。我也想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可我真的熬不住了。李林春能感觉到周英男身上的颤抖，听着那痛苦至心里的手气逐渐上涌。打不过就想自己去洗，窝囊！哼，这世界上就没有打不过的人，只有不会用的招数。死都不怕，还有什么可怕的？你不是也不满18岁吗？听哥的，我教你个办法，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学校。过李林春的悉心开导，周英男已经渐渐止住了哭声，可想起反抗，他仍旧是全身抗拒，没有那个胆量，更是拉着他来到了小商品市场采购工具。大春哥，我真的不敢跟他们动手，我打不过他们。打不过我这不是带你想办法来了吗？记住了，就算打不过，也一定要恶心死对方。有哥明天和你一起去，怕什么？咱们也给他来个先礼后兵。说着，直接从地摊上抽出来2副洗衣服和打扫卫生用的长筒橡胶手套，明黄色，质感很不错。老板，给我装起来！哎，再多拿2副吧，我备用。周英男胆怯畏缩的内心，此刻也是被李林春逐渐安抚住了。看着李林春兴冲冲的掏钱买了4副橡胶手套，一时间反而是让他有些看懵了。大春哥，打架需要戴手套吗？那当然了，有这东西办事方便，不脏手。要不到时候我怕你受不了。走，买下一样。好奇的看着手中抱着的橡胶手套，完全不知道这东西能用来办什么事儿。办事。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李林春已经拉着他来到了另外一个摊位前，兴冲冲的挑选着透明塑料袋。这个小了点，这个太大了，用不了，还容易露出来。这个行，这个好。老板，这种的有没有厚一点的？最好要能扎上口，不透气那种。对，就这样的，给我来3个吧，备用。周英男此时此刻内心已经开始紧张起来了，看着手套加厚加大的塑料袋，下意识有些忐忑。哥，这到底是用来干什么的呀？真的对打架有帮助吗？那当然了，我以前就用过这种办法，百试百灵，绝对让你成为战神。以后在你们学校，不是整个上户市所有学校，我保证没人敢欺负你。走，还差几样？很快，各种各样的工具都被他买了个遍。铁锹这种长把的好使，买1个；口罩大一点、厚一点的。哎，有这种塑料片护目地面罩啊，更好了，来2。老板，滋水枪有没有大一点的？行，那就这个喷壶吧，这个流量大，我喜欢。在小商品市场忙活了一圈，李林春带着周英男2人拿着大包小包，直接溜达到了成衣厂的保安宿舍。周英男此刻就看着被铺开满床的工具，脑子里也是一阵发懵。哥，这些都有用吗？用来干什么呀？这都是给你准备的工具啊！别说是1打3了，就算是1打30，你都能占上风。再加上我给你保驾护航，绝对没有意外。大春哥，就这样吗？然后呢？李林春看着墙上的挂钟，计算着时间。然后跟我一起等天黑。李主任，你这真的要吗？对，我确定要，就给我们1小桶就够了。弄过来吧。2个全副武装的掏粪工就拎着一大桶从工厂粪坑里捞上来的金汤走过来。李主任，能问一下你要东西干嘛？太好了，这东西可是个宝贝啊！李主任，您确定要这个？这太脏了，而且味道也很难闻了。你不懂，这可不是一般的大奖，自带物理攻击和魔法攻击，有了这东西，1人单挑1个班不在话下。周英男瞬间脸色踉跄的后退了2步，胃里一阵翻涌。大春哥，这么恶心，不合适吧？李林春此刻却是兴奋的2眼放光，他可是金汤战法亲身实践者，自然知道这一用法的威力。合适？什么叫合适？告诉你，最有效的就是最合适的。你要是和哥哥一样武力超群，自然也就不需要这种旁门左道了。但是谁让你柔弱呢？明天你负责当诱饵，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在你书包里藏一袋。事成之后，哥哥给你换个书包，我负责包抄，直接让他们3个吃不了兜着走，而且一定要当着所有学生的面前，明白了吗？大春哥，我还是害怕，要不算了吧。李林春非常理解周英男现在心情，可你越是忍让，3个小恶魔就越猖狂。英男，我明白你现在的感受，但是我们不能永远都选择逃避，忍让只会让他们更加肆无忌惮，而你的内心也会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只有当你真正站在他们面前，毫不畏惧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才会知道你不是他们可以随意欺负的人。别来找我！喂，什么鸡巴怪胎？你们班周英男在吗？问你话呢，真的。周英男听到背后的喊声，整个人都忍不住哆嗦起来。乍一见到这一直欺负自己的3个臭，周英男立刻害怕的抱着书包扭头就跑。别跟来！颤抖的拉开书包，打开绳子，把戴着手套的手指伸了进去。座位上没人，刚刚那就是周英男，我认识他的书包，追！
他 M 了，还学会逃跑了。好，越跑越要挨揍，就他妈看不惯他那爱学习的逼样，装什么？干他！今天必须把衣服都给他扒了。对，就这么干。周英男疯狂地哭着往外跑，一开始还只是低声啜泣，可随即却变成了嚎啕大哭。以往被欺负的时候，他根本不敢跑，那些人也就顶多是打他几巴掌，拿烟头烫他一下，拧一下他胳膊还有腰上的嫩肉，冲他吐唾沫而已。可今天他第一次听了李迎春的建议逃跑，心里实在是不敢想象，万一自己要是被追上了，会遭到什么样的毒打和欺负啊！不要过来，不要追我啊！周英男一边哭喊着一边跑，那只戴着手套的手一直放在书包里，另一只手死死地攥住塑料袋的开口，似乎是不想让什么东西飞溅出来。跑啊，赶紧跑啊！被抓到有你好受的！哈哈哈哈，那不是周英男吗？今天穿这么多，不是找揍吗？来了，有好戏看了！追上来了，跑啊！哈哈哈！堵住他，还学会跑了是吧？忘了之前怎么挨揍的了？给我堵住他！不，你们不要打我了，别过来，求你们别过来！见到周英男被吓得瑟瑟发抖，不停哭喊的模样，瞬间逗得广场上众人笑声不断，包围上来的三人更是越发得意起来。于丽丽一副大姐大的样子，冷笑着大步上前，一脸的不屑。谁太 M 让你跑了？没挨够打是吧？我哥没跟你说过，以后见了我都老老实实的站在那。太 M 的，你给我过来！所有人都嬉笑着看向不停靠近的于丽丽，心里早就给周英男判了死刑了。毕竟这可是有名的出气包，性格软弱，偏偏还爱学习，在6中那就是另类，就是挨欺负的命。另一边教学楼上，几个老师于心不忍，却也根本不敢插手。他们都知道那于丽丽的家里是做生意的，是有钱人，不管什么事儿都能摆平。之前一个怀了孕的女老师，只因为在课堂上批评了她2句，结果就被她当着所有人的面从楼梯上扔下去。只过了1天，于丽丽又毫发无伤的回来上课，但女老师却是直接辞职，再也没出现过。于丽丽一脸得意的嗤笑着走上前，看向那被吓得瑟瑟发抖周英男，抬手就要往他腰上掐。喂，我他妈跟你说话呢，你聋啊？突然，周英男直接从书包装着的塑料袋里猛地掏出一大团黑黄的东西，大哭着用力甩在于丽丽的脸上。我不是故意的，我都让你别过来了呀！瘦弱无比的周英男一边大哭着，一边不停地从书包里掏出东西往于丽丽脸上涂抹，根本停不下来。于丽丽猛地被混一口，更是被塞了一口，直冲天灵盖的恶臭瞬间爆发，下意识张大了嘴巴舔一舔，发出惨绝人寰的尖叫声，手舞足蹈地踉跄着后退，咣当疯狂惨叫。啊什么？哦，这他妈是神哦！丽丽，我靠，他 M 了你！啊，你别过来，你们别过来！陈鹏下意识抬头去看，一团带着金汤的飞翔从天而降，直接砸在他脸上。周英男，你他妈的！地上，于丽丽已经彻底吐出苦胆了，整个人一抽一抽的，浑身痉挛。于丽丽彻底失去了战斗力。与此同时，挥洒开来的飞翔直接在整个校园广场上散发着恶臭。快跑啊！疯了，周英男疯了，他背了一包屎来上学啊！太他妈臭了，这是哪里挖来的？受不了了！人群瞬间发了疯的涌动起来，广场上的人群在逐渐清空。棋台上，周英男戴着口罩，扣着面罩，全副武装，此刻手里抓起一把黑漆漆的肥料。别过来，你们别欺负我了啊！大哭着的周英男不知道从哪来的一股勇气，一边哭着，一边抓起飞翔，直奔角落里脸色煞白的另一个欺负他的人冲了过来。啊！你为什么要欺负我？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吴壮是3人当中的武力担当，可此时此刻却连连后退。明明仍旧还是那么瘦弱的周英男，自己一脚就能踹飞的小鸡仔，可加上他手里的那把飞翔，威慑力陡然上升了10几倍。不，你他妈，你别过来了！吴壮颤抖着大喊一声，哆里哆嗦的转过身，撒腿就跑。往日里喜欢欺负人的神气，此刻荡然无存，直接被吓得带上了哭腔，猛地扑到教学楼大门外，哭喊着拍打被那些吃瓜群众关上的大门。开门啊！你们他妈的开门啊！他妈的都是畜生啊！你们开门啊！一大坨飞像天女散花一般砸在教学楼的大门上，飞溅起来的金汤直接落在吴壮的身上，恶臭的气味瞬间直逼天灵盖。吴壮顿时被熏得哭喊怪叫起来，全身颤抖。别过来！你他妈别过来呀！他妈的，你们开门让我进去啊！那浓厚的屎臭味已经彻底熏得他双腿发软了，根本跑不动。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看向周英男的目光已经不再是戏谑，全都是深深的恐惧，太他妈可怕了，直接扔巴巴呀！开门啊！我他妈求求你们开门啊！我要告诉我妈！你们过来啊！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为什么？我不想活了！你们为什么欺负我？被欺负了整整1年的时间，他全身心的伤痕，此刻都在陪着他大哭，手里的飞翔甚至都不臭了。他亲手撂倒了2个平日里欺负自己最狠的仇人，原本不可一世、不可战胜的敌人，此刻也被自己为了屎全都丧失了战斗力。你们为什么要欺负我？手里仍旧抓着飞翔的他，此刻虽然哭得声嘶力竭，悲惨万分。你敢扔屎，我弄嘎你！老子未成年，也不犯法。啊！不要过来，哥！早就被欺负出心理阴影的周英男，此刻只能发了疯的尖叫，双腿早就跑不动了。陈鹏只看到跑腿一闪，脚下瞬间重重的绊在他的腿上。哥，我害怕，就是他们欺负我的。广场上，3个被抹了飞翔的人，苦胆都他妈吐出来了，肠子估计都吐缩了。罪魁祸首的周英男，此刻反而是比谁哭的都伤心，一手的飞翔却被吓得梨花带雨的，实在是看得人头皮发麻。这是什么癫子才能想出来的狠招啊？太缺德了！英男别哭了，体验卡到期了，也是时候给他们来点真格的了。英男，你还是太手下留情了，就是这个女生1年多来一直骂你，其他男同学骂你装纯的是吧？于丽丽嘴里可是结结实实被塞进去最干巴的那一坨，可还没等她缓过来，李林春已经带着周英男来到了她的面前。你们要干什么？我爸是……我管你爹是谁！
瞬间凝缩了恶臭和腥臊的金汤直接喷洒出来，顺着他的口鼻直接灌了进去。于丽丽本以为对方喷的是水，可当那股恶臭和腥臊味充斥着口腔和喉咙，顺着鼻孔流淌进去，她瞬间感觉整个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的内脏就好像被扔进了搅拌机里一样，猛地抽搐大件。听说你还把一个怀孕的女老师推流产了，没人敢教训你。记住了，没人生来就是被你欺负的，你有钱也一样。他 M 的吃不下去大翔，老子我帮你围点金汤顺下去。随着金汤的挥洒，于丽丽整个人都被浸透了。于丽丽彻底抽搐着趴在了金汤之中，抽搐干呕个不停，全身都被腌入味了。我报警了，你赶紧住手！哥怎么办？哥你赶紧跑吧，哥。李林春直接安抚住被吓得大哭的周英男，猛地抬头恶狠狠地看向探出来的那颗脑袋。你看 M 羡慕了，也想吃屎是吧？我妹妹被人欺负的时候，你们这群垃圾老师跑哪去了？坏人施暴你们不管，好人报仇你们他妈又出来了是吧？只敢欺软怕硬啊！报警啊！让警察来抓我啊！哪条法律规定扔屎他 M 的犯法了？谁说扔屎犯法了？李林春一声怒吼，灵魂质问：犯法吗？滚出来跟老子说啊！操！老师学生瞬间全都炸了锅了，众人这才猛地反应过来一个问题，好像真的不犯法呀！喊话的老师此刻也彻底的缩进去脑袋，不敢吭声了，毕竟谁也玩不过李林春的逻辑。来拿着，还有俩呢，跟我来！救我呀！开门救我呀！开门啊！把门打开呀！我要告诉我妈啊！同样身高185的李林春直接上去拽着他的脚腕，把他拖到了广场上。交给你了，他怎么欺负你的还记得吧？拿好了。我错，我不敢啊！我做梦都没想到过，往日里一直欺负自己，扒自己衣服，拿烟头烫自己，打自己耳光的人，此刻竟然会趴在自己面前哭着求饶。他们也不是那么不可战胜啊！不敢了！周英男此刻内心所有的憋屈全都爆发出来，从来不懂反抗，不敢反抗的他大哭着颤抖起来。为什么要欺负我？为什么？往日被欺负的种种委屈全部涌上心头，彻底放下了所有顾虑和害怕。李林春充满愤怒的目光斧头看向老子的办公楼和教学楼。不仅仅只是他们3个，还有你们，全都是欺软怕硬的孬种。规矩？什么叫规矩？他们不守规矩就可以害死一个女老师肚子里的孩子而不负法律责任吗？他们不守规矩就可以肆意的欺负殴打其他人吗？什么屁道理？规矩就是他妈无限苛责守规矩的老实人，只有他妈无限宽容违反规矩的恶人。这他妈是规矩吗？这他妈是哪门子的规矩？随着李林春的声音回荡在2栋楼之间，原本嘈杂的议论瞬间鸦雀无声。在那些不良学生的眼里，家长最有权有势的于丽丽他们3个人向来都是最受人羡慕的大姐头和大哥大，似乎学着他们的样子欺负人就是最帅的。可现在3人组全都趴在地上抽搐，而那些往日里像是周英男一样被欺负的普通人，此刻也不知道是兴奋的还是害怕的，全身颤抖。告诉你们，只要是人，他们也就只有一条命。我妹妹要是有个3长2短，你们有再多钱也买不到第2条命。都住手！7、8个警察刚刚跑到广场附近，立刻被那直冲天灵盖的臭气熏得原地干呕暴吐。还没抓到金汤源头的李林春和周英男2人，他们就率先丧失了战斗力。面对这一地金汤的恐怖现场，瞬间被攻破了生理极限。领头的副所长刘军涨红了脸，止不住的干呕。别喷了，停下！你们都跟我回所里。哥，怎么办啊哥？我惹麻烦了，我给家里惹麻烦了。明明是他们欺负我，为什么不抓他们？我给家里惹麻烦了。一边哭喊着，周英男一边害怕焦灼的颤抖着，似乎生怕家人知道了会来斥责他，心里止不住的开始后悔自己为什么要反抗，为什么要惹事儿。别怕，放心好了，永远不要想着家人是你的对立面，在他们眼里，你的安全永远不是麻烦。如果他们知道你被欺负，他们会比你还要伤心的。只是平时脑子有点死板而已。这一世就让他们提前看看自己家的女儿在学校遭受了什么样的欺负吧。走，我要放大招了。念及如此，李林春直接拽着周英男就往办公楼方向转移。路过于丽丽的时候，仍旧不忘了向她喷洒金汤。同学，你们不要再喷金汤了，有什么话跟警察叔叔好好说啊！快听上哦。2位同学，先停下来，这样咱们谈不了了。再大的委屈，咱们坐下来慢慢说啊。警察叔叔肯定给你们做主。警察叔叔，只是我扔的，但是扔纸不违法吗？大不了就是道歉赔钱嘛。行，那我们也别耽搁了，不用去所里，我现在就给他们3个人公开道歉。我会给家里打电话找人来赔钱的，我负责。哎，同学去哪了？眼看着想要喊住李林春他们已经来不及了，刘军只能皱眉看向地上抽搐的3人。别看了，先救人，去打点水来，先把他们身上冲衣。救我！救我！别，这位同学，你冷静，别过来。你放心，我已经让人去打水，回来救你们了，救护车马上就到。急救中心的同志们更有经验，我还得去找逃进办公楼那2个同学呢。你等一会啊，就在这儿等一会啊。从警10余年，刘军此生也是头一次见到10人，简直是他职业生涯的一大挑战，实在是下不去手啊。他不是说要道歉吗？往办公楼里跑什么？虽然冲别人扔屎这事儿的确不道德，扔屎这点事儿也不至于畏罪潜逃啊。突然，校园里的广播喇叭响了起来。喂，听得到？英男，你把那书包扔了，明天我给你买新的。喂，能听到吗？只是我们扔的，现在我们愿意在这里进行公开的道歉。别喊，别让他喊了，别说啊。靠，这小子是要当众广播啊。我是周英男。同学，有话下来慢慢说啊，没必要广播啊，不要把事情闹大。李林春充耳不闻，压根没打算靠他们解决问题。继续说，咱们是来道歉的，那就大大方方的。
好好道歉。我是高一班的周英男，在这里，我郑重的公开道歉。是我背了一来学校，也是我抓着那包纸分别塞到了，对不起。是我把塞到了于丽丽的嘴里，我不应该把抹在她脸上，对不起。是我把扔到了吴壮的嘴里，我不应该在吴壮的头上抹，对不起。陈鹏同学，我不应该把陈鹏的脑袋按在装满的书包里，让他吃了一嘴，我公开道歉，对不起于丽丽，对不起吴壮，对不起陈鹏，我不应该往你们嘴里塞，我不应该向于丽丽、陈鹏、吴壮3位同学扔，我道歉。我在这里真心真意的在所有老师和同学面前，向2班和3班的于丽丽、陈鹏、吴壮3位同学道歉，我不该让你们吃，对不起，我错了。整个学校都沉默了，所有人都震惊了。下一秒，于丽丽吃血了，那真是吴壮啊！我还以为认错了呢。他被塞了满嘴的。靠！我就说陈鹏怎么不在呢？下边那个是他。太恶心了，想想都要吐了。能不能不让于丽丽他们来上课了？于丽丽、陈鹏、吴壮，他们3个算是彻底出名了。咱们6中既然出了3个吃的，谁认识啊？长什么样给我说说，我以后离他们远点啊，别恶心到我了。楼下广场上，3个刚刚被警察泼水冲干净表面的食人瞬间崩溃了。我没有吃，不要说了，不要让他说了，我不要听他道歉。一旁的几个警察刚想要上前安抚他，却是猛地看到他吐出来的东西都是黑血，疯狂后退。另外一边的吴壮和陈鹏，从小到大都是他们欺负别人，头一次被人道歉，还如此心如死灰，哭着在地上匍匐着干呕。别说了，别说你了，把电给他掐了，我要见我妈。同学，别道歉了，你先开门吧。有什么话好好说。你这是何必呢？扔屎是不违法，但是这也违反社会治安规定。出来，警察叔叔帮你们调解一下啊。同学，别喊了，开门了，不要把事情闹大啊。哥，没事，先不用出去，咱们就是要把事情闹大，不大不好解决。警察同志不用麻烦了，我妹妹没满18岁啊，没什么好谈的。我们已经通知监护人了，家里人马上就到，到时候跟监护人谈吧。我们暂时先在广播室里等着，这里安全点。6中广场已经彻底拉起警戒线了，不过并不是为了保护现场，而是为了保护无辜闯入的人。太他妈臭了，10米之内人畜不留。闺女，你们卡我闺女怎么了？谁敢欺负我闺女？他 M 的，谁把我闺女欺负成这样的？什么破学校？你们都他妈没有喘气的了！我爸，你要替我撑腰啊！我没等他哭完，正直接一把将他推开，铁青着脸，扭头哇的一声吐了出来。丽丽，这身上这是什么味？到底怎么回事？你嫌弃我，你竟然也嫌弃我！我不是你亲闺女吗？我被人泼了屎的，他们还用喷壶，害我一脸惊叹。我不管了呀！我要你这种爹有什么用啊？什么？谁往我闺女身上啊？是谁？你们警察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还没把人抓起来？谁往我闺女身上泼屎？下一秒，全校的广播喇叭再度响了起来。我是周英男，我向于丽丽同学道歉，我不应该向于丽丽同学嘴里塞，我错了，对不起于丽丽同学。这声音一广播出来，一旁的教学楼里瞬间哄笑一片。不要道歉了，不要说，闭嘴啊！你们好啊，人就在上面，你们不抓是吧？还让他在那瞎喊，我他妈飞上去打死那个小畜生！不知道老子的本事，给我滚下来！于丽丽家长，你冷静一点，叫你们来是处理事情的，不是打架来的，冷静。区里的车坏了，不会是哪位老领导的孩子被泼粪了吧？儿子，怎么回事？小鹏，你身上这什么味啊？人呢？谁干的？欺负到我儿子头上了是吗？今天不出个结果，我跟你们没完。人呢？把人给我交出来！可看到3个食人的监护人都到场了，那区里的车似乎也不是苦主的呀。学校里几个孩子扔洗完，这种事情也能惊动局里派人来。更是有一对穿着朴素、骑着油乎乎的小3轮、喘着粗气赶来的夫妻俩。周局长，您怎么来了？这没多大事儿吧？老班长，大春那孩子说的都是真的。妈，我受不了了，他竟然敢背着一包大翔来啊！我不管，我要弄死他！哦，儿子，你身上这是什么味？这是谁干的？什么人敢惹我儿子？我一定要弄死他！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没看到我儿子被欺负了吗？还他妈不干活，白拿钱啊！周英男，我没弄死你，你竟然敢这么恶心我！法律规定了，我他妈就算是杀了你，也不用负刑事责任，我一定。闺女，你先别喊了，真的太臭了，让爹来。人呢？把人给我抓出来！你们在这里是干什么吃的？没看到我闺女被欺负了吗？就这么纵容欺负人的小事，把他给我交出来！你们不管，我自己来管。冷静，这位家长你先冷静一下，对方家长也已经来了，有什么事情面对面协商解决。你女儿刚刚喊的那句话是不对的，不能违法犯罪，大家保持冷静，克制一下。把人交出来，有人生没人养是吧？干的什么破事？我看看是什么小畜生，下手这妖歹毒！你们警察是不是要包庇他？让开！他这么欺负我儿子，我不会放过他的，让他滚出来！我女儿不会欺负人的。你谁呀？那小货就是你闺女呀？不准你们这么说我女儿。英男他很乖的，从小到大都没有欺负过任何人，他不可能欺负人。英男，不要怕，妈妈来了，你爷爷。刚要说什么的李
突然有些心虚的看了一眼一旁跟过来却不说话的宫爹，咬住嘴唇咽了下去。他知道这老爷子的性格，平时不可能替家人出头，这时候警察在场，他更要避嫌，肯定也不会为自己孙女说话的。英男，妈妈信你，不要怕，是不是他们欺负你了？你跟妈妈说呀。你个穷鬼，你说什么啊？是你那个女儿欺负我女儿的，哪来的2个臭穷鬼？你们能养出来什么好东西？看看你俩好好看看，我儿子被你闺女欺负成什么样了，现在都还浑身发臭呢。那个人不会欺负人，他太会了，真是什么样的爹妈养什么孩子，臭穷鬼的孩子一样手段下作，恶心，有人生没人养，一路的货色。我女儿不会的，不准你骂我女儿。啊，不能打人，冷静一点，不要冲动，坐下来好好谈。有事说事，不能骂人，也不准打人了。我闺女不会欺负人，你们才是有人生没人养，不准骂我女儿。爸，你怎么了爸？你穷鬼还敢打人是吧？你闺女就是浪，不准你骂我女儿。拦着他呀！你打我，你哭什么呀？拉着他呀！场面一下子变得混乱起来，根本分不清谁打谁。笑意回来，突然想起来，都不要打了。周英男直接走到了4楼广播室的窗边，猛地抬腿爬上了窗台，摇摇欲坠。这突如其来的一幕，瞬间吓得楼底下周建安和李丽2口子失声惊呼，颤抖着大喊：“英男，别做傻事！”闺女，别跳！在场的警察也全都一瞬间紧张了起来，急忙冲到楼底下围成一圈。不能跳啊，孩子，快找消防的来，找床砖。跳啊！有本事欺负人，你有本事跳啊！装什么装？你跳下来呀！可一旁吴壮和陈鹏的家长却是直接恶毒的咒骂起来，纷纷嚷嚷着让他跳下来，一声怒喝：“嘿，够了，都给我闭嘴！”周建安和李丽2口子俱是满脸的不可思议，万万没想到老爷子竟然会主动站出来，乍一见大领导突然直勾勾的奔着他们来了，顿时被吓得有些心虚，目光躲闪。你干嘛？警察还敢打人啊？他有本事就跳啊！欺负我们还不能说了，关系户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家亲戚呢，警察就能欺负人啊？哼，那他妈是一条人命，你们也敢起哄让他跳下来？你们能负法律责任吗？滚开！要不是老班长李建国知道了消息，主动去把他拽过来，他还不知道自己孙女竟然一直在这所破学校里被人欺负。平日里，他虽然是再三强调不肯给任何子女走后门托关系，更是不允许他们借着自己的名声作威作福，没想到自己的孙女竟然被逼到跳楼的地步。英男啊，爷爷来了，有什么话你先下去，爷爷今天一定给你主持公道啊！孩子，听话，先下去。此言一出，刚刚从地上爬起来的余正忽然2腿一软，再度面无血色的直接跌坐下去，满眼震惊的看着那一头白发的老爷子。爷爷，不仅是他，背后吴壮和陈鹏2人的家长乍一听到这个，也全都被吓得哆嗦起来。爷爷，谁呀？上边那女孩是这个老爷子的孙女。吴壮，你不是说过他爸妈都是炸油条的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要害死你爸啊？你们到底惹着什么人了？说话啊！你哆嗦什么？要害死我啊？你这兔崽子！可今天看着站在窗边伤心欲绝的周英男，当着一堆人的面前，他直接挑明了自己和孙女的关系。可见到孙女此刻仍旧是哭着站在窗边，不肯有任何后退下去的动作，他也不由得心急起来。英男，听爷爷的，别怕，先下去，不要做傻事。今天不管是发生了什么，爷爷都在这里，你一五一十的告诉爷爷，讲给爷爷听，听话，孩子。英男，不要做傻事。今天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你一五一十的告诉爷爷，讲给爷爷听，爷爷给你做主，听话，孩子。喂，都能听到吧？周局长，你这话说的就有些没水平了啊！楼上是你孙女，你来管了。可她要是一个普通人家的普通孩子，遇到这种事情，谁来替她做主啊？英男，不要怕，给他们看看这1年你到底在6中经历过什么。我相信周局长和刘所长都是正义的化身，我与罪恶不共戴天。乍一听到广播里传出来李林春那无赖的声音，在场的众人都有些发懵，唯独李建国一听就知道是自己那大孙子的声音，直接嗤笑一声：“这他妈小兔崽子像爷爷我！哎，英男啊，我是你的爷爷，你放心，今天你就大胆说，所有事情你爷爷不替你做主，我替你做主。反正爷爷我一把年纪，70多岁了，当年杀小鬼子就跟砍瓜切菜一样，要是他们不能给你个公平，我大不了就再杀一次小鬼子，还能把我老头子送进去毙了吧。”此言一出，刚刚就被吓得哆里哆嗦的吴壮和陈鹏2家人瞬间更是面无血色。好家伙，本以为周英男这个局长爷爷就已经是王炸，万万想不到后面这位更是重量级。周英男看到有2个爷爷撑腰，嚎啕大哭，哭声让所有人心碎。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欺负我？我真的受不了了，死了才能一了百了啊！外套脱了下来，露出里面穿着半截袖的2条胳膊，各种烫伤、刀疤、乌青，触目惊心。所有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周云生脑袋上的血管更是一掌一掌的，牙齿咬得嘎嘣响。英男，你先！还没等他喊出来，楼上的周英男由内闭上了双眼，毫无征兆的直接松开双手，身体向着楼下倾斜倒下。来找局长。哎我操，你还真跳啊！李丽和周建安看到闺女瞬间被人扯了回去，顿时感觉自己被吓得手脚发软，哆嗦着差点跪在地上。他却是瞥见了吴壮和陈鹏那2家人脸上的庆幸，顿时气得咬牙切齿。我操！2个人瞬间打成滚地葫芦一样扑倒在广场上。畜生，欺负我闺女，我弄死你！周建安那咬牙切齿的咆哮声，听得人全身发冷。当真是一个父亲亲眼见到女儿满身伤疤，不顾一切的厮恨不得把人生吞活剥了，洗掐住了他，瞬间胀成了紫黑色，感觉喉管都快被掐爆了。住手，松开，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别动手。你们凭什么这么欺负我闺女？我和你们这3个小畜生拼了！救我呀！啊！
掉了，头发掉了，救我呀！楼下瞬间意外成一锅粥，所有人扭打在一起。即便是刘军带着7、8个警察上去拉扯，试图分开众人，但也是无济于事。周云生这个稳妥了一辈子的老同志，也是被吓得双腿一软，差点悔恨终生，顾不上打架的状况，急急忙忙向办公楼里跑了进去。你这还真跳啊！我不是说了要杜绝他们以后再欺负人的事情，只需要把伤口展示出来，哭个惨就行了嘛！你还给我整这一出，哥昨天晚上咋教你的都忘了啊！周一楠此刻感觉刚刚倒下去那一下，玩儿都摔飞出去了，也算是结结实实体验过一回跳楼的刺激。此时此刻，哭着哭着，听到李迎春的调侃，忍不住哭得更大声了。我差点就死了呀！1年，整整1年，他们用各种手段欺负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呀，哥。周英男的哭声通过桌子上的话筒传遍了整个6中，楼下打成一团的众人也都听到了。紧接着，周英男的哭声继续传了出来。我去上厕所，于丽丽就带着她的姐妹堵着我，打我耳光，让我在厕所里下跪，我不肯，他们就架着我，用烟头在我身上烫伤疤。我打不过，我真的打不过他们。我爸妈早上3点多就要起来出去摆摊，辛辛苦苦赚钱，我怎么能给他们添麻烦？从小爷爷就告诉我们，不允许在外面提他的名字。没有人能帮我。听着广播喇叭里传出来那伤心欲绝的哭泣声，简直就是在周家人心头上动刀。原本要被压制住的周建安和李丽两口突然红了眼，更加拼命。我他妈弄死你们！你们凭什么欺负我闺女？两口子陡然爆发出的战斗力，即便是7、8个警察拼了命的按也按不住，直接把吴壮和陈鹏2人的家长全都按在地上扭打起来，场面越发失控了。记住了，妹妹，不管你爸妈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是不是辛苦工作，他们都会义无反顾的保护你。受了欺负一定要跟爸妈说，哪怕他们自己洗都不愿意看到你受伤害。来，跟哥出去，多大点事儿啊，哥替你撑腰。下一秒，喇叭里直接传来周英男放声大哭的声音。哥。于正和于丽丽父女俩趁着没人关注，偷偷摸摸的溜照边，想要离开这里。可刚走到一半，眼前突然一黑，李建国抬腿就疼得他哭爹喊娘，彻底被打怕了。抬眼瞪了一眼想要上来拉架的刘军和几个年轻的小实习生，瞬间震慑住了所有人。我看谁敢上来拦我，老子在炕连待了8年，干到大刀队队长，嘎的鬼子和柳子数都数不过来，这条命早就值了。谁敢动我一下，老子突突了你们！此言一出，原本蠢蠢欲动的几人瞬间闭上了嘴，面露为难。李建国也懒得搭理他们，径直向着于丽丽走了过去，瞬间吓得那小太妹哇哇乱叫起来。不要啊！你别打我了，我错了，爷爷，我错了，爷爷。李建国压根不理会他的求饶和认错，一脚踹后心，瞬间把于丽丽踹得扑街倒地，一阵干呕，整个人都快把肠子吐出来了，哭都哭不出声来。从小到大，只有他欺负人的份儿，什么时候沦落到别人这么欺负他了？前所未有的害怕，刘军也实在是没办法不上去拦着，只能硬着头皮拉住李建国。李大爷，别打了，再打就出事了。你就算是老前辈，也不能当着我们的面打人啊，这都是违法的，我只能把你带回去。李建国全程视角，甚至连腰都没弯下，此刻被刘军拉住，他瞬间满眼怒火地瞪了过去。那怎么办？你毙了我，弄死我吧！来，判我死刑，弄死我！此言一出，刘军瞬间欲哭无泪，没见过这么蛮横的老同志。这李大爷，你这……李建国咬牙切齿的冷哼一声，目光冷冷扫过一旁的教学楼。老子我当年最痛恨的还不是他M的小鬼子，是他妈二鬼子汉奸，吆五喝六，欺压百姓。平日里都是他 M 的各村各屯好吃懒做的狗皮无赖，向小鬼子跪下磕头就能耀武扬威的，还他妈算是个人吗？这什么学校教出来一群什么东七二鬼子，在这么点恶国学校里，你学位称王称霸，欺负老实学生，出了这个门，你他 M 算个屁！说着，李建国直接瞪大了眼睛，看向一脸为难的刘军。小刘，你进去把这3个小畜生的同党都给抓出来。本来就他 M 的是你的活，这都是你的骗局。发生这种事，你敢说你不知道？这世道应该是这样的吗？要你们干什么的？就这么保护老百姓的？放当年战场上，我高低至你个办事不力，战场失职，去给我戴罪立功去，把刚刚英男说的和这个叫什么丽丽的小畜生一起欺负人的同伙都给我抓出来，还治不了他们了，杵着干什么？我让你去。关于6中这块，他们的确是接到过不少报警，可学生欺负学生这种事儿，他们也真的是无能为力，管不了太多，顶多批评教育一下，该赔钱的赔钱，真不是他们能做主的，也早就看不惯了。念及如此，左右今年有老局长在场，也有老英雄撑腰。好，今天我就做这个主了，去把他的老师给找出来，把那些欺负人的问题学生都给我拉出来，全都带回去，违法的都给我处理，全把他们的监护人叫来。此言一出，早就群情激愤、憋了一肚火的警察们也全都激动了起来。他们也是人，也是有家人的人，自然同样也看不惯于丽丽他们这些横行霸道欺负人的行为。但职责所在，原本的确他们没权利，可今天既然都发癫了，他们就执行命令，一起跟着处理。一个女骗姐儿看着地上打成一团的几个人，面露难色的看向刘军。刘所，这几个人怎么办？刘军看着扭打到不分彼此的几个人，也是被气坏了。都给我铐上带回去，算他们互殴，挨个处理。玻璃碎裂的大门被人一脚踹开，周云生面色铁青，却小心翼翼地护着紧紧抱住自己的好孙女周英楠，身后跟着李迎春，3人就这么沉默着走了出来。周局，这件事，去先把那个姓李的打人老头给我铐了，带回去当众打人。他还以为这是当年打小鬼子的时候啊，无法无天，其他人涉事的都带走，责任慢慢划分。我立刻回去安排成立调查组下来帮，必须把整个6中的情况，老师校长一个别了，全都给排查一遍。70岁的大爷还是你大爷，能动手的绝不动口，所长还得端茶倒水。叫唤什么？笑什么笑？小兔崽子，这么大的事儿你自己处理啊！差点害了英男，你还好意思笑？今晚回去告诉你奶奶，最近都不用等我回家吃饭了，我准备进去蹲几天，看看他们这几个谁被关进去，我继续照顾他们。行好，老英雄，您说的都是对的，挺爽啊！
这都是犯法的。你不怕枪毙没关系，那你还不怕把你那几个养老钱都赔进去啊？赔医药费能赔几个钱，我就不给。他能枪毙了我，当年土匪和二鬼子也没能强行挣了我的粮，赔偿款他还想要，大不了就崩了我。那10万，我可是和你奶留着，给你做生意用的。哦，对了，那就一会你配合调查完了之后回家，让你奶拿着存折去把钱都取出来给你。到时候反正我没钱，哪告就上哪告去，不行就毙了我呗。这谁干的？我干的，我认罪。此言一出，直接给警察都整无语了，只能气得转身去找刘军来处理。行了，老爷子，你就别气人了。放心吧，这3家我已经了解2家了。那姓于的叫于正，是干建材批发的，这2口子无强是吧？他是干服装的，等我没事了，立刻就找人处理。既然是做生意的，那就好拿捏了，保准儿让他们屁都不敢放一个。我们才是的，凭什么要抓我们？别喊了，你们也没他们都是伤害，算互殴，回去交代情况。说话的功夫，车门也被再打开，看到前排座椅上睡着了的一家人，陈鹏这一家人也瞬间愣住，目光惊恐的齐刷刷后退了半步，再一看到后排坐上的爷孙俩，顿时又吓得一家人哆嗦着后撤了3步。他们怎么也在这儿？你看看的，你们不管啊？爸，我害怕。刘军此刻正好刚处理完了一批参与的学生，安排好全都带回去调查。一回头走到车跟前，就看到被吓得面无血色的陈鹏一家人。干什么呢？赶紧上车，都回去接受调查。打人的、欺负人的、互殴的，全都调查个结果出来。上车。这车不是让开去修了吗？车门还是关不紧的。刘所，这不是还没来得及去吗？这就出事了，先凑合回去吧，反正也没多远。刘军闻言也只能无奈皱眉点点头，抬脚上车，回头看了一眼紧贴在门边上的陈鹏一家3口，好心提醒：哎，坐好了，别靠着门，这门有故障，一会别掉下去。开车。李林春这时候亲了亲鼻子，抬头看向老爷子。李建国瞥了一眼对面的车门，心领神会，眨了眨眼。李林春凑热闹样，满脸好奇的看向多里哆嗦的陈鹏。哎，听说你家是开饭店的是吗？在城中村那块挺赚钱啊。然而乍一听到他开口，陈鹏爸爸直接脸色煞白，一脸警惕的伸手搂住了自己的儿子，惊恐的往旁边挤了挤。你干什么？关你什么事？你还想上门欺负人啊？告诉你，我们可不怕你。李林春见状，却是笑着挪了挪屁股，再度靠近陈鹏。怕什么？我打过你吗？我是老实人啊，从头到尾我可没动过手，是不是啊，刘所？安静，别瞎嚷嚷，干没干什么？一会老实交代，配合调查。哎，说呗，你家饭店叫啥名啊？一个小饭馆就这么赚钱了？用的是好材料吗？不赚钱，你家能开上小汽车？你敢在学校里这么欺负人，挺嚣张啊！陈鹏此刻满脑子都是之前被李林春和周英男一起教训的恐怖回忆，一阵阵干呕。此刻更是被吓得哇一声大哭出来，听了命的往旁边躲闪。别过来，爸爸，别让他过来。与此同时，最靠边上的陈鹏爸爸已经被挤得撞在了门上，已经彻底松开了限制。看着被吓得哭喊的儿子，陈志强也是一肚子火大，顶着脸上的乌眼青，直接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是一伙的吧？他刚抬起手要扑过来，突然李建国眼珠子一瞪，直接操！停车，停下！人还没到，可那一家人的哀嚎惨叫已经响彻整条大马路，惹得两旁路人纷纷驻足围观。哎呀啊！我的胳膊，脚，我的脚啊！李林春此刻也好奇的探出身子，向车的后面打量，不看不要紧，这一看顿时兴奋的瞪大了眼睛。嚯，马戏团黑，大变活人！李建国一听这话，顿时眉头上挑，好奇的挤到车门口。哪，快呼叫急救的同志来，这里有人受伤了，快啊！说着，更是忍不住愤怒的抬头向车门边上那幸灾乐祸看热闹的爷孙俩看过去。李大爷，你们……李林春突然眼神一变，老李同志，你怎么回事？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作为老同志了，你怎么就沉不住气？你就让他，你看你一吓唬人家直接掉下来了，怎么能这样呢？身为老同志的觉悟呢？我就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我被他打一巴掌又能怎么样呢？有刘所长替我主持公道，到时候告他一个故意伤害就行了啊！现在好了，我没挨上，结果你看看，把人家一家3口气的直接，这事儿你不对啊！他这一开口，反而是给刘军整不会了。那都是我的词儿啊，不过不对啊，这3人是自己跳车的吗？我看到了。还没等刘军反应过来，李建国却是直接白了那爱演戏的小兔崽子一眼。小兔崽子，你跟谁俩呀？我是你爷爷，我能看着人家要我不动手吗？他巴掌都抬起来了，我当然要保护你啊！他打我了吗？如果他打到我了，那么自然会有法律来制裁他的，对不对？现在好了，打到我，你吓唬到了他，把他吓得带着孩子，这又是你的责任了。你说说，这多麻烦啊！老李同志，你能不能不要给警察同志们添麻烦了？刘军听着这爷孙俩一唱一和，整个人头都大了，直接一声咆哮：好了，都闭上嘴，上车去等着。小张，先把他们送回所里做笔录，赶紧把他们带走。好嘞，绝对配合调查。证据确凿，李林春和周英男倒是供认不讳，动手的是周英男，不过他并没有打人，反而是自保，因为是另外3个人一路追着恐吓他，跑到广场棋台下面的，无可奈何才出手的，所以本身就不犯法的玩意，再加上是自卫反击，当然也没他什么事了，反而因为他身上都要挨个严查，一时半会是不会放出来的，一时间反而是他俩始作俑者的罪名最小，麻烦最少，其他人就麻烦了，4家人全都按照互殴判定，问题最大的就是李建国这老同志了，毕竟他是纯揍人，一点打那是都没挨着，而且态度极其嚣张，甚至使唤副所长刘军给他倒水，更是对打人的全部过程供认不讳，另外3家都要控诉他。大春哥，你怎么还吃得下呀？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连累了我爸妈还有李爷爷他们？这要赔不少钱吧？他们会不会坐牢啊？李林春吃得满嘴流油，没有半点担心焦虑的模样，听到周英男焦急的哭喊，他直接嗤笑一声：哎呀，好了，别担心，
刚刚我已经借用了警察同志们的电话联系人来帮忙了，放心，很快就能处理了。来，你也吃一口，他们这儿的伙食真不赖啊，真香。找人？找什么人？咱们。周英男还不知道李林春现在在外面是干什么的，真当他是个不读书的盲流子，更不知道李林春能找来什么帮忙的人。这时，周云生此刻这里带着另外几个警察进去走来。周局长，我们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不单单是涉事的学生，还有6中一些知情的老师和其他受害学生的家长也都已经通知到了，都在往这边领。受害人数远比我们调查到的还要多，这次我们一定配合分局，严肃调查处理。好，那你们就尽快配合工作，展开调查吧。我已经上报市里，和教育部门一起在分局成立了调查组，彻查整个6中存在的所有问题，调查处理结果都会登报，市里很重视。至于其他打人斗殴的事情，你们就按流程办理，调查组不参与，明白了吗？此言一出，刘军和边上的所长全都松了口气，连连点头。周云生在外的传言果然一点不虚，这就让他们的工作好做很多。英男，不要怕，6中的事情，刚刚那些叔叔阿姨都会调查清楚的。你知道什么？他们来问你的话，你就如实跟他们说，一定会秉公处理。周英男听到爷爷这么说，瞬间红了眼眶，点点头，差一点就要哭出来了。爷爷，那我爸妈还有李爷爷他们怎么办？他们都是为了我才会打人的呀。别担心，法律怎么规定的，自然那就怎么处理。不用担心你李爷爷，他70多了，脾气一贯如此，这种事也不是他第一次做了，他没事的。至于你爸妈，拿着，这是爷爷和你奶奶这些年的工资，按照正常的赔偿标准，够用了。打人了，我们就赔钱，一码归一码。这件事不归爷爷管，但我的儿子和儿媳妇打了人，我当爹的出点钱是应该的。拿着，密码是你是生日。李林春一边扒拉饭，一边看着这爷孙俩在那碎碎念。大春，今天这事儿你干得好，爷爷欠你个人情，只要不是我职务上的事情，以后遇到麻烦尽管找我。还有，周云生目光严肃地看向李林春，今天你问过我一个问题，英男这件事能得到结局，是因为她是我孙女，受了委屈，受了欺负，有我能出来替她撑腰，能解决问题。那么普通学生和普通孩子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我现在用行动回复你，分局和教育部门成立的调查组，不单单是来解决英男这一件事的，而是帮助整个6中所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学生解决问题。普通人遇到这种事，一定要相信法律，相信正义，勇敢报警。我相信任何一个正直的公务人员都不会坐视不管。行了，我信了，周爷爷你去忙吧。周云生见到李林春这反应，一时间欲言又止，不过终究也是没说什么。还是怪我，要不是我惹事，也不会让家里赔钱，不会出这么多事情，都怪我。李林春此刻终于是吃饱了，直接抬手抢过存折。怪个屁你自己！记住了，你是被欺负的，家里人没保护好你，现在出这份钱那是应该的，没什么怪你的。遇到事情多在别人身上找原因，一定不是自己的问题，拒绝精神内耗。哇操，这么多！这公安的待遇是比厂子里好啊，我家那老爷子也没这么多钱了。英男听着李林春那超过时代版本的发言，脑子里也是乱哄哄的，根本无法理解，但也能明白大概的意思。哥，你说的我能想明白，但是明明是他们欺负人，可现在却要咱们赔钱，这不还是给家里添麻烦了吗？李林春轻哼一声，直接将存折合上，重新塞回了周英男的口袋。谁说要赔钱了？他要我就给吗？想得美！今天我非但1分钱都不会出，还特么要他给我点，等着吧！我的人来了。你怎么回事啊？这么大的事情不提前跟我说，我以为是什么厉害人物呢。一个小服装商，怕他干什么？人呢？在哪呢？你没受伤吧？李林春一句话都还没说呢，孙云上来就已经摸了个遍了，恨不得眼皮都扒开看看他受没受伤。孙姐，孙姐，我没事，我真没事，没受伤，受伤的是他们，这才叫你们来的。我联系你们查的事儿，这谁干的？人呢？在里面吗？我绝对饶不了他们。周英男看着这突然出现的2个大姐姐，目光里也是充满了诧异，暴露出周英男身上的伤疤。哥，他们是？周英男看着又一个温柔美丽的大姐姐凑过来，更是不理解李林春所谓的按摩电话叫人，就是叫了2个大美女来，这能帮什么忙？大春哥，你在外面吃上软饭了？李林春刚想开口解释，一听小丫头这口无遮拦的话，差点直接把刚吃进去的喷出来。高曼琪瞬间脸红，孙云却是大大方方的苦涩一笑，心疼的摸着周英男的小脸。妹妹，你还开玩笑呢？姐姐看到你身上这些伤疤都心疼，别怕，姐是奔你来的。小李电话里跟我们说了，这事儿姐帮你摆平。琪，根据小李说的情况，你查到的告诉他们吧。今天这事儿咱们管到底了。那个叫吴强的，我查过了，的确是从几家成衣厂进货做批发的，那些厂子咱们都认识，已经谈过了，所有货都给他停了，以后绝对不给他任何货源。虽然咱们厂子不算大，但是老厂长还有孙姐在整个上户市的服装成衣圈子里还是说得上话的。一个小批发商而已，咱们发话就可以让他在上户市吃不了这碗饭。现在知道请他们来是干什么的了？吃软饭？你哥我是那种人吗？我们这叫商业合作，我提供商业头脑，一块赚钱的。今天这事儿你放心，我保证让他们主动放弃追责，而且还得给我点钱，要不然没完。小李听到电话，小云就联系我了。你说的人我也查过了，于正一个小建材批发商而已，市里好几个项目他都有参与，供货合同我已经联系同行合作的人拿到了。除非他今后不想在上户市吃这碗饭，否则今天必须要他和他闺女磕头道歉。大春哥，他没想到一直以来在他眼里都是有权有势的2家人，竟然在李林春的关系和人脉下屁都不是。他所认为天塌下来的大麻烦，李林春竟然只一个电话就解决大半，太不可思议了。周英男却还有点顾虑，担忧的看向在场几人。哥哥姐姐，这一共被按摩的是3家人，那吴壮和于丽丽他们就算能不追究，陈鹏家。
陈鹏，他家恐怕是最早要跪下来磕头道歉的。另外2个我倒是希望他们有点骨气，敢于直接撂挑子离开上户去，大不了我赔他们几个钱而已。这个陈鹏他是想走也不敢走的。正当周英男疑惑的时候，孙磊也是小狗屎别了的。是，小李你也是走狗屎运了。按照你按摩电话来提供的信息，我也安排员工查了一下城中村那片地的拆迁安置名单。巧了，这个陈鹏他们家那个小饭店就在拆迁规划区内，拿出去还是放回来？我一句话的顺，不拆，他就等着变锅倒吧。陈志强直接脸色煞白的哆嗦，干脆利落的孙磊跪了，哭丧着脸，连连摇头。不告了，我们不告了，和解，愿意，我们愿意和解。孙老板，我一家老小都靠这大饭店吃喝，你不能说不拆就不拆了啊！您大发慈悲，我是真不知道他们和您是认识的，不告了，我们不告了，就这么点小伤，我回家涂点符就好了，完全不需要去医院啊！求求您高抬贵手啊！跟您比，我们都是平头老百姓了。陈志强也算是哭出了内心最真诚的回忆，他那点家当，在孙磊这种搞地产的大老板眼里，那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万万没想到，自己儿子欺负的小丫头，竟然一句话就能找来这种大老板。李林春则是大大咧咧的坐在一边看戏，直接嗤笑一声，抬手一指站在陈志强身后哆里哆嗦，脸色煞白的老婆孩子。老陈啊，你这不诚恳啊！欺负人的也不是你，是你儿子。孙老板看着你跪，那恐怕不能满意啊！我们英男可是孙老板的妹妹，就让你家儿子白欺负了。陈志鹏一听这话，顿时被吓得猛一哆嗦，给我跪下！大耳瓜子窝心脚，毫不犹豫的直接往亲儿子身上招呼。我让你欺负人，我让你不学好，都是你个小兔崽子给我惹事，还不去给周同学磕头道歉，养你这个游戏号有什么用？保安，别摸我，道歉，我道歉，我不敢了。一旁陈鹏的亲妈见了，也是被吓得捂着嘴哆嗦，害怕的要命。可他也知道，今天要是不能让孙磊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城中村拆迁起来之后，他们家饭店就彻底黄摊子，断了一家人的生计啊！念及如此，加油！我错了，收银男，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按摩你，我不该欺负你，求求你们饶了我吧，饶了我家的，我真的承担不起这个责任啊！我知道我不该欺负你，我错了，我真的认错了，都是于丽丽，都是他让我们欺负你的呀，我真的错了呀，求求你饶了我吧。行了，别在这儿哭哭啼啼了，你们要是真知错了，也不会这么欺负我妹妹，不就是知道自己惹了不该惹的人，知道你们家的破饭店要完蛋了，心里才害怕吗？要是真认错，就去找警察把谅解书签了，放弃追赔，这事还有商量的余地。滚，别在这儿碍我妹妹的眼。此言一出，陈鹏一家3口也是哆里哆嗦的连连点头，却是根本不敢乱动。陈志强一脸犹豫哀求的再度看向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的孙磊，满脸哭笑。孙老板，你看这，去把谅解书签了，回去等消息，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好好教育你那混账儿子。陈鹏一家子瞬间如蒙大赦，痛痛快快的就把谅解书给签了。然而，正当他们以为没事要走的时候，哎，你们能走，他不能走。涉及6宗按摩人的事情，除了周英男，还有7个受害同学指认过他，留下来配合调查，一经查证属实，就要依法羁押扣留。后面怎么处理，你们就等通知吧。走。小鹏，我儿子已经认错了，他已经知道错了，他道歉了。警察同志，我儿子已经认错了，我已经教育过他了，我已经按摩过他了，你们放了他吧，警察同志。可这一次处理整个6宗恶性事件的调查力度空前的高，分局联合市里还有教育部门齐上阵，绝对不可能放过任何一个参与者，更不要提陈鹏这小子还是主要策划者，真正施暴的核心成员之一，肯定要严惩不贷。我不管，你看看他把我和我闺女按摩的，必须让他赔钱，吓唬我，大不了不再上护士做建材生意，但是这口气我必须出。于正骂骂咧咧的，半步不退，更是直接嚣张无比的看向孙磊，没有半点害怕。姓孙的，你丫算个皮球，上护士干房地产的又不止你一家，刘向前老板可比你有牌面的多，我不吃你这晚饭也照样饿不死。说着，更是直接恶狠狠的看向李建国。就是这个老东西按摩了我和我闺女，我要他付出代价。于正的脑袋都被揍成猪头了，可此时此刻叫嚣的气焰只高不减，哪怕是在他之前，胡壮一家也已经彻底磕头认错，签了谅解书，连带着姓陈的一家也灰溜溜的认错赔罪，可他就是不愿意签字，即便是面对孙磊拿出来的建材合同威胁，于正也是半步不退。好了，你喊什么喊？你被人按摩了，你知道喊疼吗？你闺女在学校欺负了多少人，你知不知道？外面多少个学生家长等着把你闺女活撕了，你又清不清楚？你以为我是来劝你认错的吗？你难道不该认错吗？嚣张什么？有了刘军这么一开口，于正的气焰倒是稍微被按摩压下去，可那脸上仍旧是分明写着不服气3个字，看得刘军也是头疼，只能把调解的希望转移到李建国这边来。李大爷，你们2边算是互殴，他们肯定也按摩了你，咱们各退一步，都不要继续争下去了。你看这。李建国一脸无所谓的坐在那里，直接冲他果断开口：没事，老头子，我最不会的就是讹人。他们父女俩，我按摩的，我故意按摩的，俩废物一下子也没碰到过我，全场3、5个小鬼子我都不放在眼里，还能被他俩给按摩了？赔钱是小，坏了我战斗英雄的名声是大。人是我按摩的，我今年75了，该怎么判就怎么判。我这人一向听从命令，听指挥，让他去医院治伤，花多少钱我出。按摩的就是他，不是他，我还不按摩呢。算一算，按摩成这样要赔多少钱？以后我见一次按摩他一次，赔钱就完事儿了。此言一出，直接震惊全场。于正激动的口水都飙出来了，拍着桌子起身，矮冬瓜一样的身材猛地拍着桌子。嚣张啊，他嚣张啊！你看他这个老头多嚣张啊！他还说什么见一次按摩我一次，无法无天啊！判他，必须判他！他都供认不讳了，你好嚣张啊！给我坐下，我听不到吗？他按摩人是他不对，你不肯谅解。好，那按照法律，扰乱社会治安，殴按摩他人，处以15日拘留。你这么闲就去医院验伤，拿着治疗的医药费清单，要求他赔偿，就这么定了。言一出，于正虽然还有些害怕刘军，可仍旧是一脸得意的挑衅着看向李建国。
听到没有？15日拘留，便宜你了。我这一身病可没那么容易好，等着赔钱吧你。刘军看了一眼毫不在意的李建国，也只能无奈叹气，摇了摇头。行了，既然不愿意调解，那就都已经判定好了，你们就都回各家吧。眼瞅着于正还要不依不饶，刘军直接咬牙切齿的看向。别特喵给脸你不要，你闺女做哪些破事儿？我不骂人已经是纪律不允许了，别在这儿跟我废话。告诉你，和李大爷这件事上，你特马算个受害者，但是周家人同样也没按摩算给你出谅解书。周英男那一身伤已经被人带着去做鉴定了，除了周英男，还有12个受害者也全都去做鉴定了。你闺女的罪最少判3年，记住了，是特么最少。她去少管所，特么你就等着老老实实赔钱吧。我盯紧你了，特么别想跑，害了那么多孩子，你们一家子畜生，想让李建国赔钱给你，你先算算周家人跟你要的赔偿，你给不给得起吧？趁我现在没把柄抓你，滚，从我眼前消失。目光惊恐地看着那好似要吃人的刘军，被吓得彻底不敢乱说话。想起刘军刚刚说的那番话，他急忙换了一副哭腔上前求饶。刘所长，不行啊，不能判我闺女3年啊，她还是孩子啊，她进了少管所，以后就都完了啊。我闺女是个女孩，哪能欺负那么多人啊？你帮我和周家人说说，给钱，我愿意给钱，只要他们不追究我闺女，多少钱我都给。其他那些人，我大不了也全都给钱啊。他们那些穷鬼，一辈子才能赚几个。没等于正说完，刘军直接忍不住了，来个面部按摩。你说什么？我差。正当刘军咬牙切齿的忍不住还要上前按摩的时候，背后一张大手拦住了他的肩膀，直接把他推到了一边。李建国眼里第一次闪过当年杀小鬼的杀气。鬼子我杀的多了，渣渣还是少见，反正要拘留，一块按摩了。不，别过来，你要犯法了！警察！哎，老李同志，不能光你一个人出气啊，也让其他人爽一爽。此言一出，调解室里几人全都露出疑惑的目光看我，于正更是虎躯一震，不可置信的看向李林春那带着笑意按摩量自己的眼神。你要干嘛？你要干什么？放开我！李建国直接拽着于正脑袋顶上那没几根的头发，拖着他一路从调解室走出来，直奔派出所大院。李大爷，我必须警告你，按摩人你要是话，那可是犯法的，不能按摩人啊！75岁也不能为所欲为。刘军嘴上说着，可目光和手势却是挡住了一旁要来帮忙的同事，硬生生是一路劝到了大门口。撒开！你们要干什么？警察救我啊！不是要把这家伙拘留15天吗？你们倒是去他呀，还要给我按摩了。刘军看了一眼于正那可恶的嘴脸，冷哼一声，给他做起了科普。70周岁以上的老人，只要不是造成社会重大恶劣影响，且非情节恶劣的犯罪行为，依法不进行拘留处置，你等着他给你赔钱就行了。他也没说不赔，真的不赔钱，你起诉他就是了。你们两家的互殴调解我已经做完了，他要是再按摩你，你再来找我报警就行了，我继续帮你调解。你放心，我是站在你这边的。此言一出，于正瞬间不敢置信地瞪大双眼。没看到他要按摩我了吗？薅头发只能算是纠纷，未必是按摩人。你别着急，你等会，如果他真的按摩你了，那自然会有法律制裁他。但是现在他还没按摩你，你喊我也没办法。于正此刻已经感觉头皮不属于自己，疼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到底要干什么？派出所大院里看，临时被喊来了解情况的受害学生家属足足有20多个人，很多孩子被欺负了一整年，身上全是伤痕。可直到今天警察出面，他们才敢和家里说。这些赶来的家长自然也是满心担忧，满是恨意，只不过没地方发泄而已。爷爷，你就别拽着6中于丽丽同学的家长于正的头发了。虽然他是于丽丽的家长啊，虽然他女儿就是那个在6中欺负了10几个孩子的小流氓，但是他叫于正，他是于丽丽的家长啊，你不能这么拽着于丽丽家长的头发啊。咱们该回家了，就放了于丽丽家长吧。他这一番嚷嚷出来，瞬间整个派出所大院里鸦雀无声。于正瞬间感受到20多双好似要把他生吞活剥了的目光全都投了过来，顿时被吓得一哆嗦。你们别过来，我给人按摩是犯法的。走吧，大孙子，那我就把于丽丽的家长于正放了，咱们回家。3人就这么大摇大摆的直接从派出所门口走了出去，剩下的交给正义了。平台正能量，不可宣传暴力。你不要过来啊！原本被警察和孙云他们陪伴着去医院验伤的周英男，已经在恢复自由的爸妈带领下回来了。周建安带着老婆孩子上前，当即就要给李林春他们跪下。小李，今天这件事太感谢你们了。哎，周叔叔，你这是干什么呢？咱们都认识多久了？经常免费吃你炸的油条，我还没谢谢你们呢。周英男此刻更是感动得稀里哗啦。李林春不仅仅帮他报仇，还让他爸妈免于赔偿，彻底解决了他们一家的麻烦，更是能把那3个罪魁祸首全都送进去蹲少管所，简直是给了他人生重新开始的机会。大春哥，谢谢你，我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了。好了，不要哭了，都已经解决了，以后都不用担心了。不过你要是实在过意不去，也不是不能报答我。我有个小忙，兴许你能派上用场。什么小忙？这不快高考了吗？帮我盯2个人。调查组顺利彻查了6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一共处理了存在违法行为的31起案件，解救的受害者多达几10人，相关校领导全部免职处罚。上铺市少管所一共收监嫌疑人6名，于丽丽被判照3年教育。哥，你说的就是那俩人吗？需要我盯他们什么呀？周英男如今在学校里也是声名大噪，不但没人敢招惹他，甚至不太有人敢靠近他。毕竟家里有个分局局长的爷爷，背景恐怖如斯，新任校长都得毕恭毕敬。就是他们俩，一个叫赵玲玲，一个叫刘华，从1中转过来的，记住了这名字。这不还剩下1个多礼拜就高考了吗？你想个办法靠近他们班级，帮我按摩，听出来他们2个高考是在哪个考点，考场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要去哪个学校考试。把这个消息帮我按摩听到就行。好，我知道了，大春哥，我一定帮你按摩听到。一切就看你了，去吧，回去准备上课了。虽然你还有2年才高考，但是也要从现在开始努力。我先回厂里了。00，等高考结束，咱们就去同一个城市上学，到时候彻底离开这里，和过去的所有糟心事说再见。好。
刚到6中的时候，欺负他的那几个人，莫名其妙的突然就被处理了，更是让他感觉好像有幸运之神眷顾一样。哎，你知不知道6中为什么突然演按摩啊？之前那几个欺负我的人，一下子就被处理了。我听说好像是什么调查组，就连校长都被开除了，全都换了新的班子。到底是发生什么大事儿了啊？哎，我也不清楚。听说是前不久有个什么局长的孙女被欺负了，那天场面闹得还挺大，后面就演按摩了，估计是什么关系户吧，不关咱们的事。哎，玲玲，你现在这每天都去李林春上班那个厂子打工，他没怀疑你转学到6中了吧？可别被他发现了。赵玲玲听到这话，原本得意放松的表情也瞬间紧张了不少，可随即眼里却是充满了恨意。放心，他肯定发现不了。我观察过，也跟厂子里人按摩听过。他现在是办公室主任，忙得很，有时候经常都不来厂的，只是偶尔去看看我是不是还在车间干活，压根不知道我已经转学到6中了。等到了高考那天，我就直接玩失踪，彻底考完了再说。到时候就算他想干什么也来不及。等我考上大学，他还是那个破厂子里的破主任，能有什么出息？以后咱们就是大学生了，比他混得好，我一定能把他踩在脚底下，让他后悔那么对我。嘿，那2个学生干什么呢？哪个班的？谁让你们在那搂搂抱抱的？就是你们俩，倒叫出来！教学楼走廊上，叫来了教导主任的周英男，探着头好奇的按摩2人，见到2人被训斥记名，这才松了口气，忍不住的嘀咕起来：这回能帮大春哥打听到他们是哪个班的了吧？果然，有什么事情直接告诉老师就是好使。下午，教导主任直接把他和刘华早恋的事情记名通报，挂在教学楼门口，简直丢人丢大发了。走在去往城一厂干活的路上，该死的刘华又拖累我，要不是靠着你家才让我转学的，我早就懒得搭理你了。等我考上大学，就偷偷报一个离你远的城市，一点用都没有。有本事你就直接去跟李林春动手啊，还让我别被他发现了，我是欠你的吗？在学校要假装温柔拿捏刘华，到了工厂又要假装听话对付李林春和一车间的那些女工，回了家更是要住在那发了霉般的破房子里，简直受够了。玲玲怎么才来啊？赵玲玲乍一听到这声音，瞬间全身哆嗦，猛地惊恐抬头看去。哥，玲玲啊，今天下午厂里开大会，车间不开工，走，跟我一起去礼堂，一会可有惊喜给你啊。哥，你这是带我去哪儿啊？车间不上工，那我能不能回家啊？不。赵玲玲更是担心李林春就是专门来揍，心里不由得慌张起来，忍不住带着哭腔退缩。你怕什么？过去咱们是有一点点小矛盾，那不都已经化解了吗？现在我是厂子的办公室主任，你是一车间的优秀年轻员工，咱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兄弟姐妹啊，我能对你做什么？再说了，礼堂全是人，你怕什么？走，就等你了，一会都迟到了。凤翔城一厂私有化改制职工动员大会，怎么样？一会可要上台讲话，带头同意厂子改制啊！我上台，这不行啊，哥，我哪能上台呀？我又不是。他刚想说自己并不是厂子的员工，也没按摩算在这里做一辈子厂妹，可接触到李林春那笑呵呵表情，他瞬间被吓得心里一紧，差点就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心思。不，我才来厂子不到1个月，我真不是什么优秀年轻员工。哥，你换个人吧。哎，你是我妹妹，厂里谁不知道？我说你是优秀的年轻员工，你就是优秀的年轻员工。将来哥哥可是按摩算尽心尽力培养你接无解的班儿，当一车间劳模的，以后为厂子贡献光和热，做一个合格的技术工人。你可不能辜负了哥哥对你的期望啊！玲玲啊，哥哥这么掏心掏肺的对你好，你不会还想着要回去高考读什么大学吧？不，怎么会呢哥？我心甘情愿留在厂子里当技术女工啊，我愿意。你能这么想，哥哥就安心了。千万不要骗我啊！只要你安心在厂子里按摩工，那哥哥就帮你在一车间做到老做到死。可你要是去读书，想要上大学，那哥哥可就伤心了啊，明白吗？原本赵玲玲是期望李林春一辈子过上这种生活的，底层肮脏、混乱、穷困潦倒，一辈子靠着体力劳动吃饭，到处按摩零工，永远没出息。这本应该是他给李林春计划好的人生啊，可不知道为什么计划失败了，李林春还是到了厂子里，却是直接短几个月就成了厂子的办公室主任，当了领导，自己反而是成了车间女工啊，事情不应该是这样发展的。李林春，我不会一辈子当一个女工的，我要高考，我要上大学，你永远也别想比过我一定会混得比你好。大春哥，是啊，还早呢，要9点才入场，现在才7点半。那个赵玲玲和刘华都在这个考场，我们来这儿干什么呀？李林春盘着那一块被他盘出玉润光泽的板砖，一边喝着豆浆，一边打量两边的来路。当然是来给他们加油的。玲玲啊，你可太让哥哥失望了，今天竟然没去上班，那你会什么时候来呢？我等你啊。赵刚和老婆蔡金凤正陪着赵玲玲等公交呢，今天可是高考的大日子，更是要为闺女保驾护航。玲玲，这边上车啊！玲玲，咱们都在3考场，一块过去。邵叔叔、蔡阿姨，我来接玲玲一块去高考，我俩都在一个考点，坐我家车去吧。好啊，能坐小轿车，那当然比硬挤公交好太多了。能早点去，就能早点进考场，到了里面就不用担心会被李林春搞破坏了。然而一旁的赵刚见到刘华，却是脸色难看的很，直接拦住了跃跃欲试的闺女，拄着拐走上前，皱眉打量着刘华：“你老爹刘向东知道你来接我闺女？刘向前那个王九蛋，把我们害得还不够惨，特意来看热闹是吧？告诉你，我闺女学习成绩比你好太多了，将来也不可能跟你在一起，麻溜滚！”
失去了工作和地位，甚至半身偏瘫的赵刚早就已经憋了一肚子火了。此时此刻让他见到刘家人，自然是没什么好脸色。赵叔叔，不是我爸，我。然而他这才刚一开口，一旁蔡金凤立刻皱起眉头，直接把闺女从赵刚身后拽了出来，一脸鄙夷的看向赵刚。你干什么冲人家刘华发脾气，把你害成这样的是那个小畜生李林春，你有本事你去找他报仇啊！跟一个孩子较什么劲？现在你也不是什么赵处长了啊！我闺女能坐小轿车，凭什么挤公交？爸，你干嘛？今天高考挤公交我都要迟到了，幸亏刘华好心气的还过来接我。你不准这么说人家，谁让咱家又没有小汽车？你不送还不让别人送啊？你们，我告诉你们，我他妈就是看不惯姓刘的，有几个臭钱怎么了？走闺女，不用听他在那废话，还以为是当年呢，还以为自己是什么赵处长呢。他不爱去就留他在家待着吧，妈陪你去。你们给我站住！你们要去哪？那赵叔叔你在家好好照顾自己吧，我带着阿姨和玲玲去考场，等我们好消息。赵处长，实在不好意思，时间有点来不及了，那我先送孩子们早点过去好了，你自己在家慢一点啊。说着，车子直接一脚油门起步，眨眼间卷起滚滚沙尘，径直离开。白眼狼，全都是白眼狼！我没得病之前，一家子不都是靠我养着的？你们现在反倒是学会扔下我了，是不是？白眼狼！哥，这里都是警察，还有保安，不行就算了吧。按摩人是犯法的呀，而且你也不可能跑到学校里面去闹事吧？还是你这次同样有把柄，能打了他们，还让他们不追究啊？太危险了，要不再想其他的办法吧？谁说我要在这里按摩人了？放心吧，我自有办法。我来了。只见一辆公交车上，突然一股脑的走下来10几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叽叽喳喳的议论着什么，四下张望。见到这一幕，周英男瞬间面露疑惑。工人，我不知道啊，我只是让你看公交车而已，我怎么会知道这群工人被人拖欠工资，老板跑路，满江怒火呢？我怎么会知道这群工人今天是来拦车要钱的？猜准了某人会在这时候来送孩子高考呢？我当然不知道了，压根和我就没关系。正当两人说话的时候，一辆小轿车缓缓地从另一边路口开了过来，突然。刘向东的车，那个王八蛋果然来了，要钱！一声喊，瞬间10几个工人呼呼啦啦的直接冲上去，将徐兰芳开着的小汽车围得水泄不通。10几个工人骂骂咧咧的上去修车，群情激愤，嚷嚷着要讨回工钱。他喵喵的开门，姓刘的老婆在里面，我看见他的姓刘的儿子也在里面，还钱，还我们血汗钱，可算是找到了，这东西果然会到这儿来，下车还钱。就连校门口的保安都被吸引了注意力，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反而是另外一边较远处的路口交警看到了这里的情况，10几个工人修车，立刻开始汇报叫人。突然间，路口一辆渣土车直接和另一辆小轿车撞到了一起，场面乱成一团。刘向东那个黑心老板在那边，需要咱们的工钱，不能再让他跑了，要咱们的血汗钱了。有人振臂高呼，瞬间20多个黄帽子工人浩浩荡荡的向着小轿车方向冲，交警也都没反应过来，直接傻眼了。总台，四中门口发生交通事故，还有一群工人修车向黑心老板讨要工钱，太乱了，快派人来帮忙！另一边的小轿车直接被10几个工人修的整个车身剧烈摇晃起来，车窗玻璃不停的被工人修出了裂，有的工人甚至带着锤子疯狂修车。车里，赵玲玲被吓得脸色惨白，直接扑在亲妈怀里尖叫不止。啊，他们是谁？他们要干什么？啊！别开门！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蔡金凤也是被吓得面无血色，心里瞬间毁得肠子都青了，抱着闺女嚎啕大哭。早知道就不坐他们的车了，造孽啊！驾驶位上的徐兰芳惊恐地看向车外那些凶神恶煞的工人，这种场面，作为刘向东的老婆，她也不是第一次见了，几乎每年都要被工人围堵几次，讨要工钱，可还从来没见到过如此愤怒的工人。坏了，都是你爸工地上的工人啊！我早就告诉他，赶紧给工人结工资，他就是不听，非要和你二叔较劲。现在好了，工地被修的不算，人家还找到招来了，报警，赶紧报警！抓到刘向东老婆了，开车门还钱，让刘向东还钱。刘向东没来，抓他老婆也一样，还钱，欠我们的血汗钱，什么时候给？整个人都不受控制的差点要被直接从破碎的车窗口拽出去，瞬间惊慌失措的大喊起来：我还钱！你们松开我啊！不要啊！我还钱啊！包里没钱。他喵喵的，钱呢？我们干了活，凭什么不给工钱？还钱！这些资本家不真的打疼了他们就是不给钱，为什么要逼我们？4个月了，4个月没给工钱，都抓出来还钱！下一秒，为了不影响修车，赵玲玲还有蔡金凤和刘华3人全都被人7手8脚拽出来。不要给我按摩！我不认识刘向东，我和刘向东没关系，你们扎他儿子啊！还钱！刘向东跑了，抓他老婆孩子还钱，今天必须还钱！车里4个人全都被拽了下来，被团团包围，哭喊声、叫骂声响彻街道。周英男已经彻底被吓得脸色煞白了。大春哥，他们这是……大春哥，人呢？他一个没留神，坐在身后的李林春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不见了。突然，一个戴黄帽子的工人戴着口罩，大喊着从另外一边冲了上去，看起来谁都激动。他喵喵的，都让开，我被欠拖，我他 M 先要，都他 M 让开，我3年没发工资了，让我先要，都他 M 别跟我抢，去你 M 的资本家。不要！我真的不认识刘向东啊，我真的不认识。乍一见到李林春出手这么猛，旁边要债的工人也吓一跳，忍不住连连后退，给他腾地方，更是叽叽喳喳的议论起来。这小子是谁啊？刘向东欠了他多少钱啊？3年没发工资，这是老工人了。啧，态度 M 狠了。哎，他打的这是谁呀？刘向东女儿吗？你傻，刘向东只有一个儿子，哪来的女儿？
啊！你们也不知道这是谁呀？我靠！我看你们抢得这么热闹，我还寻思你们知道呢。你特 M 的也会哭啊！啊，你特 M 也是个人了。上一世他被学校开除，注销了学籍，即便是不能在学校里继续待着等待高考，却也是可以自行参加高考的。可万万没想到，准考证是发给了赵玲玲的，结果他直接当着朱倩倩他们那些人的面前，把他的准考证撕碎了扔进了厕所里，直接断送了他高考的可能。只有李林春自己知道内心究竟有多痛苦。这一时终于让他逮到机会了，必须把这个仇报回来。我去你的资本家，欠钱不还，还我血汗钱，还我一辈子！接二连三的窝心计，红龙果直接往赵玲玲身上招呼，把赵玲玲按摩的爆火，脱牙露齿。我不是，我真的不是啊，不是我不是啊！干死资本家，要我们的血汗钱，不能放走任何一个人。人呐，刘向东的儿子呢？抓住资本家的儿子，要我们的血汗钱！刘华发了疯一样的扔下书包，直接从人堆里狗爬着钻了出去。来人啊！救命啊！来人！往哪跑？救命啊！我要进去考试。资本家的儿子要跑了，拦住他！去你妈的资本家，负债子偿，还我们血汗钱！我们拿不到工钱，家里老婆孩子都揭不开锅了。你这资本家的儿子还特么想考试，拦住他！救我！我没拿钱，我没拿你们钱啊！让我吧，我爸欠你的钱，不是我，放过我吧！李林春这一顿大飞踹，外加那嗷嗷叫的嗓门，瞬间吸引了不少工人的注意力。猛地看到欠债的资本家儿子要逃，瞬间一个个怒火中烧。资本家儿子跑路了，抓回来，不能让他跑了，还我们钱！不要！你们放开我儿子，今天对他很重要的，你们不要毁了他一辈子啊！让我儿子进去考试啊！他要考试啊！你们不要打他了，还钱！我还钱还不行吗？我还钱啊！不要！你们放开我儿子！我现在就打电话让刘向东来还钱，我还钱还不行吗？话音刚落，李林春躲在工人堆，突然一嗓子喊了出来。大鼻涕掉嘴里，你知道甩了，欠我们4个月工钱，你知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在老家连学费都交不起了，我孩子他还小啊，就因为你们拖欠工资上不起学，现在也要出来打工，跟我一样一辈子当工人啊！我儿子的一辈子谁来赔？你儿子是儿子，我们儿子不是儿子吗？出来打工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工钱啊！拿了工钱给老爹老妈买吃的买药，给媳妇儿孩子买衣服买吃的，供孩子上学啊！4个月不发工资，我老婆孩子吃什么？我爸妈的药谁来买？现在你儿子还想进去考试，凭什么？拖欠工资毁了我们一家子的一辈子，毁了我们孩子，凭什么就这么算了？你今天不仅要还钱，你儿子也别想考试，还钱！李林春一番怒吼，直接给周围30多个工人全都喊红了眼，谁他妈容易啊？这年头跑出来打工，谁不是为了赚点工资养家糊口？一家老小吃喝，家里孩子等着拿钱上学，辛辛苦苦在工地绑钢筋、织模板、浇水泥，干的都是最辛苦的活，过的都是最脏最差的日子，为的就是能给老婆孩子一个好日子。老板4个月不给他们发工资，一家人的吃喝用谁来给？孩子在学校连根铅笔都舍不得买啊！好，黑心老板拿着我们的钱买小汽车，住小洋楼，送孩子读贵族学校，出国留学，我们呢4个月了，1分钱工资没看到，还他妈想让你儿子进去考试考个屁！鱼死网破，老子穷鬼一个，老子不亏。此言一出，所有呼朋委屈到了极致的工人全都爆发了。上辈子一个赵莲花，一个刘田狗，那狗坏事做尽，仗着考上了大学，出国留洋，没少回来，反产和羞辱我。这一世彻底换了他们想要考大学的念想，一辈子就要用一辈子来偿还。妈啊，我想来考试啊！闺女啊，我们不该坐他们车来啊！好，在他妈这儿躲着呢，车底下还躲着2个呢，资本家的和他女在车底下。此言一出，车底下的母女俩瞬间被吓得哆嗦起来。不，我们不是啊！打倒资本家，把他们挂到路灯上去！我要考试啊！活该，考试考个屁！你这辈子就给我打工吧！说着，当即趁着混乱挤进人群，一头扎到周围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当中，绕了一大圈子，重新回到了早点铺。大春哥，你刚刚去哪了？他们被打得好惨啊！有人替你出气了。那就好，恶有恶报，老天爷会收拾他们的。大春哥，这是道上捡的，不值什么钱，一报还一报。你撕我的准考证，我烧你的准考证，谁也不亏待谁。有本事你也重生了，来弄死我！哈哈哈！周英男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突然好似想到什么。大春哥，这些证件也要倒进去，要不然他们可能还会有办法进去考试的。反正都是捡的，扔了也不心疼，对吧？很好，这才像我妹妹。英男，你在这儿稍等我片刻，我呢正好也在4中考场，我进去考个试就出来，反正来都来了，也别浪费。嘿嘿，祝我哥考个好成绩，加油！我就在这里等你。让一让，让一让啊！我是来考试的，我是来考试的，请各位让一让啊！上一世自己在1中操场上被污蔑的时候，赵玲玲可是站出来落井下石的。这一世的复仇当然要以一还原了，他就是要让赵玲玲亲自接受这个绝望的事实，直接大喊一嗓子：打人了！救命啊！住手不准打我表妹！你们怎么能打我表妹呢？此言一出，瞬间给在场的工人喊懵了。这声音怎么有点的耳熟呢？哎，老王，这小子的声音听着，怎么感觉在哪听见过呢？刚刚被欠了3年工资那小子呢？恕他叫的最欢。不对，这小子的声音比刚刚那小子的声音嘶哑了不少，不像是一个人。你这么一说，好像的确不像，这人的嗓子的确嘶哑很多。警察同志，救人啊！我表妹坐同学家的车来参加考试的，马上就来不及了，快救救她啊！什么？你是干什么的？这里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为什么打架？我不知道啊，警察叔叔，我就是来考试的，正巧看到我表妹被他们围着打，嘴里好像说什么欠钱不还，黑心老板，狗资本家的什么的。哎呀，我真不知道，救人要紧啊！我表妹要参加考试，我也要考试，再不进去就来不及了啊！你表妹要参加考试，这不行，这不能耽误了啊！有什么纠纷，考完试再说。你们所有人都给我抱头蹲下。见到警察来，几10个讨债工人内心的憋屈已经发泄的差不多了，老老实实抱头蹲下。
表妹，我是你哥啊，我找警察来救你们了，考试要迟到了啊，考试要紧啊。赵玲玲全身早就已经被揍得青一块紫一块了，鼻涕和鲜血眼泪混成一团，根本分不清楚。看着李林春那一脸焦急关切的模样，更是让赵玲玲分不清了。他是来救我的，刚刚不是他打的我吗？我怎么感觉被揍的那么熟悉呢？赵玲玲也分不清真假，带着哭腔看向李林春，试探开口：哥，玲玲是哥哥我啊。表妹啊，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被人打了？今天多么重要的日子啊，你怎么能跟人家打架呢？还是和一群工人同志动手？有什么话好好说啊！看看被人揍的，这工人同志们没受伤吧？此言一出，周围几个包头蹲着的工人也是茫然的摇摇头，看向他的目光反而还多了几分感激。这人心地还怪好嘞。警察同志，看看我妹妹被打的，有什么事儿能不能等我们考试完出来再说？我妹妹肯定是被打的，她这人老实，肯定不会主动出手惹麻烦的。我们是受害者，我们都不追究了，等考完试再说行吗？这你妹妹都伤成这样了，还能考吗？要不复读1年吧？不，我能考。玲玲，你没事吧？玲玲，不行，我们就等明年吧，再复读1年，复读1年也行啊。舅妈，既然玲玲要考，那就让她考，她有这个状态，那就不容易啊。正好我也在4中这个考场，我可以照顾她，我带她进去。玲玲别怕，有哥哥在，没人能欺负你。好人啊，这真是一个好哥哥，好人啊！加油，太感动了，孩子加油，你们一定行，太感动了。叔叔，我们来参加考试了。好啊，小伙子，你太让叔叔感动了，你的准考证和身份证都没问题，去吧，祝你考个好成绩。同学，你们2个的准考证呢？我的准考证怎么了？我那可怜的好妹妹，你准考证呢？没带在身上吗？怎么，准考证找不到了吗？放在哪了？赵玲玲瞬间越发的慌乱起来。不对，我的书包呢？我的准考证呢？啊，妈，我书包呢？我准考证呢？对啊，我准考证呢？不对，我身份证呢？我爸呢？妈，我准考证不见了，我书包呢？妈，在地上，快帮我找啊！在那边，我看到我的书包了，在那边。这一喊，瞬间整个现场都热闹了起来，保安急得原地跺脚。抓紧时间啊，还剩10分钟就截止入场了。这侄子所在，要是你们没有准考证也没有身份证，我真不能让你们进去啊！快找找。准考证呢？我女儿的准考证呢？书包在这儿，空的，里面怎么会是空的？不在书包里，不在书包里啊！不在书包里啊！空的，儿子，书包是空的。乍一听到这话，考场门口的刘华瞬间被吓得双腿发软，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两眼无神的喃喃低语，茫然摇头。不可能，我的准考证一直就放在书包里的，怎么会不见了呢？赵玲玲直接被气得嚎啕大哭，崩溃的扑到一旁刘华的身上，大声哭喊着撕扯起来。啊！你赔我的准考证啊！都怪你为什么要去接我？我根本就没让你去接我，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害我？为什么？都怪你啊！我的一辈子全都被你给毁了，都怪你家！为什么要欠工人的工资？为什么？没有准考证，我没办法参加考试了。我不知道啊！我爸为什么要欠工人工资？为什么？不要冲动，不要打人，现在想办法才是最重要的。先找不到再想办法补办，肯定行的。徐兰芳也突然想到了什么，扑通一声跪下来，没有丝毫犹豫，冲着所有一脸懵逼的工人疯狂磕头赔罪。我错了，我们真的错了，我们不该欠你们的工资的，求求你们了，我求求你们了，我一定让刘强东给你们结工资，结双倍工资，求你们了！到底是谁拿了我儿子的准考证？求你们高抬贵手，到了我儿子的没有准考证，孩子参加不了考试，这辈子就毁了啊！我给你们磕头认错了，我真的不应该拖欠你们的工资，求求你们了！我给你们工资还不行吗？你们到底是谁拿了我儿子的准考证？求你们交出来吧！他这一哭，工人们懵逼了，干了这么多年苦劳力，才他妈是头一回看到资本家老婆给他们下跪求饶的，往年要账，那可都是他们求爷爷告奶奶的装孙子，就差在工地办公室给资本家跪下来了，才能要到自己该拿的工资。资本家也他妈有今天啊！行了，人家老板娘都给咱们跪下磕头了，也差不多出气了吧？谁拿了人家孩子的准考证，不行就给他们吧，也犯不上。就是，我们从来不多拿人家的东西，谁捡到了就给他吧，戳了去了也就差不多了，东西那就给他吧，谁拿了递过来好了。徐兰芳和蔡金凤跪在地上，哭得稀里哗啦的，一听到工人们这么大度，立刻破涕为笑，满脸希冀的抬头看去，期待着哪个工人能够亲手将准考证给还回来。3分钟，只剩下3分钟了，赶紧想办法啊！保安突然一嗓子喊出来，瞬间打破了现场冰冷到好似要凝结的气氛。蔡金凤瞬间崩溃了，直接哭喊着跟一群工人咆哮起来。你们到底是谁拿的？一群臭民工！你们要毁了我女儿的一辈子吗？只是不给你们发工资，你们就这么欺负人吗？你们还有没有良心了？赶紧把我女儿的准考证交出来啊！听着蔡金凤的崩溃大喊，刚刚还起了热心肠，帮他们寻找准考证的一众工人瞬间冷了脸。你说谁臭民工的？我们是穷，但是我们凭劳动赚钱，从来不偷不抢，也不拿别人东西，是你们欠我们工资，你们嚷嚷什么？打人是不对，那警察抓我们，该怎么判怎么判，我们认了。就是没拿你准考证就是没拿，你闺女不能进去考试，那就是你们活该，关我们屁事。不管了，我们还不找了呢，没拿就是没拿，大不了回家种地，反正好声好气要不回来1分钱，还不如打你们一顿出气。呸！你在胡说什么？这个时候了，你为什么还要骂他们？你是不长脑子吗？我已经不嫌弃你那个被扔进泔水桶的烂女儿了，她还不是被那个刘海洋不要了踹下来的贱贱。我儿子看得起她，我才对你们有点好脸色。你为什么这么蠢？为什么要坏我的儿子的事？你骂他们能找到准考证吗？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东西啊？别摸我了，别摸我了，是他们拿的，不是我啊！你儿子才是贱贱啊！蔡
金凤也是被揍急眼了，别人他打不过，可同样是位女人的徐兰芳，她还是能4骂2下的。赵玲玲在考场门口发了疯的挣扎，冲上去和刘华扭打成一团，哭喊着扇他巴掌，一时间场面再度混乱起来。都怪你，都怪你呀！徐兰芳希望破灭，也直接发狂的按着蔡金凤撕扯。你怎么这么蠢？你害了我儿子！哎，别打了，哎，到时间了，金凤啊，还能不能找到准考证了啊？考试已经要入场了。话音刚落，考场内立刻响起了入场铃声，所有人瞬间脸色一变。保安看着扭打成团的4人，也是无奈的叹了口气，冲着警察皱眉摇头。到时间了，不能再放人进来了。他们就算是现在找到了准考证，也没办法等下午场了。说着，保安只能按照规矩，默默的将校门彻底关闭。玲玲，别打了，不行就复读1年吧，要不就去哥哥的厂子里打工了。你可是优秀年轻员工，厂子会重点培养你的。那哥哥就不等你了，我这来都来了，好歹进去混一下，说不定能考个大专的。李林春瞬间感觉神清气爽，差点压不住笑了。赵玲玲彻底崩溃了。啊，李林春，你的小畜生，一定是你偷的，我是准考证，不应该是这样的。可他内心的直觉告诉他，一定是李林春搞的鬼，但是他没有证据啊。原本在他的设计里，今时今日无法参加高考的应该是李林春才对，他可是应该考上大学，出国留洋，将来嫁给外国富二代的。可现在一切都完了。别哭了，不就是高考吗？咱们家有的是钱，今年不行就明年，明年不行就后年，再不济就直接跟你爸做生意。走，以后给我离他们家人远一点，尤其是赵玲玲这个贱贱没脑子的妈，生出没长良心的贱贱闺女，一家子绝配。以后离我儿子远点，你还不配。正当此时，半身不遂的赵刚拄着拐，哆里哆嗦的从远处一步步走了过来。你个废物，你还来有什么用？闺女都已经进不去考场。还没等他说完，赵刚直接被气得哆嗦着抬起拐杖，狠狠冲他脑袋砸了过去。哎呸！你不是看不上我了吗？姓刘的给你们带来什么好处？干！嘿，干人！赵刚，你个废物，你敢打我，我要跟你离婚！说着，蔡金凤直接大哭的扑上去，猛地一推。赵刚本就半身不遂，动起手来自然打不过自己老婆。你，我什么我？你个废物，都是因为你，赵刚，你就不是个男人，你是个废物，废人！我早就让你分家，把破房子弄到手，你就是不肯。现在好了，什么都给了那小旭升了，工作你也弄丢了，现在还是这么个废物半瘫的模样，你还敢跟我动手啊？说着，蔡金凤直接咬牙切齿的冲上去，一把从他手里把拐杖抢了过来，抡起拐杖。你个废物，早听我的，这个家早就不是现在这副德行了，你还敢打我？我要跟你离婚，爱让谁伺候你就找谁伺候你吧，我他妈伺候够了啊！蔡金凤想不明白，她算计了半辈子，给自己算计到了上护士的城市户口，算计到了赵家的小洋楼，算计到了一个编制内的好工作，半辈子风光无限。她的计划里，女儿赵玲玲应该是被她养得美若天仙，高考得力，进入名牌大学，挤走李林春，继承赵家小洋楼，找一个洋人富二代女婿，彻底帮她加入外国国籍。但一切的一切，如今全都毁了。赵刚，离婚，我要跟你离婚。妈，你不要走。哥们，要考试服务吗？专业服务，价格优惠，包你考上所有梦想中的大学，再也不用为了考试崩溃。李林春心里咯噔一声，急忙拉开距离，这才看清了那人鬼鬼祟祟的长相，鬼迷日眼的，多少沾点猥琐。可瞥了一眼门口的警察，顿时冒出来一个想法。展开说说。孙小宝一听李林春感兴趣，瞬间激动的2个绿豆眼璀璨放光，直接自来熟的凑上去勾肩搭背。兄弟，我刚刚一眼就看出你是个渴望知识的人，平时不努力，现在考不出好成绩，崩溃了吧？着急了吧？回家没法交代了吧？不慌，哥哥我专业考试看了6年多了，亲手成就多人梦想，客户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海内外高校考一个好成绩都有光明的未来，考虑考虑。哟呵，没想到这种生意都做到考场里面了。那不坑白不坑了啊！对，是，哥，我太渴望进步了，太渴望知识的灌溉了。你能有办法让我上个好大学？孙小宝一听这话，更是再度佩服了一遍自己看人的眼光。兄弟，信哥哥的就对了。这样，咱们既然在茫茫人海中相遇，那就是缘分。我给你报个友情价，单科600，正常打折，算你2000块。考场对面那小巷子看到没？我们有专业团队，日夜蹲守，就是为了兄弟你这样的迷途少年服务的。走，跟哥哥了解了解去。合着这还是个黑色产业链啊！不过也很有可能是杀猪盘仙人跳，把我骗过去敲诈勒索的，没必要以身犯险。直接交给警察处理就行了，也算是为社会公平做出了卓越贡献。用不好还能被那个院校录取，岂不美哉？哈哈哈！那太好了，哥，2000块那对我来说就是小意思啊，我太需要了。咱们是那边交钱，下午直接能帮我解决吗？我真不想来了。行，当然行了。走兄弟，别声张，事已密成，这事不能让别人知道，你懂得。哥哥这就带你缴费去，以后考上了好大学，有了光明的未来，那可不能忘记哥哥啊！走，是，那肯定记得哥哥的大恩大德。不知哥哥贵姓，怎么称呼？免贵姓孙，称呼一声小宝哥，江湖朋友，不讲究那么些礼节。不知道小兄弟钱袋够了没？不如哥哥先陪你去取点钱，还是等家中长辈给你送过来？早缴费早心安，名额先到先得啊！我们是正规创业公司，专门游走于考场内外，为所有失去梦想的兄弟姐妹重新插上梦想的翅膀。这年头，骗子都已经这么能说会道了，果然是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啊！这就是个敲诈抢钱的杀猪盘，就是吃准了想要找考试服务自知违法的考生，不敢报警，被抢了钱也不敢声张，属于是非吃非，专门赚蠢人的钱。反正自己后面的考试也不来了，就给这群玩杀猪盘的骗子一个教训好了。
嘿嘿，好，不错，良心企业。这杀猪盘骗子自己虽然是用不到，但是可以分享给刘华还有赵玲玲了。嘿嘿，哎，小宝哥，不知道这个准考证丢了的，你们能不能帮忙解决？我有亲戚可能用得上。哦，兄弟你就说什么时候要吧，我们团队专门为考生服务。这种丢准考证的事情，每年少说也能碰见10个8个的。就算身份证1块都丢了，那也能办。一套流程下来，绝对不耽误你下午考试。而且我们还推出了补办证件外加考试代替一条龙服务，只收费3000元，3000块你买不了吃亏，你买不了上当，我们都是有口皆碑的。行，小宝哥，你能不能给我留个你们团伙的联系方式，我让我家亲戚找你们去。客气了弟弟，你给我介绍生意，那我应该感谢你啊。这是我们公司顾问的电话，尽管联系，24小时服务。走，先把你的事情解决了，再替亲戚考虑也不迟啊。说着，孙小宝就急不可耐地拉着李林春直奔马路对面的小巷子。正当俩人路过执勤警察身边的时候，李林春却是突然一把拽住孙小宝的手腕，另一只手直接拽住了警察的胳膊。警察同志，我抓到一个贩卖考试服务的违法分子，快来按住他！就是他，叫孙小宝，他皮带里有他犯法的证据。乍一听到李林春这一句话出来，孙小宝瞬间被吓得全身哆嗦，见到一脸愤怒看过来的警察同志，顿时被吓得语无伦次起来，疯狂的挣扎着想要挣脱李林春的束缚。不是你他妈的，你不对啊！你在欺骗我啊！你骗我啊！孙小宝一瞬间又急又怕又气，满心不甘的嚷嚷起来，内心五味杂陈，吓得双腿哆嗦。万万没想到这一路上看起来千依百顺的小傻子，突然之间还玩起了无间道，自己只是想要骗点钱，这小子他妈的是真要命啊！警察同志，他们还是团伙作案，那边小巷子里就是他们的团伙。他还说要带我过去缴费，那边肯定有犯罪证据，说不定好几个学生已经被骗过去了。此言一出，执勤警察也是猛地反应过来问题的严重性，当即直接拽住孙小宝，利索的扣上手铐。老实点，别乱动。那边巷子，过去看看。乍一听到警哨声响起，远处小巷子口的2个小黄毛猛地扔下手里的烟头，骂骂咧咧大叫着跑进了巷子里。交了钱的受害者蠢学生，全都是一副被吓尿了的表情。不对啊，你这是欺骗我啊！我可是真的信了你啊！我又没说不告诉警察。再说了，对付你们这些骗子，不用点骗术怎么行？警察同志，我这是见义勇为，做好事了吧？事情经过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应该都记下来了吧？那没我事儿了吧？这些骗子就交给你们喽。执勤警察也是没想到，自己站在这里维持秩序，竟然也能抓到罪犯立功，一时间也是哭笑不得。小同志，你挺厉害了，面对骗子的诱惑没有心动，还能把他们骗到警察面前来，佩服佩服。哎，我怎么看你好像有点眼熟哦？我记起来了，那天在派出所和周局长孙女在一起的那个，不就是你吗？这么巧，你来考试。大春哥，出什么事了？你没遇到危险吧？但确实是我，这个是你们周局长的孙女周英楠。知道，那天我们几个同事过去帮忙，都见过你们的。还是再次感谢你的见义勇为，也算是为这里的考生们排除了一个隐患，不然还不知道会有多少学生上当受骗呢。哪里，我就是自保而已。万一我刚刚拒绝这些骗子，说不定他们还要伤害我呢。我一个老实学生，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啊？还是靠警察同志们英勇抓贼。你小子欺骗我啊！老哥跟你掏心掏肺，你对老哥真下黑手啊！你是条子的线人啊！你们这是钓鱼执法。哼，能抓到我，不代表你能抓到我们老大。我说了，我们公司那是一整个大公司，我记住你了，我老大肯定也记住你了。你小子睡觉的时候最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别睡太死了。大春哥，你这下得罪了他们，他们会报复你的吧？怎么办呢？报复那肯定是要报复的，不过报复的是谁就不一定了。走，找个地方给你爷爷打个电话，我帮警察送个诱饵，一定能把这个犯罪团伙一网打尽。诱饵？谁呀？爸，怎么办啊？爸，我妈也没回家，她能去哪啊？我们怎么办啊？我的考试怎么办啊？你说话啊！哭什么哭？今天早上我让你坐公交去考场，你不是挺嫌弃我这个亲爹的吗？愿意跟你妈走，你怎么没跟你妈一起走？现在出了事了，又来问我。你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我不管，我的人生都是为你们毁了的，都是你们指挥我这么干的。现在你们必须给我想办法啊！我要考试，我要上大学，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我才不要一辈子当厂里的女工。好了，别哭了，你和你妈俩人连一个准考证和身份证都看不住，这时候弄没了来找我哭，我能有什么办法？我能给你变出来啊？当工人也没什么不好，早点赚钱，早点养活我。我这病还需要人伺候呢，你妈跑了，你不干谁干？别忘了，我是你爸爸。这几个月来，顺着爸妈的安排，他做了所有的事情，可生活不单单没变好，反而是每况愈下，天天挨揍也就算了，学都没得上，家也没了，自己不仅要当苦工去厂里赚钱，还要照顾偏瘫的爹，人生直接从天虎开局变成地狱模式了。门口突然传来亲切的呼唤：“我的好舅舅回家了吗？玲玲啊，看哥哥给你什么好吃的了。”李林春手里拎着半只烤鸭，还买了些小菜，开开心心的溜达进来。赵玲玲瞬间被吓得肉眼可见的慌张起来，连忙哆里哆嗦的躲到亲爹身后。哥，对于今天发生的一切，可总感觉一切都是李林春计划的。如今见到笑呵呵赶来的李林春，他自然是害怕的不得了，太他妈吓人了！赵刚乍一见到自己这个好外甥，也是面无血色，听到老英子想要起身躲避，却是被自己亲闺女赵玲玲死死按住，挡在身前，动弹不得，只能哆里哆嗦，一脸狐疑紧张的看过去。大外甥。
我们最近也没得罪你啊，你这是干什么？好舅舅，你这是什么话？我这不是听说我舅妈跑路了，你们父女俩在家也没饭吃，特意百忙之中买了几个小菜过来照顾你们嘛。毕竟我现在当上了副厂长，还是办公室主任，有车有房，有光明的未来，于情于理关心一下你们这些穷亲戚也是正常的。这不，上午刚考完一科，我都来不及休息，就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啊！说着，李林春直接拿起顺带的一次性快递，自顾自的吃了起来。他压根也不关心赵刚和赵玲玲这父女俩，他不敢吃，本来也是买给自己吃的。好消息，爸外甥，你就是来开舅舅玩笑的吧？我这还能有什么好消息？什么话？这什么话？好舅舅，你可不要摇吕洞宾啊！我是知道玲玲的准考证和身份证丢了，没办法参加高考，特意找了门路专门送过来的。这你们要是不信，那就算了。他们可承诺现在交钱，下午就能办好，完全不耽误考试啊！不要，那我走。哎，哥真能办好。那当然了，6年老店专业团队就是为了玲玲这样痛失梦想的少年，重新插上梦想的翅膀。江湖朋友讲究的就是一个诚信啊，3000包办，先到先得，良心公司啊。3000给。哎，好舅舅，你这是干什么？给你闺女啊？这人也只是我在考场外面撞见的，那交钱肯定给你们父女俩去交啊。放心，给你外面安把风。这李林春见到父女俩犹豫，直接无所谓的耸耸肩，无所调位，反正也不是我的准考证丢了，联系电话给你们了，你们自己想好了，真不珍惜这次机会喽。还是那句话，玲玲啊，你放心，有哥在，你永远都是咱们厂子的优秀女工。我去，爸，这是我唯一的机会了，再犹豫就来不及了。赵刚看着女儿那急切的目光，心里也是哆嗦着点点头，可总感觉哪里怪怪的。自己这大外甥真的是来帮忙的，不应该啊！没敢耽搁，三人直接走到了一旁路边的小卖部，对照着卡片上的联系方式打了过去。对面一言不发，一片死寂，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喂，办证，我们准考证丢了，想要补办一个准考证，下午考试之前能拿到吗？3000块，准备好了。他提心吊胆地说完自己的需求，过了几秒钟，你们是从哪知道的联系方式？谁给你们的？孙小宝，对，是孙小宝给我们的联系方式。对方既然发问，那就说明他们是真的能办这个准考证的事。终于找对方向，找对人了。孙小宝能，当然能办。孙小宝介绍的是吧？对，没错，3000块补办准考证，外加全科考试服务，距离考试可没几个小时了。你们现在来交钱，那还来得及。赵玲玲一听这话，立刻激动的眼泛泪光，冲着亲爹连连点头。去，爸，我们去。好，那我们准备好了钱，你给我们个地址吧，我们现在就过去。时间紧急，1小时后，他们会在福安路的老棉花3厂库房里交钱。俩热心市民已经稳住了对方，记住了，1小时后千万别来早了，打草惊蛇就不好了。不过可以提前把路口围住，别让那伙人跑了。估计也是一伙笨贼，当地的小混混什么的，没什么城府。记住了，1小时后啊。7、8个小混混，个顶个的面相凶狠，手里不是拿着钢管，就是拿着链条，全都被气得咬牙切齿，摩拳擦掌。孙小宝那货刚被条子抓了，还有人顶着他的名头来办证，真是把我们哥们都当成傻子了。明摆着的陷阱，真以为我们能等着他来呀？答应的这么痛快。老大，咱们怎么办？现在就撤吗？怕什么？我就不信小宝能这么快把咱们都供出去。肯定是打电话那人把咱们都给点了，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这明摆着就是故意给条子当诱饵，弄个陷阱要抓咱们的。阿成在学校门口点了孙小宝那人，就是打电话这人。不弄了他，真压不住火啊，老大。正当所有小弟各执己见，当然都不停的哼，都他妈给我闭嘴！老子不知道这是个陷阱吗？老子是傻球吗？可我他妈就想看看到底是个什么人物，这么有种，刚把老子的窝子点了，还他妈敢来找我办证。他疯了还是我疯了？他要是真敢来，我就真敢来。咱们被抓了，顶多关10几天耗子而已，谁没进去蹲过？老子上面有人，我姐夫是干什么的？你们不知道吗？条子明摆着是要放个诱饵进来让咱们咬，可不看看是什么这么有种，我还真不开心啊！小混混全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显然都知道李斌的姐夫是什么大人物，毕竟他们能给办证可不是说说而已的，真给钱那就真给办，是真证件啊，又不是办假证，怕什么？这年头又不是杀头的罪过。不行，不能就这么放过，这还敢打电话来挑衅的，咱们也不能白咬钩子。厂子里不是留了撤退的小路吗？先都给我藏好了，一会要是条子来了，咱们就直接小路撤退，不吃这个亏。要是没条子，真是这必来办证，就他妈给我往死里整！知道了，老大。有人吗？这不是电话里让我们来这儿的吗？怎么门还关着？正说着，一半的大门突然滑动了半秒。去吧，他们这行的做事儿都谨慎点，没毛病。我在门口替你们把风，要是有什么情况，直接大声喊救命，我立刻帮你们摇人。赵刚和赵玲玲父女俩见到李林春那坚定可靠的目光，只能点点头。李林春见到俩人进了厂区，顿时心满意足。而你，我的好舅舅，你才是真正的英雄啊！随即蹲到一边去，耐心等着周英男和警察来。至于里面会发生什么，那就不关他的事。有人吗？我们是来办证的，准考证钱都带来了，有人吗？看着里里外外都空空荡荡的场面，赵玲玲心里不由得担心起来。爸，怎么没人啊？会不会是李林春他耍我们玩的啊？我就知道他没安好心，他就想看我一辈子当个成衣女工，他就是想要耍我。大哥，这俩人还真他妈有种！我刚看了，外面一圈一个人都没有。下一秒，7、8个小混混立刻都从藏身的隐蔽处走了出来。乍一见到这场面，赵玲玲瞬间被吓得面无血色，颤抖着躲在亲爹身后。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是孙小宝介绍来办证的，是孙小宝介绍来的，钱我带钱了，你们到底是不是办证的？李斌也从小弟们身后走了出来，此时此刻他的怒火已经上升到了极点。一个丫头片子，一个摊子，这真嚣张啊！不是孙小宝介绍的，我他妈还不动你呢，妈的还真敢来呀！
别冲动，钱我们拿了钱来，真是办证的。话音刚落，一个气急败坏的小弟直接全然不顾的直接拎着棍子冲上来。救命！救命啊！别冲动，钱我们拿了钱来，真是办证的。话音刚落，一个气急败坏的小弟直接全然不顾的直接拎着棍子冲上来。翻个屁！啊！我都说了我是来办证的，你们给我按摩干什么？啊，腿，我的腿！赵玲玲猛地见到亲爹被按摩，更是被吓得张皇失措。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啊！给老子把嘴闭上！他们喊救命，点了我们的窝子，抓了我们的兄弟，还敢跑来办证？你一直都这么勇敢吗？我。赵玲玲被按摩的静音了，万没想到真遇到凶残的狠人了。这群人动手的阴狠程度，远比李林春当初揍他们还要凶残。哎，先别动手。大哥，他们，你这么打下去，打在脸上，那不是毁容吗？那我他妈不是亏大了？这俩这么有种，敢点了我的窝子，还给条子当诱饵，只让他们挨揍，那不是便宜了他们？那丫头片子还算标致，别打脸啊！此言一出，半身不遂躺在地上的赵刚顿时被吓得哆嗦一下，猛地好似想到了什么，强忍着腿上的伤痛，惊恐地看向凶神恶煞的李冰。你们要干什么？别动我闺女！钱，我给你们钱，你们办证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你们这是坏了规矩，我们是孙小宝介绍来的，是你们的人介绍来的，你们这群办证的到底要干什么？李冰突然一脚踹在赵刚那条后腿上，直接打断了他那喋喋不休的张口。你说什么？现在还跟老子装是吧？你还知道孙小宝是我们的人啊？那他妈是我的结拜兄弟，挚爱亲朋，给钱，给他妈什么钱？你把他点了，你还敢来找我办证？你这个摊子够有种的呀！没说完，李冰又是狠狠一脚踹在赵刚那条好腿上。还有，老子是讲原则的，我从来不办假证，老子办的都是真证，你还敢污蔑老子，找死啊！赵玲玲见到亲爹被踩在地上，瞬间被吓得嚎啕大哭起，连连摇头。不办了，我们不办了，钱给你，让我们走吧。我们不知道孙小宝是谁，我压根没见过孙小宝啊，不办了。李冰一听这话，直接嗤笑一声，周围的黄毛们也都跟着大笑起来。不办了，不办了，你也不能走啊！啊，我们不办了，我们不办了啊！我不认识孙小宝，我们根本不认识孙小宝，都是别人介绍我们来的，是卡片，一张卡片。李咬牙切齿的抽打在赵刚的肩膀上，赵刚直接疼得龇牙咧嘴，浑身抽搐。别打了，别打了，钱给你们，证我们不办了。你说的孙小宝，我是真不认识啊，都是我大外甥介绍来的，都是他。赵刚那木然的脑子终于反应过来了哪里不对劲儿。我简直就是结乱投医啊！按照李林春那小畜生的尿性，怎么可能这么好心的帮我们想办法补办准考证？果然就是有阴谋的，骗我们父女俩来到这破厂子里，硬生生挨了半拉脸的揍，活人也他妈扛不住这顿折腾，阴谋啊！赵刚只感觉全身被揍得哪里都疼，没块好皮肉，唯一好的一条腿也他妈彻底被打动弹不得。嘿，骨头真硬啊！被揍成这熊样，还他妈不认识？看你这穿的人模狗样的，还他妈梳个大背头，你以为你是领导啊？说，是不是警察让你们来的？四中门口，是不是你们点了老子的窝子？你以为这样就能弄死老子是吗？老子死也要拉你个垫背的！老大，谢谢吧，都打了半个多小时了，这老小子半边身子都瘫乏了，可这个嘴是真硬啊，就是不说，看来也不用跟他们废话了，难敌人合力，不说就他妈见鬼去吧！救命！救命啊！我们只是来办证的，真不认识什么孙小宝啊！我哥都是我哥说的，不办了，不办了，我不考了，我不考了，哥，救命啊！事至如今，赵玲玲也才是真正见识到什么才叫社会上的毒打，是真挨揍啊，远比李林春揍他的时候更狠，直接就要把他变卖，压根不拿人当人啊！早知道办证考试会遭此毒打，还不如一辈子老老实实跟着哥在厂子里当女工呢。就这么办，给我拉走！赵玲玲更是被薅着头发往外压。啊！救命！救命啊！我真不认识什么孙小宝啊！救命啊！突然，一瞬间全都涌出了密密麻麻的警察。小混混直接松开拽着的赵刚，扭头就要跑。老大，条子啊！瞬间几个持枪警察直接冲了上来，枪口直指李冰和他身边那几个慌不择路的小混混。别动，双手抱头，全都蹲下，不准动，再动开枪了，蹲下。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我投降。同志，误会，同志，我是办证的，我就是个办证的，我姐夫也是警察，我姐夫。突然瞥见那面色铁青、按着手铐走过来的警察，顿时被吓得一脸懵逼。吴川见到自己这不务正业的小舅，也是气得牙根痒痒，直接上去把擒拿破手，将他两只手硬生生翻转过来。哎呀，姐夫，疼的，疼啊！我他妈办证的，你铐我干什么？姐夫，我没犯法呀，姐夫。哼，闭嘴！我是被你给拖累了，合着你帮人开临时身份证明，都他妈是用来骗钱的是吧？我还以为你是真好心帮助考试学生呢。进去了，老师交代问题，带走。我他妈就办个证而已，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难道之前抢学生钱的事也犯法？越来越想不通的李冰实在是不知道自己哪里漏了下，一个劲儿的嚷嚷着为自己辩解。姐夫，我是冤枉的呀，姐夫，我就是办证啊，姐夫。正当他撕心裂肺喊着的时候，突然看到另一个戴着手铐被压进来的身影，顿时愣得两眼发直，脸色发青。孙小宝，你他把老子给供了！老大，我也不想定，但我扛不住他们问的，他们问我就把咱们抢过学生和骗过钱的事都说了。我他妈把你当心腹兄弟呀！他们问你就说了，我还以为咱们几个里面你嘴最硬了，你全都招了，老子弄死你！你小子关进去也要跟我一个耗子，有你好果子吃，你出卖兄弟呀！舅舅啊，都是我害了你们啊！李林春突然不知道从哪个警察身后窜出来，直接大哭着扑上去。舅舅啊，我也不知道这些能办准考证的是骗子啊！一听到你们喊救命，我就赶紧报警去了。你没事吧，舅舅？我的好舅舅啊！赵刚被揍得全身皮开肉绽，一条好腿都特么快肿成大象腿了。乍一见到李林春扑上来，他顿时被气得涨红了脸，全身直哆嗦。就算他脑子再怎么木讷，这时候也已经完全反应过来，根本就是李林春把他们父女俩当诱饵了，故意送进来被那群小混混揍。你，对，都是我罪该万死啊！你骗子，挨千刀的骗子啊！看看你们给我舅舅打的，不当人啊！
啊！我舅舅要是有个3长2短，我饶不了你们。赵刚哆嗦了半天，愣是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全都被李林春的哭声给堵了回去。可眼看着近在咫尺的这小子干打雷不下雨，赵刚心里那个憋屈啊，气得直翻白眼，也是明白过来，这件事上这小子已经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了，就算是喊出来也他妈没什么用。我与小畜生，你给我等着！李林春听着赵刚好不容易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蚊子叫，差点没忍住直接笑出来。不过好在是他演技精湛。舅舅啊，你这半身不遂就别折腾了，不行就跟你妈一块住养老院去吧，让玲玲打工供你俩啊！我可是有些日子没去见我外婆了，不知道凤霞在养老院住得开不开心了。赵刚一听这话，顿时气得火冒三丈，这小畜生还不打算放过老太太，简直是畜生啊！他们赵家怎么就招惹了这么一条疯狗，甩不掉啊！警察同志，救救我舅舅啊！这边。看着几个警察七手八脚的将赵刚搀扶着抬出去上了急救车，李林春这才笑着露出大白牙，冲着好舅舅摆摆手再见。好舅舅，你安心住院，外婆那边我会替你去关照的，不用担心。只是这情真意切的一幕落在周围人眼，实在是被这浓烈的亲情所打动，这才是亲人啊！相比较于赵刚那肉体上的疼痛，赵玲玲承受的更是精神上的折磨。啊！别打我，我不办了，我不考了。哎呀，玲玲啊，不用怕，哥哥在这儿，谁敢欺负你？别怕，哥哥已经替你报警了，警察同志已经把坏人全都绳之以法了，你别怕，以后就跟着哥在厂子里好好干，争取月月当先进，年年当模范，咱们工人最光荣。我干，我进厂当女工，我不考了。不远处，女队长一边皱眉看向李林春那情深意切的模样，直觉上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忍不住看向一旁的周英男，轻声嘀咕：英男他们兄妹俩关系一直这么好吗？那为什么当诱饵这么危险的事情哥哥不做，让妹妹和偏瘫的舅舅做呢？那小子叫什么来着？这劫匪当的，你们还挺心细，办不了业务的就改成骗，骗不了的就改成抢，拿准了受害者不敢报警是吧？还有没有其他没交代的了？有，警官，还有我还能交代，是不是我继续坦白就能再给我记上一笔功劳啊？我老大还干了其他犯法的事，我都知道。行，坦白从宽嘛，你老实坦白，到时候多判你老大几年，给你也会酌情考虑的。我还有一个小问题想问问你，上午出考场的时候，你确定那个叫李林春的小伙子是直接就看穿了你们的骗局，毫不犹豫就向警察举报的，对吧？那就是说，他早知道你们团伙是骗人的了。是，那小子鸡贼的很，他一早就发现我有问题了，故意骗着我走到警察身边的，要不然我也不能被抓啊。但是我们老大真的能办证，他上面有人，愿意花钱的，真可以帮忙补办准考证，这不是骗人的。我们骗的都是那些一听就不可能做的业务，但还有傻子学生信，这种能做到的事，我老大还是很愿意赚个口碑的，毕竟出来混嘛。行。既然证据确凿了，也有证词，那就一切按流程办吧。辖区里有这么个团伙，能够一举铲除，对老百姓也是一件好事。不过，既然他们能做起来，那就说明群众有问题没得到解决。你让人联系一下派出所，派几个同事学习一下准考证的补办流程，还有临时身份证明的开证手续，去学校宣传一下，争取以后有学生遇到事情的时候，能第一时间想到我们。考试是一件大事，不能因为几个小证件被耽误一辈子。去吧。局长，还有一件事，那个李林春似乎在这件事里没那么简单。我问过那个孙小宝了，他说。周云生低头看着文件，听着几节将了解到的语情说了出来，突然嗤笑一声：知道了。意思就是说，那个李林春早就知道这个团伙可能是骗子，但还是让自己舅舅和表妹去联系了。但是根据那个孙小宝和李斌的证词，他们的确又有关系，可以办这个证。所以现在你也有点懵了，不知道那个李林春到底是不是故意的，对吧？是，直觉上我就觉得那小子在厂房里哭得太夸张了，还没落眼泪，很明显他那个舅舅还有表妹见到他表现得都很激动，8成是有隐情。那受害者有没有什么意见？他们指认李林春了吗？或者说报警了吗？啊，什么？受害者有要求，我们就替他们申冤做调查。可受害者自己都没有要求，有时候他们也未必需要帮忙。清官难断家务事，既然是一家子亲戚，难免就会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隐情。具体是谁受了委屈，不是用眼睛能看出来的，明白吗？做好分内的事就好了。明白了，那我去继续做事了，局长。赵刚的那条好腿也打上石膏，整个人疼得哼哼着躺在病床上。这父女俩倒是头一次这么安静，在李林春身上吃的哑巴亏多了，已经快要变成真哑巴了。哼，该让你们处心积虑的算计我儿子，吃亏了吧？现在你躺在病床上，你那个一直挑事的老婆呢？蔡金凤人呢？到头来你算计我儿子，我还要请假来伺候你，真不知道我是不是欠了你的。这些年花在你身上的钱，你想办法都得还给我，我还要留给我儿子的，明白吗？赵兰，你儿子真贪爱的很啊。说着，看到赵兰投来那凶狠的目光，赵刚也是彻底服了。他明白自己现在这副样子的确是硬气不起来了，只能老老实实的闭上嘴，不敢放什么狠话。与此同时，外面走廊里，李强愁眉苦脸的看着自己那嚣张跋扈的儿子，无奈开口劝说：“大春啊，差不多行了，你也出气了，杀人也不过头点地，这以后爸妈都会补偿你的。我俩赚的，那不都是给你攒的吗？现在你就骂那个挑事的坏人好了，咱们还是一家人啊！听话的，去小洋楼离医院近，你舅舅以后要做康复的，做好了还有机会恢复健康，手脚能活动。你呢，就先把这个小洋楼的钥匙拿出来，让咱们一家子还是搬回去住，这样也方便。”哎，你找什么呢？你要干什么？我特喵找块板砖给你刻个碑。滚！李林春直接将兜里的石头掏了出来，李强顿时被吓得条件反射一般向旁闪躲，目光惊恐的连连后退。你，我是你爹。这是医院，不要大声喧哗，吵了别人。同志，注意一下。听到没有？说你没素质呢，多少天没刷牙了，嘴里这么大威尔，还敢惦记老子房子？你前脚敢住进去，我后半夜就敢点火，不信你就试试看。
只是看了一眼李林春手里那块都盘出包浆的板砖，顿时觉得眼熟，总感觉好像就是曾经用来砸他的那块，一时间更是不敢继续多嘴。李建国欲言又止，目光还是忍不住的看向这已经连续第3天来自己家里的媳妇。从这儿子结婚之后，他们之间说过的囫囵话，也怕是一只手都数得过来。可是这些日子，赵兰和李强这两口子就特么好像是长在李林春身上一样，下了班就来，下了班就来。儿子，你看看这几件衣服合不合身？这衣服是从南边过来的，就是那种港岛电影里男明星穿的那种的，很时髦的。反正你现在也是厂子里的办公室主任，穿什么衣服都没人管你。这几套正合适，快换上试试看。不好看，退了吧。买衣服给我，那多浪费啊！不用，我穿你表哥家孩子穿剩下的就行。从小不都这么过来的吗？什么要新衣服啊？男孩子那么矫情干什么？赵兰堆满笑容的脸，听到这话也是尴尬的僵了一下。这的确都是他们曾经对林春说过的话，只是没想到如今儿子都长这么大，却还都记得清清楚楚。老李同志，我出门饭点事儿了。这几天厂子忙，不用给我留晚饭了。加班太晚，我就住厂里宿舍了。等我们厂子搞定这几个合同，把电商贸易的事情理清头绪，后面就能清闲一段日子了。吃不吃的跟你奶说，他非要给你留，我也没办法，早去早回。家里又不是没你房间，也不用提前留房。一听这话，赵兰更是全身火辣的难受，无地自容。在李林春小时候，一旦回家晚了，回家慢了，他外婆可都是要锁门的。小洋楼那边，别说是给李林春留饭了，晚了连门都进不去。李林春当然能听出老爷子的意思。行好，我再晚都回家睡，毕竟谁家好人能家里一来亲戚就把儿子房间倒出来给亲戚住，把儿子赶出去自生自灭的啊！我在赵家那房间不知道被多少来人的亲戚睡过了，床单都睡烂了，还是在家里好，家里我的房间永远都是我的。走了。大春，你去哪了？那妈明天下班了再过来看你。我特喵去养老院看看你妈，她儿媳妇都跑了，还特么心那么大养老呢。凤霞估计一个人挺孤单的，我替你们去尽尽孝心。此言一出，赵兰瞬间被吓得脸色煞白，猛地一拍大腿，坏了，去找他外婆了。李强，赶紧跟我去救我妈啊！轰！你们看那老刘太太，她那什么，儿子是铁厂的工人，还是个扛大包的苦力，儿媳妇拖着俩孩子也没工作，一家子穷酸的哟，天天净往这疗养院跑了，恨不得一个月来8回，这就是没出息的孩子，天天只能围着老人转，一辈子也没见过什么大世面。孙凤霞尖酸刻薄的嘴脸，死死盯着那边孙环绕，幸福的老太太忍不住的啐了一口唾。旁边同样在乘凉的老太太闻言，也都露出一副的确如此的表情，更有捧臭脚的艾达强笑呵呵的看向孙凤霞。孙姐，你儿子听说是个官家小领导啊，那平时肯定工作忙的嘞。是啊，还是孙姐的儿子有本事。孙姐住的可是咱们这疗养院的中级房间，是有退休金的嘞，我们这些自己交钱的比不上。孙姐的女儿听说也是个国企员工，铁饭碗。是啊，孙姐还有个孙女是要考外国大学的。孙凤霞听着周围那些被儿女送进来的穷酸落魄老太太恭维，心气儿更是直接飘了起来。早知道在这疗养院里装逼这么成功，她早就进来了。那是，你们怎么跟我比呀？我那是工人阶级，早30多年前我就进了国营厂了，我是正儿八经给官家做贡献的。我儿子那是官家部门的大领导，外面什么企业家、什么大老板，那都得听我儿子的，在我儿子面前蹦跶不起来。我儿媳妇有编制，女儿女士那全都是正式编制员工，铁饭碗。他们平时那多忙啊，忙的都是大事儿，我自己有手有脚的，还有退休金，我都跟他们说了，千万别为了来看我耽误了工作，一切都要以为官家做贡献为主，先有国后有家，我们家孩子那都是讲奉献的。说着，孙凤霞更是再度鄙夷的瞥了一眼远处那边孙环绕，笑得都合不拢嘴的老太太。那种小老太太儿孙都没啥出息，都是干苦力的，天天往他这跑，还不是图他那点棺材本，那能是真关心他？我们家就不一样了，孩子都忙工作，都是领导，我可不需要孩子天天围着我转，没出息。还是孙姐觉悟高啊！就是，怪不得人家能把孩子培养成领导呢，太厉害了，孙姐！要不说这没本事的人才把孩子拴在身边呢。孙阿姨，家里有人来探望你了。那，你瞧瞧，不让他们来吧，他们还非要来，真的是多忙啊！快来，我看看是谁。凤霞，你还活着呢！哎呀，你儿媳妇跟野汉子哪爷？哎，孙姐，你去哪啊？这是谁呀？你孙子啊？孩子来看你，你怎么着急上厕所啊？孙凤霞猛地被拽住，哆里哆嗦的挣扎起来，就差直接原地骂街了。她是万万没想到，个把月也没个人来看她，这第一个来看她的竟然是李林春这个小可爱，指定不是来干好事儿的。凤霞，你这是去哪啊？见到大外孙来看你不高兴啊？你儿媳妇跑了，就在上礼拜你孙女高考那天。哎呀，家里出这么大事儿，你怎么还有闲心在这儿养老啊？你儿子我那好舅舅赵刚工作都没了，被人家单位开除了，气得脑中风偏瘫，拉屎拉尿的，没人伺候啊！你不赶紧回家照顾你儿子啊？此言一出，老头老太太和护工坐等吃瓜。你小可爱，你放屁！不是他说的这样，我儿子没出事，我儿媳妇也骗人跑，他瞎说的。他瞎说的。哎呦呦，不知道孙姐家里出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还有闲心在这儿养老啊？就是啊，他儿子不是领导吗？这怎么被开除了，还偏瘫了？拉屎拉尿没人伺候呢，儿媳妇跑了。啧，这大外孙也是真不孝顺啊，直接点名道姓的喊他凤霞，真是造孽哟。听着众人的嘲讽和嗤笑，孙凤霞简直感觉自己的老脸被人踩在地上践踏，这比让人揍他更让他难受啊，恨不得原地嘎了，从来没在这个世界上出现才好。你们放屁，他在瞎说，他瞎说啊！李林春早就想来敲打这个妖婆了，还真以为自己逃到疗养院来就能一养天娘。上一世他可是没少在外人和亲戚面前变着花样的损他的大外孙，更是把他贬低的一文不值，当成家里的贼来防备。如今自然要一报还一报了。我说凤霞啊，你不能看着你儿子半死不活的撒手不管啊！上
上礼拜高考，你孙女赵玲玲连考场都没进去啊，直接被堵着要债的工人揍得门牙都掉了，衣服都扯烂了，压根一科都没考。别说是出国留学了，国内大专她都考不上啊。是什么？你说什么？是不是你害得你妹妹参加不了高考？你周围那些看热闹的老头老太太也都一脸惊讶，忍不住嗤笑，议论纷纷。哎呦，考场都没进去，还一中状元呢，这回是不用去美国读世界名校了，读家里蹲吧。啧，这老孙太太是真能胡扯啊！家里都破成这样了，怪不得没人来看他呢。众人的嗤笑和议论声，简直击溃了孙凤霞心里最后一道防线，气急败坏的冲着面前那一脸无辜的李林春破口大骂：你肯定是你，一定是你害的，对不对？你个小可爱啊，小可爱啊，那是你妹妹，你怎么能这么害怕？凤霞，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现在可是你最有出息的外孙啊，以后这个家都要靠我了。你看看，你儿子偏瘫又被人打断一条腿，现在出去给人干3弦都跑不了场子，赚不到钱了。你孙女赵玲玲考不上大学，现在在厂子里当缝纫工呢，踩的缝纫机都冒烟了。你儿媳妇无情无义啊，在考场门口就扔下你儿子和孙女，跟着小伙子跑路了，至今未归。你说你还有什么指望？凤霞啊，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的，我今天就是来接你出院的，赶紧回家给你儿子端屎端尿，伺候他吧。凤霞，别愣着了，收拾东西，跟我走吧。你住哪一间啊？以后没得住了。你儿子也不赚钱养家，以后你那点退休金都得给你儿子买药买尿垫。赶紧的，我跟你一块收拾，你哪能在这里面享清福啊？你没那个命。李林春毫不掩饰对孙凤霞的贬低和嘲讽，这妖婆和该命里有一剪，那就是他这一剪。我不走，小可爱你放开我不走，我这辈子就没伺候过人。那不是还有玲玲吗？还别让她自己照顾，你放开我不走啊！你们别光看了，拦着她啊！救我啊！我不走，我不离开疗养院，我不想走啊！王五太太、钱姐、老王大哥，你们来帮我一把了！孙凤霞往日里吹牛逼塑造出来的一家子儿女有出息的牛逼身份，此时此刻，所有伪装都被彻底撕碎，再也没有了吃牛皮的资本，沦为所有人眼中的笑话。大春，你要干什么？松开你外婆！兰子，舅妈啊，你儿子他疯了！行啊，你说放就放呗，反正是你亲妈。妈，你有没有事啊？妈。不走，我不走，我不回去，我不走了。一旁的几个老太太也是暗自偷笑，躲在边上看热闹。老刘太太此刻却是贴脸开大，直接好似关心一样靠近些，皱起眉头。孙姐啊，孩子来接你，你就回家呗。你看看我儿子给我买的点心，都还没吃几块呢，都被你撞洒了。你这是干什么？就算是你儿子偏瘫了，那也是你儿子啊，省得你在这儿这个瞧不起，那个瞧不上的，都没你儿子有出息。我们家儿子就是个干苦力的，天天围着我转，可也好过是被单位开除，还落了个偏瘫啊。自己儿子你自己不心疼，谁替你心疼啊？赶紧回去吧。要你们管，你们这些穷鬼一辈子都是穷鬼。就算儿子靠不住，我也有钱，我自己有钱，我有退休金，我想住到什么时候我就住到什么时候，不用你们管。说着，更是直接恶狠狠地看向不远处没赶过来帮忙的几个女护工。你们都瞎了吗？我花钱了，就是让你们在一边看着的吗？一群穷打工的，你们不就是拿钱代价伺候人的吗？乡下人臭打工的还不过来服务我，我不走，我死也不走。乍一听到他这话，几个女护工顿时脸色难看了起来。可毕竟是拿工资办事的，几个护工也要装样子，急忙上来帮忙搀扶着老太婆。大春，你到底要干嘛？爸妈已经补偿你了，就算是冤枉过你，小时候让你受了点委屈，你也应该懂事了。你到底要把这个家折腾成什么样才能罢休啊？一枚熟透了的西红柿当着所有人的面化不当空，狠狠地砸在了毫无防备的孙凤霞脑门上。什么？这是什么？我受伤了，我头破了啊！那小可爱拿着什么打我啊？我头破了！赵兰虽然也被吓了一跳，看着亲妈脸上那一滩夹杂着绿色果子的红色番茄汁，瞬间气得她脸色煞白，扭过头来看向那一脸得意的李林春，破口大骂：李林春，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还是不是你妈了？你要不是我妈，我扔的就不是西红柿了。今天额外照顾你妈，我也算尊老爱幼了。不过也就是看在污蔑我的那件事，你们从头到尾不知情而已。要不然以赵刚的待遇，你妈脑袋早就炸了。吃老子一西红柿！没等赵兰反应过来，李林春毫不犹豫地再度出手。板砖他不能大庭广众地用来砸这个老妖婆，但西红柿的侮辱性更强。可孙凤霞的脑袋挨了2记重击，仍旧是被砸得嗡嗡响，眼冒金星。造孽了！我们赵家这是干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出了这么一个不孝顺的小可爱啊！供你吃，供你喝，我们赵家还供出祸来了！小可爱啊！李强这时候看着自己媳妇儿和老丈母娘挨个遭受红脸轰炸，也是欲言又止，脸色难看的试图劝说李林春这个番茄喷射机。大春，你有你说话的份儿了，你特么也给我滚！好嘞，弥补你妈弥补，老子用你弥补了，知道老子不好惹，以后就他妈滚远点，别在老子面前晃悠。老子看不上你们2口子买的那堆破烂玩意，以后你和李强再他妈敢来招惹我，你妈吃的就不是番茄了，别恶心我，老子用不着你们弥补，滚！舅妈给舅舅买了一顶绿色的帽子，还找律师跟舅舅离婚分家产，却被好外甥一套中式按摩。前2天刚看过外婆后，回厂就和孙云一起搞钱。正当2人让这办公室里的温度急剧上升的时候，副厂长徒弟，门口有人找你。怎么了，保卫科长师傅？又有人来咱们厂里学习了。孙云见到突然进来坏了自己好事的周强，顿时脸色更红了。那有个姓王的律师说是替什么蔡金凤女士来给你送律师函的，要跟你打官司，被我拦在门外了。李林春一听这话，瞬间眼前一亮。蔡金凤，好啊，我的好舅妈还敢回来啊！我还以为她当失足少妇去了呢，赶紧请进来。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我可是律师，警告你们不要胡来。王景福麻木眼睛，哆里哆嗦的看着四面八方围上来这群才男，万万没想到自己只是来送个律师函，却好似羊入虎口一样，压根还没看到被告人李林春呢，竟然直接被一群凶神恶煞的女工团团围住。哎，王大律师，你不是要起诉我们副厂长吗？副厂长在忙，一会就来了。这不，厂里的同事们听说你要起诉我们副厂长，特意来看看你。放心，咱们厂的女工那是最抢手的，持家工作那都是一把手，早就名花有主了，看不上你。猛地一出，人群中瞬间传来一阵哄笑声。厂里的女工，尤其是上了一些年纪的，那聊天扯段子的尺度，可是比一些老爷们更厉害的。他们什么家伙是没见识过，早就过了是害羞小闺女那个阶段了。律师函明明可以有利的，自己却想要先一步来会一会这个被告，看看对方的斤两。可现在只怕是自己保得住裤子保不住命，晚节一损啊！李林春，我是来送律师。突然身后的人群里探出来一只手，直接将他手里的律师函瞬间扯走，猛地回头去找，下一秒就变成满地碎纸屑。那是律师函，不能撕，还我公文包。此时此刻的王景福被吓得满头大汗，却浑然不知身边这群女工到底是什么时候考正经，让他连转身都开始有些费劲了。你们干嘛？我是律师，你们这是犯法，犯法的知不知道？让李林春出来见我，我是原告的代理律师，我要起诉他。没等他嚷嚷完，突然一只手探出来，十分熟练地扣动了王景福腰间的皮带，啪嗒，王景福只感觉裤腰一松，裤子直接吞到膝盖，露出里面的蓝白条大裤衩。是些女人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么调戏一位律师？我要起诉你，你还有你们。切，就你还当律师呢？胆子没有我儿子大呢？不光是胆子，我看那玩意也没你儿子的大啊！还起诉我们副厂长，小李能输给你，那都是瞎了眼了。王景福听着周围这群女工叽叽喳喳的讨论着，压根不避人啊，直接吓得他脸色煞白，急忙双手死死地拽住自己的裤衩。你们不要乱来，小心我告你们！你们这群没文化的妇女，这是犯法的，都给我住手，把东西还给我，不准扯我裤衩皮筋儿！我是来送律师函的，严肃，你们给我严肃一点。喂，那个律师，你来起诉我什么啊？别以为我不懂啊，律师函那就是一张废纸，有本事你直接去法院起诉我，送传票来啊！蔡金凤是花了多少钱雇你的？不会是税后支付吧？有屁赶紧放！真要想起诉我，就让蔡金凤自己来，别躲在外面偷偷摸摸的，丢不丢人啊？告诉你李林春，别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法律的制裁。我代表为当事人郑重警告你，赵家小洋楼的继承权，我当事人依法享有。现在对赵刚提起离婚，那房子至少有1/4是我当事人的，劝你立刻将房子应属份额归还，否则……王景福提上裤子，抱着公文包，一路跑到大门口，否则咱们就法庭上见。一边跑还一边叫骂：粗俗，一群悍妇，姓李的你给我等着，咱们法庭上见。赵玲玲显得有些若无实事，自己的亲妈叫律师回来，只是打算讨要房子，亲妈仍旧没有为她考虑过，一心只想离婚，分割财产，拿到小洋楼。煞白的脸色下，泪水遮蔽了视线。突然，快叫救护车！我的好妹妹啊，伤哪了？哥哥来晚了。哥，我想我妈了，我妈她不要我了。快让我看看伤的什么样了。你放心，在厂子里受伤的所有医疗费，厂子全包，康复之前全都带薪假期，你就安心养伤就行了。哇哦！此言一出，跟随着赵玲玲一起来医院的吴姐他们一众女工瞬间目光发亮，忍不住连连点头，心里对厂子的归属感不由得又上升了几分。太人性化了，没见过这么好说话的厂长。谢谢哥，副厂长。正当赵玲玲伤心的时候，外面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慌乱的声音：玲玲，你在哪？妈，什么当妈的？1个多月不见，现在孩子受伤了，知道着急了。就是那么久不回来，一个脸都不露，就知道分房子离婚，怎么有这种妈？李林春再度听到自己的好舅妈的声音，瞬间心中一喜，来了，当即拿出板砖，咬牙切齿地往外走。你特么可算是来了，有你这么当妈的吗？乍一见到李林春要动粗，顿时吓得面如絮子，疯狂摇头。别，大傻春，你把我闺女怎么了？你要干什么？我们一家被你折腾的还不够惨吗？金凤啊，你这话可就太没良心了，1个月啊，整1个多月啊！家里我舅舅偏瘫，我妹妹高考失利，你婆婆进了疗养院，一堆烂摊子全都是我和我爸妈帮忙收拾的。这家要是没有我，早他妈散了。你倒是拍拍屁股就跑了，一回来也不知道关心你老公，看看你女儿就要跟我打官司分房子。天底下有你这样当妈的吗？今天我就替我舅舅和我妹妹好讨个公道，说你是不是跟那个姓王的律师跑了？我告你诽谤！背后突然一声爆破，王景福提着裤子从后面跌跌撞撞追上来。你小子不要乱说话，我当事人完全可以告你诽谤，我是律师。还他妈说你们是清白的，裤子你都还没提好就来了，说我舅舅的绿色的帽子是不是你买的？是不是？敢给我舅舅买绿帽子，我今天就要替我舅舅教训你们这对。说到底透没透啊？我没有，我不敢认。那就是透过了。王景福还没见识过李林春凶狠的他，仍旧不知道害怕是何物，大庭广众，他还敢动手不成？急忙举着手冲上来，试图护住蔡金凤，展现自己的英勇风采。住手！爱情是不违法的，男欢女爱，人类本能。听到他这句话，不少看热闹的吃瓜群众瞬间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逐渐鄙夷，果然是偷情的狗男女，各种议论声纷纷传了起来。真是好外甥啊，亲自替偏瘫的舅舅出头，这个女的真狠心啊，该打。世上像这小伙子一样正直的人不多了。呸，还爱情不犯法，脸呢？王景福听到周围的议论声，瞬间面红耳赤，下意识的就抬起手来指向那些看热闹的吃瓜群众，破口大骂：谁说的？你们谁说的？我是律师，我告你们诽谤了。你敢承认，那就是透过了。
李林春抓住了把柄，毫不犹豫，一记窝心脚重重撞在墙上，瞬间被一股憋不住的屎意浸透，直接被一脚被踹出屎来。李林春看到这谋划污蔑自己的罪魁祸首，心里怒气瞬间找到了宣泄点。一声闷响，蔡金凤咣当一声摔。别按我了，都是王律师，是王律师非要，他非得要啊！我没钱找他打官司，他非得要，我才给的啊！他要你就给了，他要你就给。我舅舅被你们气得偏瘫，还在家里瘫痪着，治好了都他妈流口水呢。你们两个玩上真爱了，老子今天绝对不会放过你们！女儿在工厂手被极其割伤，妈妈一点不关心，却带着男朋友逼迫女儿指认大外甥打了她。没想到大外甥还是一言不合就开了。我不告了，我不告了，我就是来看看玲玲的，我就是来看玲玲的。金凤，你是一点人事儿都不干啊！先是撺掇你老公跟你老婆婆分房子分家，想要独占你老婆婆的小洋楼，又他妈让你闺女去医院污蔑我偷看女澡堂，搞臭我的名声。现在又扔下你偏瘫的老公，考试失利的闺女，不管不顾跑去找隔壁老王玩爱情。你敢打律师啊？我要告到你倾家荡产！李林春行侠仗义这么多次，还是头一次被猪给崩了。还没等王景福扑上去，一声呵斥突然从门口传来：“别动，放下手里的凶器。”不是我是律师，我是律师啊！竟然有人早不报警，晚不报警，偏偏这个时候报警。王景福他手里捏着凶器，警告第一次，放下凶器。王景福看着一边被揍得满地爬的蔡金凤，又看向昏迷不醒的李林春，一瞬间憋屈到了极致。我什么时候拿了凶器了？我一边语无伦次，他一边伸手指向那些看热闹的住院患者和医生护士。他们都看见了，不是我。我们看见了，就是他把那小伙子摔在地上的。对，就是他睡了人家舅妈，人家舅舅还在家偏瘫呢，还说自己是律师，偷情不犯法，警察同志抓他。王景福一听这话，差点被气得直接吐血。不是我是睡了，但是眼看着那群吃瓜群众都不替他说话，王景福瞬间崩溃了。真不是我都被踹出屎来了，我才是被揍的那个。我是律师啊！情绪崩溃之下，王景福已经失去了理智。姐姐此刻也是神情紧张起来，目光越发警惕和严肃。我警告你第二次，放下凶器，接受调查。暴力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放下凶器，谁对谁错都有办法解决，我来帮你。警察同志，你要信我啊！我真的是律师啊！老实点，不要乱动。好，警察同志好样的，太厉害了！这姐姐好厉害啊，抓住这对奸夫淫妇，他们太可恶了。那小伙子没事吧？受伤应该挺严重的，赶紧救救那小伙子。是他，这怎么会在这里碰见李林春呢？又是这小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谁认识他吗？他叫李林春。你们谁知道他为什么他和另外2个人是什么关系吗？知道啊，那边趴着那女的是他舅妈，那说自己是律师的男的是他舅妈的奸夫，他是替舅舅出头的。对，这是个好外甥啊！舅舅偏瘫在家，舅妈跟人跑了，还回来分财产，好外甥挺身而出啊！他还是送他妹妹来医院看伤的，他妹妹在肠子里切了手，在那边治疗室呢。啊，他是为了给他舅舅出头，你们确定？看到周围吃瓜群众们一致点头动摇，姐姐更是一脑门子雾水了。难道自己上次真的是怀疑错了，误会他了？小李，你没事吧？他可是抓贼上过报纸的见义勇为英雄啊，他怎么会被打伤呢？警察同志，这是我们副厂长，赶紧救人啊！姐姐原本以为这小子为舅舅出头已经是很炸裂的事情了，可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还是这群女工口中见义勇为的英雄，厂子的副厂长，这么年轻。一时间，姐姐更是一脸的茫然。啊，这难道我真误会他了？医生，怎么样了？伤得严重吗？都没什么事儿，那个男的除了拉在裤裆里之外，也没啥伤，就是被你摔了那一下，有点关节损伤而已。嚷嚷的中气十足，一看就知道没啥问题。那个人呢？那个年轻的李林春，他是伤到哪了？怎么还不醒？是不是伤得最重？有可能，从检查结果上来看，那个李林春应该是磕到了脑袋，额角有破损流血。如果没有脑震荡的话，应该早就醒了，或者说压根不会晕过去。看现在这个情况，昏迷这么久也没有清醒的迹象，初步判断脑震荡，严重点脑损伤也有可能。人没醒，不知道其他症状，我也不好判断是脑损伤还是脑震荡，但理论上肯定比另外2个人伤得重。姐姐听到这话，心里不由得下意识的担心起来。上一次还怀疑他是故意害自己舅舅和妹妹，没想到他竟然会主动替舅舅和妹妹出头，教训出轨的舅妈和奸夫，离了大谱。而且李林春这么年轻，竟然会是一家成衣厂的副厂长，还是办公室主任，还上过晨报的见义勇为英雄。一时间，姐姐心里也有些过意不去，自己主观臆断，似乎误会了李林春。人呢？你们人呢？听不到我在里面喊吗？我是律师，我要告那个李林春人身伤害，我要告他诽谤罪，坚决不和解。人呢？他人呢？你们警察是干什么的？不抓他，反而抓我，我要连你们一起告。派出所同志们采集的口供里，9成9都是帮李林春说话了，似乎就是一个奸夫淫妇贴脸跳脚，结果被当事人的好外甥欺负，与他们理论，当场动手的互殴案件。王景福是吧？律师，哼，我现在正式通知你，被害人李林春疑似脑损伤，符合经伤判定标准，依法对你进行拘留。现在不是你愿不愿意和解的事情了，你应该祈祷的是对方没有真正的脑损伤，还能醒过来，说不定你们还有赔偿和解的可能。但是在受害人李林春苏醒过来之前，依法对你进行拘留收押。王景福瞬间傻眼了，惊恐的瞪大了双眼。不是什么？他怎么能脑损伤的？我才是受害者，我的当事人才是受害者。你们是不是收钱了？你们懂不懂法律？我是律师，我要起诉你们。另一边，已经完成了手掌伤口缝合包扎的赵玲玲，眼睛哭红了眼，在吴姐他们一群同事的搀扶下，从治疗室走了出来。王景福见状，立刻好似抓到了救命稻草一般。你是玲玲吧？我是你王叔叔啊，金凤，当事人，你闺女在这儿，你快出来让你闺女作证啊！
玲玲，你受伤了，玲玲，妈妈来看你了，听你王叔叔的，你把真话告诉警察啊！赵玲玲看着没有一句关心，上来就是让自己配合那个隔壁老王的亲妈蔡金凤，心里瞬间冰冷到了极点。自己能有今天，全都是拜亲妈所赐。现在她竟然还只关心那个混蛋律师，顿时气得她咬紧牙关挤出一句话：告诉警察什么？告诉警察，李林春那个小畜生是怎么打妈妈的，他是怎么害你的？咱们家有今天都是李林春那个小畜生害的。你王叔叔是律师，他会帮我们的，他还会帮我们把房子要回来。说啊，全都告诉警察啊！此言一出，我姐他们几人全都气不打一处来，怒目圆睁。你说什么？你才是畜生，自己老公和孩子都不管，跑出去跟野男人鬼混。我们厂长他没毛病，小李见义勇为，不可能被你污蔑。姐姐的目光也落到了赵玲玲的身上，她也想听听这个受害者是怎么说的，自己到底有没有判断错误。你叫赵玲玲是吧？还记得我吗？说吧，想说什么就说。赵玲玲抬头看向姐姐，又看了一眼满眼期待的亲妈蔡金凤和那个给她爸爸戴了绿帽子的混账律师，红着眼咬牙切齿的开口：我不知道，她不是我妈，我哥根本就没做过什么。什么？你怎么会不知道？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我是你妈，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李林春那个小畜生把咱们家害惨了，你知不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你说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是你抛弃了我和爸爸，现在每天都是我给爸爸端屎端尿，是我姑姑给我爸擦身体。你呢？你和那个姓王的律师跑了，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你还敢动手？松开！你再碰一个试试，天底下怎么有你这么恶毒的亲妈？让开！我才是你妈，你为什么要帮李林春那个小畜生？谁把你害到今天这一步？你不知道吗？白眼狼，你们赵家全都是白眼狼，你装什么可怜？这都是我教给你的，你现在用来帮李林春那个小畜生说假话是吗？我怎么会有你这么蠢的女儿？你的一辈子不应该是这样的，你让我丢脸啊！没什么事，你们可以离开了。不准走，不准走！你回来把话说清楚，我才是你妈，玲玲。金凤，找我弟，找我弟呀！你的房子我还能替你打官司，你要先救我。蔡金凤，是你吧？跟我哥搞到一起去的那个没离婚的绝望妇女。你是？王景路，商业法律顾问，比我哥那种穷酸失败的民事律师有点钱的正经律师。对于民事诉讼这块，我接触的不多，我也不在乎他被判什么罪。但毕竟是我哥，我还是要想办法捞他。他说已经让你来找我了，没告诉过你我的联系方式吗？没有说过，你有办法？没有，但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你是打算站在这里跟我畅聊吗？知不知道我在企业里当经纪顾问，他们要给我多少钱？别浪费时间，上车。王律师，你慢点说，我没搞明白你什么意思。你来找我捞律师，你没搞错吧？那这律师都把自己弄进去，捞他干嘛？养废物啊！还有这，你都带了一群什么人来我这儿？什么意思？王律师，我闺女都被那小畜生送进去蹲少管所了，她在里面得吃多少苦啊？你说只要你有办法，我就帮你，一定让那小畜生付出代价。用我家的饭店拆迁安置来威胁我，到头来还是把我儿子送进去蹲少管所了。那个孙磊，他和那2个小畜生是狼狈为奸。王律师，你说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我已经打听清楚了，那个叫李林春的，就是在凤翔城一厂当办公室主任，还挂名副厂长。之前那个孙云卡着我们家做服装批发的纹路，威胁我们签和解书。可我儿子呢？谁和解我儿子？王律师，你肯帮我们，我们就一起帮你搞他。我豁上去赔钱给同行，我也要搞垮他们厂子。刘老板，我们家老赵什么下场？你也看到了，你儿子、我闺女挨了多少揍啊！工地被人举报，你酒店请客吃翔，3个的孩子在学校吃的更多啊！还有你兄弟刘向东吃的最多，你看看这些照片，我都留着呢，都是证据。够了，我看明白了，王律师，你这是把被那小畜生搞过的人全都拉到我这儿来了？怎么想让我们帮你搞那个李林春，然后让他松口，把你哥捞出来？你利用我？刘老板，金地项目你亏了多少？恐怕只有你自己清楚吧。当然，对你刘老板来说，一点点罚款算个屁啊！重要的是孙磊从南边绅士那边请来的大老板站台，要抢你的市场，对吧？这在圈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一旦让他做成了，将来领导只会更信任他，更支持他，更注目他。到时候你这向前地产也就没啥买卖了。难道你不想在城中村项目上搞点动静出来，东山再起，最后一搏？王律师，圈里人都说商业案件你最专业，果然是脑子够灵活。那你是已经有办法帮我搞掉孙磊的城中村项目了？只要你能帮我把这项目搞到手，别说是捞你哥，将来我整个集团的商业案件全都交给你来代理。说吧，怎么做？饭要一口一口的吃。刘老板想要搞定城中村的项目，从拆迁户入手，当然是最容易的。只要让他孙磊没办法在规定时间内搞定所有拆迁协议，那他就得滚地。作为上户市实力最强的地产公司，领导肯定要来找刘老板你解决麻烦，所以先给孙磊施压，通过他这边让那李林春知道厉害。周局，人还没醒啊？没有。不过医生说各项生命体征正常，应该没什么大事，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基本能确定是脑损伤了，要不然不会昏迷这么久，足足从一早躺到晚上，真够让人着急的。听到这话，姐姐也是一阵失落，点了点头，内心感觉自己冤枉了李林春的愧疚越发浓厚了。自己怎么会怀疑他是假晕呢？爷爷教你的格斗术呢，打到30、60的，你一点都没用啊！这么大小伙子，这么棒体格子，还能被人打成这样，你小子真丢人！哼，武松都有打短的时候，更何况我孙子还没有害人之心，被人偷袭也是不小心，等起来了再打回去就是了，不能吃亏。哎，
老李啊，大春这事儿已经依法去办了，打人的造成轻伤的，那是够拘留的，你们就别操心了，交给警察就好了。哼，我说过不信警察的话了吗？你们干你们的案子就是了。我孙子躺在这里，又不能出去害人，真正害人的还在外面溜达呢。我说2句话还不行吗？啧，哎呀，老班长，你这是从哪说起啊？那打人的律师已经被拘留了，没有大春签字的谅解书，他肯定被提起公诉，到时候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哪有人在外面溜达？老周，话不是这么说，他们为什么打人啊？还不是大春那个不知廉耻的好舅妈偷汉子，还敢回来分家产？他不是还在外面溜达吗？谁知道他是不是又在存心想什么办法害我大孙子？这男女关系乱搞，以前都违法，什么时候竟然不违法了？要我说，只要是乱搞关系的，不管男女，全都枪毙，世界上也就没那么多事儿了。周云生听到这老两口一致对外的口气，也是被对的哑口无言，张了张嘴，也只能无奈叹气。行对，你们说的有理，我今天也不是以警察的身份来的，那我也算是大春的爷爷，我过来看看不行吗？嫂子，老班长，这人也不是我打的，对不对？你们别冲我啊！一旁姐姐见到局长都这么卑微，也是一脸愧疚的连连点头。是我来的太慢了，当时我刚到院里，他就昏迷了。不过当时那个律师还拿了凶器要动手，我直接就给他一个过肩摔扔那了，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行了，也不是冲你们，大春这孩子身体好，医生也说了没事的，不用你们在这操心了。走了，回家睡觉。周云生也是没反应过来，下意识的就跟着俩人往外走。然而正当此时，站在原地的姐姐却是一脸懵逼的看了看床上人事不省的李迎春，又看了看3位老同志的背影，下意识说出了口：哎，不是，你们不留个人陪护吗？刚走到门口的3人都有点僵住了，下一秒，李建国一拍脑门，直接回过头来，好奇的看向周云生。这丫头不是你们警察派来帮忙照顾受害者的吗？我还以为她留下来陪护呢。于桂芬沉默着没开口，索性直接走出病房。周云生恍然大悟，连连点头，随即回过身来看向一头雾水的姐姐。对，小季呀，我叫你来就是顺便陪护一下受害者的。你看，这我们仨都是老同志，也不能让我们熬夜照顾人吧，你辛苦一下。那丫头反应挺快，怪不得喜欢当警察，有前途，好好培养吧。这么较真儿的丫头，在这守一晚上，遭罪了。我不过问了2句话，那医生就全交代了。不过他说的也没错，病人不爱起来，那就是有脑损伤的可能，也不算作假证。现在好像里里外外，就季节这丫头不知道了。下午他们厂里不还是来了好多人吗？一个都没留下，看样子就是都知道了。这丫头心里太直，吃点亏也好。走了，年轻人以后有的是时间睡觉，我们老了就不能熬夜了，回家。哼，3个老同志耍人很好玩是吗？那就别怪我了，看你们大半夜的，要不要爬起来再跑一遍？周局长，你快来啊！来医院，不好了，李云春出事了，你快叫成太爷爷奶奶来啊！来不及说了，快来！太暴力！啥事儿啊，能把你孙老板急成这样？不过也幸亏出事了，你要是不来，这一晚上我还不知道怎么熬呢，还得是你啊！是城中村项目拆迁那边出问题了，原本是拿9万的签约会，直接被陈志强带人给彻底搞砸了。不仅他不签，还连带着剩下的那些签约户全都反悔了。我是硬生生被他们从会场赶出来的。全国上下干过拆迁项目的也不少了，但还从来没听说过有我这么狼狈的。陈志强，之前6中那个欺负局长孙女的小子陈鹏，他爹不记得了。想起来了，那老小子他儿子不都去蹲少管所了吗？还敢来找事儿？之前他不是求着你一定要拆他家饭店吗？怎么现在又不想拆了？小李啊，要是这个项目拆迁就搞砸了，以后上户市的地产也就没我们的份了。那个陈志强8成就是故意的，太他妈缺德了！他们要是都不签合同，这拆迁就没办法继续下去。只要能对付他们，什么办法我都用，都听你的。以后只要我赚钱，就永远都有你的份，你就帮帮我吧。别催，我在思考。不停地回忆起上一世见识过的黑心资本家用过的拆迁手段，犹豫着看向孙磊。我有一计，但是可能有点缺德啊，你确定？别说是有点缺德，就算是缺了大德，那我也要用。缺的德算我头上，你尽管说。那我就说了，我们把城中村的电线拔了，水管掐了，让他们断水断电，无以为继。然后，不行，这会不会有点太不是人了？没水没电，这个换一个，你肯定还有办法。他是不在乎缺德，可感觉这未免有点太缺德了，超出他的道德下限了。也是，那我还有一计，趁着半夜找几个工人去把他们那些反对住户的玻璃砸了，往里面泼大粪，让他们睡不了觉，住不下去。然后泼粪打砸也太狠了点，这换一个。也是，这太缺德了，不像是我的风格。说着，李迎春的脑海里不由得再度搜索起上一世这些开发商用过的暴力拆迁手段，跟踪他们孩子，恐吓勒索，这犯法。搞几卡车垃圾过来圈地围堵，断了他们后路，或者半夜趁着他们睡着，找工人进去把他们拖出来，直接挖掘机开进去强拆。不行，这也有点黑心了。乍一听到他嘴里嘟囔的主意，瞬间被吓出一身冷汗，每一条都让他忍不住哆嗦。这特么是人能想出来的拆迁办法，太他妈缺德了！又让他再一次庆幸，幸亏当初没有彻底和李迎春闹掰，搞到对立面上，要不然这些招数连带着之前的手段，只怕都要用在他身上。那个小李啊，我刚刚可能是这个说了一点点大话，我或许没那么缺德。咱们有没有什么就是不太激进的办法？我只是想拆迁，不是跟那些拆迁户有仇，顶多是想要教训一下陈志强他们那些故意作对的人，让他们吃点亏就行。但是让其他拆迁户还能签字，别闹得太严重，有没有温和一点的？有预算，我可以多给你批100万的拆迁预算，只要能搞定他们，让他们签合同就行。但是补偿价格真的不能再高了，已经到顶了。
李林春眼见对方撤回了一条想要缺德的申请，也只能无奈的叹了口气。有时候黑心起来，事情真的好办很多。最起码他说的这些缺德手段，上一世屡见不鲜，也是履历战功。就算他们不用，后来居上的开发商们也会用的飞起。放心，已经有办法了。听你的意思，原本能有80%多的拆迁户都已经同意了，就是那个陈志强领着10几个人出来反对，才搅黄了的，对吧？那就对症下药，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只要能瓦解陈志强和他那10几个跟班，那就能解决问题了。100万用不了那么多，等我召唤一下特种情报部队来帮忙，保证3天之内解决。特种情报部队这点事还能请得动部队？孙子，没事吧？你们怎么来了？我没事啊，我有什么事儿？你看看，这不是好好的吗？我就说那丫头肯定是故意逗你玩的，你这还当警察呢？是不是该退休了？大孙子真没事啊，吓死奶奶了！我就说你早就醒了，怎么可能会出事呢？老周，你看你一惊一乍的干什么？周云生此刻看着一脸懵逼的李林春，瞬间明白过来怎么回事了，一张老脸也是彻底丢尽，完完全全被手底下的小姑娘给耍了呀！这个季节他也学坏了，脾气还挺大，大半夜折腾我们3个老东西。李林春听到3位老同志的对话，心里更是咯噔一声，比他们3位都要慌。什么？季警官看出来了？这他怎么没当场揭穿我啊？季姐那小姑娘看起来也不是个有坏心眼子的，人家没拆穿，我们就装傻，反正又不是我下属。那的确没事儿，我大孙子没事就行，反正又不跟我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哎，这不对啊，合着就得我一个人面对那小同志了是吧？那明天我见了面说什么？李建国和于桂芬2口子也是装糊涂的高手，相视一眼直接摊手。不知道。你们俩，我要回家睡觉。孙磊直觉李林春是在胡闹，可是到如今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听李林春的，死马当成活马医。只要能搞定拆迁的事，100万随便花，我也不心疼。请特种部队用不了这么多。说着，只随手抽了10几张100元票子攥在手里。谁啊？这么气派的小汽车，会不会是那边楼那谁家的孙女？听说傍大款了，给人当小老婆，是吗？我说前几天看着她穿的露屁股露腰的，原来是干那个的。哎呀，好久不见啊，胖婶、吴大妈、牛婶、马大妈都在呢。乍一见到他那张笑容灿烂的大脸，原本聊得正开心的胖婶瞬间脸色煞白。毕竟上次被这小子公开嘲讽，闹得整个院子沸沸扬扬，他们可是被人背后议论了好几个月。李林春见到特种情报部队一哄而散，倒是也不着急，直接从手里抽出100纸币，1人1北，帮我办件事儿，就是你们的。此言一出，刚跑开的几个大妈纷纷疑惑回头，目光直勾勾地看向那崭新的100钞票。可犹豫片刻，比起他们自身被骂的风险，100块说多也不算多了。2北，上午1北，下午1北，1天2北，帮我打听个消息，就1人2北，不干我可就找别人了啊！你们几个家里的破事儿，我可还有很多没说完呢。听说胖婶家里……别喊了，我干还不行吗？说好了，只打听消息，美人计我可不愿意啊。另外几个妇女也是坐不住了，他们要是不答应，那恐怕李林春下一个嚷嚷的就是他们了。实在是念叨了一辈子八卦，反倒是被一个没脸没皮的小畜生给拿捏了。好了，那拿了我的钱，可就要替我办事啊！美人计就别想了，就算你们愿意，也得问问对方愿不愿意啊！不扯了，胖婶，你当领导，这个呢就是名单，你们现在就去滨江路那个城中村，打入他们的情报组织内部，也就是他们村口大妈的聊天圈子，发挥你们的优势，把这些个人家里的情况都给我套出来，尤其是关于他们家困难、缺钱、有难题的情况，全都打听出来。中午我管饭，晚上我也管，只要能全部打听出来，我还额外给你们加100块钱的奖金，明白了吗？此言一出，刚刚还有些不乐意的胖婶他们瞬间眼冒红光，300块钱赶在他们上班的时候1个月工资了，不要白不要啊！行，不就是那个要拆迁的城中村吗？李林春仅仅只是提了一嘴滨江路的城中村，眼前这几个妇女啊，立刻就开始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各种八卦消息满天飞，直接给车里的孙磊都听呆住了。这些妇女怎么什么消息都知道？我说小李100万，我预算是100万，你100的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只要能办成事儿，当然是越少越好了。走，咱们也去城中村，我去踩点。咱们也去城中村，不是已经让情报部队去了吗？咱们去干什么？那当然是去摸清楚那个陈志强家里的水管、电线都在什么位置了。别人能拆迁，难不成还能让他小子也成功拆迁？我非要制止他不可。到时候别人都能签约拿钱分房子，就算他回心转意，跪下来求我拆，我也不拆，看看谁骨头硬。小李啊，咱们不是要个个击破吗？这怎么还要动全我行啊？李林春手里摩擦着板砖，轻哼一声，抬头看向面前的城中村大饭店，明晃晃的玻璃窗简直在勾引他。其他人当然是要打探消息，个个击破了。但自古以来，威逼利诱就是双管齐下的，怎么可能只利诱不给他们上点威逼的强度呢？杀鸡儆猴，你听说过吧？这陈志强故意站出来跟咱们作对，显然就是出头鸟啊！不给他点血的教训，怎么能吓住其他人？正好特种情报部队在，让他们一会把咱们的战绩还有陈志强的惨状宣传，别浪费200块报酬啊！有道理，那咱们什么时候？孙磊顿时被吓傻了，一脸惊恐地看向身旁摩擦着石头的李林春。你大白天的，现在就动手啊？先礼后兵，不怪我，都是那玻璃太诱人了。见到李林春这么淡定，孙磊反倒是不淡定了。他一个大老板，青天白日的跟着一个小流氓砸人家玻璃，这他太掉价了。不是你这个，好歹你等天黑了。你不是有100万预算吗？不够赔吗？
谁干的？谁砸我家玻璃？谁？是谁？到底是谁？谁这么缺德？我招谁惹谁了？砸我家玻璃，还砸我电箱！李林春带着愤怒，十分嚣张的直接走了进来。姓陈的，听说你不签拆迁合同啊？那老子来吃饭行不行啊？给我炒一本。是你，离就蛋蛋，是你，都是你害得我儿子进去蹲少管所，老子跟你拼了，给我死！陈志强，你也不行，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有你这么暴躁的爹，怪不得能教出进少管所的儿子。你儿子最近在少管所里还吃得惯吧？忘了他为什么进去的了？你这个年纪还想进去陪他？老了点吧，别到时候你们爷俩抱着铁窗对望，合唱铁窗泪啊！欺负人了呀！你们怎么还跑上门来欺负我们呢？我们不就是没签拆迁合同吗？这还让不让我们活了呀？没天理呀！大家都来看看呢，他们打人了。孙磊感受到周围的目光越来越多，逐渐有点不太自然了。可李林春这时候却是逐渐进入状态。啊，对，哭大声点！你没吃饭啊？我作为一个顾客，好端端进门来你家吃饭，你家不是开饭店的啊？你老公突然暴起，直奔我冲过来要揍我啊！结果他自己绊倒，摔在我面前，还打翻了我的醋碟，跟我有什么关系？大家可都是有目共睹的，从头到尾我没离开这张椅子吧？哭，来，你继续哭，大声点！冲着门外那些暗戳戳的目光，大声嚷嚷起来。来，都来看啊！这家人为了多要拆迁款，不跟我们配合，不签合同也就算了。我们拆迁办的同事来吃个饭，心平气和的跟他谈谈，结果他上来就要打人，这哪来的道理？都来看啊！大饭店老板打人了，陈志强打人了。此言一出，直接给前方喊了，哭都找不着调了。躺地上的那不是我老公吗？谁打谁呀？不是啊，我老公是被打的呀，打人的不是我老公啊。不是他打人，他怎么躺地上了？你说啊？前方一听这话，瞬间被问懵了，一时间愣在原地。这小畜生，你老公，你没事吧？老公，你脑袋都磕破了呀！李林春当着外面所有人的面也不好意思动手，反而是再度走到桌子边上坐了下来，颇有几分无赖的架势。不过他今天就是来当无赖的，要是不够狠，怎么杀鸡儆猴？我说了，我是来吃饭的，你开门不做生意，那开什么门？给我炒一本，你也别闲着，去给我拿2瓶汽水。夫妻俩是万万没想到，李林春这小子这么嚣张，送他们儿子进去蹲了少管所，竟然还敢来吃饭。陈志强气得咬牙切齿，哆嗦着手指李林春：“你给我滚！我不做你生意，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是来干什么的，你们就是来逼我签合同拆迁的。告诉你，我就不签，死也不签，我不拆了。”老陈家之前不是对拆迁挺积极的，也没几个客人了，天天盼着拆迁，这怎么现在不拆了？哎呀，谁不知道啊？那个拆迁老板就是之前把他那个混蛋儿子送进少管所的，他跟人家有仇呗。他有仇，我们又没仇。那天我家那口子没回过味而来，被我骂了一顿。昨天我们就把合同签了。就是我有亲戚也拆迁了，他们的快递拿补偿的根本没人家孙老板给的多，还羡慕咱们呢。老陈家那个混蛋儿子平时就是抓猫弄狗的，没少干坏事，还在学校里欺负人，被送进去活该。他这是拿咱们当枪使，跟人家拆迁老板赌气呢。这不拆，人家找上门来弄他了吧？看看被打的那样，啧。我就说拆迁的有几个不黑的，人家有的是手段，普通人可扛不住弄。胖婶和吴妈还有牛审盘听到这些个情况，顿时暗自不笑，继续引导打探更多消息。好，我要是你，有这么大一块地，我也不拆迁，千万别拆。你看看这块地，将来在咱们商业区的规划里，多适合造一个蓄粪池啊！此言一出，陈志强瞬间哆嗦了一下，脸色煞白，惊恐地看向李林春。你要干什么？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啊！你不拆，那有的是人拆。整个地块的规划，那不都是我说了算的？我就偏要把蓄粪池盖在你家门口，你有本事就不拆啊！话音刚落，陈志强两口子顿时被气得哆嗦起来。你敢？不敢。我有什么不敢的？那边房子东南角，地势好，距离马路近，到时候直接规划成地下2层、地上3层的停车场，方便人民群众开车来逛街啊。后面咱们商业街到时候肯定会开餐饮店，各种小吃饭店。这下水井和蓄粪池那也需要很大一片面积的。这房子西南角我看正合适，就挖一个蓄粪池。说着，李林春更是一脸无赖模样的看向陈志强。你不拆那房子，我就给你留着。放心，上面我肯定给你开天窗，让你家房子每天能照到阳光，每天都能看到我们商业区的大楼，在你家附近一层一层的盖起来，城中村大饭店，多好的地方啊！留着，千万留着，一定不能拆。他这无赖霸道至极的发言，没有丝毫遮掩，直接从大门传了出去，被外面的人听得清清楚楚。趁着孙磊给的拆迁补偿已经是市面上最高的了，还是早早配合签字的好。孙磊第一次当黑心拆迁商，他也是第一次当钉子户，根本听都没听过这么离谱的缺德手段，太他妈欺负人了！你打人了呀！强拆了！救命啊！报警！我要报警！强拆了！我们家的电箱，我们家的玻璃，你都要赔钱！我要把你送进去，让你和姓王律师的一块蹲监狱！李林春此刻已然被气得咬牙切齿。老子早看你不顺眼了，上次的事儿我都不追究了，你还敢挑事儿，给老子死！叫个屁！替你儿子挨一巴掌！你儿子欺负过那些人，你们都得死债复偿，早晚遭报应。但今天老子明摆着告诉你，就他妈是来干你的！报警啊，去告我！这房子牵扯到赔偿官司里面，你就是想拆迁也拆不了。去啊，你前脚报警抓我，你看看后脚我能不能搞定其他拆迁户？整个黄村我全都拆迁，就他妈不拆你家！去告我啊！你怎么知道有个姓王的律师被抓进去了？说是谁想替王景福那个李九蛋翻案？是
谁想替那个王景福、那个王六蛋翻案？说谁跟你勾结到一起了？你们一致口径的不拆迁，是拿了别人好处吧？故意搅黄了拆迁，让其他人也拆不了，是不是？小王二蛋，有本事你就打起我！拆迁，你做梦！告诉你，我们10几个人咬死了不拆迁，你和姓孙的都要完蛋。是你应该跪下来求我，我儿子没欺负人，是他们自己窝囊，自己废物，自己打不过别人，他们活该。你们就是互相勾结，污蔑我儿子，把我儿子送进去的，我不服。为了给我儿子报仇，你们也别想顺顺利利拆迁。合着我们都被耍了，人家陈志强他们10几个人不拆迁，那是拿了钱的，有好处的。到时候人家拿了好处，拍拍屁股走了，我们只能守着一堆老破平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真他妈黑呀！一时间，众人甚至分不清是拆迁商黑，还是陈志强他们这10几个拿了好处来演戏的更黑，全都黑呀！合着就他们这群吃瓜看热闹的傻。好啊！打起你，我是不敢，我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告诉你，砸你窗户的是我，砸你电表箱的也是我，打你的还是我，该赔多少钱我他妈赔，我预算多得很，不怕赔钱，就看你两口子抗不抗揍了。他从小就跟着爷爷学习格斗术，哪里致命，哪里看不上来，贪而亲，早就拿捏得细细的。我们拆还不行吗？签个屁！你们他妈的想拆，老子还不想拆了，给我洗！我不敢了，别打了，我儿子已经进去蹲少管所了，已经受惩罚了呀，别打了，我真的不敢了，都是他们逼我这么做的呀，都是他们逼我的，是刘向前。此言一出，一直不好意思动手，稳坐一旁观战的孙磊率先脸色大变，直接站了起来，说：“刘向前。”好啊，果然是3步不出一个畜生，又是那个姓刘的。说还有谁？是王律师找的我们，你舅妈蔡金凤，她和王律师一起把我们叫到了刘向前的公司，是他们让我们这么做的呀。我大马说谁这么烂好心，怕我闲着没事儿来给我解闷呐？原来是我的好舅妈啊！搞破鞋搞到明面上来，她还搞上商业手段了。金凤，你挺牛逼啊，真是打不起的小强。想到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好舅妈撺掇出来的，李林春倒是觉得一切合理了。毕竟拆迁这种事儿，在这年头可是香饽饽，只要给足了条件，不会有人放着白花花的钱不要，放着一家置换好几套楼房不买，洗手城中村这发了霉的烂房子。要不是背后有高人指点，能拿市场最高标准拆迁款的人，是不会蠢到去做丁总的。孙磊背后可是有妖人指点，对付他们这种最初级的普通丁总，简直是易如反掌。老公，签了吧，我真的扛不住了，计划都是一起计划的，挨揍就咱们挨揍，这谁受得了啊？不签，有本事你就打起我，别以为我不知道，完不成拆迁任务，你们都得完蛋，到时候看看谁跪下来求谁。我儿子他犯了什么错？不就是在学校里教训了几个普通的穷学生吗？2年，整整2年啊！你们毁了我儿子一辈子，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好过。这个拆迁合同我绝对不会签字，刘老板迟早把你们一网打尽。我尼玛！孩子他吧！陈志强被一板砖砸得眼望金星，大牙松动，翻着白眼躺在老婆怀里。嘿，那我告诉你，我他妈也只是教训了几个不知好歹的人而已，我有什么错？我他妈也没错，你欺负我，我欺负你，谁心软谁是脓包。你儿子蹲监狱那是他活该，一辈子污点，他这辈子都别想洗干净身上的罪过。你还不签字上了？我他妈让你签字了吗？今天他来，本身也没打算让陈志强签下字，不过是杀他这只鸡，吓唬那些好玩的。如今外面吃瓜群众都被吓跑了1多半，情报特种部队也已经打入敌人内部了，计划早就成功了。呸！你也配当拆迁户？做梦！就守着你们家这破房子，以后老老实实给我住在蓄粪池旁边，天天喝泔水吧。记住了，姓陈的，这都是你纵容你儿子在学校欺负别人的代价。你们一家子这辈子都要老老实实还债。就算将来你跪下来，跪在地上，从这条街舔到东大街，舔穿了上护士，我他妈都不会拆你家这破房子。李林春说完，直接霸道无赖的一脚踹翻了面前的桌椅，当即给孙磊使了个眼色。走！哎，明明我才是大佬，却好似个马仔一样跟在小李身后。嘿，真怕你飞，不过还真的挺爽的。哎，小李，你等等啊，这不是说中午包吃吗？请我们吃城中村大饭店，现在你把饭店都砸了，我们吃什么？500块够你们吃狮子楼了吧？哎，不能光吃饭啊！消息打听的怎么样了？打听到了，小李啊，不，李老板，你现在真是混好了，我们都跟你沾光，你交代的14个人已经打听出来9个了。孙磊也是面露喜色，要说做生意，他自问比得上100个李林春，可这种办事的脑子和思路，自己就算是拍马也追不上啊！妖人，简直就是妖人，成功的背后果然离不开妖人指点啊！老板，人喊来了，一共8个，都是知道轻重的，您放心吧，随时听吩咐。行，各位师傅辛苦一下，撑场子而已，别动手，也别伤着人，一切行动听李经理的指挥就行。大家别紧张，不是让你们干坏事的，拆迁了，要是脾气太好，肯定不好办事的，就是吓唬，一会记住了，不需要你们动手，在门口站岗就行。办完事，老板请吃宵夜，一人还有100块钱。孙磊看着自己准备的100万预算，真的被李林春100的往外花，心里也是哭笑不得，谁家商战成本这么低啊？郑老哥2口子挺有节目啊，在家研究2胎呢。我是你家亲戚啊，听说你儿子郑海他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我这不特意来关心一下。亲戚，你是孙老板，你们知道我们是谁了，那就坐下来聊聊吧。听说陈志强一家给你们不少好处啊，让你们不同意拆迁，何苦呢？有什么条件咱们也可以谈啊。孩子他吧，你说句话呀，这怎么办啊？白天里陈志强一家子被揍的消息也早就从村口老太太嘴里传出来了，他们10几个早就人心惶惶了，生怕被找上门来也被揍一顿。你们不用废话了，我说了不签，那就是不签，我家的房子我说了算。好，你说了算，那你儿子重要还是钱重要啊？你要干什么？别动我儿子！
我又不是坏人，你以为我要干什么？我只是提醒你，你儿子考上大学了，还有不到1个月就要去报到了吧？就算我们搞不定拆迁，换新老板来，那至少也得是1个月以后的事儿了。我要是能搞定1半的拆迁户，那就还能再多拖延1个月。更何况现在已经签了1/3了，1半那也是指日可待的事儿。那算下来可就是2个月啊！2个月，你儿子去大学报到的时间就得耽误了吧？对方答应给你的钱，难道已经提前给你了？守着这么个破房子，1年收租仨瓜俩枣的，今年你老娘又病了1场，家里连给孩子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凑不出来。要是因为你们2口子鼠目寸光，贪图小利，耽误了儿子上大学，10几年的努力毁在你们手里。谁跟你说的？我就说让你去找陈志强先借个学费给儿子用，你就是借不来，不拆迁，那等2个月，儿子报到的时间都要耽搁了，咱们还要那2万块钱有什么用？我也不想了。每次我提起孩子上学学费这事，陈志强就装聋作哑。他家有的是钱，他就是不借我也没办法。孩子的学费，我现在也是天天发愁啊。哎，郑老哥，我很能理解你的难处。说真的，我给的拆迁补偿款已经是市面上最高的，为了孩子，也为了你们自己，何必跟陈志强一起咬牙洗撑？他那个大饭店，我压根也不想拆了，能说服1半的人，我就可以动工了。到时候边拆边减，不想拆的就直接留着好了。此言一出，郑峰2口子瞬间变了脸色，不由得着急起来。另外，我私人赞助你儿子报到第1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签了合同，立刻就给。签，我们签，我们马上签。很快，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到晚上10点，15户已经全部签了合同。等等，我还有一招没用过的，没签字的拆迁户可还有1半多，想要3天内搞定，还得再上1剂猛药才行啊！不如就把姓陈的一家废物利用一下。啊，这还怎么利用？白天你不是打过1回了吗？白天是白天，晚上我们把他一家拖出来怎么样？此言一出，孙磊也是倒吸一口凉气，真缺德啊！李林春却是两眼放光，只要做成了这个拆迁项目，将来上古市房地产发展的历史当中会称呼这一天为黄村战役。滚！我不签，我就是不签！妈的，老子10几个人都不签，你跪下来求我，哈哈哈！求我也不签，小畜生，我踹洗你，踹洗！睡个觉都不安生，你又做什么梦呢？有那个本事，白天怎么不见你厉害的用出来呢？哥哥你，我们娘俩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谁敢打我？姓孙的他跪在哪了？怎么这么黑啊？我让你做梦，你都穿我身上了，有力气你别在我身上使了，你倒是冲那姓孙的去啊！睡觉都不消停，赶紧睡。这时候叫醒我梦里都已经揍的那姓孙的和姓李的小畜生满地找牙了，他们今天也就是跑得快，但凡还敢回来，我一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老姑，怎么回事啊？谁砸我们家玻璃？谁给我滚出来！我老板是刘向前，你们敢？他不喊也就罢了，这一喊，8个工人直接控制不住的怒火中烧，刘向前还拖欠他们4个月的工钱没给呢。老子打的就是刘向前，操！刘向前养的狗，你不说，老子还不动你。刘向前的狗拖出去！你们到底是？让我们出去！我根本不认识刘向前。姓陈的今天晚上只是给你们个教训，回去告诉你老板刘向前，拆迁工程我们就拿下来了，让他洗干净脖子等死吧。上户市的地产市场已经没有他姓刘的吃饭的碗了。走！畜生啊！你们畜生啊！我饶不了你们！你们看什么看？整个村子就我一个人跟他们斗，你们还想要好处？都他妈做梦！别看了，滚！都他妈不来帮忙，这时候来看我笑话是不是？都给我滚！哼，我看啊，这签不签拆迁合同的事儿，那是人家陈志强背后大老板和孙老板斗的事儿，到咱们身上跟谁签也是一样的，也没啥好处。孙老板给的价儿，这2天也打听了，的确是上户市最高价了。我反正不想跟着陈志强他们2口子死撑了。是啊，俩大老板斗，不管谁斗赢了，肯定都得给咱们降价，谁赢了，那就是谁说了算，人家也不用给高价拉拢咱们了，对不对？有一说一，孙老板人还厚道，就是今天来的那个李经理是个暴脾气，不拖了。你说什么？这才2天，我都还没出手呢，你给我彻底搞砸了。2天，别说的是10几个人了，就算是几十头猪，让孙磊和李林春派人去抓，也他妈抓不起来了。你们才2天没到，就全都把合同签了，你玩我啊？你这也不能全怪我啊！我不都是按照你们的计划和方法来的吗？那10几个人我都谈妥了，签约大会也被我搅黄了，原本万无一失的啊！但是我他妈挨揍的时候，你们在哪？不是说好了一起报仇，一起对付那小畜生的？哦，光我和我老婆2人挨揍，你们不管啊？那他们就是揍了我俩一顿，人家一看你刘老板没实力，直接不信你开的条件，立马和姓孙的签了合同。你不给现钱，人家拿不到钱，坚持不住，我他妈有什么办法啊？姓陈的，你说什么？你们2口的废物东西，2天不到就把整个黄村拆迁工程都给卖出去，还他妈怪上我了！我他妈不说了，只要姓孙的干得成，我就给钱，这点时间等不了。一群见钱眼开的刁民，要你们有屁用？这点小事都办不好，老子自己动手也比你们强。喊什么？一次失败而已，有什么好喊的？这次明显是咱们轻敌而已，准备不充分，又不是被彻底打败，怎么就开始内讧？1计不成，那不还有1计吗？关我屁事！没了城中村项目，还想让老子倒贴钱给你们去对付那姓孙的？我看起来是傻子吗？刘向前见到陈志强2口子2天不到就丢了整个黄村拆迁改造项目，本就已经被气得都火冒3丈了。听到王景禄这个商业，宋棍又他妈要出馊主意，还要搭上自己，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刘老板，你不能这时候放手不管啊！那李林春和孙磊把你害得多惨，只有你自己知道啊！现在咱们人多力量大，不趁着这个机会搞垮他们，以后更没机会了。搞不垮李林春，就拿不到谅解书，拿不到谅解书，王景福就要进去坐牢，说不定那无赖宋总会为了减轻罪名，把我也拉下水啊！绝对不能跟着一块进去蹲监狱。你算个屁！老子给你面子，你才能站在这儿。要不就赵刚那个偏瘫的废物都不要的货色，你还能跟我说上话？滚！都是废物，你们有一个算一个，是个屁啊！我之前还真高看你们了，结果才坚持不到2天，就把整个黄村拆迁改造的项目彻底拱手让人了。恐怕没有你们，那姓孙的还他妈不能这么顺利吧？你们的能耐还真让我开了眼了！滚滚滚，都滚！刚刚结盟起来的复仇团队，这才不到3天呢，直接成了笑话。王景禄此刻也是耐着性子站出来开口：刘老板，不要着急，事情还没有变得那么不可控，我们还有机会。你也滚，主意就是你出的，你个废物，还在这儿说个屁，滚！刘向前，想想一个几个亿的项目，几万块你都不舍得花，那能成就有鬼了。陈志强2口子好歹还挨了顿揍，你付出什么了？你屁都没付出，要怪也是应该怪你。就是啊，你不肯出钱，打都是我们挨的，你说个屁啊！跟你结盟，给你办肾，这城中村项目对我们可没有半点好处，你还嫌弃上了，要走也是我们走，不用你在这儿充当大老板。妈的，想起来我就来气，没有你的名头，我昨晚也不至于挨那顿揍。刘向前见了这些人，突然又开始从自己一时理亏，跌得脸面通红。滚，都他妈滚！不爱干就滚！好了，都给我闭嘴，继续想办法就是了。你要是能拿住孙磊的软肋，也未必不能分杯羹。这次要干，就要破釜沉舟，你必须拿钱出来帮忙，才能有办法转死回生。行，那我就再给你们一次机会，这回我出钱。事成之后，我要的不多，黄村改造项目必须让我掺和进去，其他的你们自己看着办。此言一出，众人仿佛又看到了一丝丝希望。王景禄也直接将目光落到了做服装批发生意的吴强身上。吴强，这次就看你的了。既然拆迁这边没了机会，那就号召你的人脉，给我围追堵截，饿死那个成衣厂。这次看稳，我就算是自己倾家荡产，也要让那个厂子倒闭。安静，大家听我说，这次请大家来帮忙，我姓吴的可是真金白银的往外拿，就是为了造福大伙。咱们干批发的、干零售的，一直都是单打独斗，就因为这，咱们去厂子拿货的时候，可没少被挤兑，没少被抬价，对不对？对，就是，咱们应该团结起来，团结才有机会和那些成衣厂议价。诸位，我姓吴的今天把大家找来，就是有一件好事要通知大家伙。咱们市里的地产大老板刘老板决定投资咱们，从今天起，大家就在我这里统一进货，均价1块3，我负责替大家去找厂子谈不到1块3，多出的钱我替大家出，保证让大家以后的生意都好做，好不好？此言一出，厂房里瞬间发出一阵掀翻大浪，仿佛又出几千块的力，谁不想？王律师，哈哈哈，都谈好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凤翔成衣厂可算是让我逮住了，这次必须把它彻底搞垮，不要让它滞销的衣服一件都卖不出去，跪下来求我。很好，很不错，老吴啊，这次的事情，刘老板可是慷慨解囊了，你放心，给批发商进货的钱差多少，刘老板补多少，真金白银的给。只要你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饿死凤翔成衣厂，咱们的计划就成功了。到时候，孙磊、孙云这兄妹俩可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他们谁都跑不脱。多去探一探虚实，确认一下库存积压的消息，别阴沟里翻了船。行，一个刚进这行不满1年的小畜生，加上一个早就该倒闭的老破厂子，优势在我，交给我就行。老孙，你们凤翔厂这是出人才啊，很会预判形势，让咱们被动变主动，打了一场漂亮仗，哈哈，我都想把它弄到我们新华2厂了。几个小批发商以为联盟就能做空我们，拿到便宜货，我们成衣厂也能联盟啊，直接涨价，爱买不买，看谁熬得过谁。一顿饭下来，几个厂子的管理层也是推杯换盏，有困难一句话就叫来帮忙，毫无嫌隙，足可见他们老一辈的革命有意是多么坚固。小李啊，从你进厂的那天起，我就知道你前途无限。我们厂子运行了10几年，从来没出过问题的老机器，你一来它就坏了。帮小云避免了200万的合同损失啊，还点破了我那混账儿子的假合同，厂子托付给你，我放心。啊，不都说了不提这事了吗？那200万的合同我都给厂里结款了，就别老念叨了。你闭嘴！我和小李说的是厂子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搞你的房地产去。小云啊，这小李啊是个值得托付的人，年轻啊，这可他体力好。爸，你说什么醉话呢？你喝多了，快！孙磊，赶紧送你爹回家，这老头喝点酒又开始乱说。懂，我都懂。你和小颖月下散步嘛，我和爸就不耽误你们，今晚别回家了。走，司机开车。没事，孙姐，我真的体力好。哦，真的吗？去试试。全市批发商组合联盟，意图以1块3一件的价格批发，却不想被全市服装厂反套路，清理了库存还大赚一笔，批发商差点饿死。吴强，你们2口子怎么回事啊？我这都快断货了，怎么还没进货？对呀，你答应我们的一件1块3，但是现在人家几个厂子都是第1块5不卖，你得有个说法啊！你们到底能不能办事了？不是说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帮忙的吗？再不进货，我们喝西北风去啊！你这是要熬死成衣厂，还是熬死我们啊？说话啊！孩子他爸，你倒是说个办法呀！不是说只要熬过那些个成衣厂，咱们就能随便定价了，以后都咱们说了算吗？现在人家新华2厂都出手了，一件1块5，就是不降价，咱们怎么办呢？总不能就这么干耗着呀！再不进货，别说当大老板了，就是外面那些批发商也不会饶了咱们的。好了，别说了，反正是刘向前出钱，那就从新华2厂进货，1块5就1块5，多出的2毛让刘向前补贴就是了。总之，就算我当不上大老板，我也要把凤翔厂挤兑垮。喂，听你姐夫的，已经确定了，买新华2厂的货，只买新华2厂的，不管了，1块5就1块5，赶紧进货吧。
一定看标签，其他厂子的货都可以进，但绝对不能要凤翔厂的货，记住了吗？当家的，算了吧，咱们自己能不赔钱进去已经是好消息了。这市场仍旧是厂家说了算的，咱们只是几个小批发商，就别做梦控制整个上货市的成衣市场了，斗不过他们的。这一遭能替儿子报仇，拖垮那个凤翔成衣厂，让心里的小畜生一败涂地，已经足够了。等咱们儿子出来，咱们还可以东山再起，做大做强啊，将来肯定过得比李林春那个小王八蛋好。下午就把货拉来，反正也特么是刘向前出钱，亏也亏不到咱们身上。进，走，去凤翔厂，我要看着那小畜生一脸绝望，跪下来给我磕头的样子。哎，干什么呢？你们找谁？你一个保安，知道个屁啊！赶紧告诉你们厂子里管事儿的，让李林春接待我们。你们厂子的财主来了。可怜呐，一个小保安马上就要跟着凤翔厂倒闭下岗了，赶紧的吧，通知人，就说上货市最大的服装批发商来了，帮你们解决厂子服装滞销的问题，是你们的大财主。有提起过，我有印象，我好徒弟的确说过，你们很有可能会跑过来，那进去吧。我们副厂长说过了，要是批发商来，那就直接进去就行。里面办公楼会议室等你们呢，去吧，快去，跑步前进。小李还真是料事如神呐！喂，是张师傅吗？预定的一车本可以开过来。人呢？你们凤翔厂没活人了，看不到大财主来了，让李林春滚出来见我。哎，这种人不用给上水。喂，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厂长和副厂长去仓库清点库存了，有事等他们过来再说。财主，解放前就已经把财主打完了，你们是哪门子财主？上门来找事的？这种破烂小厂子养的狗倒是挺忠心的，看来孙云那个贱好还挺会养狗的。哎呀，可惜了，你们这狗厂子要不了多久就要倒闭了。呵呵，到时候你们都是丧家之犬，看你们到时候还能不能这么嘴硬。哼，要是让李林春那个小畜生出来跪下来求求我，说不定我还能放你们一马。要不然你们连当狗都没地方当了，岂不是很惨？一群臭打工的而已，还真替你们老板说上话了。这狗当的够忠心耿耿了。你妈找的哪个野爹跟你说的这些屁话？跑我们厂子里来拉屎放屁，也不怕我踩缝纫机给你皮眼子缝上？你粗俗！牛姐说得好，哈哈哈！对，就这么骂，哪来的2条疯狗进门就乱拉屎？呸！你们2个是什么冬瓜，也敢跑来找事儿？我们李厂长这是没在这儿，他要来了，你们吃不了兜着走。牛春芳他在这厂子多少年了，骂人就没输过，唯独一次，也不过失败在李林春手底下。什么见不得光的野东西，天不黑你们也敢出门啊？跑我们地盘上骂街，你也算个东西了。面对牛春芳这连珠炮一样的攻击力，刚刚还信心满满、颐指气使的吴强和江玉叶两口瞬间面红耳赤的败下阵来。我他妈不跟你这条狗一般见识，让李林春给我滚出来！嘿，一群臭打工的穷狗，你们这破厂子马上就要倒闭了，看你们还能跟着李林春那小畜生嚣张多长时间？还有孙云那个，让他们一起滚出来！谁呀？跑来我们厂子里狗叫？哟，少年犯的畜生，爹妈啊，来干嘛？找血啊！终于等来了，报仇雪恨的机会，一雪前耻。李林春，小畜生，你还敢出来啊？厂长，李林春看着果然送上门来办厂开香槟的2个蠢货，也是差点笑出声来。从刘志强那2口子的智商上来看，他就没高估过这群智障的脑回路。没事，大家干得好，全都算奖金。以后有任何人进咱们厂子里来找事儿，大家大胆骂就是了。有任何问题，我担着。小畜生，你还挺会装的，库存滞销，没人批你们厂子的货，你还能笑得出来？你们凤翔厂的货卖不出去了吧？没人要吧？哈哈哈！怎么样？你要是现在跪下来给我磕头求饶，说不定我心情好，还能买你点货。啊，对啊，卖不出去了啊，这可怎么办啊？天啊，厂子要倒闭了，我好害怕啊！跪下求我们呢，给我儿子赔罪，给我们磕头，磕到我满意，我就买你几件货呀。我卖你个屁！吴强压根没料到李林春竟然二话不说直接动手。你指谁呢？撒开！你敢这么对我？你厂就等着倒闭吧，小畜生啊！要是在我，明明我才是控制市场的批发商，他难道不怕厂子里的库存货卖不出去吗？不对啊，嚣张的不应该是我，这不对啊！再逼逼，不是挺牛逼的吗？我库存货卖不出去，我擦屁股用行不行啊？纯棉布的，擦屁股就是舒服，关你什么事？你倒是管得挺宽啊！是不是大粪车从你家门口路过，你都得追出去尝尝咸淡啊？跟你有关系吗？李林春，小畜生，你们凤翔厂就等着倒闭吧！我们就算是赔钱，赔得倾家荡产，也绝对不会让上货市任何一家批发商从你们凤翔厂进货。你害我儿子进少管所，我就要让你破产倒闭，一辈子倒霉！李林春，我抄你！骂啊，不是喜欢骂吗？怎么光张嘴不出声啊？行啊，看样子你们2口子今天就是专门来喷洗的，我满足你们。孙姐，厂子里我记得不是有一台折旧报废下来的缝纫机床，好像还能用是吧？有，在2车间后门放着呢。你要干什么？当然是把他2口子的皮燕子封上了。你干什么？李林春，你要干什么？不行，你这是要出人命的呀！你不能这么干啊！他原本以为把皮燕子缝上这是一句骂街的话，可李林春这怎么还打算来真的呀？瞬间控制不住的联想到皮燕子被缝上的酸水。李林春，你不能这么干！我老板是刘向前，刘向前让我们这么干，你敢动我，他不会放过你的！不行，要出人命的！不行啊！拖下去，缝皮燕子！
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不行不行，这是要挤人的。我不就是不买你们厂子的货吗？你们不能杀人啊！松开我，不能开玩笑，不能缝，不能缝。你怎么好像早就知道有人要对付咱们厂子一样？那些库存货原本是卖不出去的，现在找新华二厂贴了牌子，反而高价1块5卖给批发商了。他们看起来好像还压根不知道。就他们结盟起来对付我的那一伙人，一撅屁股我都知道拉什么屎。但凡是个有脑子的都不会相信这几个臭番薯烂鸟蛋能是个人物。想来想去，他们能出的招数也就是这点了。这次能帮厂子清库存，我还得谢谢他们2口子。原本一件也就7、8毛钱的库存货都没人要，现在能卖1块5。是不是做梦也想不到还能有这价啊？哎，小李，你不会真要把他们那什么给缝上吧？闹大了，到时候恐怕的确不好收场。缝上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去医院拆开就是了。我倒是想把他们2口子缝在一起，不让他们长点记性，以后还敢来闹事儿。要打就一次性打服他。走，过去指导指导，别缝偏了。不，你们不能这么干，要出人命的啊！来人啊，救命啊！不行，不能缝了，你们的都疯了吗？他是万万没想到，原本掌握了凤翔厂进货批发优势的他们，应该是来耀武扬威的才对啊。我们是财主啊，怎么反倒是被推上红人机床，要被缝皮燕子了？这不对呀，这帮人难道就真的不怕厂子倒闭吗？哎，牛姐，这男的侧着缝，女的怎么缝啊？这多了条缝，但方向一样啊，还得是侧着缝啊。哎，二车间的同志们，这男的侧着缝行，女的可不行啊，那得竖着穿插针，这才能缝上。怎么干了一辈子缝纫了，还得我们下料车间的教啊？各位女同志们，听我说，这2个奸商纠集了整个上货市的批发商，不让任何人买咱们凤翔厂的货，想让咱们厂子倒闭啊！心都黑了啊！我提议把他们2口子缝在一起，怎么样啊？缝一起。不，小畜生，你们不能这么干的，会洗人的。错了，李圆圆，我错了，我不干了，不干了，都是刘向前和王景禄逼我这么做的，都是他们逼我的，是那个蔡军凤找的我，是他们逼我的，我不干了，也退。哎呀，我当家的吕厂长、孙厂长，错了，我们错了，我们不敢了呀！孙厂长救命啊！孙厂长，这不是开玩笑，这是要人命的呀！我们不联盟，我们不联盟了，我们不敢了呀！治疗嘴贱，唯一有效的办法，那就是手贱，打得他不敢嘴贱，才能彻底出气。又是刘向前让你们干的了，我看你们来的时候那不是挺开心的吗？没有刘向前，你们就不想报复我？把你儿子送进少管所的那可是我啊！这么大的仇恨，你也能说放下就放下了？那陈志强2口子可比你们2口子能扛得住啊！最后了也愣是不松口，还骂咧咧的，你们这也不行啊！吓唬就软了。你就不该来呀，老老实实待在家里，等着批发商联盟把他们凤翔厂给恶洗多好，为什么非要来装逼？后悔了吧？不敢了，李厂长我儿子那是罪有应得，不敢怪你，不怪你们呢，忘了我们吧。好了，差不多就行了，咱们厂子又不是土匪窝，饶了他们这次。姐夫都买了，我已经都买回来了，我看过了，全都是新华2厂的货，绝对没有凤翔厂的。不过姐夫，新华2厂他们那边好像要涨价，这批货还能1块5的给咱们，下一批他们就要1块6了，这还买吗？买，不管多少钱，不管多少货，只要能够填满那些批发商的嘴，让他们不去买凤翔厂的货，新华2厂出多少我要多少，全都买。当家的，这1块6的货不会有问题吧？少说也要砸进去10万8万的，也顶多撑1、2个礼拜而已，这是不是先和刘老板说一声？说什么说，1毛2毛的事儿，他刘向前在乎吗？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彻底恶洗他李林春和凤翔厂，到时候刘向前都要亲自来感谢他们。说个屁，不用说，这次我一定要彻底的拖垮他整个凤翔厂，让李林春跪着来给我道歉。怎么样？这批货还是1块4，你1毛我1毛，亏不了东家，发不了咱俩，你说是不是？多谢江哥带兄弟们发财。哪里，徐老哥这是抬举我，没有东家多出的2毛钱，咱们上哪喝汤啊？东家是大老板，不在乎这1毛2毛的，也不会查账，那可是我亲姐夫拉的线儿，咱们跟着沾光而已。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我姐夫可是无枪，吴老板警告你们别胡来了，我可要喊。哎，孙子，你打得挺没啊，自己拿了10钱，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别废话了，你姐姐夫已经在那边了，自己过去好好说个明白。说不出来，今天下午打桩机就把你们3个扔进去，连我老板的钱都敢立下。说吧，你们2口子拿着我的钱，折腾了快2月了，怎么那凤翔城1厂非但没恶洗，还他妈开始招工了？2个月，我他妈花了快40万了，你们俩是打算恶洗凤翔城，还是恶洗我呢？啊？11先说得慢的，下午去打桩好了。不，真不是我干的，刘老板。是啊，我们就是按照计划来的，买断上货市的货，恶洗凤翔厂，这是咱们商量好了的。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回事，按理说那凤翔厂都快2个月出不了货了，早就应该急得火烧眉毛才对，这我们也不知道。刘老板，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姓刘的，你要干什么？咱们不是盟友吗？为什么突然动手？老子是不是被你们给耍了？金不清楚老子的钱花到哪里去了，谁都别想走。我们真不知道啊，刘老板，你放过我们吧。刘老板，我没拿你的钱呢，我们自己还搭进去好几万呢，真的不是我们的错呀。和李林春的缺德但不致命比起来，这个刘向前简直就是个杀人的魔鬼，盟友真要命啊！让他闭嘴。姓刘的，我们没拿你的钱，不是说好了联盟合作吗？我们为了对付那个李林春，搭进去1辆车，还他妈被揍了一顿，差点被缝纫机缝上。你不信我，别打我老婆。怎么可能会在对付那个李林春的时候次失败？这他妈的不科学啊！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老板，虽然是在新华2厂门口抓回来的，听清楚了，
他跟新华2厂的人做扣，压价到1块4，还跟咱们说是1块6，吃了2毛钱的力，吃里扒外的东西。什么？我们在挨揍报仇，你们趁机捞钱？哎，活该，怪不得挨揍。刘老板，这事跟我们没关系啊，都是他们3个自己搞的鬼。人家刘老板好心拿钱出来对付那个李林春，总共3毛钱，你们黑了2毛钱的力，是不是人啊你们？啊，你他妈害羞我了，我他妈弄死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瞎了眼，跟你们一群废物合作，花了老子40万，反倒是把李林春给养肥了？怪谁？到底怪谁？说谁为老子这花出去的40万负责？他，都是他撺掇我们来的，对，就是他，都是这个女的惹出来的事儿。为了救他那个相好的王律师，是他。你们别乱指人啊，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从头到尾什么都没干过啊，是王律师把你们找来的，我只是陪他一起啊。刘老板，刘总，这跟我没关系啊，你和我们家老赵多年的朋友了，这点事你不能怪到我头上啊。我从头到尾什么都没说过，什么都没干啊，饶了我，你饶了我吧，我跟你是一伙的。饶了你，疼。不，刘向前，这跟我没关系啊！坑你钱的是吴强他们2口子，不是我啊！别打我，我抗揍啊！慢着，刘老板，打起我们也不能解决问题。我还有一计，要是成了，可以彻底挽回一切损失，达成所有目的，绝对能够立竿见影的让那个李林春受到教训。都他妈是你，一季又一季的，你有哪一季成了的？先丢了城中村拆迁的项目，好，你说是因为我不肯出钱，所以耽误了收买人心，这才失败老子信了你。结果呢？现在呢？老子2个月花出去40多万，钱呢？说是姓吴的小舅子吞了，我他妈怎么知道是不是你们这群废物一起私吞了老子的钱？拿不出40万来还给我，你们都他妈别想活！40万的黑锅啊，不能全背下来。他明白，刘向前更明白，这个钱不管是谁拿了，是必须要吐出来的。怪他早没有看透这个刘向前根本不是个做生意的正经人，纯一个大混子。刘老板，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吴强他们吃下去的，你让他们吐出来，我们绝对不插手。但是咱们既然已经结盟，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李林春给戏耍了，没道理就这么认栽。我不信每次都能输，最后一季最后一招一定有用。这次我亲自上场，肯定能拿下李林春和他那个破工厂，信我。说最后一个办法的之前，把线条签了。你们一共欠我40万，零头不要了，如何分摊你们自己说了算。要是这一招还不成，40万你们来还，这就是他妈的耍我的代价。说吧，你还有什么最后一招能反败为胜？这欠条就一笔勾销，要是成不了，后果很严重。暗地里的招数咱们都用过了，这次来个明面上的，除非咱们这里面出了内奸，否则我想不到这个计划怎么可能会失败。我说的明面上，是直接对他的厂子下手。我们需要一个内应，里应外合，才能天衣无缝，规避风险。快点！没看到人，保安不在，赶紧进去，不想赔那40万，就把这件事做好，最后的一次机会。这时候了，你躲在这里干什么？给我进去！要做这件事，就必须是咱们所有人都参与，谁也别想跑，给我起来！我已经帮你们想办法支开保安了，这就算多我一个人进去，也不一定有用啊！求求你，就让我在这儿给你们望风行不行？望屁！老子一个律师都已经开始跟你们玩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了，你现在跟我说你不进去，我哥都被你坑得进去拘留了，你还想坑我还2万块钱啊？告诉你，你今天要是不进去，我有的是办法让刘向前把怒气都转移到你身上，到时候你比洗都难受，听到没有？老实给我进去，把这件事彻底做个了断，一把火烧了这座厂子，搞垮那个李林春，以后桥归桥，路归路，谁也别招惹谁。起来！只能哆里哆嗦的在他的催促下起身，多杯敬了凤翔城一场，几人在厂子里汇合。不要打灯，按计划先去仓库拖油，一把火全都给他烧了。原来王景路的最后一计是让蔡金凤找他女儿赵玲，让赵玲玲晚上支开保安，这样他们一伙就可以偷偷摸摸进入厂区内，一把火烧了成一场。他这厂子里怎么这么臭啊？什么烂地方？咱们这是不是找错地方了？这个方向真的是他厂子的仓库吗？文长，对不对啊？这是谁领的路？没走错吧？别白折腾一场，还不如在家躺着睡觉呢。没你说话的份儿，要不是你背着我们偷钱，咱们也不至于落到这个地步。今晚这事儿办不成，40万全他妈你自己掏。姐夫，那1块4是我自己凭本事谈下来的，我就该赚那1毛钱啊！都是他刘向前抠门还不讲理，我赚的8万多，全都退给他了，还让我还40万，我冤不冤啊？他这明摆着就是讹诈咱们哦。这方向对吗？不都是你闺女说的吗？没走错，厂子里怎么这么臭？我也不知道啊，刚刚在饭馆后门，他给我说的就是这啊。今天李林春那小畜生还不在，保安也一块去吃饭了，再好不过的机会了。玲玲还说让咱们别打灯，进门左拐，顺着路一直走，就是他们厂子的仓库，存货都在里面。这也快到了吧？要不再往前走走看？听到蔡金凤的话，众人即便是有点被熏得头疼，也没别的办法，只能摸着黑继续向前方那黑洞洞的仓库大门前进。什么东西？怎么了？什么情况？别慌，是个牌子而已。就是太黑了，看不清牌子上写的什么。一个牌子，我看看，好像是写了字的，坑什么户什么小心。这他妈是走哪来了？仓库盖在这么臭的地方，不怕把他那些存货都熏臭了吗？要不打个灯看看情况，反正也没人。对呀，看不清，要不把灯打开吧，好动手啊！乍一听到这声音，陈志强和吴强他们也都是下意识的纷纷点头。然而，就站在这声音主人面前的蔡金凤却是不寒而栗，全身颤抖，惊恐的瞪大了双眼，嘴唇子不受控制的哆嗦起来，拼命的伸手去拽前面的姜丽。你干什么？追我干啥？是不是又想跑啊？都已经到这儿了，今晚必须把事情办了。那40万我可还不起。蔡金凤此刻已经被吓得说不出囫囵话，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吓得全身颤抖。我身后，他印象里紧跟着他的只有一个王景路，可刚刚王景路已经跑去前面看牌子，那现在站在他背后说要开灯的人是谁啊？而且那声音怎么听着有点耳熟呢？谁？什么情况？谁开的灯？怎么回事？蔡金凤，你闺女害我们被发现了，李林春。
亮如白昼的灯光下，拎着汽油桶的众人根本无处遁形。此时此刻，就算他们反应再慢，也已经反应过来，自己这是中了埋伏了。你们还真敢干啊！正好送你们一份大礼，下去跟区做饭吧。走你！不！随着重物砸落污泥中的声音响起，一股子浓郁了10倍以上的恶臭瞬间爆发开来。救我！什么？这是哪儿？好玩啊！李林春，我跟你拼了，都他妈别活了！你他妈也滚下去吧！附上了，这他妈是粪坑！什么？这里是粪坑，不是仓。你也下去吧！噼里啪啦的声音此起彼伏，坑底的陈年老物粘稠无比，翻滚起来更是惊天动地。一股股难以言述的恶臭从深坑之中弥漫出来，坑底的3人互相搀扶，半身掩埋在泥泞之中。好啊，金凤儿，你出息了啊！直接把跟我有仇的这群东西全都给弄来了，省得我一个一个去找了。来吧，谁来说说你们今天是来干什么的？说对了，我兴许可以考虑放你一马。说得慢的，直接下去陪他们好了。说，瞬间吓得跪倒干呕的几人瑟瑟发抖，浑身痉挛。姜伟第一个惊慌失措，脸色很失败的举着手爬起来。我说，当时你就拿让我们来害你的，当时你就拿。说的不对，滚！别动，飞起来了，飞起来了！你他妈的别动！我他妈也不想啊！抓住我，要倒了！听着坑底传来4人的惨叫声，还站在坑边上的几人全都被吓得瑟瑟发抖，胆子小的更是直接被吓哭了。凶残，简直太凶残了！什么样的变态才会想到大半夜的把粪坑盖子掀开当陷阱的呀？太脏了，这手段简直比这家。不敢了，我们不敢了呀！都是刘向前，是刘向前逼我们来的，是他逼我们的呀！要是不来，我们要还清给他40万了，都是他逼我们的！求求你帮我啊！别过来呀！你干嘛呀？你说错了，老子不是让你说这个，滚！你也下去！此时此刻，还趴在坑边上的陈志强2口子，连带着于正全都被吓傻了，瑟瑟发抖。我受不了了！救命啊！救命！想跑，走你！小李，这人怎么办？还敢跑？一块扔进去！你俩过来，把他抬起来扔下去！你们抓我干什么？松开我！我不要下去！叛徒！有什么办法？都是他的人啊，咱们斗不过他的，你也下去吧，不能让我们2口子下去啊！我们也是没办法啊，他们都在下面了，你下去他们会追着你的，要不我们2口子也得被扔下去啊！李船长，人已经扔进去了，我们滚！平台不给沙雕动画推流了，实在有点撑不下去了。大家都要养家糊口，还是早些解散，去别墅打螺丝吧。等等，云姐，我有办法。李林春，你要干什么？我们没放火，你想陷害我们？你住手啊！畜生啊！我们没放火。厂库里面更是堆放着几台厂子内部报废的机器，虽然是报废的，但都是有价值的。只要烧了，那到时候鉴定损失可都是按照厂子生产工具来算的，少说也大几10万啊！可这一把火烧了，还有人背锅。李林春甚至都开始要开心的笑出来了。大外甥，我是你舅妈啊，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你不能忘了，误会，咱们一家人的误会啊，饶了舅妈吧。你们这是杀人，吃饭打的不能，不行，不可以的。要是我们回不去，刘向前一定会报警的，警察会找过来的。到时候你们也都要坐牢啊！你们这是犯法，会死人的。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得罪我的人，胆敢来招惹我的人，全都要吃得饱。我已经让人报警了，警察很快就来。咱们厂那可都是守法公民，怎么能干违法的事儿呢？面对小偷，那咱们也要讲人文关怀，优待俘虏。李林春，警察来了，你就完了。你还报警了？我才应该报警。睁大你们眼看清楚，动动你们的狗脑子，这里是他妈我的厂子，我厂子晚上没人，打开粪坑清理，犯什么法了？警察来了也是抓你们这帮纵火犯法。纵火关几年来着？地上这些汽油桶可都他妈是你们带来的吧？王景禄被吓得一哆嗦，他是律师，他太知道这纵火罪有多严重了。这李林春简直就律师的克星啊！没事，纵火未遂而已，没造成什么损失，咱们还都掉进这坑里来了，酌情考虑，煮饭也就1-2年的事，从饭还不会太重，反正也没烧起来。我的厂子，我说是谁烧的，那就是谁烧的，谁让这汽油桶上全是你们的指纹的？厂子里可是明令禁火的，更不可能有汽油。你们一群纵火犯的话，也有人信？我他妈这么多工人亲眼看着你们放火烧的仓库还能有假？给老子牢底坐穿，10年之后再见吧！哟，我还要谢谢你们啊！这带着烟还有打火机都给我准备足了啊！就用这个点火了，到时候调查火灾起因，这可是有力证据啊！油桶上是你们的指纹，烟和打火机也是你们带来的，你们说这火是谁放的啊？不对啊！你不能害我啊！那是我的烟啊！此言一出，坑底更是哀嚎一片，所有人都吓傻了。王景禄更是面无血色，彻底绝望。故意纵火，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岂不就是10年往上？完了，彻底完了。说起来，我还要谢谢你们了，帮我们厂子清了库存，多少年的存货啊，全都卖空了，大赚了一笔，又来帮我们厂子清理陈旧资产，这让我说什么好呢？既然来了，那就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一点吧。走你！
直接将这荒废了10多年的老厂房，连带着几台报废机器全都包裹在了里面。一如这把火烧掉了他上一世遭受过的所有悲剧。谁他妈也别想欺负我！刘向前，你给我等着！只是赖了1秒，李林春突然换上一副惊慌失措的表情。报警！报火警了！厂子失火了！有人纵火啊！快救火啊！言一出，周围一众女工瞬间全都疯了。救火啊！快救火啊！有人救火啊！警察同志，你们可算是来了啊！畜生啊！他们简直是畜生啊！救救我的厂子啊！李林春抹了一脸黑灰，直接扑到了赶来的警察面前，哭嚎的声嘶力竭，看起来的确是一个一心为厂殚精竭虑的好厂长。姐姐看着突然扑上来抱住自己大腿的李林春，也是禁不住皱眉。必须严惩纵火犯，你们立刻配合消防的同志们清场，先把工人们散出去，不要造成2次伤害。随着他的指挥，急忙上前组织着工人撤退。姐姐这时候才看向仍旧抱住自己大腿的李林春，这小子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的，一时间还真让他不好分辨究竟是他放冷还是他抱得紧。毕竟这小子撒谎可是有前科的，但看着他哭得这么伤心，即便是姐姐心里对他有防备，也不由得心软了几分。哎，别哭了，你抬头看看，是我，这火到底是怎么回事？李林春哭得正认真呢，黑灯瞎火的，根本也分不清来的人是谁。反正这大腿还挺好抱的，哭就得了。可乍一听到姐姐的声音从头顶传来，瞬间给他吓得心里凉了。这女神看可是会演如剧啊！自己上一次在医院说的那么传神都被看出来了，这回要是露馅，那可就完大了。李林春突然脑筋一转，直接起身，大哭着就要向那着火的仓库扑过去。我的仓库啊！我们厂子的机器啊！救火啊！哎，你不要命了，回来！厂长，我们帮你一起灭火。消防同志已经带着水枪上去了，厂长，咱们先撤吧。李林春大哭着拼命挣扎，一把一把的抹着眼泪，将真情实感发挥到了极致。我的机器啊，我的厂房啊，全完了啊！不管怎么说，这份感情不像是假的，周围还有那么多女工作证呢，这小子总不会自己把自己的厂子点了，骗人玩啊！人没事比什么都重要，让专业的消防同志们来判断情况灭火就行了。警察同志，就是他们来放的火，他们都是纵火犯。我的厂子啊，几十万的设备啊，全都完了啊！我的厂子啊，我对不起老厂长，对不起孙厂长，我对不起工人们啊！李厂长，你别哭了，这不怪你啊，都是他们那些爱签到的来放火，他们嫉妒咱们厂子啊。警察同志在，警察同志会给咱们做主的。小李，你别自责了，我们和厂子共存亡。队长，纵火工具找到了，4个油桶，其中1个全空了，另外3个还剩一半。地上还捡到了烟盒和打火机，虽然被水泡了，但打火机插在烟盒里，保存完整，应该还能提取到有效证物。事实基本清晰了。先把证物送回去，让化验科的尽早出报告。警察同志，我们是冤枉的，这火根本不是我们放的。对，不是你们放的，是我自己放火烧了我们自己的厂房，行了吧？此言一出，差点把王警部气得原地吐血，哆里哆嗦的颤抖着指向李林春，气得跺脚。他就是他，真的是他。是我放的，行了吧？不是你们，那就是我呗，是我放的，我发了疯的烧自己厂子，是我，警察同志抓我，是我放的。大家也都冷静一下，不要跟着起哄了，是非对错，我们警察会根据证据来判断。你们清点一下人数，精算一下厂子里的损失，达到标准，量刑10年起步。我们肯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不是我的，真的不是我们放的，都是他们陷害我们。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警方在这些油桶和打火机上一定找不到你们几个的指纹了？你的意思是说，大半夜的你们不睡觉，跑到别人工厂里跳粪坑玩？你的意思又说，有人在你们跳了粪坑之后，拿着你们带来的作案工具，点燃了面前这一栋厂房？我理解的，对吗？我们是被害的，他，警察同志，你要信我们怎么可能自己跑来跳粪坑呢？多荒唐啊！都是他给我踹下去的，我也是他放的。你的意思是说，他大半夜的跑去你们几个家里，把你们从床上拽起来，拉到厂子里，然后他又一脚把你们挨个踹到了那粪坑里，都给我带回局里，你好好的给我解释解释。还有，你们最好祈祷这些油桶和烟盒打火机上找不到你们的信息。这么大的厂房，里面还有多台机械，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一切都还有待调查，等结果吧，带走。欠条，赖着欠条，都是刘小钱逼我们的，都是刘小钱逼。讨厌，还没进儿吗？点个火，这么费事。刘向前是吧？现在有人供述你跟一桩半小时前发生的纵火案有关联，依法请你配合我们调查，走吧。警察同志，你们都审了一晚上了，我他妈就没犯罪啊！说话文明一点，骂人也是涉嫌社会治安问题的，交代你的问题就行了。他们欠你40万，你教唆他们去放火，有没有这个事实？我他妈交代什么？有什么一张破欠条而已，合着欠了我的钱，他们犯罪就都能怪到我头上了。他们有什么证据说是我让他们去的啊？你们警察办案就是这么草率，抓回来就问，不先调查的吗？那他老婆要是怀了孕，你们是不是也得怀疑我是教唆他上了床啊？莫名其妙，我混到今天这一步，什么黑事脏事没干过，整个上护士，但凡有点头脸的，谁不知道我刘家2兄弟当年在道上的赫赫凶名？这特么才洗白几年啊，想做点正经生意，这怎么这么难呢？各种没见过都没听过的商战手段都遭了一遍，发财树都特么被浇死了，放个火这么大点屁事，竟然报警抓我，什么他妈没素质的人也能混社会？现在的小孩太没有规矩了。行了，那就感谢刘老板配合调查，没你什么事了，在拘留室休息一会，到时间就可以走了。你与本案还有很大的嫌疑，近期不要离开本市，做好随时接受传唤的准备，谢谢配合。爸，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我早就看出那群货不靠谱，放个火都放不好，老子做点正当生意，吃他妈这么多苦头，不就是玩手段吗？什么屁商战，谁不会啊？李林春，我一定要嘎他，给我找2辆泥头车去凤翔厂外面等着，干脆利落，玩什么弯弯绕？一了百了。哎呦，00也来打暑假工啊！可是听说你连考场都没进去，就被人打了，不会是在这破厂子里当上正儿八经的女工了吧？当多久啊？一辈子吗？
你们认真听，这都是厂子里要注意的安全事项。要不，你一个连大学都考不上的人，还想教我们啊？你不知道，我们可都是考上了，我考的可是师范本科，我们才不用学这种成衣女工干的脏活呢。我就是特意来看看你，你还真当上女工了，一辈子没出息啊你！跟你那个堂哥一样，他学习再好有什么用？敢打人，直接被开除了。听说又转校了，也没考上大学啊。那个傻子，现在干什么呢？你们兄妹俩都进厂打工了。你凭什么骂我哥是傻子？你哥就是傻子，大傻子，二傻子，最蠢最笨的大傻子。他不傻，能把参加竞赛的保送机会让给周晨阳那个书呆子；他不蠢，能在高考前打架被学校开除。你们兄妹俩都是傻子，一辈子都没出息，只能干这种又脏又臭又累的活。当这种底层人，怎么跟我们大学生比？我们都是大学生，就你和你哥不是。听着苏婷那歇斯底里的骂声，赵玲玲被气得浑身发抖。她这么多年一直都是高高在上的姐妹小团体头头，一直心高气傲，除了被李林春揍，什么时候这样被人当众羞辱过？你赵玲玲气得一把抓起旁边桌子上的剪刀，当即就要冲上去。啊！你要嘎人啊！救命啊！赵玲玲要嘎人啊！好了，玲玲，不要跟他们这群人置气，就是犯不上搭上自己啊！让我当了他们凭什么跑来骂我？我要嘎了他们！你们要是不想干这个暑假工，现在就可以走，别在这里惹事。车间里作业危险，不是让你们胡闹的地方。此言一出，朱倩倩和另外2个女生多少有点心虚和害怕。我二姑介绍我们来的，你让我走我就走啊！我二姑是3车间的，凭什么不让我们干？这厂子又不是你家开的，我们几个可都是将来的大学生。等我们毕业了，谁稀罕来你们这破厂子啊？又小又破又穷，一年能赚几个钱啊？我们大学生毕业了，将来都是坐办公室，在高楼办公的，赚大钱，谁稀罕啊？干个暑假工而已，你让我走我就走，我偏不。你二姑是谁？说，我现在就去把她叫过来理论，太过分了！你们二姑只是一个普通女工而已，要是把二姑牵扯进来，肯定就闯祸了，就不仅我是1车间的副主任而已。哼，怎么的？你1车间的还想管3车间的事啊？大不了我不在你这干了，我去3车间，厂子又不是你家开的，我就骂他了，怎么的吧？哼！我姐被这么个小姑娘对得一愣一愣的，面红耳赤，气得不轻，刚想开口训斥她几句。小李厂长，你可算来了，他们这几个暑假工太过分了，在这里一个劲儿的骂玲玲，开除他们算了。还有，他说他二姑在3车间，把他找来问清楚，怎么教育的孩子。厂长，谁啊？猛地一回头，乍见到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苏婷瞬间脸色煞白，僵在原地，不敢置信。李林春，你是厂长？这不可能，你怎么能是厂长呢？哥，他们骂你是傻子，骂你是考不上大学的废物，他们骂你啊！我跟他们理论，他们连我一起骂，还有他二姑。苏婷他们可都是在学校见识过李林春的凶残手段，自然怕得要死，生怕挨揍，实在是不敢想象，明明是一个被学校开除了的普通学生，怎么会这么短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了厂长？李林春，真的是他？他怎么可能是厂长？他是这厂子里打工的吗？怎么办啊？婷婷，找你二姑来了。对呀，你二姑肯定认识厂长啊！你们躲在我背后干什么？我二姑在3车间啊，不在这边啊。李林春，怎么的？你还想打人啊？我可不怕你，你打我就报警。打人！你们这几个边角料也配让自己出手？呵，别叫什么李林春了，直接叫我大傻子就行了。我来回答你，我这个被开除的大傻子，他的确就是凤翔成衣厂的厂长。你是厂长？你凭什么是厂长啊？这厂子是你家开的，你做梦吧！你们几个暑假工是吧？还是大学生了？哇，了不起！哦，还有你二姑是3车间的对吧？吴姐，找个咱们同事去3车间找一下苏婷的姑妈，直接喊过来，让二姑给她介绍一下，我到底是不是厂长？这个所谓的二姑，估计就是苏婷家里了不起的人物了。那自己动手打人多没意思啊！我从来都不爱动手，就让这个二姑来，自己看着办好了。李林春，你别吓唬我，咱们可是同学，当初那事儿是你妹妹她。二姑，你打我干什么？还问为什么打你？考上大学你了不起了，不想干暑假工就滚回家去，别他妈拖累我。你爸妈2人加一起1个月赚的不如我1个人多，你说为什么？滚！二姑，你松开我啊！我说的就是事实啊，事实还不让人说了，他就是没考上大学啊，疼啊！二姑，厂长，我这就让他回家去，我一定好好教育他。二姑，你为什么要帮李林春说话？你怕他什么啊？李林春，你这辈子都比不上我，我是大学生。苏克梅，你撒开我！李林春，我跟你没完。行了，我又没说你犯罪了，只是说这些案件的证据统统表明，那个刘向前对你是恨之入骨的。他有作案动机的同时，你最近也要注意安全，说不定他还会出手。警察姐姐，你放心，我相信正义必胜。在你们找到证据抓捕他之前，我肯定会活得好好的。好了，你不用跟我保证，命是你自己的。塔车那边已经安排同事去查了，应该很快就能找到线索。只要抓到证据，刘向前就跑不了。但现在这些证据链也足够我申请把他带回来再审一遍了。羁押期间，你应该是不会有危险了，就等着找到塔车，一切就尘埃落定了。那感情好啊，刘向前那种坏人就应该被绳之以法。咱们是警民一家亲，警民心连心啊！你不惹事才是真正替我们省心。还有你那些破事儿，我都懒得说。一中的校长和教导主任黄旭东是怎么回事？你以为我没走访过是吧？被冤枉了，你也应该走法律途径。这是他们自己理亏不报警，但万一他们鱼死网破呢？你觉得自己战无不胜，没有牵挂是吧？真要出了问题，进去的也是你自己，以暴制暴，不是正规途径，也不合法。以后可别让我抓到你。警察姐姐放心，我绝对守法公民，肯定，绝对不会再有事了，我发誓。刘向东。
大春哥，多亏你今天来接我放学，要不我都没地方吃饭。怎么看起来你今天好像特别开心呢？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上门来挑衅的那3个边角料替他挡了赛，被大卡车直接撞飞出去，生死未卜，免得他这个好人受罪了。当然值得高兴，最开心的当然是刘向前那个老蛋已经成了警方重点怀疑对象了。这回自己好舅妈蔡金凤费尽心思拉起来的复仇队伍全员落网，让老底做出案。那当然了，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都能成。爷爷奶奶，我回来了。哥，大春哥你来看，这有张纸条，哥你快来。李林春乍一听到周英男的惊呼，顿时心里咯噔一声，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不会是真的要出事了吧？卡车的事情肯定是刘向东他们搞的鬼，不会是见到没撞死自己，又对俩老同志动了歹念吧？真要是这样，俩老同志不在家，那恐怕是遇到危险了。什么？哪的纸条？写的啥？什么？一定是姓刘的那个王蛋干的。上次来了一回，吃了亏，又扔了一次死猫，老子没他喝了金汤，还他妈敢来，这是要鱼死网破是吧？英男，你打电话告诉你爷，我去找刘向前救2个老同志去了，赶紧警力支援，你在家别乱跑，锁好门。周英男一时间被吓得手忙脚乱，急急忙忙握着纸条，直接打给爷爷办公室。接电话呀，爷爷，要出大事了。他一边着急过机，一边看着纸条上留下来的内容，急得都快哭出来了。喂，怎么了老李？我孙女去蹭个饭，你还要给我打电话说一声啊？是我，爷爷不好了，出事了，大春哥扛着刀出去了，说是要找什么姓刘的救李爷爷和易奶奶他们2位老同志，让你赶紧派警力支援。什么？英男警力支援？拍电影呢？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别哭，好好说，到底是什么情况？老李他2口子怎么了？大春哥接我放学，带我来李爷爷家吃饭，但是我们到这儿的时候，爷爷奶奶不在家，客厅里有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了2位老同志我劫走了，这几天不回家了。大春哥他看了一眼纸条，扛着刀就冲出去了，说肯定是姓刘的干的，要出事了呀。周云生一听这话，也是头皮发麻，一声拍案而起。还有这种事？等等，我接走了，这个我是谁？纸条背面你们看过了吗？背面化工厂老干部活动中心马主任。爸，刘长工向前。只要堂哥能藏好那2辆卡车和司机，让警察找不到关键证据，那不到明天这时候，警察就必须把我放了。昨天才刚洗脱纵火案的嫌疑，从公安局出来，这又要带回去接受调查。这年头的社会是真不好混了。2个司机竟然没能撞死李林春也就算了，还他妈撞了3个不相干的女人。都别担心，只是配合调查而已，警察肯定没有证据。那卡车司机和卡车都已经藏得严严实实了，警察肯定找不到。到时候向前一定会完好无损的回来，咱们还有的是办法和机会对付李林春那个小畜生，绝对不会放过他。真晦气，沾上那个李林春，咱们就没捞到过好处。现在那帮警察也来凑热闹，就好像盯上我爸了一样，没证据也能这么来回的带去审问。李林春到底是有什么本事？哼，没事，别怕，这次咱们也是冲动了，再加上那俩司机不会办事，等这件事风头过了就好了。大不了咱们一家先去国外避一避，我认识几个本资国的投资大老板，有意想要来咱们国内投资，说不定以后可以不干这个破房地产，咱们也去干点别的，帮着本资国大老板搞投资，赚钱更轻松。姓刘的东西，老子他 MP 了你，我爷我奶奶。谁？李林春咬牙切齿，手持斩鬼大刀，直接瞬移插到面前。我去你奶奶腿，给我挤！妈的，我爷呢？爷爷奶奶就是李林春的底线，如今底线被人动了，他自然是没有丝毫留手的打算，大不了一起被毙了。刘向东压根没想到这小子光天化日之下也他妈敢干人啊，这太嚣张了！疯了，要砍头啊！我他妈怎么知道你在哪？面对突然暴怒嘎过来的李林春，刘向东也是一头雾水，更是被他这一出直接吓破了胆。你还敢来啊？咱们人多，怕个屁！都给我上，弄死他！我操，这他妈是来玩命的，不是来打架的呀！李林春怒气冲顶，怒目圆睁，一怒定十有。敢抓我爷我奶，那就一起死！有本事先弄起我，弄不起我，老子就弄起你！爷爷奶奶要是说是，他也就无牵挂，无牵挂者无敌。啊，打人啦，大傻春风了！玩的只是装腔作势，打架欺负人的钱，不是拼命的钱，快跑，帮不着玩命。我去你 M 的！祖传的手艺飞石击事而出，刘向东被那板砖精准无误的砸在剩下那条后腿的麻筋上。你们愣着干什么？随便你们发工资，给我干他！都他妈给我滚！现在他给20万，再等会他就能给30万，着个屁急！等他涨到50万，老子自己放下刀。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再等等，等老大涨到50万，咱们就能1人10万，划算。畜生啊！你们都是畜生啊！谁给你们发工资了？老子给你们20万，你们还不动手？30万，30万，拦住他！你看，这才几分钟，老板涨到30万了。等涨到60万吧，1人10万太少了，我想多分点。刘老狗，涨价啊！看看是你涨价涨得快，还是我砍死你更快？把我爷藏哪了？说，还有那2辆卡车停在哪？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也丢了，你找你奶去啊！找我干什么玩意啊？我给40万，40万，赶紧给拦住他！你果然把我爷我奶一起抓走了，还这么敢嘲讽我，让我去问我奶，你不说老两口在哪是吧？好，我弄嘎你再说。你别过来啊！杀人犯法，你疯了！我没抓你奶啊！50万，我他妈给50万！往哪跑？给老子死！妈呀，我真的没抓！开门！你以为躲在里面，老子就进不去了吗？找卡车要撞死我的是你爸，抓了我爷我奶的还他妈啊是你爸！来啊，开门互砍啊！有本事弄嘎我，躲里面，老子也照样能进去。卡车就是我找的，怎么就没撞死你？谁知道你奶在哪？关我屁事！60万，我他妈给60万！你们那群畜生，上来给我打害怕！疯了，他疯了！
乍一听到这话，飘出窗外，楼下跃跃欲试的小弟们瞬间好似打了鸡血一样，嗷的一嗓子喊出来：“周老大，杀人！拦住那小子，60万了！”听到楼下传来的疯狂呼喊和杂乱无章的上楼脚步声，他也自知这动用亲情的力量必须速战速决的了。死！我他妈管你抓没抓，肯定是你干的！要么交代出我爷我奶还有卡车在哪，要么老子今天跟你同归于尽，灵车拉你走，警车带我走。告诉你们，今天这事儿是他妈我和姓刘的同归于尽，谁都别掺和，来一个死一个，老子要被枪毙，不在乎多赚一个下水，有本事就上来，看看你有命赚有没有命花，来啊！警察就是他叫来的，今天想要救出2位老同志，找到被藏起来的大卡车，就他妈要鱼死网破。警察救命啊！救我啊！他疯了，要杀人啊！快救命啊！我报警！我报警啊！李林春要杀人了！他从10几岁出社会，摸爬滚打，干到现在20多年，什么场面没见识过，但就是没见到过这种丧心病狂的疯子，丝毫逻辑不讲，扛着刀上门就是砍，疯子就应该关起来啊！谁放出来的这畜生啊？刘老狗，我他妈再问你一遍，把我爷我奶还有那2辆卡车和司机藏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藏在一起？你别过来！你别过来！警察，你们看到了，这个疯子要杀人了！我没有抓你奶啊！我真没有啊！还嘴硬，还不说是吧？2老同志被你抓了，我他妈也不活了！要死你就有本事弄嘎我全家，顺带着把我爸我妈李强和赵兰那2口子也他妈一起开卡车撞死，这样我他妈还当你是个人物了？只敢对老子动手，你算个屁！啊，那2辆卡车怎么就没撞死你个小畜生？你怎么还不死啊？你到底要干什么？好啊，承认了是吧？梦想厂门口建设路上那2辆撞死人的卡车都是你安排的，对不对？是你还是你堂弟刘向前了？车藏哪了？司机藏哪了？还有我爷我奶你藏哪了？别打了！西郊垃圾场，卡车在西郊垃圾场拆车，司机也在西郊垃圾场，我他妈根本不知道你去哪了。乍一听到这话，李林春简直要被气炸了，嘴是真他妈硬啊！都到这地步了，还他妈不说全了？好，你还嘴硬是吧？连卡车你都交代了，就是不交代我爷我奶在哪是吧？那老子就嘎死你！别冲动啊哥，错了呀，看错了，吕爷爷他们是去了化工厂老干部活动中心了，看错了呀。什么？双手抱头蹲下，抱头蹲下，把刀扔掉。斩鬼大刀随手一扔，直接抱住脑袋，在地上一声不吭。这速度之快，动作之标准，直接给进门的警察都看懵了。这是刚刚那叫嚷着要杀人的疯子，这么懂规矩。李林春看到警察都是荷枪实弹的，他自然是一动都不敢动，话都不敢多说。笑话，但凡反应慢一点，废话多一点，恐怕就要挨枪子了。别乱动，持刀伤人，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以身犯险，你还叫警察支援？万一你自己受伤了怎么办？这么大了，一点分寸都没有。军叔，怎么是你？疼啊！军叔，轻一点啊！军叔，你轻一点啊！是我让英男打的电话，叫的人，我报的警啊！周爷爷应该知道，我这是配合咱们警方办案啊！哎，疼就对了，不疼你不长记性，带走。刀，军叔，别忘了我爷爷的刀啊！帮我把刀带上。哎呦我的妈！季警官是来放我出去的吗？出去你是出不去了，故意嘎人未遂，直接枪毙了。来通知你一下，羁押10天，10天之后枪毙，通知家属买子弹吧。啥？枪毙？子弹还得我自己买？这会不会判得太重啊？我能不能申请上法庭重审一下啊？不是能上诉吗？这不至于吧？哎呦我的妈！好，枪毙当然是自己买子弹了。你们这种犯罪分子还想浪费国家的钱啊？不用上法庭了，你这证据确凿，人赃并获的，直接走快速通道了。10天后枪毙，别麻烦法院了。走了。这么草率的吗？快速通道还有这种服务？季警官，这不对啊！我这顶多也就是个故意伤害，我也没杀人啊，嘎人未遂，那也不应该枪毙啊！谁给我开的快速通道啊？这时候就别快速了，咱们慢一点行不行啊？军察决，季警官，再给我查一查啊！你知道我的啊。也是，你也挺年轻的，这么枪毙是有点草率。这样吧，我让犯罪心理科的同事给你先做个心理评估，你要老老实实回答他们的问题。要是评估过了，达到标准了，兴许还能考虑给你从轻发落一下。随便测，我肯定没问题啊，不能稀里糊涂的就枪毙了我啊！军官、警察同志，我没什么问题吧？这不至于枪毙啊！我记得不是还要先提起公诉，上个法庭的吗？笔录都还没做呢吧？好歹先审啊！他好愣啊，这都信？就是啊，看得出来是第一次进来，什么都不懂，笑死我了，差点没忍住啊！别笑了，快告诉我，他心理测试没啥问题吧？人没事，心理也没事，单纯素质低而已。提高个人素质，应该就会好很多。这种人一般不会犯罪，都有理智的，就是容易有脾气，不忍着，该出手就出手，冲动了点，问题不大。原来只是没素质啊，那就放心了。季警官，我没什么事吧？这不至于枪毙啊？评估出来，你的确是没有犯罪心理问题，那就再观察吧，拘留10天，罚款200就算了。我操，死刑改得这么痛快吗？不会是耍我吧？儿子，你没事吧？儿子这几天都饿瘦了，身上没受伤吧？滚！谁特么？你儿子？你俩谁呀？行了，大春回家去吧，以后老实点啊。刘向前和刘向东都进拘留所了，等着公诉开庭呢，都逃不了。纵火案的那些人同样也都先行拘留了，事实清楚，要不了多久就统一开庭处理了，以后别犯浑。
知道了，军叔，下次就别吓唬我了。什么枪毙啊，还快速通道的，以后就不管用了。行了行了，赶紧走吧，就你话多，有这份心，你也就离着被枪毙不远了，再接再厉啊。行了，小李这叫以身入局，一口气给刘向贤那两兄弟都端了，金海项目也彻底黄了。大老板已经在找关系洽谈，准备把那半截子项目转到我手里了。小李，来我这儿吧，股份都给你准备好了。哼，可把你想美了，小李就在我这儿，哪也不去，我也有股份给他。新盘下来的洗护化妆用品公司，小李就是合伙人，厂子也是他的，凭什么去你那啊？哎呀，去谁那不都是打工啊？我想，既然你们都给我股份了，不如我自己成立个投资公司，怎么样？咱们仨那是合作关系啊！纵火案，主犯王景禄判处无期徒刑，其余从犯分别被判处5至10年不等。蔡金凤判处5年有期徒刑，故意杀人案主犯2司机，教唆犯刘向东，司机判处死刑，刘向东判处有期徒刑15年。